王楚，希望你理解，如今我们已经成为勇者小队，以你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再跟着我们走下去了。郑夏雨那绝美的面容神色淡然，小队中的其余3女听闻，一脸冷漠。副本内，王楚站在阴影之中，看不清表情。就在刚刚，夏雨战队以23分钟夸张的速度通关大地亚龙巢穴登顶榜首，成功取得淮海市唯一的勇者小队资格。只要在下一场模拟考取得第2名以上的成绩，就能稳拿勇者小队资格，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的修炼资源倾斜，还能够保送帝都大学。所以说，我成保研丹了。王楚嗤笑一声，你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郑夏雨露出不满的表情，当初要不是雪晴推荐你的，你一个 B 级天赋又怎么可能混进我们全是 S 级天赋的队伍里？现在除了你还在启灵境停留，我们都已经踏入了断骨境，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然，他顿了顿，嘴角一勾，施舍似的说道，作为曾经勇者小队中的一员，你要态度诚恳，我可以推荐你去队伍。踢我，当初是谁打不出配合，空有 S 级天赋没有技巧，导致通关副本的速度始终都提不上去的。如果不是我的链接天赋能够提升 20% 的全属性，再加上我的副本攻略和后勤保障，今天能那么轻松就拿到勇者小队的资格。现在还没完全上岸呢，就半路开香槟把我踢了。2年前的某一天，王楚被大运送到了这个世界。醒来后，王楚发现他穿越到了一款名为全球无考的全息虚拟黄油中。作为这款游戏的顶尖大神，他对这款游戏的各种设定了如指掌，各种副本攻略更是熟记于心，还是全球竞技场排名第1的操作怪。所以他很快就靠着自己的攻略能力在学校里打出了名气，直到被原主的青梅竹马李雪琴邀请入队。那时候王楚发现郑夏雨等4人是游戏中的女主角们，想着跟着4名 S 级的天赋怪摸摸鱼也不错，于是同意进了队伍。当然绝不是因为游戏里那些雪白的 CG 看太多了的原因。郑夏雨将长剑往旁边一插，眯起双眸，神色不善。全属性加成、攻略、后勤是都是你做的，但是抛开你说的这些不谈，你还能做什么？接下去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输出能互相依靠的队友，而不是一个靠着链接 buff 只能在副本里混的混子。你就不配勇者2字。刷，白色的剑光一闪，他手中那柄长剑的剑尖直指王楚的喉咙。以我们队伍的能力，不管是什么副本都能够随便碾压，等把你换了，攻略副本的速度只会更快，根本用不着你的什么破攻略。王楚被逗笑了，抛开这些不谈，那谈什么？谈尼玛呢？攻略没用，土元素清和药剂给狗用了，你还骂女人？骂你怎么了？我还热烈的骂。这时圣光牧师安吉拉双手捏紧放在胸口，低垂着眼眸，轻声说道，要不就算了吧队长，等我们上了帝都大学再把小楚优化了也不迟。他有着一张精致白皙的面容，睫毛修长，看起来楚楚可怜，身上满是各种光芒璀璨的装饰品，背后一对收紧的白色圣洁羽翼代表了他天使族的身份。话音刚落，一旁的精灵弓箭手艾琳立马否决，不行，我不想再继续带一个混子，五考我必须拿下第1。郑夏雨瞥了一眼安吉拉，哟，还装上圣母了？提前和你通气的时候你怎么不反驳呢？你想留下王楚，那你和他一起走。安吉拉听闻，合上双眸，闭口不谈了。要连他一起优化，那就算了，你的意见呢，雪晴？最后郑夏雨将问题抛向李雪晴，王楚的青梅竹马。李雪晴身着白金色的法师长袍，手持着冰霜法杖，一头如瀑般的蓝色长发垂了下来。王楚也将目光看向了他。对于原主的这名青梅竹马，这2年来他并没有深入了解，不过他倒是对李雪晴会说些什么很感兴趣。夏雨姐，王楚不是我的什么人，我们只是邻居罢了。李雪晴是老渣女了，开口就先否定了2人的关系。随后他看向王楚，眼神淡然，小楚，我之前一直和你说，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要总是倚仗别人做寄生虫。你的贡献我不否认有，但不多。现在无考在即，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为了队伍的未来，我们希望你能体面的自己退队，皆大欢喜。他语速轻快，但十分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对此王楚笑出了声，要不是知道李雪晴的 CG 有多么烧，那白眼和舌头翻得有多么可笑，他就信了。还跟我搞独立女性那一套，那我平时给你那些魔法药剂你别喝啊，什么都可以独立，就经济不独立是吧？李雪晴秀眉紧蹙，那些魔法药剂也是从队伍经费里出的，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这傻子该不会一点常识都没有，以为市面上那些普通的蓝药可以支撑得起他的蓝号吧？作为拥有着 S 级天赋冰之界限的李雪晴，高蓝号高爆发，一般的蓝药根本回不上来蓝，所以一直以来团队里使用的药剂都是王楚自己采购材料，通过游戏 bug 制作的。踢我这几个傻逼，真不知道他们失去的是什么呀？是一个知晓所有未来大事，熟悉所有副本，并且精通所有生活技能的大爹。还有他们就那么蠢，一点都没有感受出来。链接能够最多5名职业者提供 20% 的全属性加成，可这全属性加成不只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啊，这 20% 的加成包括移速、攻速、修炼速度、魅力值、精准度，甚至是幸运值，可以说只要是数值都会增加 20%。对了，小楚，
李雪琴顿了顿，继续开口道：“你退队后给我们的属性链接不可以取消，我们还要用。”他说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上一秒还在独立女性，这一秒叫我链接不要取消，滚吧，傻逼！王楚说罢，直接取消了链接天赋。你已收回郑夏雨、李雪琴、艾琳、安吉拉链接状态，链接期间所提供的修炼增幅将逐渐回收。同一时刻，四女也收到失去了全属性20%加成的提示。王楚，你……李雪琴瞪大双眼，神色不再像刚才那样平淡。不是，你竟然拒绝我！雪琴，不要再跟他废话了，既然他不走，那我就把他踢了。郑夏雨音沉着脸，开始在队伍模块中操作。紧接着，王楚的腕表上震动了一声，叮，你已被踢出夏雨战队。郑夏雨冷哼一声，收到被踢出队伍的消息了吧？你以为马上5考了，我不敢踢人，不过扣除20%的积分罢了，老娘扣得起。我告诉你，我早就已经找好了取代你位置的人，等我公布名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比起他，你是多么的废物。还有，敢收回链接，老娘让你在学校里再也找不到队伍。他的话，王楚是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因为在被踢出队伍的一瞬间，王楚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声音：叮，恭喜玩家王楚获得退队隐藏成就，您的 B 级天赋链接已经升级为 SSS 级天赋女神链接。女神链接 SSS 级天赋效果1，可为任意对象及自身提供100%全属性的基础增幅效果，每成功链接一名女神，增幅效果提高50%。目前链接人数0。效果2，当链接女神好感度达到80%，将永久获得对方血脉中最强大的天赋，好感度达到100%，获取的天赋提升一个等阶。介绍：链接，狠狠的链接，隐藏成就。王楚神情平静，眸光微微闪烁。作为全成就收集者，他很确定游戏里并没有这个退队成就的。没想到阴错阳差下的退队，竟然让自己的天赋进化了。看清女神链接的介绍后，王楚不禁暗自惊讶，这天赋实在是太 bug 了，不仅从原来的20%全属性增幅提升到了100%，还能按照链接的女神数量提高效果。也就是说，他要是能链接2名女神，就能为提供200%的全属性增幅效果。至于效果2呢，就更恐怖了，只要链接的女神数量够多，就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强大天赋，并且当沉沦值达到100%时 ，S 级天赋能进化成 SS 级，SS 级的天赋能进化成 SSS 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链接成功呢？思索之际，王楚的思绪被一直逼逼赖赖的郑夏雨打断。王楚，从今天起，你的名声在整个淮海市都会臭掉，没有队伍敢再接收你，战队公共账户里属于你的那一份钱，我也一分都不会给你。王楚瞥了几人一眼，话也没说，直接退出了副本。谁还有时间理你们这群傻逼啊？链接女神去了。一瞬间，副本安静了下来。这就走了？安吉拉有些意外，哼，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待下去了呗。郑夏雨将插进地上的长剑拔了出来，转头对看向李雪琴。雪琴，不好意思，要优化王楚的消息没有提前告诉你。李雪琴摇了摇头，红唇轻启。队长，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如果你不提出来，我也会说，我们和他是永远都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带他带了那么久，他要感恩戴德才对。郑夏雨很满意李雪琴的回答，含着笑说道：“那就好。”副本外，王楚的身影出现在了副本传送口处，6班的同学瞬间围了上来。卧槽，牛逼啊！王楚，23分钟，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楚神，以后多照照小弟啊，就跟着你混了。就是啊，第2名的队伍都还没出来呢，羡慕啊 ！B 级天赋都能保送帝都大学，嘿嘿，谁让人家有个牛逼的青梅竹马呢？他们神色各异，除了几名是真心恭喜王楚的外，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不是，凭什么啊？凭什么你能抱上了青梅竹马李雪琴的大腿，跟着4名 S 级天赋的女神一队呢？并且现在还顺利在勇者小队资格赛中拿下第1场比赛的头名，获得勇者小队的资格，保送帝都大学基本已经10拿9稳了。真该死啊！班主任黄老师用力推开人群，快步走到王楚面前，兴奋地用力地拍了拍王楚的肩膀。哎呀，王楚同学，黄老师就知道你可以的，你是黄老师这一辈子带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是黄老师的骄傲。他那张老脸上堆满了笑容。学校普通班还从未出现过保送帝都大学的先例呢。年终奖、绩效，嘿嘿，可以上3楼了。王楚可没有在这里跟他们浪费时间，理都没有理他们一下，径直朝学校外走去。刚才他在副本里扫了几女一眼，得到了同样的提示，对方并不符合女神标准。奇怪，虽然郑夏雨他们4人人品不行，但是作为游戏的女主角们，论颜值和天赋都是1等1的。如果连他们都不符合女神标准的话，究竟谁才能符合女神标准？王楚皱着眉头思索，还是说正是因为他们人品不行，所以不能算女神？其他留在原地的学生们看着王楚的背影，轻哼一声，保送了就看不起我们这些普通班的学生了是吧？就是啊，装什么呢？混子还牛逼上了。黄老师瞪了一眼正在议论的同学们，你们几个怎么说话的？真以为王同学跟你们这些废物一样？他跟着队伍拿下首通肯定很累，这是要回去休息了，
有什么奇怪的？倒是你们不好好努力，天天就会在背后议论别人，等出了社会。黄老师。就在这时，众人身后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黄老师的话。霎时间，在场所有人将目光扭转而去。4名 S 级天赋的学院女神站在副本传送口，她们每的各有特色，令人沉沦。为首的是一头金黄色长发，穿着银色金刚铠甲，一脸英气的郑夏雨。她一脸平淡地看着众人说道：“各位，从今天起，王楚已经被我们队伍优化，不再是我们队伍的一员了。所有一切与他有关系的事情，与我们队伍再无瓜葛。”黄老师呼吸一滞：“不是，王楚被优化了？那我的年终奖，我的绩效，我的不吃香菜。”不，正午的太阳透过落地光洒进房间之中，紧身高领针织衫勾勒出陈琳娜饱满的曲线，下身穿着轻松的短裤，露出浑圆修长的大腿，鬓边碎发微垂，扮演那精致美丽的面容，眉眼中带着几分思念。也不知道雪晴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今天是李雪晴进行勇者小队资格挑战赛的日子，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挑战赛应该要结束了才对，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李雪晴的消息，也不知道从几岁开始，那个跟他十分亲密的女儿开始与他疏远。咚咚咚！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陈琳娜好看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光着脚丫一路小跑到门口，直接拉开了房门。雪晴，你……陈琳娜话语一滞，门口处，王楚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看着陈琳娜挥了挥手：“琳娜阿姨，是我，是你啊，小楚。”陈琳娜有些失望，不过王楚作为和女儿李雪晴一起长大的孩子，她也一直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小楚，快进来坐坐，不要在门口站着了。王楚和女儿在一个队伍里，刚好从他这里问点事。陈琳娜拉住王楚的手，就往里走去。房间里的格局还是回忆中的那样，原身是李雪晴的舔狗，时不时就要往陈琳娜家里跑，来找李雪晴。穿越过来后，王楚基本就不怎么来了。跟随着陈琳娜，王楚的目光放在了她那一手可恶的细腰上，再往下看，那挺翘丰腴的臀部被牛仔短裤紧紧包裹，不愧是当妈的人啊，人气属性已经拉满了。30多岁的陈琳娜，在她身上根本看不出岁月的痕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魅魔一般。针对女神链接中成功链接女神时，将永久获得对方血脉中最强大的天赋，并为天赋提升一个等阶这一效果。王楚在离开副本的时候，心中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能最快速验证女神链接天赋的，他目前只认识一个人，那就是拥有着 S 级天赋冰之界限的李雪晴。他妈！而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陈琳娜也并没有让王楚失望。丁，检测到可链接女神。女神陈琳娜，数据956392，年龄36，天赋贪欲之花 S 级，境界断骨境3重，女神评分91分，评分竟然高达91分，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成功链接。下一秒，王楚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阵提示音，丁，是否选择将陈琳娜作为链接对象？王楚眉毛一挑，立马同意。是。丁，已将陈琳娜作为女神链接目标，目前陈琳娜沉沦值为0%，当陈琳娜沉沦值达到80%时，将成功链接。在沉沦值未达到80%之前，无法选择其他人作为链接对象。冥冥之中，就像是有一条丝线将王楚和陈琳娜链接在了一起。走在前面的陈琳娜娇躯一顿，一股异样的情感涌上心头。怎么了，琳娜阿姨？身后传来了王楚沉稳的声音。没事，陈琳娜轻声回答道。来到客厅，王楚坐在沙发上，陈琳娜给他端来了一杯水。她悄悄地观察着王楚的侧脸，帅，很帅，非常非常之帅，是那种帅到会让人荡漾的程度。虽然王楚很久没有来他家了，但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见过不少面，从未像这次感觉王楚帅得惊为天人，总感觉他不太一样了。来，小楚，喝口水。谢谢琳娜阿姨。陈琳娜端坐在左侧的沙发，修长浑圆的双腿并拢斜放，双手叠在膝盖上。今天你们挑战赛的成绩如何？很不错，23分钟便通关了大地亚龙巢穴，是第1名。那太好了。陈琳娜兴奋的双手合掌，被针织衫紧紧包裹的浑圆上下颤动。谢谢你小楚，有你在队伍里照顾雪晴，阿姨也放心多了。等接下来一起上了帝都大学，还请你多多照顾雪晴。那琳娜阿姨你怎么办？王楚听闻抿了口水，抬起低垂的眉眼看陈琳娜。我怎么办？陈琳娜的脸一下子就僵住了。对啊，琳娜阿姨，你看现在雪晴基本也住在战队宿舍里，1个月也不见得回来一次，根据我观察，连电话也都没怎么打吧。等进了帝都大学，你们能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李雪晴就是这么个人，说好听点孤傲，说难听点白眼狼，脑子有病。不知道是不是游戏脚本设计师脑子有问题。在设定集里，李雪晴因为听说父亲是为了救陈琳娜死的，所以长大后非常痛恨陈琳娜，觉得都是陈琳娜害死的他爸。平日基本住在战队基地，与陈琳娜联系有且只有一件事，摊手给钱，而这就是王楚的突破口之一。陈琳娜勉强的笑了笑，孩子大了，不在身边也正常，你们只要平平安安，阿姨就很开心了。琳娜阿姨，你不要再自我安慰了，你自己也十分清楚，李雪晴对你有成见。小楚，你，琳娜阿姨，我听李雪晴说过，她说都是因为你害死了她爸爸，所以她很讨厌你。
话音刚落，陈琳娜的脸色变得惨白。你说什么？小晴她真这么说过？这话李雪晴自然是没说过的，但王楚说他说过，他就说过。是的，他不仅说过，还说。王楚面露难色，还说什么？陈琳娜很急。琳娜阿姨，不是我不想说，但是那句话。王楚一脸纠结的模样。小楚，你说吧，我能接受。陈琳娜伸出双手，从两边抓住了王楚的胳膊贴了上来，一股花香涌进王楚的鼻腔。很好，上钩了。王楚暗自一笑，随即缓声说道：雪晴她说如果当初死的是你就好了。此话一出，陈琳娜再也绷不住了，她的娇躯晃了晃，差点瘫倒，瞬间泪崩，她着哭腔说道：当初明明是她爸爸犯了错，在外面有人了，然后被对方的老公活活打死，为了他爸爸的形象不受影响，我才没有如实告诉雪晴，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卧槽，这么劲爆的吗？这是设定集之外的细节，王楚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有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竟然还选择出轨，真该死啊！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陈琳娜，王楚坐到了她的旁边，右手搭在对方后背上，左手搂住那盈盈一握的柳腰，将她揽入怀里。陈琳娜埋头在王楚的胸口上哭泣，不知是不是因为太伤心，竟然没有对王楚的手感到抗拒。不仅如此，似乎有着一股异样的情愫正在悄悄地冒出了头。感受着陈琳娜在怀里嗷嗷的抽泣声，王楚要开始对第二个突破口发起攻势了。对了，琳娜阿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你的小腹处好像有着一处特殊的花纹，那朵花纹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朵。枯萎的花朵。王楚感觉怀里的陈琳娜娇躯一颤，小楚怎么知道的？陈琳娜抬起头，勉强问道：小楚在说什么呢？别装了，琳娜阿姨，我小时候看过很多次了。王楚随口一说，他自然是没见过的，但设定集里有啊。陈琳娜瞬间脸色一红，那朵花的位置可以说十分隐蔽了，能看到那朵花基本也就呵呵。小楚，那只是我年轻时候不太懂事纹的纹身罢了，你可千万别像阿姨这样听闻。王楚咧嘴一笑，凑在陈琳娜耳旁轻声说道：琳娜阿姨，你不老实。陈琳娜娇躯一颤，一阵温热的气息吐在她的耳朵上，那是贪欲之花，对吧？贪欲之花是游戏中非常特殊的一个 S 级天赋，这一天赋最奇特的效果就贪欲之花会随着滋养茁壮成长，愈发艳丽，同时本人的境界和实力也会随着花朵的成长而不断变强。反之，如果贪欲之花长时间没有滋养的话，本人的境界就会不断下跌。最关键的是，这一天赋能力还是双方的，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提供大量的经验值。简单的说，对贪欲之花滋养的越多，两人都会越变越强，双赢，赢2次。至于陈琳娜，正是这么多年来未使用到天赋能力，导致境界一路从明元境跌落至现在的断骨境。要是再这么下去，总有一天会跌到最初时的启灵境。小楚，你……当王楚直接点出贪欲之花的时候，陈琳娜已经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了。他保守这一秘密多年，终于还是被其他人知道了。琳娜阿姨，贪欲之花又被称为魅魔之体，长时间没有使用到天赋，太浪费了。你能为了雪晴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伟大了。小楚，我是雪晴的妈妈，你这么做我会生气的。陈琳娜喉咙干哑，面带愠怒。可是虽然她常年忍受，早已习惯，但此时被勾起那一点小心思，却开始躁动起来了。王楚抱着陈琳娜的胳膊微微用力，生气了，嘿嘿，那我就更兴奋了呀。琳娜阿姨，你想想雪晴，雪晴现在之所以会那么讨厌你，全都是因为那个人犯下的错误。凭什么那个人犯下的错误要你背负那么多年呢？陈琳娜心头一颤，王楚如同恶魔低语般的声音继续在陈琳娜的耳边响起，更别说你现在的境界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又如何去保护雪晴呢？你明明拥有着如此之强的天赋，你可以变得更强，等你成为强者的那天，你和雪晴的关系自然就会越来越好的。话音落下，怀中的身躯逐渐放松开来，变得愈发柔软。陈琳娜躺在沙发上，眼眸微合，睫毛轻轻颤动。对啊，明明出轨的是那个人，可是却让几乎毁了他的一生。李雪晴对待他的态度，他难道感受不到吗？只是从来都没有想到，竟然是因为他的错误导致的。报复，他想要报复。针织衫伴随着沙发的震动滑落到了地面上，客厅墙壁上挂着的合照，一对男女笑得十分灿烂。丁，目前链接女神术1，全属性增幅效果提升50%，共计提升150%，好感值正30%，好感值正10%。王楚看着刷了半天才50%的好感值，微微蹙眉。通过链接确实可以增加好感值，但是除了一开始给30%，后面增加的好感值越来越少了呀。想要达到80%获得天赋，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或者是一个契机。不过贪欲之花这个天赋确实强大，或许是花朵太久没有被滋养，像是枯竭多年的井水，一波来自贪欲之花的能量开始反哺。王楚的境界一下子就从启灵境被提升到了断骨境，一波大提升。而那朵贪欲之花比起刚刚枯萎凋零的模样，有了很明显的变化，魔法纹路开始闪烁。琳娜阿姨整个人看着也红润许多。琳娜阿姨，这里你先收拾一下，我回去拿点行李。你拿行李做什么？搬过来住呀。
王楚穿越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活了。原主的爸妈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但定期都会有生活费打入卡里。你要过来住？陈琳娜惊呼出声。要是雪晴回来了怎么办？你做梦呢？想得倒挺美的，你死家里臭了她都不带知道的。陈琳娜话糙理不糙，她竟无力反驳。小楚，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雪晴吗？如果我们的事情被她发现了，不知为何？陈琳娜的语气中有种悠悠的醋意。谁说我喜欢她了？王楚啧两声，轻点美团。琳娜阿姨，其实我之所以一直来找李雪晴，是因为我喜欢你。话音落下，陈琳娜的脸蛋瞬间铺上了一层粉红色。你胡说什么呢？女神陈琳娜，好感值正3%。哦，这也能加好感值？口嫌体正直是吧？这倒是给王楚打开了新的思路。原来除了负距离的链接能够增加好感值外，其他的行为也有可能增加好感值。这是什么？旮旯给木吗？很快，没有太多的时间，王楚到隔壁房间里拿了2套衣服以及洗漱用品便折了回来。陈琳娜手脚也很利索，清理了客厅，甚至还重新换了一袭床单。都是当妈的人了，王楚想做什么她会不知道？再加上忍受了这么多年凋零的贪欲之花，又到了10岁之位的年纪，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晚上，陈琳娜头枕在王楚的胸口，看着王楚拿着手机在刷朋友圈。下一秒，一条最新刷新的朋友圈出现在了最上方。陈琳娜一眼就看出了那个头像的主人是雪晴，她有些急促，一把拿过王楚的手机，让我看看雪晴都发了什么。5月13日，天气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夏雨战队以23分钟的通关时间，成功拿下勇者小队挑战赛的第1名，成为了勇者小队第1候选队伍。感谢各位的祝福，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全力在模拟赛上继续拿下第1。明天晚上，夏雨战队在荣誉大酒店28楼旋转餐厅举办庆祝宴，诚邀各位同学参加。另外，经团队决策，王楚已被踢出夏雨战队。今日起，王楚所有的行为与夏雨战队毫无关系。再往下是郑夏雨、李雪晴、艾琳、安吉拉4名学院女神的合照。翌日，王楚坐在班级里的座位上，打了个哈欠。虽然是逆风尿3丈的年纪，但也经不起这么高强度的浇灌啊。李雪晴喜欢犯贱，喜欢发朋友圈是吧？那王楚只能狠狠惩戒陈琳娜了。女债母偿，很合理吧？不对，陈琳娜明显是属于受益方。贪欲之花经过1晚上的浇灌，直接将她的境界从断骨境3重直接提升到了断骨境8重，马上就重回宁元境了。成为寡妇前，她就是宁元境的职业者，跟在王楚身边，以后她的上限肯定不只是宁元境了。唯一让王楚比较头疼的是，陈琳娜的沉沦值来到了60%后，几乎不怎么上涨了，还得20%才能够获得第1个天赋。看着一脸淡定的王楚，班级里的学生们议论纷纷。王楚还真是淡定啊，马上就5考了这个时间点被踢出队伍，我就说他是混子吧。郑女神终于是反应过来了，真给我们班丢脸。我都听说了，夏雨小队的4名女神宁可扣除20%的积分，也要把王楚给踢了。20%积分对夏雨战队又不算什么，还是稳居第1。他们昨天有多谄媚，今天就有多冷漠，人性一目了然。昨天晚上，夏雨战队的4名女神同时发了朋友圈与王楚进行切割。紧接着，学校贴吧中突然有一条帖子被顶到了首页置顶链接的位置。我是夏雨，说被我踢出队伍的王楚同学。大家好，我是夏雨战队的队长郑夏雨，不好意思，因为一点私事占用公共资源，让大家担心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为了告诫大家避雷，警惕王楚这个万恶的寄生虫。当初在雪晴的推荐下，我们邀请了拥有链接天赋的王楚同学进入战队。鉴于王楚同学战斗力低下，我们允许他在副本中以自身安全为前提，尽可能远离战斗，他则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会一起战斗下去，并在5考取得好成绩，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王楚他竟然依仗着我们的信任，大肆挥霍着我们战队账户上的资金。说到这里，郑夏雨附上了一张图片，是账户购买各种药材、金刚的支出记录。如你们所见，战队账户上的大部分资金都被王楚用于购买各种材料，但我们队伍根本用不上这些材料。我不禁要问，这些材料到底流向了哪里？是不是都进了王楚的私人腰包里？帖子底下是几条高赞评论，的前几条高赞评论则是来自艾琳、李雪晴、安吉拉的声援，支持夏雨队长的决定。我老早就想把这个寄生虫踢出队伍了。解气！一眼胸大无脑的艾琳，我很希望这是误会，但这些记录都是真的。一眼装货安吉拉，把王楚拉进队伍是我的错误，挨打要立正，我一定会在模拟赛上弥补这一切。一眼独立女性李雪晴。不过还有一条被骂上前列的评论，倒是让王楚有些惊讶。这些药材都是用来制作魔法药剂的材料，金刚也是用来制作护甲和弓箭的吧？你确定你没在开玩笑？这人不知道是谁，够勇的，出来打逆风局，直接被喷成筛子了。下面都是王楚小号、王楚甜狗的评论了，并且这个帖子每一次刷新都能多出好几条评论，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抨击王楚，可怜学院女神。很好，看着帖子的势头，郑夏雨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王楚，让你退队你不退队，这下子你的名声就完全臭了。我倒是要看看成为众口之屎的你还能有什么出路。现在是5考前的关键节点，
五考的总分数是由团队赛和个人赛所组成的，少了团队赛的分数，再加上王楚那只有起灵境的实力，估计连最垃圾的那些大学估计都考不上了。一想到王楚现在的处境，郑夏雨没忍住笑出了声。王楚啊王楚，现在你估计已经躲在角落里偷哭了吧？另一边，王楚一点感觉都没有。正如那条评论所说，那些购买的材料全部都是用于郑夏雨等人。这所谓的夏雨战队，就是由一群坑货所组成的队伍。队长郑夏雨，职业剑士，天赋 S 级，剑圣之星，天天横冲直撞，怪物的攻击都不闪避的，护具那是打一场坏一件。艾琳，职业弓箭手，天赋 S 级，风之庇护，还没有达到凝元境的他，只能使用实体弓箭，天知道王楚帮他做了多少的弓箭。安吉拉，职业奶妈，天赋 S 级，圣域之星，奶量倒是挺足，天天在那边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杀兔兔？装备不买，天天买一堆无用的首饰，死装货一个。至于李雪晴，满蓝状态下最多放2个技能的高消耗高伤害法师，放完比哥布林还垃圾。没有我继续提供通过游戏 bug 制作出来的蓝药和剑士，不出2天，夏雨战队就要开始乱套了。王楚一点都不慌，甚至已经开始坐等着吃瓜了。也不知道新的倒霉蛋是谁，到时候4女战队撕逼起来，那应该很有趣吧。就在王楚思索之时，一声公鸭嗓直接让整个教室安静了下来。王楚，你给我滚出去！班主任黄老师站在班级门口，左手叉腰，右手指着王楚喊道：你真是我教书育人10多载中教过最差的学生，废物，垃圾，你这种人不配听我的课。学生们笑疯了。老黄，你昨天不是还当众夸王楚是你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为他骄傲吗？画风怎么变化的如此之快？几秒钟后，黄老师看着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的王楚，直接炸了。快步走到王楚面前，凝元境职业者的气息直接将王楚笼罩。好，你不走是吧？我送你走。说罢，他直接伸出手抓住了王楚的手臂，用力一拽，结果王楚一动不动，脸上似笑非笑的看着他。黄老师愣在原地。虽然他只使了不到30%的力气，但也绝不是一名起灵境的学生能够轻松抗衡的。阿西吧，还敢嘲笑老子？黄老师双眸一瞪，手上的力气加大，这次哪怕是断骨境3重的学生也无法抗衡。只是王楚仍然保持着慵懒的姿势，左手手肘放在桌上，手掌撑着脸。在成功链接女神陈琳娜后，女神链接天赋的全属性加成已经来到了150%，并且她直接跨过了临门一脚，进入了断骨境，还是拥有着150%全属性的断骨境啊！你突破到断骨境了。黄老师毕竟是凝元境的老师，马上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但是断骨境又如何？我可是凝元境。就在他打算用尽全力的时候，班级外传来了一声悦耳婉转的声音：请问王楚同学在吗？那声音如同天籁，温柔中又带着一丝清冷，将人拒之门外的感觉。黄老头正在气头上，没好气的边转身边喊道：他妈的谁啊？没看到老子正在气头上吗？是我。黄老头看见来人，瞬间哑火。一名意想不到的女生站在门口，宽松的校服遮挡不住那不符合这个年龄的身材，领口微敞露出纤细脖颈，腰肢盈盈一握，普通的校服在她身上却被穿出了一身贵气的感觉。刚刚还在幸灾乐祸看着王楚被骂的学生们绷不住了。卧槽卧槽卧槽，是校花宁竹清？不是哥们，校花来找王楚做什么呀？谁知道啊，您校花可是我们学校最强的职业者，听说已经断骨7重了，跟王楚根本是2个世界的人好吗？安静安静！黄老头大喊了2声，开始维持秩序，随即以极快的速度切换成了谄媚的表情。原来是宁竹清同学啊，你说你找谁？眼前这名女生是淮海一中学生中的最强者，但最主要的是她的背景。黄老头曾看到校长在他面前点头哈腰的模样，比他现在的表情还要谄媚得多，那表情之精彩，令人啧舌。黄老头相信，如果宁竹清够不着柜子上的东西，校长甚至可以跪下来给宁竹清当脚凳踩。我找王楚同学。宁竹清伸出青葱手指，指了指坐在靠窗倒数第2排座位的王楚，说道：你找王楚？黄老头的声调一下子变高，非常之惊讶。随即他又悟了：宁同学，你可能有所不知，王楚昨天已经被夏雨战队踢出队伍，不再是夏雨战队的一员了。宁竹清脸色淡然，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来找王楚同学。说罢，他直接在众学生震惊的目光中迈步进入教室，一路走到了王楚的面前，然后伸出了那只多少男生梦寐以求想要牵上的小手。学生们瞪大双眸，一个不切实际、天方夜谭的想法在心中开始萌生。等等，宁竹清这个动作，这个眼神，这个行为，他该不会是要？不要啊！宁女神，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帅吗？王楚同学，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他说了，他竟然真的说出了那句令他们难以置信的话来。那个刚刚被夏雨战队踢出去，说是寄生虫的王楚，竟然收到了来自校花宁竹清的邀请。没记错的话，昨天宁竹清的队伍是以35分钟的时间通关的大地亚龙巢穴，距离夏雨战队所创下的23分钟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那也是排行淮海市第2的队伍啊。宁竹清同学，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班主任黄老头艰难地咽了咽口水，眼前发生的事情未免也太魔幻了吧。我不是那种喜欢开玩笑的人。宁竹清轻轻摇了摇头，抬起低垂的眉眼瞥了眼黄老头，淡淡道：我想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什么？在王楚加入夏雨战队之前，我的队伍才是我们淮海市排名第1的队伍。此话一出，众人都愣住了。等等，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啊。至少在高3之前，夏雨战队的排名一直都是落后于宁竹清的紫荆花战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夏雨战队突然反超了。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十分正常，因为夏雨战队中的4名女神都是 S 级天赋职业者，而紫荆花战队中只有宁竹清觉醒了 S 级天赋，其余队员都是 A 级的天赋。但是天赋也不是刚刚觉醒的，在王楚加入夏雨战队之前，为何夏雨战队会当了2年的老二呢？难道王楚不仅不是寄生虫？嗨，卧槽，头皮好痒，要长脑子了。另一边，王楚看着宁竹清那对十分好看的眼眸，一股淡淡的清香涌进了他的鼻腔之中。丁，检测到可链接女神。女神宁竹清，数据885890，年龄18，天赋万雷天书 S 级，境界断骨境7重，女神评分95分。目前可连接女神数量0。宁竹清竟然来邀请我入队，对方的操作确实超出了王楚的预料，因为宁竹清的身份极为不一般。在游戏里，宁竹清可是大夏府府主的女儿，换句话说就是公主。她的父亲大夏府现任府主是一名 SS 天赋的职业者。等下，王楚突然想到，如果他能够成功与宁竹清链接的话，等到沉沦值100%，自己不就能获得一个 SSS 级的天赋？王楚同学，黄老头早就松开了抓着王楚手腕的手，一改刚刚的模样，脸上堆满笑容地说道：金陵岂是池中物？其实老师刚才是恨铁不成钢，担心你因为被踢后一蹶不振，故意刺激你的。现在新的机会已经来了，你可千万要把握住，赶紧同意宁竹清同学的邀请啊！众人不是黄老头，你这嘴脸也太他妈难看了吧！不过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王楚不可能会拒绝宁竹清的邀请，虽然不比夏雨战队，但那也是排名第2的强队，哪怕不能获得保送名额，在5考上的团队分也绝对不会差。更不用说王楚现在这尴尬的处境，只有傻子才会拒绝。下一秒，众人就听到王楚淡淡的吐出几个字：我拒绝。众人啊，不是，我听错了吗？你他妈竟然拒绝了宁校花的邀请，果然不行吗？毕竟王楚同学对我们了解的太少了，拒绝也是正常的。宁竹清自言自语，眼眸闪过失望的神色。停顿片刻，他继续开口道：王楚同学，我是诚心邀请你加入队伍的，我们可以先接触，你再做决定也不迟。我的邀请一直有效，直到你同意为止。啊！周围的同学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他们所见的这一切了。宁校花，你醒醒啊！宁校花，你如果是被催眠了，你就眨眨眼啊！什么叫做先接触再做决定？你们这是在相亲吗？实在是太魔幻了，说出去谁信啊？放校园墙里都是炸裂的存在好吗？学生们看向王楚的眼神都想把他吃了。然而下一秒，就见王楚悠然道：虽然我暂不打算加入你的队伍，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攻略支援。重回第一，轻轻松松；重回第一，轻轻松松。班级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不是哥们，你好幽默呀，笑死！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搞笑的笑话了。一个区 B 级天赋的废物，竟然敢说出这种虎狼之词，没点避暑啊？姐妈，我感觉没避暑的是你啊，你还是 C 级天赋呢，那能一样吗？女生的 C 级天赋等于男生的 A 级天赋，你懂不懂啊？大家都被王楚的逆天发言所震惊，忍不住开始嘲笑。铁，你知道帮助宁校花的队伍重新夺回第一要达到什么成绩吗？4名 S 级天赋的女神带你一个拖油瓶都能拿到23分通关的恐怖成绩，现在把你踢了，换个牛逼点的，那还不直接原地起飞？想要超过他们，就得将宁校花的队伍从35分钟提升到23分钟以内。王楚同学，话可不能乱说。黄老头赶紧制止王楚的危险发言。好不容易王楚有机会加入排名第2的队伍，可不能再错过了。没有第一，第2也行啊。宁竹清瞥了眼黄老头，轻声道：黄老师，我相信王楚，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完全可以带领紫荆花战队重回第一，就像当年他带着夏雨战队击败我们一样。完了，这妹子中毒太深了。众人无语。夏雨战队拿23分的成绩跟王楚有半毛钱关系啊？他最多就是个光环怪啊。看着宁竹清的双眸，王楚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容，有意思。随即王楚缓缓起身，淡淡道：不需要给我足够的时间，现在就可以。现在又是一个逆天发言，笑死！能超过夏雨战队的成绩我吃。就是啊，35分钟直接提升最少12分钟，这怎么可能？哥们，你疯了！然而宁竹清却露出甜美的笑容，点了点头。好，你跟我来。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会那么信任你吗？走在前面，宁竹清回头看了眼王楚，问道。王楚眨了眨眼，因为我帅。他跟宁竹清并没有交集，自己不是什么魅魔，拥有着隔空就让宁竹清无条件信任自己的能力。宁竹清听闻，轻笑一声，
其实我不是信任你，我是相信郑夏雨那4人，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会超越我所带领的紫金花战队。好，这么完事吧？怎么没从我口中听到你想听的？你很失望？宁竹清露出狡猾的笑容。好啦，不逗你了。不过，你确实是我见过的人中长得最帅的了。倒是你，为什么愿意帮我？王楚淡淡道。帮你？对我来说，谁都可以，只要把夏雨战队碾压下去就可以了。宁竹清听闻，嘟了嘟嘴，轻哼2声。猪，就不能说因为我长得好看吗？来到副本传送入口的时，已经有3男1女在等候。宁竹清走上前，指着其中的一名壮汉说道：“王楚，给你介绍一些，这些都是我的队友。陈雷，职业是盾战士，天赋是 A 级的。不必了。”王楚摆了摆手，打断了宁竹清的话：“你们直接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不管你们是什么阵容，都能碾压夏雨战队的23分钟。”听闻，4人脸色各异，其中一名瘦高的男生盯着王楚，面露不善道：“按你说的话去做，不过是被踢出队伍的废物罢了，你凭什么在这里发号施令？”宁竹清皱起眉头：“段凡，王楚是我邀请过来的，无论是谁都必须对他尊重点。”段凡冷哼一声：“队长，你是不是被他骗了？他要真有能力，夏雨战队怎么可能会集体把他给踢了？郑夏雨他们又不是傻子，今天我段凡话就撂在这里，听他的指挥，绝不可能。段凡，你冷静点，不就下一次本吗？”另一名女成员林桃劝道：“就听队长的话，反正试试又不吃亏。”对啊，段凡。陈雷也劝道。他们没想到段凡的反应会那么大。话又说回来，段凡的反应能不大吗？一个队伍只能5个人，如果宁竹清要把王楚拉进队伍里，那谁退出队伍？队伍里境界最低的就是他，并且定位与王楚有一定重合。现在马上5考了，谁可不想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我很冷静。段凡满不在乎道：“队长，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和王楚只能留下一个。”其余几人也面露难色，看着宁竹清。跟段凡当队友有一段时间了，虽然对方性格是差了点，但互相也都熟悉了，再加上时间关系，这时候换人可不是明智之选。而段凡之所以敢这么威胁宁竹清，是因为他也听说了刚才王楚是明确拒绝宁竹清的，同时他猜测宁竹清之所以会去当场邀请王楚，说不定就是为了恶心郑夏雨他们。宁竹清听闻，轻笑一声：“你的退队申请我同意了。”段凡正一脸自信呢，直接一愣：“不是，等下队长，我没说要退队啊。”“不，你说了，我的选择是王楚，哪怕他不加入我的队伍，我也会选择他。”说着，他直接抬起手腕，在手表上点了点：“你的离队申请我已经推送过去了，你现在就可以确认。”队长，陈雷几人也都懵了，怎么突然就少了一个队友？好，段凡瞪大双眸，露出一丝冷笑：“宁竹清，没想到你竟然会为了一个别人不要的废物跟我翻脸。既然如此，我就要看看你们究竟能有什么本事拿下第1名。”说罢，他同意了申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宁竹清看都没看他一眼，转头对着王楚笑道：“你看，因为你我损失了1名队员，虽然你不打算加入我的战队，但陪我下一次副本总可以吧？”王楚深深地看了宁竹清一眼，点头道：“行啊，那我就陪你进去玩玩。”宁竹清估计早就想把段凡这种刺头给踢走了，自己帮他一把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对方是女神链接的对象之一。当然，打副本也是有好处的，通关副本会获得类似于游戏中经验值的东西，职业者在修炼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炼化，来提升等阶或者是技能等级。加入宁竹清的临时队伍后，宁竹清直接选择进入了副本。昏暗的阳光穿过层层树荫，洒落在众人身上，一阵泥土的气息涌进了众人的鼻腔。这副本太坑了，昨天来的时候没准备土元素氢和药剂，直接全属性下降30%。陈雷说道：“是啊，不过今天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说罢，宁竹清掏出了5管药剂，宁元镜的土元素氢和药剂能够提升20%的土元素亲和，并不是他准备不起更好的亲和药剂，而是断骨境的职业者，像这种普通药剂最多只能吸收到宁元镜的药效。就在这时，王楚开口道：“喝我的吧，毕竟要速通。”王楚拿出4瓶药剂分给他们：“我来就好了，你是来帮忙的，怎么能让你出这个钱呢？”宁竹清将药剂推了回去：“谁和你说免费的？1瓶1万。”王楚淡淡道：“1瓶1万，你怎么不去抢？”林桃高声道：“宁元镜的土元素氢和药剂最多也就5000吧，你凭什么敢卖1万？”王楚耸了耸肩，没有搭话。宁竹清则是很干脆地说道：“好。”紧接着，他接过王楚手中的药剂，直接一饮而尽。“队长，你……”林桃话还没说完，就见宁竹清瞳孔猛地一缩：“队长，怎么了？”林桃赶紧问道。宁竹清一脸的凝重，看了眼手中的空瓶，沉声道：“喝完这瓶土元素氢和药剂，我获得了50%的属性加成，也就是说，从原来的降低30%属性，到现在反而提升了20%。”啊！林桃听闻一惊，也跟着喝下了药剂。真的哎，作为高材生的他们，又怎么不知道断骨境职业者最多只能吸收宁元镜药剂的药效？可是这宁元镜的药剂和王楚所提供的药剂直接相差了有30%的属性，原来夏雨战队靠的是这个药剂才拿到的那么好的成绩吗？如果昨天我们就有这个药剂，最少
也能打进25分钟内。队伍里的治愈师高藤喃喃道。宁竹清深吸一口气，目光一凝，沉声道：“我们赶紧走吧，别浪费时间和药效了。至于这药剂为何会有这种变化，这最少也是地级以上品质的药剂。”好，其余3人也是士气高昂，喝下药剂后全身属性暴涨，哪怕是投猪也知道破纪录的机会就在眼前，一定得把握住。轰！队伍一路横扫，路上的小怪对于这些优等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随着最后一只小怪被击杀，陈雷将盾牌放在地上松了口气，面带喜色道：“16分钟，仅仅只花16分钟，我们就来到巢穴深处了。”高藤面露难色，看着其他人道：“速度是快了不少，没错，但是想要破下雨战队的记录，就必须在7分钟内击败大地亚龙。如果是昨天还可以，但今天我们少了一个段凡，总感觉输出不太够的样子。”巢穴内传出大地亚龙沉重的呼吸声，地面偶尔还在震动，象征着里面栖息着恐怖的生物。7分钟击败大地亚龙，确实有点难度。别急，就在这时，王楚开口道：“怎么了？”陈雷有些焦急地问道。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关键。王楚走到陈雷身边，递给了他一样东西。这是什么？木灵菇。王楚淡淡道：“刚才路上顺手捡的，你等下在战斗的时候找准机会把它扔进大地亚龙的嘴里。木灵菇含有大量的木属性元素以及毒素，刚好能够克制大地亚龙，会使大地亚龙的属性在短时间内下降50%。”众人呼吸一致。王楚，你说的是真的？高藤惊呼道。利用属性相克这种方式来提高攻略速度，课堂上有讲，但并不是随随便便捡个草药就能生效的，一般都需要经过大量的试验。试试不就知道了。快走快走！林桃一脸亢奋，催促起陈雷。如果真能下降大地亚龙50%的全属性，7分钟内击杀大地亚龙完全不是问题。5人鱼贯而入。吼！巢穴内的大地亚龙见有人入侵，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叫声，整个巢穴在震动。昨天已经打过一次，几人对于大地亚龙也比较熟悉了。陈雷直接高高跃起，发出一声怒喝，手中巨大的盾牌发出红色的光芒，盾牌猛击，砰！巨大的盾牌直接撞在了大地亚龙的脸颊旁，将他的脑袋撞得一片。吃痛的大地亚龙发出一声怒吼，陈雷眼疾手快，拿着木灵菇直接往他的嘴里一扔，咕噜，成了！陈雷兴奋道。下一秒，大地亚龙直接一个甩尾，把陈雷抽了出去。呸呸呸！陈雷在巢穴的墙壁上撞出一个土坑。王楚，你骗人！哥们，你当打游戏呢？给大地亚龙点消化的时间啊！王楚无语道。果然，话音刚落没几秒，正在朝陈雷发起冲锋的大地亚龙突然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嗷呜！木灵菇开始生效了。宁竹清双眸一亮道：“猛攻！”几人顿时冲了上去，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只有10分默契的配合。王楚在后面划水，啧啧2声。宁竹清带领的队伍比起下雨战队那几名小仙女要默契太多了。下雨战队那个队伍，有人指挥，有人质疑指挥，有人不听指挥，有人听不懂指挥，有人指挥，反正都觉得自己是最屌的。不到5分钟，大地亚龙便发出一声沙哑的哀嚎声，巨大的身躯轰然砸地。通关了！林桃欢呼道。他们4人的发挥也比昨天好了不少，哪怕少了段凡一个副 C， 这效率也快了不少。顶，成功通关大地亚龙巢穴，用时20分38秒。紫金花战队4人互视一眼，脸上的难掩的激动神色。卧槽！20分38秒，破纪录了！好耶！不仅破纪录，还领先了接近3分钟。楚哥，你也太牛逼了吧！你是怎么知道木灵菇有用的？对啊，还有那土元素氢和药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雷和林桃叽叽喳喳地围在王楚身边说道。宁竹清欣赏地看着王楚，淡淡笑着对其他人说道：“怎么样，我没有看错人吧？队长牛逼！”高腾在一边收拾着大地亚龙爆出来的材料，有些疑惑道：“我就说个假设哦，假设这万一是下雨战队的打法，王楚只是学过来了而已呢。”林桃轻哼一声：“高腾，你觉得下雨战队要是有这打法，要花多久通关？”你说的也有道理，要是有这个打法，我估计他们还用不着15分钟。就是啊，我都不敢想，像楚哥这种大腿怎么会被下雨战队踢的？很多时候，队伍不缺 T， 不缺 C， 也不缺奶，缺的是一个团队大脑。一名优秀的团队大脑，足以让其余4名职业者发挥出超过5人的作用。楚哥，你加入我们队伍吧。林桃凑到王楚面前，双眸已经变成了星星眼，就连称呼也从一开始王楚变成了楚哥。可，林桃，矜持点。宁竹清把林桃从王楚面前拉走。林桃离得那么近，碍眼，再说吧。王楚没有拒绝，看了眼时间，王楚继续说道：“既然下完本就准备撤了，那好吧。”林桃嘟了嘟嘴，宁竹清则是面带微笑地看着王楚。紫金花战队的最后一个位置随时等着你加入。当5人退出副本的时候，副本传送入口处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卧槽！快看副本排行榜啊！大地亚龙巢穴的记录被刷新了，20分38秒。紫金花战队恐怖如斯，竟然直接领先了接近3分钟，这怎么做到的？等下，那是王楚，我懂了。王楚直接把下雨战队的打法告诉了紫金花战队。我操，真不要脸啊！喂，你们瞎说什么呢？小心被大小姐撕烂你们的嘴！林桃单手叉腰，
右手指着角落里几个嘴碎的学生。宁竹清则是冷淡地扫视着周围的学生们，沉声说道：“我们紫荆花战队用夏雨战队的打法，他们配吗？”爱管闲事的尽管可以去告诉郑夏雨，从今天起，紫荆花战队开始狙击夏雨战队，把他们所有排行榜都碾压下去。夏雨战队最强大的底牌已经被他们自己舍弃了，他们又拿什么来跟我打？什么？王楚带着宁竹清他们队伍20分钟通关了大地亚龙巢穴，还放话说要开始狙击我们夏雨战队？不是，他哪里来的勇气啊？一家高定礼服奢品店内，郑夏雨怒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怎么了，夏雨？艾琳在一旁试着礼服问道。安吉拉和李雪琴也看了过来。郑夏雨胸部快速起伏，没好气道：“刚刚王楚带着宁竹清的紫荆花战队直接以20分38秒的成绩刷新了大地亚龙巢穴的排行榜。宁竹清环在那边叫嚣说要把我们所有的榜单记录都碾压下去，他在搞笑吗？他以为他是谁？20分38秒，那么快？”艾琳皱着眉头道：“现在拿第一有什么用？勇者小队的成绩核定早就结束了。”就是啊。郑夏雨连续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将怒气压了下来。先别管那几个跳梁小丑了，赶紧把礼服挑好，今天我们才是主角，等明天有空了，我们再去把记录给夺回来。好，夏雨说的对。一旁，李雪琴看着镜子中穿着一身蓝宝石色礼服的自己，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波光粼粼。被我踢出去，直接恼羞成怒，找了宁竹清吗？他嘴角勾起一抹嘲笑。王楚啊，王楚，你这个只会靠女人的废物。傍晚，淮海市荣誉酒店旋转餐厅，香槟色的气球和假花将西会厅的门口装扮得十分高档。夏雨战队的4名女生站在门口，脸上挂着虚荣心满满的笑容。恭喜夏雨战队晋升勇者小队，今天你们穿的也太漂亮了，八姐妹，看来今年保送帝都大学稳了呀。谢谢谢谢。4名女生脸上挂着标准的假笑，回复着众人的贺喜。喂，夏雨，在这包场得至少也得80万买啊，我们哪里那么多钱？安吉拉凑在郑夏雨身旁轻声问道。郑夏雨淡淡回应道：“酒店老板赞助的，说只要到时候在正式采访上带一下酒店的名字就可以了。”艾琳双手抱胸，淡淡道：“安吉拉，你忘了队长的妈妈是谁了？钱压根就不是事。”好像也是哦。几人窃窃私语的时候，李雪琴在一旁皱了皱眉，不知为何，从昨天晚上开始，她的状态就有些怪怪的，总感觉心神不宁的样子。就在这时，安吉拉指着一名刚刚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女士说道：“哎，雪琴快看，那不是阿姨吗？”李雪琴看了过去，远处一名身材高挑的长发女子正走了过来，棕色长发如绸缎般垂落而下，正红色旗袍紧致的剪裁勾勒出了夸张的曲线，胸前饱满弧度随着步态轻轻晃动，开叉处露出了修长圆润的白皙大腿，那眉宇间流露的是一丝成熟少妇的韵味和媚态。等到对方靠近后，李雪琴皱了皱眉，看着来人冷声道：“陈琳娜，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祝贺你的呀，雪晴。”陈琳娜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李雪晴冷哼一声，她压根就没把这个事情告诉给陈琳娜，就是不想让她这废物母亲来这里丢人现眼。怎么找过来的？晦气，是王楚告诉你的？他是不是找你来求情，要我重新把他拉回队伍里？听到王楚，陈琳娜的脸上浮现出了异样的神色。她昨晚看着李雪晴的朋友圈才知道王楚被夏雨战队踢了，也难怪昨天下午王楚会来找打，还那么用力，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只会猛冲，原来是在泄愤。见陈琳娜不语，李雪晴觉得自己是说对了，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陈琳娜，你回去告诉他，让他归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为了他影响到了我自己的前途。一旁的郑夏雨皱了皱眉，这傻逼李雪晴是真不懂得看场合啊，那么多人看着，就算你们关系再不好也要装一装啊，这不是影响我夏雨战队的名声吗？无奈下，他选择救场。哇，雪晴，你妈妈真漂亮啊！随即他上前跟陈琳娜握手，阿姨你好，我是夏雨战队的队长郑夏雨。夏雨啊，雪晴平时都麻烦你们照顾了，不会谢阿姨，我和雪晴是十分要好的闺蜜啊。来，您往这走，主桌已经给您留了位置了。郑夏雨客套道。李雪晴哼了一声，转过头去。今天的陈琳娜确实跟往常不一样，往常她总是素面朝天，穿着一身休闲打扮，可今天却一反常态，精致的装扮，再加上那十分衬托身材的正红色旗袍，已经有不少上至60、70岁，下至几岁的男生盯着她看了。陈琳娜来到主桌的时候，主位上已经入座了一名年纪相仿的女子，喧嚣的宴席仿佛是她的背景板。女子静坐如渊，腰板挺直如松，灿烂的金发在灯灰下铺上一层光泽，鬓边微挽，面容清冷精致。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下身材曼妙，峰峦起伏。最吸引陈琳娜的是她的那双眼眸，给她一种能够看穿一切、生人勿近的感觉。咕噜，陈琳娜不由自主地吞了口水。桌上就2个人，要是坐在另一侧，总感觉气氛会很尴尬。于是她主动靠了过去，在金发玉姐的身边坐下。你好，我是夏雨战队里李雪晴的母亲，我叫陈琳娜。看着对方的金色长发与那张有些相似的脸，陈琳娜猜测对方是郑夏雨的某个人。金发玉姐神色淡然地看了陈琳娜一眼，回答道：你好，我是慕斯，是郑夏雨是母亲。果然是郑夏雨的母亲啊，不过
陈琳娜总感觉慕斯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样子。思索之时，数名中年男女朝着他们的主桌靠了过来。为首的男子陈琳娜知道是淮海帝都一中的校长李国成。剑圣大人您好。李国成一脸尊敬的双手端着高脚酒杯对慕斯恭敬道。剑圣。陈琳娜瞳孔紧缩，她想起来了，难怪这个名字那么耳熟。大夏府的山海境强者之一剑圣慕斯，她竟然是郑夏雨的母亲。看见一群人围了过来，慕斯只是抬起眉眼瞥了他们一眼，然后淡淡地点了下头，丝毫没有站起来和他们交流的打算。李国成等人脸上挂着笑容，看不出任何不满的神色。乖乖，对方可是山海境的强者呀，整个大夏府的山海境强者估计也就数10名。李国成的实力在淮海市算是强者之一了，但也仅仅只是玉虚境，与山海境之间还足足隔了通神境一整个大境界，随便一击就能把他踹死。剑圣大人，夏雨同学不愧是您的女儿，有您几分当年的风采。是啊是啊，如此成绩以后肯定傲视天下，成为我大夏府的栋梁。一群人在一旁疯狂尬吹好一阵子，终于是走了。陈琳娜用余光瞄了慕斯一眼，对方仍然是那副高冷的模样。唉，感觉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雪晴还有2名队友呢，他们的家长呢？没过多久，在众人的期待下，宴会厅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慷慨激昂的音乐声随之响起，噔噔噔噔，数道白炽灯轮流打在了夏雨战队4名少女身上，她们是全场关注的焦点。大家好，我是郑夏雨。郑夏雨站在台上，雍贵的华服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很感谢各位同学、老师和家人们的支持和祝福。今天是我们夏雨战队获得勇者小队荣誉的时刻。虽然想要真正成为勇者小队，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凭借着我们几人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郑夏雨说完一番话后，艾琳接过话筒。陈琳娜看着台上如同皓月般的李雪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即便李雪琴与她的关系不好，她也不介意，因为作为一名母亲，李雪琴永远是她的骄傲。就在这时，陈琳娜的手机响了，她微微皱眉，打开手机一看，琳娜阿姨，来一下宴会厅的2楼，就在你右后方角落里的楼梯上来。发短信的人是王楚。陈琳娜扭头朝上看了一下，角落中有一道十分不显眼的黑影。她迟疑片刻，回复道：等一会可以吗？马上到雪晴讲话了。2楼也能看。再说了，你也不想李雪晴知道那件事吧？琳娜阿姨，那件事不要啊，那种事情不可以让雪晴知道啊。陈琳娜神色瞬间凝固，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后，陈琳娜起身朝着楼梯走去。2楼是一个类似于隔层的昏暗狭小的平台，站在2楼小平台，能探出头看底下的宴会厅。王楚正站在半人高的围墙边，看着陈琳娜笑眯眯的挥手。琳娜阿姨，这里。陈琳娜走到王楚跟前，小声说道：小楚，你叫我来这里干嘛？你说还能干啥？陈琳娜。下一秒，她发出一声低呼，随后被推到了围墙边，双手撑在栏杆上。这是为了最后那20%的沉沦值，王楚特地专门搭建的舞台。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刷沉沦值的事情了？陈琳娜轻咬嘴唇，不想去看李雪晴，但眼角的余光总能瞅见，这里会被雪晴看到的。安吉拉这个装货，把她周围的一个个人都感谢过去，名字都点出来了。那些男生感动的痛哭流涕。好一阵子后，底下传来了李雪晴的清冷的讲话声，她拿着话筒冷声道：谢谢大家的祝福，在这里我就想说一件事。王楚，我知道你在看，我告诉你，把你踢出夏雨战队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你想要回到夏雨战队，永远都不可能。王楚是在看，只不过是在琳娜阿姨后面看。李雪晴那清冷的声音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在陈琳娜的体内炸开。女儿口中那名被贬低的一无是处，如同舔狗一般的垃圾，正在朝着她疯狂发起成见。咦，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你不是幻听了？我还是觉得李雪晴说的好玩，没想到竟然还有那么不要脸的人啊！可是我怎么听说今天校花宁竹清环专门去王楚班上邀请王楚入队啊？不仅如此，紫荆花战队今天还以20分38秒的成绩破了夏雨战队的记录，足足领先了3分钟呢！啊，真的假的？吵闹的宴会厅此刻与王楚没有任何瓜葛，那期盼已久的美妙声音在王楚的脑海中响起。定女神陈琳娜沉沦值正30%，陈琳娜沉沦值已达90%，正在获取天赋中。您已获得 S 级天赋冰之界限。冰之界限 S 级天赋效果：冰元素技能造成伤害为300%，施法消耗为500%，冰元素技能学习速度、熟练度提升速度增加200%。介绍：雷一钩。这一刻，王楚周围的冰元素粒子如同找到主心骨一般开始活跃，疯狂朝着他的体内涌进。仅仅只是几息的时间，各种元素已经在全身的脉络中流淌。呼，王楚长呼一口气，沉沦值终于达到80%以上了。只是可惜，就差最后的10%才能够把这个 S 级的天赋提升到 SS 级。冰之界限在 S 级天赋中也算是排得上号的恐怖天赋了，能造成恐怖的300%输出。唯一的缺点就是500%的施法消耗，属于一场团下来打不了几发大招的那种。但猛确实是真的猛，不然李雪晴也不会那么膨胀。拍了拍陈琳娜的腰间，示意她亲了一下。
陈琳娜转过身来，一脸幽怨地把两人都清理干净。随后，她低声说道：“小楚，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了，琳娜阿姨？这种地方要是被人发现了，我还怎么在这么多人面前，特别是李雪琴还在下面。”王楚竟然怎么可以这样？王楚咧嘴一笑，要不是知道你沉沦值一次性加了30%，现在高达90%，我差点还以为你真受委屈了。底下，李雪琴秀眉微蹙，好似感受到什么一般，瞅了一眼隔层的方向，只见到2道黑漆漆的身影，还以为是工作人员，便收回了目光。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主桌上陈琳娜的身影已经不见。呵呵，说什么十分在乎我，我就是他的一切。结果，在我讲话的时候，人竟然不见了。他发出一声冷笑，随即将话筒递给了队长郑夏雨。郑夏雨站在舞台中央说道：“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我们昨天发的帖子和朋友圈，知道了我们队伍发生人员变动的事情。我以夏雨战队队长的名义，在这里再次强调一遍，从今往后，所有与王楚的事情都与我们夏雨战队无关。”同时，他顿了顿，脸上扬起笑容。在这里，我将公布我们夏雨战队的最新成员猪八蛋。话音落下，一名年轻英俊的男子走上舞台，他接过话筒说道：“大家好，我是猪八蛋。”他一出现，坐席中瞬间传出不小的惊呼声。卧槽，是猪八蛋？谁啊？没在学校见过呀？之前是2中的，听说刚刚转学过来，没想到竟然是为了加入夏雨战队。所以王楚被踢其实是早有预谋的，说不定呢。猪八蛋可是帝都朱家的人，想买一个勇者小队的名额不要太简单。朱家，富甲天下的那个朱家，人家不仅有钱，同样也是 S 级天赋职业者。勇者小队的名额是可以购买的，但同样的会有限制，要么直接给够价格，让其中1人自觉退队，要么就像是郑夏雨这样，直接踢掉1名队友，代价是20%的积分。感受到台下那激烈的议论声，猪八蛋脸上勾起一抹笑容，声音沉稳道：“很高兴能够加入勇者小队，也感谢郑夏雨队长能够给我这一次机会，我会好好配合几名队员，稳住勇者小队的资格。”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勇者小队的真正资格是由2次比赛成绩相加所决定的，而夏雨战队在踢掉王楚后被扣除了20%，是非常关键的。这代表着他们必须在半个月后的模拟赛上继续拿下第1，才能够稳坐勇者小队的宝座，没有容错了。如果只获得第2名，这次第2名的宁竹清的战队反而拿到了第1，勇者小队的归属将变成宁竹清的队伍。不过这种事情，众人只是会心一笑。夏雨战队会输？绝不可能！现在的夏雨战队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体，5名 S 级天赋职业者，这种阵容怎么可能会输？更别说郑夏雨还是剑圣大人穆斯的女儿，猪八蛋还是朱家的人，艾琳和安吉拉，一个精灵族，一个天使族，听说来头也不小。不缺资源，不缺钱的夏雨战队只会越来越强。郑夏雨站在话筒前，发出一声轻笑：“八蛋还是有些保守了。我想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有人大放厥词，朝我们夏雨战队发起了挑战。我想说的是，挑战身为勇者小队的我们，你们还不够资格。明天我们将再次挑战大地亚龙巢穴，我们将会轻松碾压，创造新的纪录。”几秒钟的沉默后，是铺天盖地的欢呼声。好，夏雨战队牛逼，真不愧是夏雨战队的队长啊，也帅爆了吧！郑夏雨站在舞台中央，享受着众人的吹捧和崇拜。下面，剑圣穆斯却没有其他的表情，默默地吃着桌面上的佳肴。他看见了陈琳娜悄悄默默地走了回来，坐回刚才的位置上。他耸了耸鼻子，嗅到了一股异样的味道。都当妈了，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味道象征着什么？他眸光微闪地看向陈琳娜，这人玩得那么花的。陈琳娜被穆斯看得有些心虚，对方是山海境强者，不会刚刚做那种事情的时候被对方发现了吧？剑圣大人，有什么事吗？穆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你很热吗？有点。陈琳娜红着脸说道。确实，作为山海境的强者，整个宴会厅所有人的行踪都逃不过穆斯的感知，包括刚刚陈琳娜的一举一动。他悄咪咪地走上2层隔层，似乎还在那边上演了一场动次打次的真人秀。没想到啊，这李雪琴的妈妈看起来挺端庄的，结果玩得还挺花。不过他并没有观察到男主角是谁，也没兴趣观察男主角是谁。宴会直到结束，李雪琴都没有来过主桌一次。陈琳娜临走前，眼眸复杂地看了李雪琴一眼。刚刚在那种场合与王楚发生那种事情，极致的羞耻感让他一时间不敢再面对女儿。万一以后让他知道自己的妈妈竟然在宴会上当场做出那种事情，该有多社死啊！不过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腹，那里贪欲之花正在疯狂汲取着留存在体内的养料。雪琴，等妈妈变强了，变得非常强，你应该就会正眼看我了吧？他叹了口气，默默离开了酒店。另一边，剑圣穆斯一样没有和女儿郑夏雨打招呼，便准备离开。他平时沉浸于修炼与战斗，1年到头没有多久的时间在家，两人之间疏于沟通，关系就是普通的母女关系。他也不擅长怎么去与女儿沟通，但他能做到的就会尽量做到。比如今天他也是抽出了时间来到了淮海，为女儿站台，让众人知道郑夏雨是他剑圣穆斯的女儿，想要欺负他都得知道他身后有那么一尊大神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再次被按开，穆斯眼眸微亮，一名长相十分出众的少年
正庆幸地自言自语道：“呼，还好，差点没赶上电梯。”淮海一中的校服，看来是夏雨的同年级同学。慕斯暗自想到，对方的长相和气质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估计家庭背景也不差，否则无法培养出这种孩子出来。就连刚才那名朱家的猪八蛋，也没有眼前之人的气质来的舒服。暗自评价的同时，他突然秀眉微蹙，等等，这个味道是……从对方身上，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水味。那股香水味是刚刚坐在他旁边那名叫做陈琳娜的少妇身上的。一种奇怪的想法瞬间涌上心头，难不成这名少年就是刚刚与陈琳娜在2楼上演真人秀的人？这可能吗？这名少年明明看起来还那么年轻。姐姐，你怎么一直在盯着我看呀？就在这时，王楚笑眯眯地开口道：“哦，没事。”看着对方那十分阳光、一脸正气的笑容，慕斯摇了摇头，轻声道：“不太可能是他，或者是他同桌上其他人喷的香水呢？香水味道撞上了也很正常。姐姐你真好看。”王楚露出纯真的笑容说道。慕斯听闻微微一愣，好看，好像自从他成为剑圣之后，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对他说话了。谢谢，你也是。他淡淡道：“你是哪位同学的姐姐吗？我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同学还有一名那么漂亮的姐姐。”慕斯听闻，嘴角难得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哪位女性会不喜欢别人夸她长得好看、长得年轻呢？当然，前提是剑魔足够能打的情况下。不是的。恰好这时电梯微微一顿，叮，1楼到了。王楚也没多问，走了出去，回头朝着慕斯挥了挥手：“姐姐再见。”慕斯没有回答，眼眸平淡：“再见吗？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认识的寥寥无几。不出意外的话，自己与眼前的少年应该是再也不会相见了。”与慕斯的见面并不是巧合，王楚刚刚已经在人群中蹲点很久了。叮，检测到可链接女神。女神慕斯，数据925990，年龄38，天赋剑圣的加护 SS 级，境界山海境5重，女神评分97分。叮，是否选择将慕斯作为链接对象？否。在陈琳娜的沉沦值超过80%后，王楚已经可以链接下一名女神了。郑夏雨的母亲剑圣慕斯是一名非常好的链接对象。作为王楚必吃榜上的人物，郑夏雨的母亲剑圣慕斯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计划当中。那 SS 级的剑圣的加护，要是能刷到100%的沉沦值，就能进化成 SSS 级的天赋。但不是现在，山海境的慕斯暂时还不是自己能够攻略的，就像小马拉不了大车一样。要是现在链接了慕斯，怕不是要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完成沉沦值任务了。不过既然开放新的链接对象，第2名女神也该提上日程了。翌日，淮海一中副本传送入口，猪八蛋早早的就在此等候。对于加入夏雨战队，他是认真的。很多人都在谣传是他花了大价钱让郑夏雨把王楚踢了，给他腾位置。实则恰好相反，是郑夏雨主动联系的他，跟他说准备把队伍里拖后腿的王楚踢了，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夏雨战队。那可太有兴趣了。猪八蛋之所以会来淮海市上学，那是因为作为朱家诸多子嗣中的一位，都需要互相竞争，只有展现出足够的天赋，才能够引起朱家的重视和培养。那些天赋不行的，最后就只能沦落为当普通的2代。既然有成为勇者小队中一员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对不起王楚，他不来，王楚也会被踢。已经迟到35分钟了，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猪八蛋微微皱眉。第一次一起下本就迟到的吗？还迟到了那么久，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吗？正想着要不要给郑夏雨打电话，远处几道身影出现了。郑夏雨打了个哈欠，身上还带着酒气。八蛋，你怎么来的那么早？猪八蛋扯了扯嘴角，早吗？老子可是等了你们35分钟啊！我们不是约的9点吗？他反问道。郑夏雨摆了摆手，一脸的怨气。都怪王楚，他走之前忘记提醒我们定闹钟了，以前都是他叫我们起床的。猪八蛋，不是，这也能怪王楚的吗？看着眼前好像还没睡醒的4女，猪八蛋突然有一种错觉，好像上了贼船了。随着夏雨战队4名女神出现在副本传送口，越来越多的同学关注了过来。昨天刚被紫金花战队破了记录，看来夏雨战队今天来势汹汹，准备复仇了呀？可不是吗？宁竹青校花还说要把夏雨战队所有记录都被破了。你们觉得谁能赢？还能是谁？当然是夏雨战队啊！5名 S 级天赋者的含金量，你懂不懂啊？众人都是抱着吃瓜的心态在看着。搞快搞快！艾琳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慵懒地说：“好困啊，我还赶着回去睡回笼觉呢。”我也是，我还约了10点的美容，快来不及了。安吉拉看了眼表，知道时间很晚了，那你们早点起床啊！猪八蛋真是无力吐槽。看着几人的精气神，猪八蛋张了张嘴，有些犹豫道：“要不下午再来也可以，反正不急。等下午做什么？不就是随便碾压的事情吗？”郑夏雨也不含糊，上前就准备开本。等下，猪八蛋一愣，赶紧开口道：“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一起下本，不需要互相了解一下技能，讨论一下打法吗？”不需要。艾琳打了个哈欠。八蛋，你不要把我们跟那些普通队伍混为一谈了。就是啊，这种难度的副本不是随便打打就过了吗？在这里纠结什么？猪八蛋一脸懵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难道真是我的问题？大地亚龙巢穴他昨天也打了，难度确实很大，
虽然他顺利通关，但因为队伍质量一般，花了50多分钟，在全淮海市排名只能勉强挤进前10。原来这么难的副本，在大佬们的世界中那么轻松的吗？看来得好好抱紧大腿，跟着大腿们混了。进本，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画面流转，夏雨战队5人出现在了大地亚龙巢穴副本之中。丁，受土元素环境影响，您的属性值下降30%。猪八蛋脑海中响起提示音，一股熟悉的沉重感传来。昨天第一次下本的时候毫无经验，顶着30%的全属性 debuff 实在是太难打了，还愣着做什么呢？药剂。郑夏雨看着猪八蛋说道。猪八蛋被叫醒，心中暗自扇了自己一耳光。时间宝贵，不愧是排名第1的夏雨战队，这节奏就是快，1秒钟都不浪费。自己作为淮海市排名前10的法师，竟然完全没有跟上节奏。他赶紧掏出5瓶土黄色的药剂，分给了众女。咕噜咕噜，众女仰头将土元素清和药剂一饮而尽。等下，不对，喝完药剂的郑夏雨第一个发现异常，秀眉微蹙，看着猪八蛋道。猪八蛋惊愕道：怎么了？你给我们喝的是什么药剂？宁源净土元素清和药剂啊，你是不是买到劣质产品了？艾琳在一旁巴巴，昨天我们喝完元素清和药剂，属性值比进副本前还提升了20%，可是喝完你给的药剂，我们现在还下降10%啊！这怎么可能？这肯定是宁源镜的药剂，不可能有错。现在只有断骨镜的我们，最多也只能吸收宁源镜的药效。你们是不是记错了？一个是提升20%，一个是下降10%，一来一回，中间还差30%。如果艾琳说的没错的话，昨天夏雨战队几人喝完土元素清和药剂后，那清和药剂提供的属性值加成高达50%，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说着说着，猪八蛋突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等下，你们说你们昨天在通关副本的时候就已经带上土元素清和药剂了？大地亚龙巢穴可是新副本，没有人知道副本里的机制，当然不排除有人一直备着，带点土元素清和药剂而已，有什么奇怪的？艾琳叉着腰，一脸的不悦。反倒是你，不要找借口，我们同意你加入夏雨战队，不是让你来划水的。既然你要承担队伍的后勤工作，该花钱的地方要花钱，能买最好的就买最好，不要想着我们都是顶尖的职业者，抱着侥幸心理去省这点钱。我没有，别解释了，下不为例。猪八蛋，尼玛的，老子可是猪家的人，差你这么点钱，气死老子了。这时郑夏雨开口，给猪八蛋一个台阶下。算了，不就是差那一点属性吗？一点影响都没有。八蛋第一次加入我们队伍，不习惯我们的节奏很正常，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快跟上。说罢，郑夏雨带头走了出去，猪八蛋跟随在后面陷入沉默。难道真是自己的问题？确实，他的主职是 S 级天赋火焰魔导的法师，对后勤辅助了解的不多。之所以会在队伍里承担辅助的任务，因为这是郑夏雨同意他进队的条件之一。毕竟少了个专职辅助，一些琐碎的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很快，众人便遇到了第一波副本小怪——土狼犬断骨镜异虫。虽说只有1虫，但数量不少，足足有20只。许多队伍甚至连第一关20只的土狼犬都过不去。郑夏雨见状，嗖的一声，压低身形，朝着土狼犬群便发起冲锋。猪八蛋拿起手中的法杖，正准备释放法术。不用，李雪清伸手拦住了他，轻声道：“都交给队长就可以了，刚好让你看看我们夏雨战队的实力。”唰，剑光划过，一只土狼犬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声，便瞬间被一分为2。不过是一些垃圾土狼犬罢了，浪费我们的时间。郑夏雨神色冷淡，手中的银色长剑散发出寒芒，好强！猪八蛋心中暗自感慨。刷刷，郑夏雨再次挥动长剑，剑光闪过，轻松带走鸡头土狼犬。嗷哦！接连损失好几名同伴，剩余土狼犬露出凶狠的表情，发出嘶吼，猛地扑了上去。哼，不自量力！郑夏雨露出不屑的笑容，直接躲都不躲，站在原地硬扛土狼犬的攻击进行反击。一群连我的防御都没办法破的拉。话音未落，砰！一声巨响在郑夏雨的胸口处爆开。呀！郑夏雨被恐怖的冲击力撞得一个趔趄，发出一声闷哼，脚步虚晃，接连倒退。只感觉自己的内脏在这一刻被撞得疯狂震动，紧接着一口腥臭的血直接涌上了喉咙。怎么可能？安吉拉惊呼出声，瞳孔震动。昨天这些土狼犬明明连队长的防御都破不了啊！哦，下一秒，在众人的注视下，一只土狼犬张开腥臭的獠牙，直接咬在了郑夏雨的小腿上，那里没有铠甲的保护。噗呲，顷刻间鲜血喷溅而出，随后他的左手也被另一只土狼犬直接死死咬住，其他土狼犬也随之扑了上去，眼看就要将郑夏雨淹没。这一幕直接把后面的几人看呆了啊！郑夏雨发出了一声惨叫声，好痛，快奶我！众人才猛地惊醒。安吉拉双手合拳开始祈祷，圣域圣盾之环，一发治疗，一发吸收伤害的护盾，直接给郑夏雨套了上去。艾琳从剑袋中拿出特制的金刚剑矢，搭在弓箭上。风啊，请听从我的呼唤！轰！狂风包裹在箭矢之上，射出的瞬间，由剑尖向后蔓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柱，从土狼犬群中席卷而过。瞬间将围在郑夏雨身边的土狼犬悉数秒杀。猪八蛋眉眼一挑，看向艾琳的眼神有了变化，难怪这精灵待人的态度如此傲慢，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杀伤力、控制力都十分强大。相比起来，眼前的郑夏雨，总感觉他不服小剑圣之名啊。队长，你没事吧？安吉拉一路小跑过去，搀扶起郑夏雨。好痛啊！郑夏雨喘着粗气说道，都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受到过那么严重的伤了，至少有2年了吧。安吉拉赶紧继续使用圣域治疗着郑夏雨的伤口，很快那血淋淋的伤口便在圣光下愈合。到底怎么回事？昨天这些土狼犬根本连你的防御都破不了啊！李雪琴皱着眉头说道。是不是那些土狼犬突然变强了？安吉拉问道。众人看向郑夏雨，之所以队伍里没有盾战这种主题职业，是因为郑夏雨觉得有他来抗伤害完全足够了，一般的小怪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哪怕是 BOSS 他也会有足够的拉扯空间，哪怕受伤了也有 S 级天赋的奶妈及时治疗。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艾琳站在一旁冷声说道，她没好气地看向一旁的猪八蛋，都是猪八蛋害的。猪八蛋啊，要不是他提供的劣质元素清河药水，我们的属性也不会跟昨天差那么多，所以队长你才没抗住土狼犬的攻击受伤。郑夏雨秀眉微蹙，眼神不善地看着猪八蛋道，好像确实是这么个原因。猪八蛋，是你个头啊！是我提供的已经是最好的凝元镜元素药剂了，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从我这里拿剩下的去检查。猪八蛋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三番两次把锅甩在老子身上，真当老子好欺负的？你们别吵架了。安吉拉双手抱拳放在胸口，一脸可怜兮兮的模样。她轻声说道，还有一点，你们可能都忘了，王储的 B 级天赋链接能为我们每个人提供 20% 的属性加成，也就是说，我们昨天进入副本的时候，一共拥有着 40% 的属性加成，跟我们今天相差了 50%。众人沉默，足足 50% 的属性加成，这差距可想而知。可惜这不是游戏世界，如果有面板数据，那就将更加直观。郑夏雨长舒一口气，面色阴沉。王储，又是王储，都是那傻逼王储害的。猪八蛋，不是姐妹，关王储屁事啊！人家被你踢了，不再给你们提供天赋加成，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倒怪起人家来了。他突然开始有些后悔加入这个所谓的勇者小队了，总感觉这些人好像有病一样。艾琳皱了皱眉，对着李雪琴说道，雪琴，等副本结束你再去找一趟王储吧，让他在5考前将链接天赋继续挂在我们身上。郑夏雨也附和道，对啊，雪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安吉拉一脸疑惑地看着几人小声道，可是他那天不是明确说不会给我提供链接了吗？并且王储今天都已经帮紫金花战队破了我们的记录了，他会同意吗？艾琳发出一声嗤笑，你太高看王储那舔狗了，他就像路边的小狗，给点火腿肠嘬2下就屁颠贴上来了，大不了让雪琴牺牲点色相，装可怜求一求王储就行了。行，我等出了副本去和他说。李雪琴淡淡道，似乎这件事不值一提。猪八蛋没有吱声，这几人的三观好像有点问题啊，就像是小某书上的那些魔怔人一样，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还继续打吗？他问道。郑夏雨咬了咬牙，打？为什么不打？最多也就浪费了1分钟，不就是一点属性吗？后面我注意点不就好了？就是啊，现在出去不被其他人给笑死吗？艾琳看了眼猪八蛋，一脸不满，我可丢不起这个人，你要出去自己出去，我不是那个意思。猪八蛋连忙摆手，看众人的表情似乎对刚才的情况毫不在乎，这一切应该只是意外吧。队长，你倒是躲一下技能啊，我再躲了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反应速度慢了那么多。由于队伍没有替，平时硬扛伤害碾压习惯了的郑夏雨，今天被副本小怪一路拳打脚踢，他很想躲技能，但因为身法技能压根没怎么去修炼，根本躲不开啊，疼，哪里都疼。身为剑圣传人的郑夏雨，以前哪里受过那么重的伤？昨天打这个副本的时候，前面这些小怪压根不用其他人出手，他一个人就全部搞定了。好不容易又解决完一波小怪后，艾琳皱着眉头说道，奇怪，王储的链接也就提供了 20% 的属性加成啊，不至于相差那么多吧？不光是大地亚龙巢穴副本，其他副本郑夏雨也是一样的打法，这2年内从未出现过今天这种情况。艾琳的目光突然放在了郑夏雨那被小怪撞击的有些破破烂烂的护具上。队长，该不会是你的护具附魔效果到时间了吧？听闻郑夏雨哦了一声，恍然大悟，艾琳你说的对，有这种可能性。等副本结束，我去重新买一件，以往的装备都是王储定期给他准备的，每下2-3次副本就要换一件护具，仔细想想也是该换装备了。李雪琴轻声道，队长，既然如此，后面还是我们远程输出来清怪吧，你先保存体力，最后打大的亚龙 BOSS 还要靠你扛呢。郑夏雨很想直接答应，但又感觉自己答应的太快，有点丢脸。区一些垃圾小怪而已，没必要。队长，就听雪琴的吧。安吉拉轻声道，刚才追着郑夏雨奶，可把他累坏了。既然你们都那么说了，那好吧，这可不是我不愿意靠那些怪啊。郑夏雨表现得一脸的勉为其难，实则暗自松了口气。李雪琴要出手了吗？猪八蛋将目光放在了一头蓝发，脸色清冷高傲的李雪琴身上。同样为 S 级天赋的法师，李雪琴的冰之界限威名远扬，可以说是淮海市法师第一人了。恐怖的冰属性输出，
直接诠释什么叫冰天雪地的世界。现在终于有机会亲眼见证冰之界限了，猪八蛋有些期待。很快，一波小怪便汹涌而来。李雪琴拿着宝蓝色的法杖站在众人面前，微风轻轻吹动她的衣角。下一秒，寒风骤起，李雪琴举起法杖，朝着前方轻轻一点，娇嫩的红唇微起，冰封路径，森白的寒气呼啸而出。最前方的10多只小怪咔嚓一声停顿下来，浑身瞬间挂满白霜，然后变成了一具具冰雕。寒气并未停歇，继续向前涌动，所过之处尽数封冻。随后，李雪琴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片冰雕，抬手轻轻一握，碎，砰砰砰，冰雕接连炸开，没有惨叫，没有鲜血，只有一片片碎冰晶在阳光下折射出的光芒。卧槽，猪八蛋都看懵了。刚刚李雪琴使出来的这一招冰封路径，别说是这20来只小怪了，他感觉哪怕是100只，李雪琴也能在一瞬间秒杀。这就是冰之界限的恐怖吗？怎么样，看呆了吗？艾琳瞅了眼猪八蛋，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就是我们队伍的王牌，只要有雪琴在，哪怕副本刷再多的怪我们也不怕。强，确实很强。猪八蛋竖起大拇指道，心中刚刚因为郑夏雨那一连串离谱操作有些失望的内心又开始躁动起来。这才是我期待的勇者小队应该要有的实力啊！一个艾琳，一个李雪琴，都展现出了不同于一般 S 级职业者的强度。很快，最后一波小怪直接被李雪琴秒杀殆尽，压根没有消耗太多的时间。郑夏雨跟在后面，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沉声道：“到现在一共花了17分钟，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分钟了。”安吉拉秀眉微蹙道：“用了17分钟，岂不是比昨天还慢？”艾琳轻哼一声，有些不满道：“谁让一开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呢？”虽然艾琳没特指谁，但谁失误了谁尴尬。有人就跟被戳到痛处一样，开始跳脚了，说我浪费时间。郑夏雨声音尖锐：“以前没有我抗伤害，我们能那么顺利打到现在吗？我之所以会充当 T 的位置，还不是为了我们队伍？你以为我喜欢上去抗怪吗？”队长冷静，艾琳肯定不是那个意思。李雪琴赶紧制止道：“队长，我没有说你，那你说谁浪费了时间？谁浪费时间我说谁。”猪八蛋看着叽叽喳喳的几女，头都要炸了，赶紧出来解围：“别吵了，你们都先别吵了，时间要不够了。”对啊，安吉拉小声说道，本来还有3分多钟的，现在就3分钟不到了，那怪谁？怪我吗？都别吵了！李雪琴大喊一声，气氛瞬间凝固。要吵出去吵！今天是新的夏雨战队成立的第1天，像什么样？剩下2分多钟是吧？只要有我在，完全足够了。对啊对啊，还是先以通关副本为主，第1天磨合有点问题也正常。郑夏雨长舒好几口气，这傻逼精灵，下次再收拾你。现在的重中之重的是先通关副本，而且还一定要比紫荆花战队的20分38秒快才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走！郑夏雨一挥手，我先牵制大地亚龙，给你留足放绝对0度的时间。好，李雪琴点了点头。随后众人冲进了大地亚龙巢穴之中。吼！大地亚龙被打扰，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声，猩红的双眸死死盯着眼前的入侵者。我上了，你快点！大地亚龙因为有着稀薄的龙族血脉，别看等阶就比众人多出几个小境界，但是属于典型的血攻防3维极高的 BOSS， 哪怕昨天在王储的指挥下，众人也花了不少的时间才解决。八蛋，顺回药剂。哦，猪八蛋有些惊讶于身为法师的李雪琴怎么没有自己带药剂，但还是掏出了瓶灌满湛蓝色液体的药剂给他。李雪琴打开药剂瓶盖，直接咕噜咕噜喝了下去。下一秒，李雪琴脸色突变，她看着猪八蛋大喊道：“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剂？我怎么只回了1/4左右的魔法啊？”猪八蛋被问得一脸懵逼。我刚才给你的是宁渊镜的魔法顺回药剂啊，能够回复断骨境职业者大量的魔法值。你他妈在逗我呢？大量的魔法值，那我怎么才回不到1/4？你当我没喝过顺回药剂？李雪琴没好气道。猪八蛋试图解释，真是宁渊镜的顺回药剂。虽然每个人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瞬间回复1/4的魔法值已经很多了吧？顺回药剂和缓慢回复药剂可不一样，前者回复的效果会差点，但胜在是瞬间回复，时常能够扭转战局，后者则是在一定时间内缓慢回复更多的魔法值。李雪琴追问，你是不是又在省钱了？以前王储给我的顺回药剂都是能直接让我回满魔法值的，直接回满魔法值，这怎么可能？猪八蛋声调直接拉高，这种回血回蓝的药剂根清和药剂那又不同，哪怕是起源境职业者也能用宁元境或者以上的药剂，只要你有钱就行。以我们现在断骨境的属性，至少也需要通神境的顺回药剂才能一瞬间回满状态，拿通神境的顺回药剂来下副本，这哪里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别说他背包里真有一瓶通神境的顺回药剂，但那是用来救命用的，把这种救命用的道具用在断骨境的日常副本里，你还狡辩？猪八蛋，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李雪琴冷哼一声，先不追究你的责任，我现在蓝只会上来一点，根本不够使用绝对0度。接下来谁来击败大地亚龙？这猪八蛋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顺回药剂是有使用 CD 限制的，不是直接连喝4瓶就能回满蓝的。最主要的是他还是不信，这李雪琴以前都吃那么好的，真的假的？拿通神境的顺回药剂下副本，那一瓶至少
也要30万大夏币啊！就连他富甲天下的朱家都不可能那么败家。两人对峙之时，战场中传来了郑夏雨焦急的声音：“队友呢？队友呢？朱八蛋，你输出啊！你怎么也在那干看着？雪晴，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还需要多久？”安吉拉也在那边喊：“快点帮帮队长，再不快点把大地亚龙给杀了，队长都要被揍得不成人样了。”李雪晴和朱八蛋放眼望去，战场中央已经伤痕累累的郑夏雨一个躲避不及，砰的一声，大地亚龙那粗壮的手臂直接一巴掌把郑夏雨抽进墙壁里，嵌在里面，拔都不好拔出来的那种。噗噗噗，血在哗啦啦的喷，快救我！我感觉我要不行了。郑夏雨虚弱的说道。风啊，请听从我的召唤。艾琳口中轻轻念叨着，搭起精灵长弓，附魔箭矢在顷刻间破空而出。轰！大地亚龙传出痛苦的嘶吼声。然而，刚刚那一箭仅仅只是在他的左腰处轰出了一个贯穿伤。砰砰砰！感受到威胁的大地亚龙直接冲着艾琳发起冲锋。艾琳见状，立马开始跳脚。郑夏雨，你在做什么？快点把包拉好啊！郑夏雨，不是，你看我这样子像还能拉怪的样子吗？研爆！这时，一发灼热的火球朝着大地亚龙汹涌而去，正中大地亚龙正面，燃烧的火焰瞬间将它笼罩。嗷呜！大地亚龙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生效了！猪八蛋松了口气。刚刚那个距离，大地亚龙怕不是没多久就能撵上艾琳。BOSS 被拖延住了，艾琳又开始上压力了。李雪晴，你到底还要多久啊？我没蓝了，放不了绝对零度。没蓝你喝顺回药剂啊？这还用你说？我喝了，只回了不到1/4的蓝。此话一出，艾琳、郑夏雨和安吉拉齐一愣，怎么可能？紧接着，他们又同时看向猪八蛋。艾琳皱着眉道：“你又用低等阶的劣质药剂了？”猪八蛋，你们他妈的是脑子有病吧？嗷呜！大地亚龙的咆哮声将整个巢穴震得开始抖动。本来还想继续压力猪八蛋的吉女脸色顿时一变，怎么办？队长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雪晴也没蓝了，我们还继续打吗？安吉拉那精致的小脸蛋露出了一丝惊恐的神色。大地亚龙朝着他们的方向跑来，那么巨大的大地亚龙，而他又是那么小的萝莉，那种事情不要啊，先撤吧。最后还是猪八蛋开口道：“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磨合队伍，出点问题很正常。”他还在给吉女找个台阶下。艾琳冷哼一声：“你也知道是你的问题，猪八蛋，尼玛的！算了算了，第一天来，我忍。”郑夏雨也在一旁用虚弱沙哑的声音说道：“谁来背我一把，在副本里死亡，那可是真的会死的。”安吉拉可不掌握什么能够死者苏生的技能，听说那只有传说中的顶尖强者才能做到。一会后，几人顺利跑出了大地亚龙巢穴。呼呼呼！猪八蛋喘着气，背着郑夏雨跑出巢穴的任务，最后自然是落到他这个男生的肩上。只是身为法师的他身体孱弱，这一趟下来累都快累死了。终于出来了，郑夏雨感受着穿过叶片间隙的阳光，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安吉拉蹲在他身边，不断释放着治疗技能。艾琳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秀眉微蹙，时间也超得太多了吧？现在出去的话，不被其他同学们笑死。先别说时间的事情了，能不能通关现在都是个问题呢。那再休息一下，补满状态再试试。我就不信了，难道没有王储连本都通不了？也只能这样了。如果连通关都没做到的话，那也太丢脸了吧。就在几人交谈之际，一道副本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您已远离 BOSS 区域，副本判定失败，10秒后将强制退出副本。强制退出！郑夏雨立马大叫起来：“不要啊，我的伤还没有恢复好啊！奇怪，夏雨战队都已经进入副本25分钟了，怎么还没通关？”就是啊，副本传送入口外，许多等待见证夏雨战队再次破纪录的学生们正一脸疑惑，说好的碾压紫金花战队再破纪录的呢？结果等了半天毛都没见到，在副本里睡着了。26分钟了，哪怕夏雨战队现在通关，也超越不了20分38秒的成绩了。昨天牛逼吹得那么响，结果拉了坨大的蛋，哈哈哈哈！夏雨战队不是踢的王储那混子吗？其他人又没变，按理来说实力应该更强啊。下一秒，几道身影出现在了副本传送入口，出来了！26分钟，成绩也很不……排行榜上怎么没有夏雨战队这次的成绩？兄弟，你快看郑夏雨！郑夏雨是躺着出的副本的，此时他正以躺在地上的姿势，望着那湛蓝的天空，已经有些刺眼的阳光，而他身上的异常瞬间就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卧槽，郑夏雨怎么浑身是血呀？受那么严重的伤？你看郑夏雨的脸都被打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都疼。这一刻，郑夏雨感觉还不如死在副本里算了。昨天他有多辉煌，今天就有多丢脸。快离开这里！郑夏雨双手捂着脸，带着哭腔的声音呜呜道。其他人对视一眼，八蛋，快背上夏雨！哦，好。夏雨战队的人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落荒而逃收场。夏雨战队基地宿舍，气压很低，气氛很差。新夏雨战队的第一次出击以失败告终。郑夏雨在药剂以及安吉拉的治疗下，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事情了。等会我就去更新一下装备。他的喉咙有些沙哑。队长，这不怪你。艾琳摇了摇头，随即矛头一转，要怪就怪猪八蛋。
要不是他提供了那些劣质药剂，我们也不至于会因为疏忽大意落到这种结果。没错，李雪琴点了点头，只能回1/4蓝量的魔法药剂，我还是第一次喝，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劣质产品。战后分锅大会，其实也不用分，锅猪八蛋稳稳接好，谁让这是4女战队呢 ？Girl 会帮助 Girl 的。猪八蛋此时心情很沉重，以为抱大腿了，结果发现大腿好像太离谱了。这种队伍是怎么拿到勇者小队的资格的？我提供的药绝对没有问题。猪八蛋张了张嘴，试图挣扎一下。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下一次进副本的所有材料都由你们采购，钱我可以出。本来他想直接退队的，但是来都来了，再试试吧。万一今天只是磨合上的问题呢？谁家战队没有一点矛盾啊？你们也别说八蛋了。郑夏雨轻轻摇头，等一下我就去换件新的护甲，顺便采购一些药剂，等到明天再继续下本。雪晴，你也和王楚说说，让他把链接重新给我们链接上，好吧？李雪晴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拿起手机，点开了与王楚的聊天框，便说起了语音。王楚，你赶紧把链接给我们4人重新上一下，快点！语音发出去的一瞬间，他的脸色变得跟吃了屎一样难受。怎么了，雪晴？艾琳凑了过来，屏幕上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十分显眼，拉黑了。雪晴，王楚竟然把你拉黑了？什么？众人觉得不可思议。王楚之前有多甜，大家都看在眼里，这是舔狗起义了。李雪晴一脸的怒意，声音尖锐道：不是，他怎么敢的呀？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客厅沙发上，小楚，你昨天怎么可以在那种场合？我可是雪晴的。陈琳那话都没说完，别比，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不喜欢。就在这时，房门转动钥匙的声音响起，陈琳娜顿时惊慌失措。雪晴回来了，别怕。王楚一把将陈琳娜从沙发上抱起，快速钻进了房间里，反锁上了门。陈琳娜，李雪晴一进屋就开始喊道。陈琳娜身躯抵在房门上，生怕李雪晴进屋。雪晴，我在屋里，在屋里做什么？你出来啊！我有点感冒了，怕传染给你。晦气！李雪晴啧了一声，脸色不耐烦。你看见王楚没有？我刚才去敲他家门，没人在。王楚！陈琳娜转头看了眼王楚，王楚挑了挑眉，看我做什么？啊！什么声音？异常的声音让李雪晴秀眉微蹙。陈琳娜，你在里面做什么？陈琳娜长红着脸，幽怨地看了眼捣乱的王楚。没事，我磕到脚趾头了。王楚，我没看到啊。李雪晴皱了皱眉头，什么声音？不过现在他还在气头上，倒也没管那么多。我就知道问你没有什么用。那家伙被宁竹清迷得武魂3道的，现在估计还在宁竹清那里。晚上你要是看见王楚回来了，你告诉他一声，他竟然敢拉黑我，我很生气，非常生气。除非他亲自过来跪下给我道歉，否则这事没完。陈琳娜都快哭了。女儿啊，我还在人家手里呢，你还在这边大放厥词说王楚的不是，我承受的可太多了。知道了。说罢，门外陷入一片安静。陈琳娜一动不敢动，耳朵贴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就在她准备打开房门看看的时候，突然门外再次响起了李雪晴的声音。陈琳娜，为什么客厅的地上会有王楚的衣服？这一记突然的回马枪直接把陈琳娜吓哭了。女神陈琳娜沉沦值正10%，陈琳娜沉沦值已达100%，完全沉沦。您的 S 级天赋冰之界限已进行进化，您获得了 SS 级天赋法神的加护SS 级天赋效果全元素掌控，无需施法吟唱，魔法技能修炼速度提升300%，增加法力上限300%，增加法术攻击力300%，降低施法消耗50%。介绍我，即为法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沉沦值100%了。王楚喜出望外，没想到日常刷沉沦值的时候，竟然遇到了突发紧急任务。这突发紧急任务还帮助自己那么快就刷满100%沉沦值了。随着法神的加护，天赋在王楚的体内迸发，那狂躁浓郁的魔法元素直接从王楚的体内喷涌而出，浇灌在了贪欲之花上。陈琳娜，你说话呀！门外传来李雪晴梆梆梆的敲门声。陈琳娜撑着门缓了好一阵子，才虚弱的开口道：对不起雪晴，我刚刚头有点晕。你说的那衣服是因为小楚说最近比较忙，麻烦我帮他洗衣服才留下来的。这个借口十分蹩脚，可也是脑子浆糊状态下的陈琳娜能想出来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在李雪晴并未深究，任他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到王楚竟然在里面。两种含义上的里面。听到李雪晴离开房子的声音后，陈琳娜的脸贴在门上，四肢无力，脑袋有些空白。贪欲之花纹路已经变得娇艳欲滴，就像是昙花即将绽放。琳娜阿姨，你这是？王楚倒吸一口凉气，他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吸力，难不成贪欲之花即将进行的第一次反哺？下一秒，一股磅礴精粹的能量直接灌入王楚的体内，断骨境2重，断骨境3重，断骨境4重，连升3重小境界。卧槽，琳娜阿姨，贪欲之花也太强了吧！陈琳娜有些虚弱，贪欲之花的反哺并不会连带自身一起变强。我也不知道啊，贪欲之花还是第一次绽放呢。王楚听闻，一下子又来劲了。陈琳娜这话无异于在说，我以前都没有感受过高。下午来到紫金花战队基地，
宁竹清等人已经在这里等候。楚神，楚神，你来啦！林桃眼眸一亮，直接跳了起来。昨天一战，他直接变成了王楚的小迷妹。他屁颠的跑到王楚面前，笑着道：“楚神，你听说没有？今天夏雨战队再次去挑战大地亚龙巢穴，结果连副本都没通，那郑夏雨还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躺着出副本的。哈哈哈哈哈哈！要不是我不在现场，我非得上去关心一下。”其他人的脸上同样挂着笑意。对此，王楚并不意外，夏雨战队整个队伍都被他宠坏了。郑夏雨从来都不用躲避技能，那是因为他在郑夏雨的装备上附魔了。李雪琴使用技能也从来不用考虑蓝耗，那是因为他有着 bug 药水。现在他们两人应该都已经爆雷了，很快就会轮到艾琳和安吉拉。所以我说郑夏雨把楚神踢了，是一刀砍在自己大动脉上了。宁竹清笑着道：“还是队长有眼光。”面对众人的吹捧，王楚笑了笑，随即看向宁竹清道：“你刚才在电话里和我说一起下其他本，把夏雨战队的记录都破了，我就不去了。”啊，楚神你不去，那我们怎么破记录？陈雷惊讶道：“放心吧，我会把攻略告诉竹清的。有了我的攻略，竹清哪怕是牵4头猪都能破记录。”楚神，你怎么能说我是猪呢？林桃鼓了鼓腮帮子，而宁竹清则是眸光微闪。刚刚他很精准地捕捉到了王楚话语中的不同。竹清，王楚竟然叫他竹清。没错，这是王楚在刻意拉近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攻略完陈琳娜后，女神链接已经可以链接第二人了。王楚自认为不是什么魅魔，可以让宁竹清这种级别的女神一下就爱他爱得死去活来，所以刷一刷宁竹清的好感度还是有必要的。不过王楚暂时没有选择链接宁竹清。对于选择宁竹清，王楚目前是有所顾虑的。第一，宁竹清可是大夏府当今府主的女儿，地位崇高，见多识广，攻略难度极大。第二，宁竹清在游戏剧情中可是杀伐果断的主，不一定会沉溺在情情爱爱中。大夏府府主 SS 级天赋是很诱人没错，但就跟剑圣穆斯一样，万一卡进度条就不好了。对于链接对象，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紧接着，王楚详细的将另外几个副本的攻略都传授给了众人，都是一些新手副本罢了，也不怕攻略传出去。紫荆花战队的几人听得眼睛越睁越大，不是，这也行啊？这个 boss 不打他反而会自杀，那个小怪别打，他会帮着一起打 boss， 也太离谱了吧？楚神，这你也能想到？师兄师姐的攻略里都没有这个方法啊。对此，王楚只是笑笑，开玩笑呢。贴吧大佬和攻略组的玩家那是一个比一个变态，攻略出的又快又多，什么玩意都有，令人叹为观止。讨论结束后，王楚发现宁竹清的眼神一直盯在他身上，没有挪开。怎么了？您笑话？王楚笑了笑道。宁竹清表情有些凝重，似乎是仔细思索一番后，他拉住了王楚的手臂，走到了一边。王楚，不知道你对圣境了解多少？圣境？王楚眯起双眸看着宁竹清。圣境在游戏中是类似于 PVE 加 PVP 融合的副本，简单的说，就是里面既有怪可以打，又有人可以打，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的经验值，还有一些珍稀道具、技能书的存在。同样的，高收益代表着高风险，里面的对手不仅仅是 BOSS， 还有来自于其他州府的职业者。你要邀请我一起去圣境？王楚问道。一般圣境的消息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但宁竹清可是大夏府府主的女儿。是的，宁竹清点了点头。有一处双人参加，限制在宁元境以下的圣境，在3日后开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为什么选择我？王楚直言道。你不找那些断骨境9重的职业者，找我一个刚刚突破到断骨境的。宁竹清听闻，嘴角漫开了甜美的笑容。你可是连内之下羽战队都可以带到第1的人啊！身为大夏府府主的女儿，宁竹清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以及强大的后勤攻略团队。然而从2年前，他突然发现，不管怎么努力，竟然都无法超过夏羽战队所创下的通关记录。经过他的观察，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眼前的王楚。王楚究竟有多么强，只有作为对手的他才最清楚。相反，队伍中的大腿竟然被踢出了队伍。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宁竹清都震惊了。这次的圣境也会有其他州府的人参加，危险系数较高，你可以慎重思考一下再告诉我。宁竹清轻声道。王楚挑了挑眉，饶有兴致地说道：我陪你去，不该给点什么东西奖励一下？圣境他自然也是有兴趣的。先不说圣境里的奖励，就冲着双人参加这一点，就必须要去。没有什么地方比这种双人副本更适合刷好感度了。宁竹清可不跟陈琳娜一样，可以3言2语直接惩戒刷沉沦值，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的。奖励啊！宁竹清拖长了尾音，似乎在认真思考。青葱的食指点了点下巴，轻声说道：实不相瞒，这次的圣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一定得拿下不可。圣境里的奖励对我来说意义倒没有那么大，全都归你。另外，不管能不能拿下，我都可以给你提供帝都大学的特邀入学名额，你看怎么样？嚯，不愧是府主的女儿，出手就是帝都大学的特邀入学名额，这名额拿出去外面可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啧啧，宁校花，你这是打算白女票啊？啊！王楚啧啧2声，帝都大学我自己随便都能进去，还需要你的特邀名额？也对。宁竹清眨了眨眼，有些苦恼。那我暂时想不出什么
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请你帮忙了，那就先欠着吧，等什么时候我需要了再找你啊。王楚咧嘴笑了笑，听闻宁竹清眸光一亮，瞬间喜笑颜开。好，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会满足你的。那可不得满足吗？王楚眼底露出了一丝戏谑的笑容。不过哪怕什么都不收，其实已经赚妈了。甚境这种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资源本，别人花钱都买不到入场资格，自己连吃带拿，美滋滋啊！你先带着他们去下本吧，记得务必把所有下雨战队的记录全碾压了。王楚淡淡道。放心吧。宁竹清淡淡一笑，压根没把下雨战队放在眼里，他们的记录一个都留不了。钱家商行是除了朱家商行外，大夏府最知名的商行。当王楚的身影出现在钱家商行门口的时候，站在入口处迎接的旗袍长腿妹妹双眸微垂，直接迎了上来。王少，请往这边。王楚微微颔首，轻车熟路地向商行深处走去。在贵宾休息室等候半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门外传来，随即推门而入。王少，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随着香风袭来，一阵酥酥麻麻的娇音在王楚的耳边响起。钱盈盈一袭红色长裙，裙摆曳地，丝绸料子紧贴着她玲珑有致的身段，勾勒出盈盈一握的细腰。往上是饱满傲人的曲线，往下是笔直修长的双腿，一张脸是标准的鹅蛋脸，肤白胜雪，衬得那抹红唇愈发浓丽逼人。怎么想我了？王楚淡淡回应道。王少说笑了，盈盈无时无刻都在想您。钱盈盈捂嘴一笑，眉眼含黛，微微上挑，带着几分天生的魅意。看着眼前的女子，王楚在心里暗自感慨一声妖精。不过钱盈盈作为淮海市钱家商行的主理人，可不是表面去看起来这样左右逢源那么简单。丁，检测到可链接女神。女神钱盈盈，数据955692，年龄26，天赋灵魂聚焦 A 级，境界宁元境5重，女神评分96分。丁，是否选择将钱盈盈作为链接对象？是。丁，已将钱盈盈作为女神链接目标，目前钱盈盈沉沦值为0%，当前盈盈沉沦值达到80%时将成功链接，在沉沦值未达到80%之前，无法选择其他人作为链接对象。王少，感觉您比几天前更帅了呢。钱盈盈坐在王楚身边，美眸微垂，睫毛一眨一眨的，双手轻轻搭在王楚的胳膊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却又与王楚有着细微的肌肤之亲，让人感觉心痒痒的。王楚淡淡笑了一下，现在的链接加成已经达到了150%，这可是包括魅力值在内的，自然是更帅了。这次还是一样，40支宁元境的魔法顺回药剂，10支玉虚境的魔法顺回药剂，按照我的采购清单将材料扣除后，剩余的钱直接转到我卡里。钱盈盈嘟了嘟嘴，小屁孩，真是不解风情，老娘在这里卖弄半天，你直接上来就谈正事了。王少就不能多给点吗？他双手轻轻用力推了推王楚，上次那批药剂刚上架就直接秒售空了，许多人慕名而来都跑空了呢。王楚呵呵一声，这种药剂怎么可能量产啊？能有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好吗？王楚提供给钱家商行的顺回药剂，比市面上同等级的顺回药剂效果还要高出50%。至于怎么来的，王楚只需要拿出几瓶自己通过 bot 制造出来的顺回药剂，然后加入大量清水进行稀释，就这么一盆接着一盆出来了，成本低廉且高效。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王楚自然不可能直接把底都交出来。那好吧。钱盈盈轻叹口气，王少，实不相瞒，今天有一件事情还想请您帮忙。钱小姐请说。钱盈盈一脸严肃，眉眼间流露出了一丝愁容。王少，请问能否将我引荐给您身后那名强大的炼药师呢？来了，鱼上钩了。王楚嘴角微微扬起。在游戏中，钱盈盈以帝都钱家商行一名管事的身份出现在游戏剧情之中，后面通过剧情可以了解到，类似于朱家、钱家这种大族，为了培养继承人，会将直系子嗣分散到各个城市去执掌商行，只有成绩最为出众的人才能成为整个家族的家主候选人。而钱盈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最后只能回帝都成为一名管事。王楚的出现就像是一束突然闯进黑暗的光，让钱盈盈燃起了获胜的希望。王楚眉毛一挑，看着钱盈盈没有说话。钱盈盈见状，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还抽泣了2声。我一名弱女子，在家族中能够得到的资源十分有限，为了更进一步，我付出了远超其他人的努力。但淮海市是朱家的地盘，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打败朱家。他整个人贴了上来，王楚胳膊直接挤压在饱满的柔软之上。王少，我知道我这个请求有些冒昧，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必须把握住。王楚脸色淡然，低着头看着钱盈盈的脸蛋，两人的距离十分之近，近到王楚微微低头就能附在那红唇之上。对于他来说，钱是必须要赚的，越多越好，没钱当什么职业者？3楼不吃香菜都上不起，更不用说买各种材料和装备了。所以从穿越起，王楚就开始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在游戏中的知识快速赚钱。于是在经过尝试后，王楚发现游戏中的那些 bug 竟然能够正常使用，那不直接赚爆？当然低调行事的道理王楚也知道，钱家商行的钱盈盈
就是王楚所选择的合伙对象。等钱莹莹提出这个请求，他已经等待了有一段时间了。帮你的话，我又有什么好处呢？王楚淡淡笑道。对方会提出要求，早就在钱莹莹的预料之中。或许应该说，如果对方不提要求的话，钱莹莹就更要思考对方究竟图的是什么了。王少，我可以给您淮海是钱家商行20%的股份。钱莹莹尊声道。成为钱家商行的股东，您可以以进货价购买商品，售出商品也不需要缴纳手续费。王楚听闻，在内心冷笑一声，这钱莹莹真当我是没有见识的学生。先不说淮海是钱家商行的股份值不值钱，你钱莹莹能够做主，等你调回帝都拍拍屁股走人，下一任管事的想不认就不认。看来没有见到所谓的身后之人，钱莹莹是不会递出真正的筹码的。既然如此，你图我的药剂，那我图你的人也没什么毛病吧。王楚拿出一张纸条，在上面龙飞凤舞的写上了一个地址，递给了钱莹莹。钱小姐，晚上到这个地址来吧，我在那里等你。说罢，王楚拍了拍钱莹莹柔软的柳腰，发出一声轻笑声，站起了身。晚上见，钱小姐。看着王楚离开的背影，钱莹莹那楚楚可怜的表情变回了原本冷淡的神色。一名老者从贵宾室的屏风后走出，来到钱莹莹的面前，尊声道：小姐，王楚写给您的地址是他的家庭住址。我知道。钱莹莹清风细嫩的指尖轻轻捏着王楚留下的纸条，随后一团火焰从指尖燃起，直接将纸条烧成灰烬。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他早就将王楚的背景查了好几遍，所有的资料几乎都能直接背出来。只知道对方的父母不在身边，平时除了上学就是上学。唯一比较令人在意的就是王楚的队友郑夏雨的母亲是剑圣慕斯，但那也是跟王楚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那些效果异常的药剂究竟从何而来？这是钱莹莹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钱家是以炼药起家的，作为炼药师世家的继承人之一，他比谁都更了解其中的含义。从王楚第一次来寄售那些药剂开始，所有的药剂全都是被他们钱家内部消化，从未流入到市场过。要是被市场知道已经使用了数百年的药剂有了更高效果的存在，将会对现有的平衡造成巨大的冲击。必须要掌握那药剂的配方和制成方法。白发老者低垂着头沉声道：小姐，晚上需要我多安排几个人和您一起去吗？钱莹莹神色淡然，眸光微闪，不知道在想什么。咚咚咚，就在这时，贵宾室的门被敲响了。小姐，剑圣慕斯的女儿郑夏雨来了。郑夏雨，钱莹莹眯起双眸，如果消息没错的话，郑夏雨好像把王楚踢出了队伍。来了。来到商行前厅，钱莹莹看见4名女神级别的少女正在各个展柜四处张望。作为钱家商行的主管，淮海是一些大人物以及一些天骄的名单和照片，她都全部了解过。换上标准的职业化笑容，钱莹莹踩着高跟鞋迎了上去。夏雨小姐您好，我是淮海是钱家商行的主管钱莹莹。郑夏雨微微颔首，上下打量了一眼眼前的御姐，沉甸甸的硕果，纤细的腰肢，感觉有1米多长的大白腿。难怪都说钱家商行的主管是个妖精，今日一见果然不虚盛名。钱小姐您好，不知夏雨小姐想要买点什么？郑夏雨淡淡道。之前用的防具用烂了，来买点防具。好的，几位勇者请跟我来。被称为勇者，郑夏雨暗自得意。钱莹莹扭动着身姿在前面带路。艾琳小声呸了一下，看那屁股扭的，烧货一个。李雪琴神色淡然地点了点头。很快众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展厅，各种各样的装备映入眼帘。夏雨小姐应该是断骨境吧？钱莹莹从展柜中取出一件精致的银色胸甲，介绍道。那么我推荐这件宁元镜附魔法阵的银鳞胸甲，5万一件，能够降低同等阶怪物攻击的50%伤害，是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防具了。5万一件，而且才降低50%。郑夏雨皱了皱眉，语气不满道：钱小姐，不要拿这种低等的货色出来忽悠我，我要那种能够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伤害的防具。完全抵消？钱莹莹神色异常。夏雨小姐，如果想要能够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伤害的防具，最起码也需要通神境的附魔。拿通神境附魔的防具来打断骨境的副本，未免也太浪费了。启灵、断骨、凝元、玉虚、通神、山海、日月、不朽、入圣。一般来说，同等阶的附魔能够提供30%左右的减伤效果。比如你想要抵抗断骨境怪物的攻击，穿着断骨境附魔的防具能够获得30%的减伤效果。凝元境大概50%，玉虚境大概80%。想要完全抵消，那得通神境的附魔才行。钱莹莹说道。当然，这只是单论附魔的减伤效果，防具的材质不同，职业者的等阶不同都会有影响。你在开什么玩笑？郑夏雨紧皱眉头，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我一直使用的防具就是完全抵消伤害的好吗？说罢，他从职业者空间中拿出已经破烂不堪的银色防具，扔在桌上。跟你说不清楚，你同样的给我也来一件就行。钱莹莹看见桌上的防具，秀眉微蹙，正想说这不正是最基础的制式金刚防具吗？只要1000一件。一旁钱家商行的专属附魔师已经发出一声惊呼，他一把拿过桌上已经破烂的防具，仔细观察起来。怎么了？白叔？钱莹莹有些惊讶。白叔是钱家商行的玉虚境附魔师，经验丰富，眼光毒辣，算是钱家商行的招牌。小姐，这附魔不太对劲。他皱着眉头，
满是老茧的粗糙手指在防具的附魔纹路上抚摸。怎么，这附魔很高级？钱莹莹眸光一闪，不，相反。白叔摇了摇头，沉声道：“我从未见过这种乱七八糟结构的附魔，如果我1比1复刻出来，估计连效果都不会生成。可是它竟然生效了，我能感受到上面残存的魔力。”说罢，他还在自言自语：“这怎么可能会生效呢？难道是误打误撞的？不过哪怕生效了，效果应该也不能保证吧？”郑夏雨不懂什么附魔，他皱着眉头问道：“怎么了，钱小姐？钱家商行找不出同样的防具吗？”钱莹莹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夏雨小姐，就像刚才我和您说的那样，如果您需要能够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的伤害，至少也得通神境附魔的防具。至于你所提供的这件防具，不算附魔的价钱，这种制式金刚防具一件在1000左右。不然你看看之前是谁给你们提供的附魔，你可以买件同样的防具去找他附魔。”郑夏雨听闻脸色直接沉了下来，以前都是王储提供的，你让我现在去找谁啊？你们这的附魔师搞不定吗？没办法。艾琳一旁凄了一声，什么钱家商行真没用。钱莹莹也没生气，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说道：“艾琳小姐，我们钱家商行的附魔师在淮海市也是数1数2的，如果我们搞不定的附魔，也没有多少人能搞定。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找到通神境的附魔师，100万大夏币一次。100万大夏币，你怎么不去抢？”艾琳挑了挑眉，就这种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伤害的防具，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夏雨这2年用坏的防具每50件也有40件了。按你的意思，岂不是说花了4、5千万的大夏币了？说罢，他拉过一旁的安吉拉，指了指安吉拉长袍上一模一样的附魔。奇怪，太奇怪了！白叔凑了过去，嘴里一直念叨：“究竟是谁？那么怪的附魔都能生效？”就在这时，安吉拉小声说道：“那个，这附魔好像是王储自己弄的。”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了安吉拉身上。你说什么？郑夏雨沉声道：“我之前在基地的时候，有一次走错房门，直接进了王储的房间，正好看见他好像在给防具上附魔。”安吉拉小声说道：“那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啊？我不问你就不会主动说吗？”他们交谈之际，没有人发现钱莹莹那高耸的胸脯已经在快速起伏。王储，又是王储，能够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攻击的附魔，还有那药效异常的药剂，这些全都跟王储有关。这一刻，他想到了一种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他的脑海中浮现起了王储的身影。难不成这些东西都出自他之手？这怎么可能？对方还只是一名学生而已啊！得出这个离谱的结论后，钱莹莹开口道：“夏雨小姐，艾琳小姐，本店确实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然你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一般来说，作为钱家商行的主管，不会轻易说出让客人去别的地方看看这种话来的。只是现在他也没有心情再陪这几个没有常识的大小姐过家家了。不仅没有常识，总感觉是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郑夏雨沉着脸说道：“那先给我来一件宁元境附魔的防具。”艾琳努了努嘴，打断了郑夏雨：“还买什么？让李雪琴去帮你找王储多要几件呗。”李雪琴，她都被王储拉黑了，还要什么？李雪琴黑着脸开口道：“钱小姐，店里有没有能够让断骨境职业者瞬间回满魔力的药剂？”“当然有，通神境的顺回药剂，10万大夏币一瓶。雪琴小姐要几瓶？10万？那么贵？那先不用了，一瓶10万，哪怕他们是勇者小队，有额外的资源也支撑不起啊。看看能不能从猪八蛋身上盗点金币吧。”实际上，他们在来钱家商行前已经去过朱家商行了，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夏雨小姐，防具这边结账，承蒙5万大夏币，谢谢。”“钱小姐，还有我这几条宝石首饰。”安小姐眼光真好，这几条宝石首饰可是出自帝都大师手笔，一共10万大夏币。安吉拉，你疯了？买那么贵的首饰？嘻嘻，反正平时又不用我扛伤害嘛。送走夏雨战队几人后，钱莹莹站在门口，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半晌后，她低垂着眼眸，对着身旁的老者轻声道：“钱伯，晚上王储的邀约，我一个人去就行。”晚上，幸福花园小区，陈琳娜提着垃圾走出电梯，就发现前方一名气质和外貌都十分顶尖的女性擦身而过，走进了电梯。奇怪，什么时候这栋楼里住了那么一名女生？陈琳娜有些好奇，以对方的气质和外貌，她不可能没有印象。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说不定来找人呢。她笑了笑，随即朝外走去。来到910房门口，钱莹莹深呼吸了一口气。今天下午在送走夏雨战队几人后，她一直在自豪，那些药剂和附魔到底是不是出自王储之手，还是出自于王储身后之人之手？还有，王储邀请她来到他家里，究竟是想做什么？咚咚咚，敲响房门后，等待了10多秒，里面传来了脚步声。钱小姐，你来了，请进。打开门口，王储笑着说道。钱莹莹脱下了高跟鞋，被黑丝包裹的娇嫩脚趾轻轻踩在玄关的地面上。那边的拖鞋你都可以穿，新买的。好的，谢谢王少。在客厅坐下后，接过王储递过来的茶杯。龙井茶可以吧？可以，我不挑。闲聊半天，见王储没有进入主题的意思，钱莹莹还是没忍住心中的好奇，率先开口道：“王少，不知道那位炼药师大人什么时候会到？”炼药师大人，我什么时候说还有其他人了？王储挑了挑眉，
眼中带笑道：“没有其他人了。”钱莹莹心中一凛，两种猜测，现在只剩下了一种。难道真的？既然钱小姐只身赴会，你的想法我自然也已经知晓。王楚看着钱莹莹的双眸，嘴角带着一丝不明意味的笑容。那么我就直入主题了，钱小姐，你现在正在接受钱家的试炼，对吧？钱莹莹听闻点了点头。是的，王少，这钱家的传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秘密，有心之人总会知道的。你想要找我身后所谓的炼药师，为的就是你们钱家的试炼吧？现在试炼即将结束，但在淮海市中你并没有做出亮眼的成绩，以至于你在看见我拿去寄售的药剂后，萌生依靠这药剂翻盘的想法。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对不对？王楚笑眯眯道。钱莹莹笑了笑，娇声道：“呵呵，王少真是厉害呢，莹莹的小心思都被王少看得一清二楚了。”王楚摇了摇头：“钱小姐，这并不是什么小心思，这是你的野心，并且你的野心绝对不只有那么简单。你想执掌钱家，完完全全将钱家掌握在手中，为你的母亲报仇，对吧？”此话一出，刚刚脸上还挂着笑容的钱莹莹脸色立马沉了下来，瞳孔中满是难以置信。王楚这是怎么知道的？下一秒，王楚开口道：“我可以帮你区钱家，我还不放在眼里，我会扶持你以及你的钱家成为大夏第一商会。”埋藏在心底的事情被王楚点出来，钱莹莹心情并不好，她深吸一口气道：“你要怎么做？想要打败朱家可没那么简单，朱家的底蕴可比传闻中说的还要恐怖。”王楚从空间中拿出一支药剂，扔给了钱莹莹：“这是我做的药剂，不够，这远远不够。”不够吗？王楚笑了笑，又扔过去一支药剂。这药剂眼熟吗？我拿给你看的就是这个药剂，而这些被你视为翻盘之物，只敢回收不敢流入市场的药剂，只是那一瓶药剂稀释了1%药效的结果。稀释了1%的药效。钱莹莹神色顿时一滞，你手上的那瓶药剂，哪怕是通神境的职业者也能瞬间回满魔力，如果材料足够的话，哪怕是山海境、日月境的职业者也能瞬间回满。此话一出，如同重锤一般，将钱莹莹的大脑锤得一阵懵逼。半晌后，她惊醒过来，急促道：“你说的是真的？不仅如此，今天郑夏雨拿过去的防具附魔你也见到了吧？你知道郑夏雨去店里了？当然，他为了一件防具急得团团转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件防具只消耗了断骨境附魔的材料，就能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的攻击伤害。同样，只要材料足够，哪怕是山海境、日月境的伤害，也能在我的附魔下完全抵消。按理来说，此刻的钱莹莹应该猛地站起身来表示震惊，但她发现她的双腿双脚正在颤抖。王楚接连抛出来的这2个王炸实在是太震撼了，她没有去质疑王楚所说的种种，因为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以及提供了极大的信任背书。那些药剂她专门请人研究过，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下午的附魔也是，按照郑夏雨等人的说法，是真的能够完全抵消同阶伤害的，哪怕最后那效果没有像王楚说的那样，山海境、日月境也能使用，通神境之下也很恐怖了。这可是战略物资啊！至于将王楚控制起来当牛马之类的做法更不可取，有太多人会为了这2个东西疯狂了。沉默的客厅中，钱莹莹只感觉自己的呼吸愈发浓重，她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勉强露出了一个好看的笑容。王少，不知道我需要付出点什么？看着钱莹莹那双眼眸，王楚轻笑一声：“你不是很清楚吗？毕竟你是洗干净了过来的。”钱莹莹，她的身上淡雅的香水中混杂着一股沐浴露的味道。从决定独自赴约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了为了野心付出一切的准备。不用脱，我喜欢用丝的，黑丝而已，你应该买得起吧？大夏府帝都一座装潢豪华的会客厅中，3人围着茶桌而坐。不是，开什么玩笑？你和我说，宁竹清他选了一名才刚刚断骨境的学生作为肾境的队友。陆正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拍，直接碎裂，茶水四溅。你他妈的，确定没有在忽悠老子？宁三苦笑一声：“陆老，我怎么敢乱说呢？我已经极力向府主推荐陆少爷了，府主也没有反对的意见。只是谁能想到宁小姐不选陆少爷这种即将踏入宁园境的天骄，反而选了一名普通的同学呢？即将开启的肾境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原因无他，大夏府府主的女儿宁竹清会进去。作为双人副本，很多人都盯上了宁竹清身旁的位置，特别是那些青年才俊们，谁都知道那种具有危机感，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爆燃的地方是最能够擦出火花的。如果能直接让宁竹清看上，就算搭上了大夏府府主的这条线。宁三，你可收了我不少好处，就是这么办事的。陆老，您这话就不对了，我可没有帮小姐做决定的权利，我最多就只能推荐啊。真不知道府主怎么想的，怎么会把宁竹清送到淮海那种小地方？一旁陆庆皱了皱眉说道：“小庆，不可乱议府主。”陆正拍了拍桌子说道，随即看向宁三：“宁管事，那名叫做王楚的学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宁三摇了摇头，拿出一份资料放在了2人面前。不仅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相反太过于普通了。B 级天赋链接，几天前还是起源境，现在据说刚刚踏入断骨境，甚至前2天刚被淮海市的勇者小队踢出了队伍。陆庆听闻一脸懵逼，不是，先不说我，帝都那么多天之骄子排队等着他挑选，结果
他就挑了那么一名平平无奇的学生。他拿起王楚的资料，愤然道：“凭什么啊？凭……”话说到一半，陆庆眼角余光看到了资料上王楚的照片，到嘴边的话瞬间噎住。半晌后，他涨红着脸说道：“就凭他长得帅吗？长得帅了不起啊？长得帅有用吗？长得帅在圣境里能打得过敌人吗？”陆正也看到了表格上王楚的照片，叹了口气：“孙子啊，单论长相来说，你确实输得太惨了。您管事，宁府主那边就没有说点什么吗？毕竟这可是事关圣境，危险重重，容易闹出人命啊。”宁三眼神凝重地摇了摇头，这一点也是我最奇怪的。虽然老爷一直都很宠小姐，但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会出手干预的，只是不清楚为何这一次他并没有介入，连一句话都没有说。陆正也没办法，舒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祝宁小姐圣境一切顺利，那我就先告辞了。陆老，慢走，我就不送了。”随着宁三的身影消失在门口，陆正的眼神逐渐阴鸷起来。本来在一群帝都的天之骄子中，最有可能与宁竹清一起参加圣境的就是陆庆了，结果现在被突然不知道从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乡下人给抢了位置，直接打乱了他的计划。原本他已经安排好了人手，会在圣境中对宁竹清发难，届时以队友的身份一起进入的陆庆，则会以天神下凡的姿态拯救宁竹清于危险之中，然后两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发生关系。只要能够执掌宁家，那么整个大夏府，爷爷，我要王楚死！一旁的陆庆大声嚷嚷。陆正眯起双眸，阴沉的声音在客厅中回荡：“放心吧，我的乖孙，他蹦跶不了多久了。”丁，目前链接女神数2，全属性增幅效果提升50%，共计提升200%。女神钱莹莹沉沦值正60%。看着只有60%的沉沦值，王楚抹撒下巴，想一次性就达到80%，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完事后，钱莹莹窝在被窝里，一脸幽怨地看着王楚：“这可是巴黎世家春季限量款的黑丝，你知道多贵吗？”王楚笑了笑，右手手指在那细腻柔软的肌肤上划过。“我说呢，原来是限量款的，难怪手感那么好。话又说回来，堂堂淮海是钱家商行的主管，竟然会嫌贵。”钱莹莹嘟起嘴，娇哼一声：“那是钱家的钱，又不是我的钱。放心吧，钱家很快就会是我们的了。”王楚淡淡道：“原来从一开始，莹莹就已经在王少的算计之中了呢。”钱莹莹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的少年，帅气英俊，看起来还有些稚气，但所做之事一点都不像是学生的模样，包括那方面的技术和能力，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离谱到几度，让首次体验的他差点翻白眼晕厥过去。你以为呢？那种跨时代突破性的技术，会平白无故砸在你的头上？想得美呢！王楚耸了耸肩，随即从空间中拿出数支药剂以及几件防具，这是能够让通神境都瞬间回满魔力的瞬回药剂，你拿回去自己稀释一下。还有这些防具，2件有着能够完全抵消宁元境攻击的附魔，1件能够完全抵消玉虚境的攻击，1件能完全抵消通神境的攻击。钱莹莹眼眸发亮的将药剂和防具全部收下，这些药剂和防具，你不要一次性放出，饥饿营销。王楚正准备搬出上一世那些奸商们的套路呢，钱莹莹就翻了个白眼：“王少，你以为我傻呢？放心交给我就行了。要是手握这种王炸，我还拿不下小小淮海朱家，我拿块豆腐撞死得了。”他看着手中这些自己翻盘的关键所在，心情很是亢奋，一定要好好策划利用，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完成逆袭，执掌钱家。王楚满意的点点头，就是要钱莹莹这种懂事的链接对象，随即拍了拍钱莹莹的丰满，说道：“不扯这些了，我们继续干正事吧，早日刷到80%沉沦值才是正道啊！”钱莹莹眼神妩媚，探出白皙娇嫩的双手，这一刻她抓住了未来。隔壁房间，陈琳娜独守空房，她轻咬嘴唇，一脸的幽怨：“王楚这小子到底去哪里了？刚说要搬来和我住一起，就业不归宿了。”翌日，王楚看着那79%的沉沦值叹了口气，吭哧勤劳地刷了一晚上，最后还是差那临门一脚，没有到达80%。一开始上升的速度还挺快的，那应该是钱莹莹第一次尝试，食髓知味后开始沉浸其中，到了79%便停滞下来。王楚倒是懂了，想要突破80%的沉沦值，至少需要完成一个主线任务，比如对于陈琳娜，碍于2人的关系，那条主线任务是突破特殊关系，要的就是那份背德感。而对于钱莹莹的有野心的人，不会一直沉沦于这种事情之中，只有真正将淮海朱家压在脚下，对他来说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醒醒！王楚一脚踹在钱莹莹身后的丰满上，钱莹莹吃疼低吟一声，随即睁开微闪的双眸，嗔怪道：“王少，让我多睡会吧，你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王楚看着媚眼如丝的钱莹莹，啧啧2声，真是个妖精啊！那不得不1、2、3、4再来一次了。不要，不来了，还疼着呢。我该去上班了。1个多小时后，钱莹莹整理好妆容，一脸幽怨地看了王楚一眼：“王少，都怪你，我都迟到了。你是钱家商行的主理人啊，谁还能管得着你？是没人管得着我，可是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布置工作了。你给我的那2样东西，很快就会颠覆整个市场。”说到这，钱莹莹的双眸里光芒闪烁，
对了，王楚说道，那些东西不能卖给郑夏雨他们。钱莹莹翻了个白眼，不用您说，我也知道，就那几个没有见识的家伙，敢踢我老板，我懒得搭理他们。这时候不叫爸爸了，去你的，走了。离开王楚家后，钱莹莹站在电梯门口，感受到隐隐传来的痛楚，微微蹙眉，回想起昨晚的疯狂，她白皙的脸蛋上瞬间铺上了一层淡粉色，轻咬嘴唇，自言自语道：真是个坏蛋。实话说，以他的长相、身材、气质，有不少帝都的大佬曾经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以他的身份是完全不用在商场上厮杀就能当上阔太太的。然而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入他的眼，因为他身上还背负着为母亲报仇的夙愿，只是没想到最后竟然会折在一个刚满18岁不久的少年身上。至于为什么，他也没搞懂，就是总觉得王楚身上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吸引着他，跟个魅魔似的。当然他的收获也是巨大的，一个直接回满的顺回药剂，一个完全防御的附魔。不同于以往那些需要超出职业者好几阶的药剂和附魔，别人的买一瓶昂贵的通神镜顺回药剂才能让一名断骨境的职业者直接回满魔力，王楚一瓶普通的断骨境顺回药剂便能做到，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简直是降维打击。更不用说通神境的职业者想要瞬间回满魔力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那就需要至少日月境级别的药剂，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出来。而按王楚的意思，他能做出来。想到这，钱莹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有了这2张底牌，朱家在淮海的市场和地位根本不会是对手，执掌钱家碾压朱家也有很大的成功率。思索之际，随着一声叮咚，电梯到了。抬起低垂眼眸的瞬间，钱莹莹看到电梯里走出了一名成熟御姐，高领的薄线毛衣包裹住了那不弱于她的丰满，纤细的腰肢盈盈一握，少妇的韵味十分诱人。钱莹莹眸光微闪，昨晚曾在楼下见过对方，而此时对方正提着一整袋的食材，袋子上还写了某某超市的字样。陈琳娜也有些惊讶，甚至看了眼电梯的楼层，是9楼没错啊，什么时候9楼出现了这么一名女神级别的存在？看样子还在这里待了一晚上。新邻居，等下，昨晚王楚没有到他家去谈几个亿的生意，该不会是……想到这，陈琳娜有些异样的看了对方一眼。钱莹莹虽然不理解对方为何是这个眼神，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看着钱莹莹那妖娆的背影，陈琳娜摇了摇头，不对，对方的气质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王楚跟他应该扯不上关系吧？今天务必血洗昨天的耻辱。站在副本传送入口，郑夏雨一脸郑重，昨天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一天了。躺着出副本，论坛里到处都是他那鼻青脸肿的照片，后面还是他找到老师出面才把论坛里那些图片删光的。夏雨队长，今天怎么打？你能扛住伤害不？艾琳秀眉微蹙道。郑夏雨沉吟半晌说道，前面的小怪靠你们几名远程轮流一路秒就可以，我保留体力用来扛最后的大地亚龙。艾琳点点头，随即看向李雪晴。雪晴，链接的事情你还没解决，链接效果什么时候才能给上啊？李雪晴淡淡道，昨天忙着没空去找他，下次再说。艾琳翻了个白眼，装货，找不到人家就直说呗。李雪晴装作没看见，赶紧把话题转移给了猪八蛋。八蛋，今天你好好准备药剂没有？猪八蛋一脸懵逼，不是，怎么话题又到我头上了？昨天你们不是也去我家商行和钱家商行看了？除了通神境的药剂，不可能有能够瞬间让断骨境职业者回满魔力的顺回药剂。李雪晴一脸冷漠地摆了摆手，那就是以前我喝的都是通神境的药剂，堂堂朱家大少，区10万一瓶通神境的顺回药剂都买不起吗？无非是舍不得那点钱呗。猪八蛋，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点什么？10万一瓶的通神境顺回药剂，你拿来打一个低级副本，你镶钻的呀？夏雨战队又进去大地亚龙巢穴了，今天总能破紫荆花战队的记录了吧？肯定啊，昨天就是失误了。夏雨战队可是勇者小队，怎么可能副本都过不去？夏雨战队出来了，怎么样，破纪录了吗？卧槽，夏雨队长又被暴揍了。副本传送入口，郑夏雨一脸生无可恋，比起昨天躺着出来那副凄惨的模样，这次明显有了经验，是站着出来的。唯一不变的是脸上依旧鼻青脸肿，明显被胖揍了一顿。队长，你就不能多扛一会吗？我的绝对零度马上就要好了。李雪晴秀眉微蹙，不满道。他刚说完，艾琳同样一脸不爽的埋怨道，队长，你就不能站在原地拉 boss 吗？老是带着大地亚龙到处乱跑，我的箭全射空了。听闻，郑夏雨怒了，他指着李雪晴和艾琳，手指还在颤抖，输出自己打不出来，还赖我头上了。你们要是输出快一点，我还需要拉那么久的 boss 吗？我一名剑士能拉2分钟的大地亚龙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吗？你行你上啊！今天一路上清小怪倒是挺顺利的，几个 S 级天赋的远程输出秒过去一点压力都没有，原本还以为能够顺利重新拿回第1名的位置呢，结果问题出在攻略大地亚龙的时候，郑夏雨根本扛不了几次大地亚龙的攻击，只能被追拉着 boss 男巢穴跑，这导致其他人的攻击有 70% 都落空了。最后郑夏雨被大地亚龙撵上，又被一巴掌拍进墙壁里。安吉拉小心翼翼观察了下众人的表情，觉得自己也得为自己争取一下。队长，你不是已经换新防具了吗？没有用吗？乃郑夏雨实在是太累了，把他整得满头大汗，
就怕一口美奶上来，郑夏雨当场嘎在那边。不像之前，压根不需要他怎么治疗。有你妈的！郑夏雨刚想爆粗口，发现说话的是安吉拉，顿时冷静下来。有用，但用处不多。他是队长没错，可不能得罪队伍里奶妈的道理还是懂的。安吉拉开始想念王楚在的时候了，那时候根本不用怎么奶，天天划水，只能轻叹一声：哎，真不知道王楚之前从哪里找来的防具。郑夏雨现在也开始回过味来了。作为王楚防具的受益者，他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两种防具之间的差距。要是王楚的防具还在，他根本不用被暴揍成这个样子。猪八蛋在一旁实在是忍不住了，这几个人是脑子有病吗？就不能直接问王楚要吗？郑夏雨连忙开口道：对啊，雪晴，刚好和链接的事情一起去找王楚要。艾琳翻了个白眼，人都被拉黑了，还指望李雪晴呢，又提被拉黑的事情，李雪晴脾气顿时上来了。那是我没去找他好吗？猪八蛋人都看傻了，这几个人满脑子都只有不劳而获白女票的这种想法吗？不是，王楚不给，难道就不能直接找他买吗？他一个学生，有钱赚总不能不赚吧？如果他真有这种附魔手段，朱家甚至可以提供渠道帮他赚钱啊。作为朱家人，猪八蛋对于钱的嗅觉自然是十分敏感的。如果真像几人说的那样，有成本低廉、效果又十分离谱的药剂和防具附魔，那他朱家完全可以做这个生意啊。安吉拉双手一合，对哦，这样也可以啊。郑夏雨不乐意了，直言道：凭什么要花钱？我们勇者小队用他的东西是他的荣幸，没找他要广告费就不错了，还花钱？李雪晴也冷哼一声，没必要花钱。放心吧，我知道王楚的性格，他就是这几天闹情绪了，只要我去找他要，他就会给。说罢，李雪晴眯起双眼，这个面子我一定会找回来的。打听了一下，王楚早上并没有来学校，所以李雪晴从学校离开后，再次回到了幸福花园小区。我就不信了，王楚这家伙还能跑哪里去？他冷哼一声，今天就算是在王楚家门口蹲，也得蹲到王楚，到时候自己一定要让王楚跪下来给自己道歉。等10分钟就让王楚跪1小时。只是当他来到910家门口的时候，却听见从里面传出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亲，那种声音就像是一双手在挠着痒痒肉一样，让人头皮有些发麻。这是什么声音？电视里的声音还是手机里的？李雪晴秀眉紧蹙，一脸疑惑。但不管如何，里面有声音就代表着王楚在家。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开始用力敲门，砰砰砰！王楚快开门！随即房间里的声音骤然停止，一点声音都没有。李雪晴一听，更确信王楚在家了，接着梆梆梆敲门。王楚，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赶紧给我开门！一连敲了好一会后，910的房门终于是打开了。陈琳那人也是妈了，早上买完菜回家后，收拾了一下屋子。忙碌过后，她坐在沙发上发呆了好半天，满脑子想的都是王楚。明明才说要搬进来一起住的，结果人就不见了。她轻咬嘴唇，指尖捏得有些发白。王楚他该不会不要我了吧？想到这，内心的空白刚刚被填补满的陈琳娜就有些慌乱。于是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敲响了隔壁的房门，结果发现王楚竟然在家。不仅如此，还一把将他拉进屋内，直接开始卸甲。他表情有些抗拒，也仅仅只是在表情上抗拒而已。当王楚的双手抓住他的时候，他在一瞬间便失去了反抗的力气。明明身为宁远境职业者的他，境界比王楚还高出一个大境界，却只能任由王楚摆布。你昨天去哪里了？为什么没回来？什么时候你都能管到我头上来了？陈琳娜发出一声低呼，刚准备说点什么，房门便被敲响了。王楚，快开门！陈琳娜顿时身体一紧，低声说道：是雪晴，昨天刚刚在自己家里隔着房门来了一次，今天来王楚家又遇到李雪晴了。明明雪晴之前1个月都不一定回来一次啊，怎么连着回来了2天？不管他，陈琳娜只能死死地咬住嘴唇，尽可能不发出声音。而门外的李雪晴明显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砰砰砰！王楚，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赶紧给我开门！见女儿一副心急的样子，陈琳娜于心不忍，小声道：小楚，我先去房间里躲一躲吧。王楚微微皱眉，躲什么？说罢，王楚直接抱着陈琳娜朝着门口走去。陈琳娜，小楚，你疯了！咔嗒一声，门锁被拧开，王楚推开一小条门缝，探出了头，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李雪晴说道：你是不是疯了？大早上吵什么呢？王楚，你为什么那么久不开门？你知不知道我在门口等了你半天？李雪晴一开口就是怪罪王楚，刚准备直接推门而入，却发现房门被王楚的身子抵住了。让我进去啊！说完，李雪晴才发现门缝后的王楚露出来的半个身子是光膀子的。你在干什么？王楚冷淡道：干你妈呢？滚啊！老子没空搭理你！李雪晴压了上去，赶紧抵住王楚准备关上的门，威胁道：王楚，你要是再不开门，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王楚喝了一声，还有这种好事？那太好了，你可千万别理我了，一言为定哦。李雪晴直接红温，王楚，你再不开门，我就把你家门拆了。作为断骨境的 S 级职业者，他完全能够一发技能直接把王楚家门给炸了。听到这，陈琳娜心头一紧，
要是门炸了，那门后的情况不要啊？那种事情不要啊？王楚怎么可能会被李雪琴威胁？冷笑道：“你要是不想进局子的事情被全学校的人知道，你随意。”李雪琴见王楚不吃硬，李雪琴改变了策略，放缓了声音说道：“王楚，我知道你在生气，但是郑夏雨他是队长，他的决定我无法改变。你相信我，你把链接重新链接给我们，再把以前那些防具和顺回药剂继续提供给我们。郑夏雨他妈妈是剑圣，随便给你安排一个保送的名额，不是轻轻松松吗？还有，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我吗？等到了帝都大学，我给你和我在一起的机会，给我机会。”对此，王楚冷笑一声：“你脑袋瓦特了吧？别影响我办事了，快滚！”李雪琴微微蹙眉：“办事？你在办什么事？你说能在做什么？说吧。”王楚开始颠勺，李雪琴人都懵了。这个声音是：“铁子，你隔着门在这里做什么啊？我还在门外呢，门还开着条缝呢，你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我不要面子的吗？”下一秒，砰！房门忽然关上，只留下李雪琴愣在门外，一整个人震惊住了。还有一点，不知为何，李雪琴感觉那铁锅发出来的声音好像有些耳熟的样子。那个铁锅，难不成是他认识的人？收拾完一地的洗碗水后，陈琳娜面色纠结道：“小楚，再怎么说雪晴也……”王楚打断了陈琳娜，一脸冷淡：“琳娜阿姨，你别说了，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刚才一句话都不会搭理他，好吧？”陈琳娜知道王楚所说的是事实，李雪琴对王楚的一切所作所为，她是看在眼里的。如果是以往，不管李雪琴做的如何，她肯定是站在自己女儿阵营的。可现在，王楚从李雪琴的青梅竹马变成了王叔叔，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暂且跳过这个不开心的话题，陈琳娜问道：“小楚，昨天晚上你去哪里了？刚好想跟你说来着。”王楚没有将钱莹莹的事情说出来，虽然以陈琳娜100%的沉沦值来说，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没必要。我后天要去一趟帝都。去帝都？你怎么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陈琳娜一脸关心，双手抓着王楚的胳膊道。王楚轻轻摇头，一脸郑重：“我接受了同学的邀请，要去帝都参加一个刚刚出现不久的盛境。很快，2天过去了，卧槽！紫荆花战队实在是太屌了，花了3天的时间，直接把夏雨战队之前保持的记录全都破了。以前怎么没有发现紫荆花战队那么变态呢？据说现在紫荆花战队只剩下4个人，就4个人刷本都能破纪录，实在是恐怖如斯啊！快看，夏雨战队又失败了！”周围学生们戏谑的讨论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巴掌，打在了刚从大地亚龙巢穴副本中出来的几人身上。郑夏雨的神情已经从几天前的不服、愤怒，逐渐变成了现在的麻木。他低声的喃道：“又失败了？怎么又失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虽然他很不愿意相信，但看起来自从王楚被踢出队伍后，一切都变了。随即，他抬起低垂的眉眼，看向李雪琴道：“雪琴，你还没有找到王楚吗？”王楚听到这个名字，李雪琴神色顿时跟吃了翔一样难受。她回想起了前2天被王楚隔着门当面颠勺的事情，勉强说道：“还没有，我跟我妈说了，有王楚的消息会告诉我的。”顿了顿，她找补道：“再说了，也不一定要找王楚啊，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多打几天一定能过的。多打几天。”猪八蛋默不作声。这几天每次副本失败，他们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可是每一次郑夏雨都会被大地亚龙一巴掌拍进墙壁里，怎么看都没有通关的希望啊！艾琳啧了一声，看来还是得靠我呀。郑夏雨问道：“怎么？你有办法？”艾琳呵呵一声：“我约了之前那个被紫荆花战队踢出队伍的家伙，听说他手上掌握紫荆花战队速通的攻略。”夏雨战队的众人顿时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了通关的希望了。另一边，今天是盛境开启的日子，王楚按照约定来到了紫荆花战队基地。刚到基地门口，宁竹清看到王楚，几乎是跳着过来的，脸上挂着笑容道：“王楚，你来了。”“不好意思，久等了。”王楚微笑着点了点头，主要还是琳娜阿姨过于磨人了，多折腾了一会。自从知道王楚要去盛境后，陈琳娜就咬着嘴唇，拉着王楚疯狂浇灌贪欲之花。还好王楚年轻身体好，不然怕是今天都起不来床了。宁竹清的身后跟着名中年男子，面容坚毅，浓眉大眼，军装笔挺，肩张黄眼。他看见宁竹清的反应，眉毛明显抬了一下，目光刀子似的刮过王楚，里头就一个意思，就是这小子。宁同学，这位是？王楚觉得对方有些眼熟，应该是游戏里的某一名剧情之中的 NPC， 要么就是在电视或哪里见过，反正不简单。宁竹清收了收表情，转头介绍道：“这位是大夏府淮海军区的司令张远。”张远这名字一出，王楚倒是想起来，淮海军区的司令张远，通神境的强者。张远冲王楚点了下头，直接开口：“王楚，终于见到你本人了。”王楚挑了挑眉：“张司令话里有话，还请直说。”张远沉声道：“自从小姐选择你作为进入盛境的队友后，你的名字在整个大夏府高层之间便已经火了。”宁竹清给了张远一个眼神，但张远当作没看见。谁都搞不懂为什么小姐会选择一名只有 B 级天赋、刚刚踏入断骨境的职业者一起进入盛境。不过张远顿了顿，眯起双眸：“传闻似乎有误，你不是刚刚踏入断骨境，
至少也有断骨4重了。张叔，宁竹清有些不悦，秀眉微蹙，想要插话，被张远一个手势止住。小姐，容我再说2句。张远的浓眉大眼盯着王楚，眼神格外认真。我不管别人，我相信小姐的眼光。既然小姐选择你，自然有她的道理。但是慎静不是儿戏，不只是大夏府的人，每个州府的人都会将目光放在你们身上，看看你们会不会闹笑话，会不会出事。他的每个字都格外沉重，别让他选错了人。王楚，不是，怎么搞得好像是你在嫁女儿呢？那么煽情。王楚也没有嘻嘻哈哈，反而是很认真的看着张远。张司令请放心，作为大夏人，自然知道每一个慎静对于大夏而言有多么重要。我既然会答应您同学的邀约，自然是有把握在的。张远微微颔首，其实一开始他是做好当坏人的准备来的。如果那名叫做王楚的男生一看就不靠谱，哪怕是惹宁竹清生气，他绝对会强行介入。但当他看见王楚本人的时候，心中那一丝芥蒂便落了地。第一眼，这人看着不像骗子；第二眼，看着挺靠谱的；第三眼，就是他了。在女神链接的巨幅属性增幅下，王楚已经颇有成为魅魔的潜质了。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将已掌握的一些慎静资料向你分享一下。张远说着，抬手一挥，一道淡蓝色的光幕瞬间如同水波般轻轻荡开，将整个客厅包裹其中。王楚眸光微闪，通神境强者的特殊能力，心神外放。这是心神外放，等你踏入通神境，自然会掌握。张远看见了王楚的表情，淡淡道：在这范围内，所有的事物都受我的掌控，包括声音。说罢，他继续抬手在虚空中轻点，投影光幕弹射而出。王楚一眼就看出投影上画着的是大夏府的地图，而在大夏府边界上有着一个巨大的红点，这是此次慎境出现的位置，位于大夏和太仓的交界处。竟然在大夏府和太仓府的交界处，王楚这下明白为什么对这次的慎境会格外的关注了。因为这种出现地点存在争议的慎境，有且只有一种解决的方式，那就是争夺。这一次的慎境仅开放4个位置，并且限制宁远境以下的职业者进入。我们大夏府和太仓府各自分配到2个名额，只要我们能够成功通关慎境，便能将慎境转化为属于我们大夏府的试炼之地。张远沉声介绍道。王楚点了点头，表示知晓。什么等级的慎境被攻略后，就会转化成相对应等阶的幻域试炼。简单的说，就是开放新的难度副本，通关后能够获得大量的奖励。对于一个州府来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能够帮助宁远境以下的职业者快速升级，获得大量资源。相反，如果慎境难度过高，一直迟迟无法攻克，那么慎境最后会越来越大，直至危及周围。张远一脸严肃道：暂且不说试炼之地的事情，就单凭与太仓府进行2v2的争夺，我们就不能输，一定不能输。看起来是2v2，但实际上是大夏府和太仓府之间的争夺，谁要输了，命丢没丢先不说，那脸是被啪啪啪的打呀。随后张远在光幕上又点了几下，2张照片便被投放出来。左边的是一名红发男子，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右边的照片则是一名银发如雪、脸色淡然的女生，两人的面容有几分相似。张远指了指左边的男生，介绍道：此次慎境太仓府有极大的概率是派这2名职业者出战。宫城田19岁 S 级天赋扬言断骨境9重，是太仓府宫城家的新生代最强者。据说他随时可以突破至宁元境，却一直将自己的境界压制在断骨境，为的就是锤炼他的扬言。右边这位是他的妹妹，跟你们一样都是高3的学生 ，S 级天赋鹰眼断骨境6种。要注意的是，宫城美虽然看起来境界不高，但是据说她与宫城田一起能爆出成倍的战斗力。仔细端详了下这2人的模样，再回忆了一下这2个名字，王楚表示很放心，2个在游戏主线和支线里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炮灰罢了，不用在意。不过单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大夏府派出的王楚和宁竹清确实是逊色许多，也难怪会被人看衰。王楚摩挲下巴，眼角的余光扫过宁竹清，此刻他正在仔细研究着宫城田和宫城美的资料。那么问题来了，大夏府的府主也就是宁竹清他爹，在这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见女儿随便就拉上一名 B 级天赋的黄毛就要进慎境，难道没有意见吗？毕竟2v2的慎境既分高下也分生死。在介绍完除了宫城田、宫城美兄妹俩后，张远又介绍了几名潜在的可能存在的对手。看了眼时间，张远沉声道：时间差不多了，该准备前往慎境了。同一时刻，太仓府中宫城家的会议室内，具体的情报便是如此。一名白发老者结束完介绍后坐回位置上，大理石长桌面前，一道挺拔的身姿正端坐于此，一头红色短发如同火焰般燃烧，正是刚才资料上的宫城田。噗嗤，距离宫城田最近的位置上，一声毫不掩饰的嘲笑声打破了安静。一袭银白色的长发垂直腰间，宫城美面容姣好，长相甜美，但眼眸中满是戏谑刻薄的神色。大夏府是没人了吗？怎么连这种阿猫阿狗都派出来了？他看着手中关于王楚的那一页资料，像是看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随手将其扔在了桌上。宫城田听闻看了他一眼，眼神中满是宠溺。妹妹万万不可轻敌，
大夏人最喜欢扮猪吃老虎了，遇上他还是必须全力以赴的。闻言，宫城美再度笑道：“扮猪吃老虎，哥，你也太谨慎了吧！B 级天赋，还是个刚刚踏入断骨境的垃圾。我看他是真的猪，若是遇上了，我怕我稍微一用力就把他给捏碎了，到时候还要怪我欺负弱小呢。”对于慎敬，他干劲十足，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结果就这一个除了脸长得好看点，一无是处的废物。哎，哥，你说这王储该不会有什么特长，把宁竹清迷得不要不要的？要不然宁竹清怎么会带那么一个垃圾一起进慎敬？宫城田无奈地笑了笑：“妹妹，你不要把大夏高层都当傻子。既然大夏府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出此人参战，那就代表着这个叫王储的肯定拥有过人之处。我还是那句话，遇到王储也好，遇到其他人也罢，只要是战斗，必须全力以赴。”切！宫城美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屑：“哥，你就看吧，等我遇到王储，直接把他打得跪下叫妈。”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宫城田手中那份一直没有翻页的资料上，那是宁竹清的资料。哥，我说你怎么一直盯着这宁竹清的资料看半天了？宫城美眉头一挑，戏谑道：“怎么看上这小浪蹄子了？不得不说，这大夏府府主的女儿长得确实好看，连我都有些心动了。”听到妹妹的调侃，宫城田也没有反驳，他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资料上宁竹清的照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怎么说对方也是大夏府府主的千金，若是直接杀了，未免有些暴殄天物。说到这，他顿了顿，悠悠说道：“要是能驯服他，对我们太仓也有好处。以他的身份，做我的内侍倒也是足够了。”此话一出，会议室内的其他宫城族人纷纷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发出阵阵哄笑。哈哈哈，少爷说的对，大夏府府主的女儿给少爷做内侍，那是他的福气。这次大夏府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竟然遇上了少爷和小姐。在太仓府，宫城田与宫城美这一对兄妹的名声可谓是如雷贯耳。S 级天赋杨言和 S 级天赋鹰言，两人心意相通，一旦联手，阴阳双言交汇，爆发出的战斗力呈几何倍数增长。一般的宁园境职业者在他们面前都撑不了几招。所有人都已经能够预见到，在慎境之中，那2名大夏府的参赛者将会遭遇怎样残忍的虐杀与羞辱，那绝对是要遭老罪了。大夏与太仓的交界处，几道人影飞快落下，在通神境强者张远的带领下，几人仅用了不到1个小时，便来到了慎境出现的地方。沿路上，王储看见了许多穿着军装的士兵们值守，可见对慎境的重视。这就是慎境吗？空气中弥漫着扭曲的空间波纹。宁竹清看着眼前那如同极光般绚烂却又充满危险气息的漩涡，深吸了一口气道：“王储也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慎境，跟游戏里长得倒是差不太多。小姐，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张远沉声道。随即他看向王储，眉头微皱：“王储，我还是那句话，小姐就交给你了，祝你们凯旋。”王储淡淡一笑：“放心吧，张司令。”距离慎境开始还有几分钟，宁竹清拉过王储，从职业空间中拿出了几瓶药剂，还有一件防具。王储眸光微闪，他一眼就认出了宁竹清手上的这些东西。王储，这几样东西你拿好。宁竹清轻声道：“这魔力瞬回药剂，这几天在淮海市突然爆火，经过测试，能够瞬间回满断骨境职业者的魔力。”王储挑了挑眉，眼神中闪过一丝玩味。在钱莹莹的操作下，这几天淮海市的钱家商行可谓在风口浪尖上，推出的瞬回药剂以及附加了能够完全抵消断骨境怪物伤害附魔的防具，直接让钱家爆火。还有这件防具能够完全抵御断骨境怪物的攻击，不过经过测试，最多承受20下攻击，附魔效果就会消失，所以用来保命不错。能躲避的攻击还是尽量的躲避，不要过于依靠外物。这么夸张？这东西不便宜吧？宁竹清点点头，是不便宜，但相比起同功效的通神境药剂就便宜很多了。说起药效异常的药剂，宁竹清想起前几天在大地亚龙巢穴中王储提供的土元素清和药剂，他有种猜测，或许这突然冒出来的药剂与王储有关也说不定。只是这猜测实在是过于骇人，他一时间也不敢肯定。收起药剂和穿戴好防具后，王储本来还想打听大夏府官方对于这些东西的看法，前方的漩涡却猛地扩大。时间到了，王储与宁竹清对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同时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漩涡之中。不远处，张远看着那2道一往无前的背影，思绪万千。不知为何，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或许这一次的慎境将会对今后的大夏府影响遥远。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感后，视线重新聚焦，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充满了迷雾的灰暗森林。王储，跟紧我！一进慎境，宁竹清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他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造型奇特的银色长枪凭空出现，枪身修长，流淌着紫色的雷霆电弧，枪尖斜指向地，身姿飒爽。嘶嘶嘶！下一秒，四周的树上传来了密集的摩擦声，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在迷雾中亮起。小心，是石像鬼，数量还不少。宁竹清秀眉微蹙，低声念道：“雷神区！”轰！顷刻间，宁竹清周身雷光炸裂，蓝紫色的雷霆疯狂环绕，
石像鬼这种生物物理防御极高，是许多近战职业者的噩梦，但不包含宁竹清在内。S 级天赋，万雷天书，天生就是这类暗黑生物的噩梦。砰！地面被踩出一个坑洞，宁竹清的身影瞬间暴起，冲进石像鬼群中，开始疯狂绞杀。无数的石像鬼还未来得及行动，就被蓝紫色的雷电湮灭。只不过宁竹清很快就发现了异常，他几个闪身回到了王储身边，气息微喘。不对劲，明明已经杀了很多石像鬼了，但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没错，这些石像鬼一直在生成。王储淡淡道。宁竹清蹙起秀眉，提枪就准备冲锋，那我就杀到他们生成不了为止。王储之前也没感觉你这人那么火，提枪后人都不一样了是吧？等等，王储赶紧制止，这些石像鬼是无限刷新的，硬杀肯定是杀不完的。宁竹清嘴巴张了张，无限刷新的是，但破解的方法也很简单。王储抬起手，指左前方角落里一根不起眼的石柱，在迷雾和重石像鬼的遮挡下，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清。看到那根断裂的石柱了没？那里就是石灵的阵眼，把下面那块红色晶体给轰碎了就可以了。宁竹清也不知道为何王储会知道的那么清楚，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高挑的身姿瞬间冲天而起，长枪被他平举在胸前，长发随雷光狂舞。下一秒，他手中的长枪枪尖竟然翻了起来，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炮口。王储，不是，你的长枪还有这招呢？时代变了呀！雷贯炮，轰！一道粗大的紫色雷柱瞬间贯穿了迷雾，精准无比的轰击在那块红色晶体上，咔嚓！仅仅一吸，那块晶体便四分五裂，原本铺天盖地袭来的石像鬼瞬间僵硬，随后化作无数碎石崩塌。宁竹清落地，美眸中满是惊喜，真成功了！他转头看向王储，后者的神色风轻云淡，眼眸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待王储进来，慎静，果然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要换做其他人的话，估计这会还在硬着头皮跟石像鬼战斗呢。另一边，石像鬼什么垃圾？宫城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随手一挥，冰刺呼啸而去，瞬间秒杀数只石像鬼。这里是慎静，别大意，宫城田说道，但神色十分轻松。区石像鬼在他们眼中跟路边的蝼蚁没有什么两样。哥，2分钟，开始计时。宫城美呀呼一声，直接冲进了石像鬼群之中。顷刻间，冰晶疯狂绽放。宫城田装逼的靠在一棵树上，一脸淡然的掏出计时器开始计时。这是他们兄妹俩之间经常开展的小游戏。2分钟后，哥，这些恶心的东西怎么杀不完的呀？又过了2分钟，哥，我魔力要用光了，哥，救我！轰！热浪在石林中炸开，宫城田无法再坐视不管，火焰瞬间从双手倾泻而出。作为太仓府新一代天之骄子之一，年纪轻轻便已是断骨境9重，随时可以踏入宁元境的他，实力毋庸置疑。各种火焰系技能在 S 级天赋杨岩的加持下，瞬间将成片的石像鬼烧成了灰烬。真是见鬼了，这石像鬼怎么没完没了的？宫城美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撤到后方，掏出药剂喝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恼怒。宫城田失去了刚才的淡定，眉头紧锁道，这应该是慎境中的某种机制，光靠击杀石像鬼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得尽快找到源头才行。话虽如此，但在这迷雾重重的石林里找源头谈何容易？两人只能硬着头皮一边战斗，一边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寻找。不知道过了几分钟后，宫城田一发岩爆打偏了，直接轰碎了石柱。咔嚓，随着晶体破碎的声音响起，整个石林瞬间安静了。还在进攻的石像鬼瞬间崩塌，化作灰烬。哥，你也太厉害了吧，你怎么做到的？宫城美眸一亮，直接抱住了宫城田的胳膊。宫城田擦了擦额头的细汗，眼中闪过一丝庆幸。可，这种简单的副本设定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早就知道通关的条件，只不过想看看多刷几分钟能不能出点什么隐藏 BOSS 呢？这第一关的难度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如果不是那发岩爆歪打正着，天知道还得在这里打多久的石像鬼。哥，你说就连我们2个通过第一关都得费点功夫，那大夏府的宁竹清还有那谁不就过不去了吗？宫城美说道。宫城田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嘴上却说着不好说，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行。哎呀哥，你就是太过于谨慎了。宫城美娇嗔一声，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实话说，就连我在刚刚都感觉到吃力了。如果大夏派出的2人都是宁竹清那样的实力，通过第一关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还有那名叫做王储的在拖宁竹清后腿，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被石像鬼撕成碎片了吧。宫城美笑得很开心，俨然已经忘记刚才自己在那边疯狂喊救救救的场面了。宫城田也笑出了声，虽然刚才遇到了点小问题，但只要想到大夏府2人的惨状，心里就平衡多了。与此同时，慎境深处第3关通关，王储拍了拍手，一脸轻松。在他身后，宁竹清正收起长枪，神色复杂地看着他。连着第2关第3关这一路走来，他对王储的认知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刷新了。第2关的流沙陷阱，第3关的幻影迷宫，每一个看起来都足以困死无数天才的关卡，在王储面前都只是一眼，仅仅只需要一眼
便能发现关键所在。更不用说沿路上还有各种机关设置。走左边第3块砖，那个机关别碰，那是假的。打那个红色的点，那是弱点。王楚甚至都不需要出手，只需要站在旁边动动嘴皮子，那些原本凶险万分的机关陷阱就被轻松破解。这种感觉就像是他在逛自家的后花园一样。王楚，宁竹清忍不住开口：“为什么这些关卡你都知道？难道你以前来过？”“我怎么可能来过？”王楚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打游戏？呸！攻略副本要靠脑子。他在游戏里确实没来，也没有来过这个圣境副本，但全球无考这款游戏中存在的各种副本设定，万变不离其宗。王楚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关卡可能涉及什么设定，然后往上套就可以了。”看着王楚，宁竹清心中不禁感慨：这种人才，郑夏雨那女人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才会把他踢出队伍？还有夏雨战队的其他，是不是一个个脑子都被驴踢了呀？放着这么个大腿不抱，反而觉得王楚什么都没做。现在没了王楚，连大地亚龙巢穴都通不了了。说到夏雨战队，宁竹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问道：“对了，你的天赋链接为什么不给我用？20%的属性，我们的效率还能快上不少。”王楚听闻，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不是不给你链接，只是我的链接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手段才能够生效，现在不太方便。”“什么特殊的手段？我不介意的。”宁竹清有些好奇。王楚轻轻摇头：“放心吧，真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不会客气的。”宁竹清此时还不知道王楚所说的不会客气是什么意思，不过既然王楚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再追问。看着宁竹清懵懂的样子，王楚心中暗笑。女神链接的200%属性增幅目前是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想给宁竹清加属性随时都可以，但是他要我就给，那不可能。按小仙女的话来说，如果就这么轻易给了，是会不懂得珍惜的。养养鱼没啥问题吧？很快两人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荒地之中。王楚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场景，淡淡道：“三面环山，没有通道，或许这里就是最终 BOSS 的所在地了。”宁竹清听闻，神色一凛，手中的长枪再次握紧。下一秒，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扑面而来，压抑到极致的恐怖气息瞬间弥漫而来。嘶嘶嘶，令人头皮发麻的嘶鸣声在空旷的场地扩散开来。小心！宁竹清低喝一声，全身雷光瞬间暴涨，砰！伴随着剧烈震动的地面，沙尘先是扬起，然后被骇人的怒吼声冲散。沙尘之后，一个庞大的身影缓缓出现。看清 BOSS 的真容后，宁竹清的双眸骤然紧缩。这是三手魔蛇，还是宁元镜的三手魔蛇？三手魔蛇中间的头颅高高昂起，猩红的信子在空中吞吐。看着三手魔蛇，王楚微微皱眉，确实有点麻烦了。三手魔蛇在游戏中并不算特别稀有的 BOSS， 但绝对是同级别中最恶心的那一种。3个脑袋分别掌握毒、火、土3种属性，攻击手段多变，还皮糙肉厚，防御高的离谱。王楚，你自己小心点！宁竹清娇喝一声，身形如电，瞬间冲了出去。以他断古境的境界，要对抗宁元镜的三手魔蛇本就是劣势。在这种场合，已经很难分出神来照顾王楚了。滋啦！蓝紫色的雷霆在他周身疯狂跳跃，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残影，直刺中间的蛇头。雷法！好！魔蛇中间火属性的头颅猛地张开大嘴，一道粗大的火柱顷刻间喷涌而出。轰！两股力量在空中剧烈碰撞，能量猛然迸发。好强！宁竹清心中一惊，这宁元镜的三手魔蛇是他目前为止遇见过的最恐怖的存在了。不行，必须赢！他咬紧牙关，脚尖点地的同时猛地爆发，枪势一变，转刺为扫，试图攻击魔蛇的腹部软肋。轰！一堵土墙瞬间升起，抵挡住了他的攻击。紧接着，那条粗壮的蛇尾直接摧毁了土墙，带着呼啸的风声横扫而来。宁竹清只来得及将长枪横在胸前格挡，砰！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袭来，宁竹清倒飞而出，勉强保持姿态，架着长枪在地上拖出了好长一段距离。咳，宁竹清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握住长枪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差距太大了。眼前的三手魔蛇最少也有宁元镜2重的实力，两者之间的鸿沟根本不是靠技巧就能轻易弥补的。如果他是断古境9重，或许还能依靠 S 级的天赋与之一战，但现在不行。就在他感到一丝无力和迷茫时，一道身影来到了他身边。怎么样，还能打吗？王楚声音依旧是那么平淡。我可以。宁竹清强行压下体内的翻涌的气血，深吸一口气，眼神坚定地看着王楚。不可以也得可以。王楚只是冥币级天赋链接的断古境职业者，怎么可能会是三手魔蛇的对手？更不用说王楚是自己邀请进来的，他要为王楚负责。王楚，请把你的链接给我，哪怕多20%的全属性也是关键。至于你所说的什么条件，再苛刻也完全不是问题，我能够接受。要快，三手魔蛇要来了。王楚看着宁竹清的双眸，点了点头。好，那么宁同学得罪了。话音刚落，在宁竹清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王楚突然上前一步，伸手扣住了他的后脑勺，然后宁竹清的美眸瞬间瞪大，瞳孔地震，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瞬间冲击着他的大脑。
不是，这就是你说的苛刻条件。他下意识的想要推开王楚，但身体却一动不动。这种感觉好像并不讨厌。还没等他细想，一股庞大到令人窒息的能量从他的体内涌出。叮，女神链接已生效，获得全属性200%增幅效果。等等，200%？宁竹清彻底傻眼了，不是20%吗？怎么变成200%了？这一刻，宁竹清的力量、速度、反应、感知，所有的属性都在这一刻疯狂飙升，增幅200%，也就是刚刚3倍的全属性。好，就在这时，三手魔蛇的攻击已至。宁竹清此时虽然还处于懵逼加羞涩的状态，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却快得惊人。他将王楚推开，随即迎着三手魔蛇冲了上去。轰！三手魔蛇的攻击被他的随手一枪直接击溃。这力量，宁竹清看着自己的双手，他感觉现在的自己强得可怕。别发呆了，他来了！王楚的声音适时响起。宁竹清眼神一凝，瞬间进入战斗状态。轰！他脚下一踏，再次迎上了三手魔蛇。这一次不再是试探，而是正面硬刚。砰砰砰！长枪与蛇鳞碰撞，发出金铁交鸣的爆响。原本坚不可摧的鳞片，在200%增幅后的雷霆之力面前，竟然开始片片碎裂。三手魔蛇发出痛苦的嘶吼，3个脑袋疯狂摇晃，试图反击。往后退10米，王楚的声音悠然响起。宁竹清下意识地向后一跃，呼，一道火柱擦着他的衣角飞过，连根毛都没烧到。左边那个蛇头要喷毒，打他下颚。噗！长枪如龙，精准地刺入左侧蛇头的下颚软肉，一口毒气憋在嘴里，又咽了下去。在王楚那如同开了全图卦一般的指挥下，宁竹清越打越顺手，越打越心惊，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闪避，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一样完美。这魔蛇的每一个技能前摇，每一个弱点部位，王楚竟然全都了如指掌。这还是人吗？王楚低喝一声，最后一击，心脏。宁竹清眼中金光爆闪，雷神躯，雷之一闪，轰隆，雷鸣声在这一刻骤然响起。宁竹清手握长枪呈突刺状，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三手魔蛇的身后，而三手魔蛇的心脏部位已经被贯穿出了一个巨大的血洞。几息后，三手魔蛇轰然倒地。宁竹清喘着粗气，转头看着眼前巨大的蛇尸，高耸的胸脯剧烈起伏。赢了，竟然真的赢了，而且还是以一种近乎碾压的姿态赢了。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那名少年，右手轻轻举起，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复杂情绪。那是我的初吻。哈基楚，原来你说的不会客气的是这个意思吗？等我一会，我收集点材料。王楚没有对刚刚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进一步叙述，走到三手魔蛇的尸体旁开始分尸。这玩意可是好材料啊，能卖不少钱呢，还报了几件装备，等会你看看有没有你要的呀。王楚的声音传来。宁竹清回过神，脸上一红，他走到王楚的身边，从魔蛇的尸体旁捡起了一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晶体肾镜核心。有了这个东西，大夏府便能掌控肾镜所转化而成的幻域试炼。然而就在这时，两道身影带着破空声从远处的迷雾中疾驰而来。住手！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他们卡在第3关迷宫卡了好久了，结果突然发现地迷宫突然消失了。宫城田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肾镜被攻略了，那还玩个屁啊！于是兄妹俩使出了毕生的力量，一路冲刺到了这里。宫城美顺了顺气口，走到了宫城田身前，双手叉腰，仰起头，趾高气昂地用鼻孔看着王楚和宁竹清道：“把肾镜核心交出来，本大小姐可以饶你们一命。”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宫城田死死盯着宁竹清手中的肾镜核心，眼中的贪婪几乎要溢出眼眶。那可是能将肾镜转化为幻域试炼的关键道具，只要拿到它，宫城家妥妥立下大功，而他宫城田在太仓府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上升。至于眼前两人，看宁竹清的样子，明显刚刚经历完大战，已是强弩之末，而他身旁的王楚，垃圾罢了，不值一提。宫城田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领，脸上重新挂起了那副虚伪至极的笑容。宁小姐，我们太仓府与大夏府虽有摩擦，但也算得上是邻居，看在令尊大夏府府主的面子上，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他伸出一只手，语气中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感。只要你把肾镜核心交出来，我可以放你们一马，让你们活着离开这里，怎么样？哥！宫城美双手抱胸，目光在王楚身上转了一圈，眼中满是异样的神色。哥，你就别装了，不趁现在下手，还等什么时候？你不是早就想尝一尝大夏府府主女儿的滋味了吗？至于这位小哥，他舔了舔鲜红的嘴唇，眼中闪烁着变态的光芒。我原本还以为大夏府没人了，以至于宁竹清把你拉进来了，现在一看，难怪宁竹清会力排众议把你带进来，看来他真的对你很着迷啊。原本还如临大敌的宁竹清一下子脸都红起来了。不是，你别乱说啊，什么叫着迷啊？老娘要把你们都杀了！宁竹清深吸一口气，猛地握紧了手中的长枪，白皙双腿的肌肉瞬间紧绷，青筋直接暴起，神经瞬间紧绷到了极点，蓝紫色的雷电开始在身躯上翻滚环绕。王楚，如果遇到危险，直接往我这里跑，我会把他们都杀了。
宁竹清冷声道，横举着长枪，眼神低垂。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王楚懒洋洋的声音响了起来：“宁同学，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说罢，他只是随意的抬起了手，指尖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芒。砰！一声沉闷的爆响，如同熟透的西瓜骤然炸裂。刚才还在疯狂叫嚣的宫城美，声音戛然而止，她的胸口瞬间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大洞，滋啦，鲜血直接如喷泉般从背后涌出。片刻后，伴随着滴答滴答的血液滴落在地面的声音，宫城美一脸不敢置信的低下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胸口，她的眼中充满了迷茫和恐惧，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我死了？那个废物，这怎么可能？生命力在快速流逝，他的双眸迅速失去了焦点。砰！带着温热的尸体直挺挺地砸在地上，溅起一地灰尘。宁竹清猛地转过头，美眸疯狂震动。刚才那一下太快了，快到连拥有200%全属性加成的他都没有看清王楚的动作，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天赋不是 B 级的链接，一个辅助系的天赋怎么可能释放出威力如此恐怖的瞬杀技能？妹妹！直到这时，宫城田才终于反应过来，他看着倒在血泊中、胸口被洞穿的妹妹，整个人都呆住了，脑海中一片空白。那个从小被他捧在手心里，无论闯了什么祸都有他兜着的妹妹，就这么死了啊！啊呀呀！极度的悲痛和愤怒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宫城田的喉咙发出了不似人的嘶吼声，双目赤红，如同疯魔一般，死死地锁定了王楚。恐怖的烈焰从他身上疯狂涌起，周围的空气都被灼烧得扭曲起来。S 级扬言天赋的能量在这一刻展现无疑。此情此景，王楚只是淡定地拍了拍手，转头看向宁竹清：“宁同学，我继续处理三手魔蛇的尸体，这家伙就交给你了。”说完，他甚至直接转身朝着三手魔蛇的尸体走去，留给宫城田一个背影。啊呀呀呀！王楚，你给我回来！王楚，我要杀你了！宫城田怒了，非常愤怒，但终究也只是无能狂怒。面对着拥有强大的万雷天书天赋，并且全属性增加200%的宁竹清，他拿头打。轰！长枪如龙，雷霆炸裂。宁竹清没有任何犹豫，开启雷神区，直接迎着那漫天烈焰冲了上去。没过多久，身后的轰鸣声渐渐平息，宫城田浑身是血得半跪在地上，胸口已经被宁竹清的长枪贯穿。他死死地盯着正在收拾三手魔蛇躯体的王楚，双眸中满是怨恨。原以为今天是一把虐菜局，却没想到当初一句扮猪吃虎一语成谶，那个他们最看不起、被视为混子的王楚，竟然直接一个见面就击杀了宫城美。还看你那么凶做什么啊？宁竹清撇了撇嘴，直接放电啊！伴随着最后一声绝望而不甘的惨叫，一切归于平静。王楚正好把最后的材料收进空间中，起身走了过来，在宁竹清脚边，宫城田早已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死得透透的。今天收获不错，大量宁元境的材料，三手魔蛇的舌头还可以换不少的军勋，真是谢谢宁小姐带我这个混子进来，甚敬了。王楚笑着说道。说罢，感觉时间差不多了，直接取消了链接在宁竹清身上的女神链接。一瞬间，强大的力量如潮水般退去。宁竹清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那种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真的让人很迷恋。原来想着是带王楚进来当谋士的，结果发现这个谋士不仅实力强大，还有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天赋，最主要的是那个温热湿润的感觉一直忘不掉。你的天赋不是能够增加20%全属性的链接吗？怎么？宁竹清问道。王楚淡淡一笑，搬出了早就想好的说辞，一开始是 B 级的链接没错，但后来我的天赋不知为何进化成了 S 级天赋女神链接。不过你也知道的，虽然增加的属性多了，但是条件更加苛刻了。说到这，王楚露出了尴尬的表情，挠了挠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想弄的。抱歉宁同学，事态紧急来不及先征询你的意见。没事。宁竹清红着脸轻轻摇头，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夏府200%的全属性加成啊！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想要成为王楚队友的人估计可以从大夏府的北边一直排到最南边了。郑夏雨还有李雪晴，你们真是大傻逼啊！两人交谈之际，王楚却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一般来说，肾境核心已经被收走，肾境失去了支撑的力量，应该早就要结束了才对，为何会不对？王楚猛地扭头看去，瞳孔瞬间睁大，不知道在何时，一道黑色的修长身影已经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宫城田焦黑的尸体旁。阴冷的声音不大，却十分清晰地传入了王楚和宁竹清的耳朵中。结，好久没有品尝过那么正宗的怨恨之力了，多么美味啊！肾境之外，烈日高悬，张远如同一尊雕塑，一动不动，负手立于漩涡入口之前。1个小时了，也不知道里面的进展如何。他神色凝重地想着，不过在外面瞎想也没用，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下一秒，原本平静的漩涡入口剧烈颤抖起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开始从缝隙中渗透而出。同一时刻，张远的瞳孔猛地收缩成针芒状，浑身汗毛瞬间炸起。这股气息是虚空。作为通神境强者的张远，
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本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满脸的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虚空生物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完全驱逐出去了，只能苟延残喘于虚空战场，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的大脑 KFC 开始疯狂运转，是残党，还是有什么阴谋在孕育？不管是什么情况，出大事了！如果圣境里真的出现了虚空生物，那么宁竹清河王储凶多吉少。不仅是在副本里的宁竹清河王储，要是圣境失败，虚空生物外逃，这附近的生灵都将涂炭。他猛地转身，冲着身后的副官发出雷霆般的咆哮：淮海军区镇妖军听令，全体集结，立即拉响一级警报，封锁周边20公里，不50公里，哪怕是一只苍蝇也绝对不能放出来。下达完命令后，张远深呼吸一口气，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那位的女儿还在里面呢。圣境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咔嚓咔嚓，那道漆黑修长的身影正蹲伏在地，贪婪地啃食着宫城田焦黑的尸体。随着每一口血肉的消失，他身上那股阴冷邪恶的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暴涨。宁竹清看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娇躯不受控制的轻微震颤，这股气息让他本能地感到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就在他大脑一片空白之际，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将他拉了回来。王储没有半句废话，直接扣住了他的后脑勺，对了上去。在宁竹清一脸震惊，温热的触感瞬间封住了他的惊呼。还没等他从羞涩中反应过来，那股熟悉的狂暴力量再次涌入体内。叮，女神链接已生效，获得全属性200%增幅效果。才刚刚断开链接，就马上链接了。王储突然意识到，咦，以后就给自己的女神链接加一个具体的时限设定好了，这样子想要女神链接就必须来上那么一次，这沉沦值还不猛猛上涨。可惜的是，王储暂时还没有将宁竹清作为链接对象，无法看见对方的沉沦值。松开气喘吁吁的宁竹清，王储冷静地盯着那只怪物。别发呆了，那是虚空生物。宁竹清从娇羞中清醒过来，虚空生物，他们不是早就被……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漏网之鱼，又或许是有什么人在其中作祟。王储没有直接说出结论，他当然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游戏马上进入主线，届时虚空生物将重归世界，群众里有坏人啊，铁铁。而这一次则是虚空生物回归的前兆。在全球无考游戏中，这段剧情只存在于回忆里。圣境攻略失败，开始扩张，然后当有人发现虚空生物的影子时，为时已晚。他已经吞噬了不少职业者，愈发强大，最终惊动了2名山海境的顶级强者联手，才在其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将其镇压。不过王储眯起眼睛，仔细感受着眼前怪物的气息波动。眼前的虚空生物和游戏记录中那个屠戮无数生灵的魔物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宁元境6、7重的样子，距离触摸玉虚境的门槛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虚空生物最恐怖的就是其成长速度，他刚刚苏醒，还在虚弱期。王储眼中金光一闪，语速飞快地说道：现在通过吞噬尸体恢复实力，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吃下去，动手弄死他。宁竹清闻言，架势一摆，在王储话音落下的瞬间，便化作一道雷霆冲了出去，执行力拉满，雷法穿云，轰！缠绕着恐怖雷光的长枪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直刺怪物后心。结！虚空生物发出一声刺耳的怪笑，竟然不闪不避。他猛地转过身，漆黑的气息化作手掌，直接抓住了刺来的枪尖。滋啦滋啦，无往不利的狂暴雷电在接触到他的瞬间，竟然如同泥牛入海般消失了。什么？宁竹清心中大惊，只感觉长枪仿佛刺入了一座大山之中，纹丝不动。对方的力量和防御比那条3手魔蛇强了不止一个档次，甚至连他的雷系异能都受到了极大的克制和削弱。看着这一幕，王储的眉头微微皱起。虚空生物之所以难缠，就是因为其奇怪的设定，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物抗法抗极高。但是王储双眸一凝，哪怕是虚空生物，本质上也是依托于某种元素构成的实体，更何况他现在几乎还只是刚刚苏醒的状态，还十分弱小。可以杀，准备你最强的一击，配合我。好。宁竹清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往后一跃。王储抬起右手，张开手掌，对着虚空生物一抓，哗啦，是水流的声音。下一秒，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水流变成了湍急的瀑布。拥有着法神的加护的王储，几乎可以驾驭所有的元素以及所有的技能，只要他的魔力足够。而王储最不缺的就是魔力。左手从空间掏出一瓶顺回药剂，直接满上。深渊牢笼，轰隆隆，无数条由高压水流凝聚而成的锁链从四面八方死死缠绕住虚空生物的身躯，然后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球，将其包裹进去。虚空生物咕噜咕噜咕噜。不仅如此，在王储的操控下，这巨大的水球还在不断压缩。竹青，就是现在！王储沉声道。宁竹青虽然惊讶于王储竟然还能释放出这么强大的水系技能，但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迟疑。他高高跃起，身后的雷霆虚影几乎凝成实质，所有的力量全部汇聚在这一枪之上。刺穿湮灭之枪伴随着一声交合，他猛地掷出了手中的长枪，砰！
气浪成圆圈向外扩散，裹挟着雷霆的长枪在顷刻间洞穿了被困在水球中的虚空生物，并且在水元素的加持下，那雷霆的威力被放大了数倍。咕噜咕噜咕，顷刻间，虚空生物那黑色身躯在雷光中寸寸崩裂。赢了！落地后，宁竹清难以置信地看着已经消散的黑影。刚才虚空生物带给他的那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依稀存在，可现在他转头看向王楚，后者一脸的风轻云淡。他所掌握的那股力量究竟从何而来？似乎不像他所说的仅仅只是女神链接那么简单。甚境之外，气氛凝重，数千名镇妖军士兵严阵以待，魔力回路处于随时激活的边缘。张远站在队伍的最前方，眉头紧锁，他的目光死死锁住那个不断扭曲的漩涡入口。小姐，他苦笑着自言自语，没想到小姐第一次参加甚境，竟然就遇上了虚空生物，这也太倒霉了吧。刚想到这，漩涡剧烈震荡，那一圈圈波纹仿佛随时都会炸裂。来了！张远瞳孔骤缩，砰的一声，瞬间腾空，全军戒备，无数的目光同时对准了甚境出口。下一秒，两道人影缓缓从扭曲的光影中走了出来。张远看着那两张熟悉的脸庞，呼吸一滞，赶紧下令道：别动手，是自己人。这一嗓子吼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还带了点破音。随后他瞬间降落在两人面前。王楚看着这阵仗，翻了个白眼道：我说张司令，合着您是压根没想过我们会活着出来是吧？张远尴尬地搓了搓手，老脸一红，可我做梦都想你们顺利出来，可是这不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吗？宁竹清掩嘴一笑，掏出甚境核心对着张远挥了挥。张叔，看这是什么？张远呼吸一滞，甚境核心我们拿回来了。同一时刻，甚境的另外一边，太仓府的阵仗可不比大夏府那边小，数千精锐部队严阵以待，虚空生物的气息同样惊动了太仓的强者。人群最前方，一个身穿华贵长袍的中年男人正焦急地来回踱步。一定要没事，一定要没事啊！宫城雄双拳紧握，一脸愁容。为了培养宫城田和宫城美，宫城家族倾泻了无数的资源，他们可是宫城家未来的希望，全都赌在这上面了。如果对手只是那宁竹清和王楚，他一点都不带慌的，不过是两个废物罢了，又怎么与我宫城家的两名天才争夺光辉？结果万万没想到，这甚境竟然出现了虚空生物，绝对不能出事啊！嗡！入口处的空间波纹开始剧烈颤动。家主，有动静！是啊，家主，我看到了，是少爷和小姐的身影出来了。宫城雄大喜过望，直接冲了上去。然而他脸上的笑容在顷刻间凝固，啪嗒，两具尸体摔在地上，一具如同焦炭，面目全非，身上还有啃咬的伤口，依稀能看见个人形；另一具尸体胸口有着一个恐怖的大洞，是宫城美。整个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鸦雀无声。足足过了3秒，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咆哮才猛地划破长空。啊！是谁？是谁干的？我要杀了他！我要灭他满门！啊呀呀！宫城雄跪在地上，抱着那具焦炭和残尸，哭得如同厉鬼哀嚎。这一天，宫城家的天塌了。宁元境的虚空生物吗？听完王楚轻描淡写的叙述后，张远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他深深地看了王楚一眼，所有人都看走眼了。明明仅有 B 级链接天赋，境界也不高的他，却能秒杀宫城美，与宁竹清一起击败虚空生物。哪怕那只虚空生物只是刚刚苏醒的，也绝不是普通的宁元境 BOSS 可以相提并论的。更不用说，据宁竹清所言，战斗的过程全都是由王楚主导的。这份战力，这份心性，简直妖孽！感谢王楚同学的情报，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不管是有人在其中作祟，还是漏网之鱼有第一只虚空生物出现，想必还有不少存在阴暗之中。当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就代表着在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有许多蟑螂了。这一次你们立了大功，不仅仅是拿下了甚境多的甚境核心，更是阻止了一场可能波及整个淮海市的浩劫。军勋会直接记录在你们的档案里。至于奖励，张远笑了笑道：放心，大夏府从来不会亏待功臣，包你满意。王楚撇了撇嘴，画大饼谁不会啊？告别了张远，两人从淮海军区离开，坐上了回学校的专车。车上宁竹清伸了个懒腰，露出了纤细白皙的腰身，感受到了某人的目光，他又赶紧收回了手，面色红润。你看什么？王楚嘴角一勾，看好看的。宁竹清赶紧双手抱腰。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怎么了？宁竹清接起电话，语气有些软糯。队长，不好了，那边传来林桃的声音，有些急促，听起来很生气的样子。咱们之前在大地亚龙巢穴打出的20分38秒的记录被破了。宁竹清不就是副本记录被破了吗？很正常啊，如果就这么点事，我当然不会那么生气。林桃在那边用力地挥了挥手，是夏雨战队，他们打出了18分10秒的成绩，整整提高了2分多钟。这就算了，郑夏雨他还在贴吧里发帖污蔑楚神，污蔑王楚。听闻宁竹清脸色瞬间一垮，他说了什么？郑夏雨说，我们之所以能以20分38秒的时间通关大地亚龙巢穴，
是因为王储把夏雨战队的攻略带了过来，是偷他们的。而他们之所以前几天一直通关失败，就是因为不屑于用之前的打法，在研究新的打法，所以一直拖到了今天。林桃在疯狂巴巴，继续说道：“什么新打法，都是忽悠人的。我听陈雷说了，他在跟段凡聊天的时候，不小心透露了楚神教我们的攻略，然后估计是段凡为了报复我们，把攻略告诉了紫金花战队。臭陈雷！”电话那头传来了陈雷嗷的一声，被林桃踹了一脚。现在他们在贴吧里疯狂诋毁楚神，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简直臭不要脸。宁竹清听得也一肚子火，说王储偷学他们配吗？还有这陈雷也该处理了。怎么了？旁边的王储却是一脸淡定，还在悠闲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宁竹清把事情复述了一遍，听完后王储笑了，随即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了学校贴吧。置顶的第一条帖子就是郑夏雨刚发的，标题加粗加红，极其醒目。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夏雨战队重夺榜首，成功速通。某些偷窃战术的小人，你的脸疼吗？下面全是水军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在跟风辱骂王储，真恶心！竟然偷老东家的战术，这不就是小偷行为吗？夏雨女神太可怜了，被这种人背刺。我听说夏雨女神之前还在帮王储找队呢，就这么报答夏雨女神的？看着这些评论，王储眼中的笑意更浓了。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脸都伸过来了，不狠狠抽烂，怎么对得起你们这么卖力的表演？几秒钟后，一条新的回复出现在这个帖子的最下方，内容很简单，只有短短一句话：18分10秒就叫速通，给我5分钟，我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速通，让我们看看什么才叫做速通。淮海市中心一家装潢考究的高档餐厅内，郑夏雨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条最新的回复，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的笑声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坐在他对面的艾琳也没忍住，放下手里的刀叉。5分钟，他以为他是谁啊？光是从副本入口走到大地亚龙的巢穴门口，哪怕一路上没有怪阻拦，都要走个7、8分钟。怎么？他是打算给大地亚龙跪下磕头，求他自己撞墙撞死吗？桌上的众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就连一向比较沉稳的猪八蛋，此刻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嘴角挂着一丝笑意。5分钟，吹牛也不是这么吹的，草稿都不打一下。我看那王储是急眼了，狗急跳墙了呗。李雪琴抿了一口红酒，眼神中带着几分畅快。那天被隔着门颠勺的事情还记忆犹新，这下看来不用再继续去要练剑了。今天上午，在艾琳使用了那个神秘的新攻略，使用木灵菇削弱大地亚龙属性后，困扰了他们好几天的难题终于迎刃而解。属性大减的大地亚龙，哪怕是郑夏雨这种不合格的坦克，也能勉强扛得住了。再加上全员 S 级职业者的恐怖输出，他们成功以18分10秒的成绩刷新了大地亚龙巢穴的通关记录，重回巅峰。这下让憋了好几天气的众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几天在贴吧，众人都开始被笑话了。不是，你们都是什么小卡拉米啊，敢嘲笑我们勇者小队？所以郑夏雨第一时间就发帖，给这几天的不利找了个场子。猪八蛋看着意气风发的队友们，心中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看来队伍终于磨合的差不多了，开始走上正轨了。好了，别管那个跳梁小丑了。猪八蛋神色严肃了几分，把话题引回了正事上。对他来说，王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想跟着夏雨战队一起拿个好成绩。下周就是全市模考了，我们该将重心放在团队考核上了。这次模拟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排名，更关系到勇者小队的资格。安吉拉轻轻点头，对啊，因为之前把王储踢出队伍，按照规定我们要被扣除20%的团队积分。虽然我们之前拿了第一，但扣掉这20%后优势也不在了。我们必须要在模考团队本中拿到第1名，才能稳住勇者小队的资格。第1名，郑夏雨自信一笑，眼中闪烁着傲然的光芒。那还不是轻轻松松？放眼整个淮海市，除了我们夏雨战队，还有谁能跟我们争？紫金花还是其他什么阿猫阿狗？勇者小队的第一批资源奖金已经下发了，大家这2天可以去买点修炼资源、装备和药剂，把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到时候直接碾压全场。提到装备和药剂，艾琳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猪八蛋。对了，八蛋，听说这2天钱家商行推出了一款瞬回药剂，能让断骨境职业者瞬间回满魔力，还有一款附魔防具，能完全抵御断骨境怪物的攻击，而且价格还不贵。你们朱家商行没有吗？有的话给我们搞一批啊！朱家可是大户，这时候不打地主，什么时候打地主？他压根没有提到付钱的事情。听到这话，猪八蛋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语气有些复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这是钱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批神秘货源，数量不算多，每天都是限量出售，一上架就被秒空。我们钱家也就搞到了一批货，正在研究。其实他没说的是，这批货的出现已经引起了整个淮海商界的震动，效果逆天，价格亲民，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包括朱家在内的不少大商行都已经开始暗中调查，想要介入钱家分一杯羹了。还有一点，猪八蛋皱了皱眉，这批货物的效果
和当初夏雨战队几人说的王储提供的药剂和防具挺像的，不知道这和王储有没有关系？七，没占到便宜的艾琳冷笑一声。郑夏雨一脸淡然道：无所谓了，反正凭借我们的实力，就算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照样能拿第一。猪八蛋点点头，随后又抛出了另一个话题，除了团队赛，还有个人赛，不知道夏雨队长打算怎么安排？他颇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个人赛，每个战队可以派出1至2名学生参加。个人赛的前几名虽然不会直接获得勇者名额，但含金量一点都不低，一般都会直接收到来自顶尖高校的保送邀请。众人对视一眼，都笑出了声。那还用问吗？艾琳指了指郑夏雨，咱们团队里每个人拎出去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强者，但要说单挑无敌，谁能打得过咱们的夏雨大队长？他可是剑圣穆斯的亲传女儿，从小接受剑圣的熏陶，还觉醒了 S 级天赋剑圣之心。论单兵作战能力，整个淮海市的年轻人里，谁是他的对手？郑夏雨闻言，骄傲地扬起了下巴。那是自然，个人赛的冠军只会是我，所以你们谁想去谁自己报名就是了，你们自己定。就在这时，李雪琴看了一眼手机，似笑非笑地说道：对了，5分钟应该到了吧？不知道王储的速通表演的怎么样了？众人一愣，随即再次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雪琴你还真在关注这5分钟啊！5分钟，他要是真能5分钟通关，我当场把这个桌子吃下去3个字还没说出口，郑夏雨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发现此刻他的手机正在疯狂弹出消息，一转眼就已经99加。难道怎么了？众人察觉到异样，纷纷凑了过去。只见刚才郑夏雨发布的那个帖子下，突然刷新出了上百条新评论，而这些评论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同样指向一个意思，那是让人看一眼就头皮发麻的战绩截图。淮海一中副本通关排行榜，副本大地亚龙巢穴噩梦级，通关队伍无，通关成员王储，通关时间。当看清那个时间数字的时候，众人的表情僵住了。通关时间0分38秒，不到1分钟，速通，这才他妈的叫做速通。淮海一中的贴吧炸了，彻底疯狂，服务器甚至因为访问量过大，一度出现了卡顿。所有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王储那离谱到姥姥家的战绩0分38秒。卧槽，0分38秒，我他妈裤子还没脱完他就通关了，这数据是认真的吗？后台显示错了吧？哥们，演都不演了，直接开挂了。就算是通神境的大佬来代刷，光是从门口走到 BOSS 面前也不止这点时间吧？各种质疑声、谩骂声瞬间淹没了整个贴吧，猜测层出不穷。主要还是这个成绩过于离谱了。你要说你一个人单通大地亚龙巢穴副本，还破了夏雨战队18分10秒的记录，那哥们算你厉害。可你要拿出38秒这种想都不用想、明显有问题的成绩，把哥们当傻子呢？当然，还有部分人根本不关心王储到底用没用 bug， 纯就是来找乐子的。兄弟们，我悟了，还记得王储之前说的给我5分钟吗？原来王储说的5分钟是走到副本传送入口4分22秒，通关副本38秒啊！还有，你们细品这个数字，为什么不是37秒，也不是39秒，偏偏是38秒？这38秒是在内涵夏雨战队那4个女的是38吗？此言一出，瞬间点赞破百，一堆乐子人疯狂回复：王储，我不仅要赢，还要吓人助兴，神特么38！夏雨战队的人看到估计要气吐血。38秒通关大地亚龙巢穴的消息还传遍了整个淮海市的高中，一个个纷纷慕名而来打卡，舆论愈演愈烈。就在这时，一条置顶的实名举报帖再次将热度推向了高潮。郑夏雨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在餐厅里写下的这份举报信：我郑夏雨实名举报王储利用 bug 恶意刷取副本成绩。郑夏雨说道：作为淮海一中的学生，我为有这样的同学感到耻辱。郑夏雨还说道：0分38秒，这是对副本机制的侮辱，更是对我们这些辛辛苦苦钻研攻略、挥洒汗水的职业者的亵渎。郑夏雨忍无可忍的地说道：我们夏雨战队严重怀疑王储利用非法手段通关副本，这是对公平竞争的践踏，这是对所有努力备考学生的侮辱，请学校严查，严惩不贷，取消王储成绩。郑夏雨表示这顿饭都不香了。校长办公室内，什么一个人通关38秒？听完教导主任气喘吁吁的汇报，校长李国成一脸的懵逼，随即一拍桌子：胡闹，简直是胡闹！38秒一人通关大地亚龙巢穴，用 bug 装都不会装了是吧？大地亚龙巢穴是镇妖军制作出来供学生们勇者小队资格考核用的新副本，确实有可能存在 bug， 这玩意就跟马里奥制造一样，说不定还有后门。教导主任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小心翼翼地说道：校长，这事儿闹得太大了，现在学校贴吧都乱成一锅粥了，其他学校也在看咱们笑话，您看是不是要联系一下镇妖军，调阅一下通关录像？大夏府所有的副本资源都掌握在镇妖军手上，像这种专门制作出来供学生们使用的特供副本，自然也有保存通关录像。李国成冷哼一声，教导主任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他也知道这38秒的成绩太过于离谱了，但万一是真的呢？李国成冷哼一声，眯起双眸，这种一眼假的成绩还需要核实？你脑子进水了吗？简直给我们学校丢人！他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那个王储
他有印象，不就是那个被郑夏雨踢出队伍的 B 级天赋辅助吗？既无天赋，也无背景，现在还得罪了郑夏雨。郑夏雨是谁？那可是山海境强者，剑圣穆斯的宝贝千金。庆功宴上，他还是仗着校长的身份，才有机会跟穆斯搭上几句话。现在更好的机会来了，既然郑夏雨实名举报王储，那自己处理王储合情合理，说不定还能顺便在剑圣面前留下个好印象。想到这，李国成义正言辞说道：“我们淮海一中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生，马上发布全校通告，态度要严厉，措辞要强硬，这种歪风邪气必须立刻制止。”当天晚上，淮海一中官网紧急发布了一条通知，关于王储利用 bug 刷取成绩的严重违纪处理通报。经查，王储在今日的大地亚龙巢学副本中利用 bug 恶意刷取通关成绩，为严肃校纪、端正学风，经研究决定：一、作废王储此次副本成绩；二、给予王储同学全校通报批评处分，记大过一次；三、责令其在明天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做出深刻检讨，如态度不端正，将直接开除学籍。王储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水味和荷尔蒙的气息。就在这时，一阵刺耳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不是，谁啊？这么不懂事？王储眉头一皱，在一片雪白细腻中摸索着找到了手机，是宁竹清打来的。王储拍了拍钱莹莹，示意暂停中场休息。喂，宁同学，有什么事吗？刚一接通电话，钱莹莹就露出了狡猾的笑容，开始动了起来。王储，你看到学校的通报了吗？宁竹清问道。通报？王储一回来就开始跟钱莹莹开战了。自然是没有看到什么所谓的通报。学校说你恶意利用 bug 通关的大地亚龙巢学，还要你在明天的全校大会上做检讨，不然就开除你。宁竹清语气中有些不悦。我刚刚特意打电话问过张叔了，学校压根就没找镇妖军核实过，他们连查都不查，直接就发通报了。38秒的速通成绩。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宁竹清人也是懵的，但是随即一想，哦，这是王储打出来的成绩啊，那就正常了。可是虽然离谱，但也不能查都不查，直接给人定罪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宁同学，王储淡淡说道。你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这东西是可以查得到的，不是吗？可是宁竹清刚想说点什么，就听到一阵阵异样的积水声。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我感觉有种奇怪的声音。钱莹莹一紧，嘶！王储倒吸一口凉气。哦，我运动呢。宁竹清听闻颇为感慨，王储已经那么强了，这么晚了竟然还在训练，看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了。可是什么？你继续说。算了，没事，就像你说的，成绩是真的，那他就不会假。我知道怎么做了，那就先不打扰你了。挂断电话后，王储看着转过头来的钱莹莹，喜欢搞事是吧？迎接神罚吧。过了不知道多久，神罚随着一声闷哼和叫喊声宣布结束。遇到麻烦了。钱莹莹面色红润，趴在王储胸口上画着圈。需不需要姐姐帮忙摆平？王储摇了摇头道，不需要，明天会被打脸的是他们，比起我的事，倒是钱家商行这几天怎么样了？还顺利吗？提到这个，钱莹莹眼神中闪过一丝疲惫。麻烦肯定是有的，淮海市其他几家大商行开始暗中联手，有不少分行遭受到了针对，许多供货商也迫于朱家他们的压力开始断供了，试图将钱家商行封锁。这块蛋糕太诱人，动了太多人的奶酪，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些药剂和附魔的秘密，不过目前还在可控范围呢。那行，王储点了点头，没啥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吧。不是，还来啊？钱莹莹哭了。翌日9点整，淮海一中的操场上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全校几千名师生今天一个不落全都聚集在这里，气氛有些微妙，甚至是诡异。所有人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都会飘向同一个方向，那里站着一个人，王储。他周围空出了一大片真空地带，孤立、排挤、嘲讽，看，那就是王储，那个利用 bug 刷成绩的挂逼。啧，脸皮真厚啊，这种时候了还能这么淡定，要是我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哪还有脸来学校？38秒，亏他想得出来，简直把大家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不远处的班级队列中，夏雨战队的几人正抱臂而立，脸上挂着看好戏的笑容。你们看他那样子，还在装淡定呢。艾琳嗤笑一声，眼中满是鄙夷。你以为他很淡定呢？他现在是怕了。郑夏雨冷笑道。李雪琴的眼神中充满了幸灾乐祸，仿佛已经看到了王储痛哭流涕、跪地求饶的画面。安静！台上传来一声威严的呵斥。李国成扫视了一圈台下，目光在王储身上停留了几秒，眼神冰冷。今天召集大家来的原因，想必所有人都清楚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音响传遍了整个操场。经查，王储同学为了博取眼球，满足虚荣心，竟然利用恶意 bug 刷取了38秒这种通关大地亚龙巢学副本的荒谬成绩。这是对校规校纪的藐视，是对所有刻苦训练的同学的侮辱。这种行为不仅可耻，更是愚蠢。李国成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经学校研究决定，王储同学记大过一次，现在请王储同学上台，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出深刻检讨。嘘！台下爆发出一阵嘘声，尤其是夏雨战队的几人笑得最起劲。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王储身上。然而王储依旧是一脸淡然，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王储，你还在等什么？台上的李国成见王储迟迟不动，顿时怒了，竟然敢挑战本校长的权威，难道你想直接被开除吗？话音落下的瞬间，砰！一阵急促而尖锐的破空声骤然从天边传来，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操场上的喧嚣。众人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3道人影如同流星般划破长空，急速掠来。随后3道身影稳稳地降落在主席台上，为首之人面容刚毅，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台下的学生们看清来人后炸开了锅。卧槽，那不是镇妖军淮海军区的司令张远吗？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怎么会突然来咱们学校？难道是因为王储的事？看来这回王储真的完大了，连军区司令都惊动了。这下有好戏看了，王储怕是要牢底坐穿了。郑夏雨更是激动的满脸通红，哼，让你卡 bug， 这下连军方都出动了，看你怎么死！李国成此时也反应了过来，他赶紧整理了一下仪表，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张司令，您怎么亲自来了？是因为那个利用 bug 刷成绩的学生吗？您放心，我们学校已经对他做出了严厉处分，正准备让他检讨呢。这种害群之马绝对不能姑息。然而张远看都没看李国成一眼，径直走到麦克风前，目光如炬，扫视全场。喧闹的操场瞬间安静下来。若真可问，我是淮海军区司令张远，声音洪亮如雷贯耳。今天我为一件事而来，一件足以载入淮海市史册的大事。众人一愣，面面相觑。大事？什么大事？不是来抓人的吗？张远顿了顿，脸上露出一抹自豪的笑容。我们大夏府人才辈出，就在昨天，淮海军区范围内出现了一处限制宁元境以下的慎境，被我们成功攻略了。这意味着我们大夏府将再添一处幻域试炼。此话一出，全场瞬间沸腾。慎境被攻略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特别还是在淮海市附近的幻域试炼，以后参加试炼那方便多了。卧槽，谁这么牛逼，连慎境都能攻略？张司令来咱们学校，那岂不是说攻略慎境的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后，所有人都傻眼了。淮海一中的学生攻略了慎境，那得是什么级别的妖孽才能做到？同为学生，你怎么开挂了呀？会是谁？众人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夏雨战队。要说全校最强，除了他们还能有谁？可是夏雨战队昨天在学校里打副本呢，难道是宁校花？就在所有人都在疯狂猜测的时候，张远的声音再次响起。现在我想请2位同学上台，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耀。还真是！众人屏住呼吸，死死盯着台上。张远沉声道，声音清楚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宁竹清同学。哗！人群中宁竹清神色淡然，众人点了点头。在意料之中，毕竟是宁大校花，实至名归。那另一个人呢？张远的目光越过众人海，最终落在了那个被众人孤立嘲讽的身影上。王储同学，请你们上台。比起刚刚宁竹清受到的掌声，此时操场上死一般的寂静。王储这2个字就像是一道惊雷，在所有人耳边炸响，震得他们脑瓜子嗡嗡的。众人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不是，怎么可能会是王储啊？那个利用 bug 刷成绩的废物，那个被全校通报批评的作弊者，那个正在等着做检讨的垃圾，攻略了慎境，这怎么可能？张司令是不是叫错名字了？会不会是重名？全校就一个叫王储的，中个屁啊！校长李国成更是2腿一软，他颤巍巍地凑到张远身边。张司令，您是不是搞错了？那个王储，他可是个只有 B 级天赋的辅助啊，而且品行不端，刚刚才被学校处分。张远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看得李国成心里直发毛。搞错了，进入慎境的人员名单，每一份都要经过军方层层审核。你觉得本司令会连这点小事都搞错？李国成瞬间闭嘴，额头上冷汗直流，只能尴尬地陪笑。是我多嘴了。台下人群分开，2条通道自然形成。王储和宁竹清并肩走向主席台，神色淡然，闲庭信步。看着走上台的2人，郑夏雨的脸都绿了，眼中的嫉妒之火几乎要将他吞噬。凭什么？那个废物凭什么能攻略慎境？我知道了，肯定是宁竹清带他躺赢的，就是运气好进去混了个名额。艾琳也酸了，就是啊，而且就算他攻略了慎境，跟卡 bug 也是2码事，一码归一码。难不成因为他运气好混了个功劳，卡 bug 的事就能当作没发生吗？几人相视一眼，找到了新的攻击点，脸上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只要咬死卡 bug 这一点，王储依然是个品行不端之人。此时王储和宁竹清已经站在了张远身边，张远朝着2人点了点头，随即转身面向全校师生沉声道，这一次的慎境位于大夏府与太仓府的交界处，危险万分，更是一场关乎大夏府尊严的战斗。我们不仅要通关副本，还要面对来自太仓府顶尖天才的竞争。而王储同学和宁竹清同学不仅成功通关了副本，更是在正面交锋中击杀了太仓府的天骄宫城田和宫城美，成绩斐然。轰！这番话瞬间将全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卧槽！
宫城田，那个号称太仓府宁远境之下第一人的火系天才，还有宫城美，宫城家的双子星，他们竟然被杀了！天啊，这怎么可能？难道宁竹清以1敌2还反杀了？太强了！宁校花简直无敌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宁竹清的功劳。至于王储，大家都知道他的天赋是 B 级炼剑，最多就是给宁校花提供20%的属性加成，估计就是个喊666的挂件吧。张远抬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我也很兴奋，直到现在，我的血液还在沸腾。现在，请2位英雄讲2句。他把麦克风递给了宁竹清，宁竹清接过话筒，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地扫过全场。这一次慎境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我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强敌，甚至几度陷入绝境。不过我们赢了。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几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但是现在，我听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如果不是王储，我早就死在慎境里面了。是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帮助我们大夏府拿下慎境核心。所以宁竹清的扫过台下的郑夏雨等人，眼神锐利如刀。我相信王储的人品，更相信他的实力，他绝对不会做出卡 bug 这种卑劣的事情。全场哗然，宁竹清竟然当众为王储背书，而且评价如此之高，力挽狂澜，这评价是不是有点过了？郑夏雨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宁竹清说完，把话筒递给了王储。王储接过话筒，他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解释辩解，只是淡淡说道：“有人叫我上台，现在我来了。”说完，王储拿着话筒的右手直接松开，任由话筒掉落到地面上，音响传出一阵尖锐的杂音。嘶！底下的学生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不是哥们，你要这么狂的吗？哐哐打李国成校长的脸啊！身旁，李国成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气得浑身发抖。但碍于张远在场，他又不敢发作，只能硬生生地憋着。张远这时却像是刚反应过来一样，转头看向李国成，一脸疑惑地问道：“李校长，刚才您同学说的 bug 是怎么回事？王储同学犯了什么错吗？我刚才在半路，好像听你说需要做什么检讨。”李国成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解释道：“那个是这样的，张司令，昨天王储在大地亚龙巢穴副本里打出了0分38秒的通关成绩，这实在是太离谱了，所以我们怀疑他是利用了 bug。”张远闻言眉头一挑，怀疑？贵校不是直接通报处分了吗？怎么现在是怀疑了？李国成快哭了，不敢搭话。不过张远话锋一转，0分38秒确实有点快，既然有怀疑，那就用事实说话嘛。说罢，张远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把昨天淮海一中大地亚龙巢穴副本的通关录像发过来。哪份？有一份通关时间38秒的，就那份，立刻马上挂断电话。张远看向李国成，眼神玩味。李校长，不介意我借用一下学校的大屏幕吧，让全校师生都看看38秒到底是 bug 还是奇迹。原来之前学校发的通告前没有经过镇妖军核查的吗？看起来挺不严谨，但任谁都不会觉得这38秒的成绩是正常的吧。学生们在台下交头接耳道。安吉拉也有些紧张，拉了拉艾琳的衣袖。艾琳，你说王储该不会真的用38秒就通关了大地亚龙巢穴吧？如果这是真的，咱们该怎么办？艾琳翻了个白眼，一脸你是不是傻的表情。这事不可能有反转的好吗？王储他现在就是被张司令架在台上下不了台，不装也得装，你知道不？你真当大地亚龙是纸糊的呀？别说38秒了，大地亚龙站着让王储打380秒都不会有事。他一个 B 级链接天赋的混子，拿什么打输出啊？李雪琴也点了点头，一脸笃定地附和道：“没错，等视频一出来，只会更加坐实王储利用 bot 的恶劣行为。再说了，身为同学，我们这也是合理质疑，有什么关系？”他们一脸轻松，只有郑夏雨脸色阴沉。不是你们实名举报你们，当然无所谓了呀，老娘他妈实名举报的呀喂！不过理智告诉他，38秒通关是绝对不可能，王储一定是利用了什么别人不知道的 bug， 但心里那股莫名的慌乱却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万一真有反转呢？那老娘混不混了？同样难受的还有在台上下不了台的校长李国成，他站在张远身边，汗水早已湿透了后背。如果这真是 bug 还好，他还能勉强收场，可如果不是，李国成都不敢往下想了。滥用职权，污蔑学生，得罪军方，这校长的位置是指定坐不住了，说不定还会因为把事情闹大被剑圣记恨上。完了，全他妈完了！也不知道是早有准备，还是视频特殊比较好找。不到2分钟的时间，视频便已经发到了张远的手机上。来了，张远淡淡的吐出2个字：滋啦！身后巨大的屏幕闪烁了2下，画面逐渐清晰，全校几千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屏幕，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画面中，王储的身影出现在大地亚龙巢穴的入口处，他没有像所有人设想的那样，一进副本就开始狂奔速通，而是双手插兜，转身朝着副本通关的反方向走去。全场师生瞬间懵逼，满头问号，他在干嘛？走反了？不对啊，我记得后面是个大悬崖，没路了呀，他该不会是想跳崖自杀，
然后触发什么隐藏 bug 吧。这个我懂，小说里都写的跳崖能遇到机缘。很快，屏幕中的王储已经走到了悬崖边，时间仅仅过去了不到10秒，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没有任何犹豫，纵身一跃，直接跳了下去。啊！操场上瞬间响起了一片女生的尖叫声，不少人吓得捂住了眼睛，不敢看接下来血肉模糊的画面。郑夏雨等人也是瞳孔骤缩，疯了，这家伙绝对是疯了。然而预想中王储摔得粉身碎骨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就在他即将坠地的前2秒，一股肉眼可见的青色气流涌了起来，就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托住了他的身体，随后缓缓降落在地面上。优雅，真是优雅，他不是才断骨经吗？怎么会飞啊？你傻呀，那是风元素。不少教师眼眸都亮了一下，王储这一下看似简单，实际却非常考验对魔力的掌控，有些宁元境的教师都不一定能做到这种程度。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却突然发现此时此刻王储身处的环境，咦，怎么看着有点眼熟？下一秒，等下，这不是大地亚龙的巢穴吗？龟龟，这也太秀了吧！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是，原来大地亚龙的巢穴就在原本入口的正下方吗？谁能想到跳下去就到了呀？那我们辛辛苦苦走半天算什么？算我勤奋吗？而看到这一幕，郑夏雨反而笑出了声。安吉拉不解道：“夏雨队长，你在笑什么？”郑夏雨嘴角勾起嘲讽的笑容。到目前为止，一共花了20秒，现在是22秒了，距离38秒还剩下16秒。就算到了巢穴门口又怎么样？里面还有肢断骨境7重的大地亚龙啊！我们几个天才围攻大地亚龙都得磨上好几分钟，他一个人10多秒就想秒杀 BOSS， 做梦呢吧？郑夏雨越看是越放心，最怕的就是王储又研究出什么稀奇古怪的攻略。现在这种赶路小技巧反而证实了王储必须正面对上大地亚龙。画面继续，让人意外的是，到达巢穴门口后，王储并没有急着进去，而是站在原地，低头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1秒、2秒、3秒，把观众们都等急眼了。不是，动啊，卡了，进度条都要撑不住了呀，大哥！足足等了5秒，王储才终于动了。他大步流星地走进巢穴之中，吼！感觉到入侵者 BOSS 大地亚龙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庞大的身躯缓缓站起，地面都在震动。然而还没等他完全站起来，王储双手插兜，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动作，嗡嗡嗡，一团团巨大的赤红色的火球瞬间在他身后凝聚，足足有数十个。恐怖的高温让周围的空气都扭曲了。卧槽！流星火雨，不是，王储怎么会这种技能呢？下一秒，那一个个巨大的火球如同陨石坠落，狠狠地轰击在大地亚龙的身上。轰轰轰！嗷！大地亚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然而比起其他人的惊叹声，到这一刻郑夏雨是彻底放下心来了。不够，他冷笑一声说道：“流星火雨消耗魔力巨大，就凭王储这段古境的水平，根本放不了几个。王储啊王储，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糟了！张远眉头猛地皱起。流星火雨是一个消耗魔力巨大的强力技能，哪怕是宁元境的法师放一个都得喘口气，而王储仅仅只是一名断古境的职业者，一发顶多一发，他的魔力就该见底了。到时候面对暴怒的大地亚龙，没了魔力的职业者跟呆仔的羔羊有什么区别？张远心里暗自捏了一把汗。当然，如果按照结果论来倒推的话，王储是顺利通关副本的，只是如何通关的，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这段视频他也是第一次看。昨天宁竹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镇妖军内部的紧急会议上，为了虚空生物的事焦头烂额。讨论完虚空生物的事情后，又忙着布置了许多工作，一晚上也没怎么睡好。到了今天早上，也是马不停蹄地赶来学校撑场子。王储究竟是怎么击杀的大地亚龙呢？就在他思索之际，屏幕中的画面让他瞳孔骤缩。嗡嗡嗡！还没等第一波火雨完全落下，王储身后的虚空中竟然再次浮现出了数10个赤红色的火球，又是流星火雨。卧槽，还来！张元忍不住爆了句粗口，他哪来那么多魔力？而且王储的施法速度简直快得令人发指，天赋链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吗？这合理吗？轰！第二波流星火雨呼啸而出，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狠狠砸在大地亚龙身上。哦！大地亚龙被打嗷嗷叫唤。这还没完，紧接着第3波又来了。流星火雨这个技能在王储手上跟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整个洞窟都被烈焰吞噬，如同炼狱降临。操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看傻了。这特么是断骨境？你家断骨境能连放3个大招不带喘气的？这不科学啊！有同为火系天赋职业者喃喃自语，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本来流星火雨就难学，你特么还放起来不带停的。在第3发流星火雨释放完毕后，屏幕中的王储终于停下了动作，连续3发大招，哪怕是他魔力也彻底见底了。这还全是得益于法神的加护，这 SS 级天赋全元素掌控，无需施法吟唱，魔法技能修炼速度提升300%，增加法力上限300%，增加法术攻击力300%，降低施法消耗50%。这每一条增幅效果都会让同类型的职业者流口水。
看到王楚停下了动作，郑夏雨原本黑如锅底的脸色瞬间又亮了起来。没魔力了，他没魔力了！他兴奋地大叫道，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他终究还是得靠 bug 才能通关。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王楚被大地亚龙一口咬碎的画面。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屏幕中，王楚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看着那个熟悉的瓶子，郑夏雨的心脏猛地一抽。顺回药剂。王楚离开队伍的这几天，他们平时当水喝的顺回药剂已经好几天没喝上了。而作为以前使用者的他们，最了解王楚手中那顺回药剂的效果了，直接回满魔力。这一刻，郑夏雨心如死灰，绝望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他怎么把这个忘了？如果有顺回药剂，完了，全他妈完了！王楚他是真的用了38秒就通关副本。咕咚，王楚仰头一口闷，下一瞬，他身上枯竭的魔力瞬间暴涨，张远的瞳孔瞬间紧缩，魔力回满了。这王楚手中的那瓶药剂包装与市面上常见的那几类都不一样，特别是高阶药剂，仅有那几个势力能够提供，就算是镇妖军中特供的顺回药剂，效果也不会比市面上的那些好太多。可是王楚竟然仅凭一瓶药剂就回满魔力了。张远眯起双眸，暗自心想，这小子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如果这种药剂能够下放到军中使用的话，每年的伤亡将会减少多少？回满魔力的王楚再次激活技能，嗡，熟悉的火球，熟悉的流星火雨，又是3连发，哒哒哒哒哒。随着阵阵轰鸣声，没有任何悬念，大地亚龙巢穴副本中的 BOSS 大地亚龙，在这狂风暴雨般的轰炸下，连最后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彻底被轰成了渣。砰！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激起漫天烟尘。战斗结束，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暴力美学拉满。在众人眼中，那个强大到需要好几个 S 级职业者围攻，甚至还要用特殊攻略才能通过的噩梦级 BOSS， 就这么被王楚一个人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给硬生生砸死了，就像是在打一个路边的小怪。偏偏他们还学不来，谁家断骨境职业者能连着放6发的流星火雨啊？而大地亚龙阵亡的那一瞬间，也定格在了38秒，尘埃落定。看完视频的所有人心中都已了然。卧槽，王楚真用38秒就速通了大地亚龙巢穴，夏雨队长这下脸都被抽肿了吧？我要是郑夏雨，脚趾头都在地上抠出30一听了。没那么小。众人知道王楚的实力远远不仅如此，一路上他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甚至为了卡着38秒通关还等了好几秒钟。真要全力冲刺的话，这时间至少还能再快上10秒。屏幕中的王楚在击杀完大地亚龙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缓缓转过身面向镜头，似乎他早就知道这一幕会被所有人看到。然后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而戏谑的笑容，那笑容透过大屏幕深深地刺痛了在场每一个曾经嘲笑过他的人。我知道你们会看到这段视频，大家看向夏雨战队所在的位置，夏雨战队的4女被盯得脸色涨红，猪八蛋默默地退了2步，躲至几人身后。我老朱家实在上丢不起这个脸，他们丢脸可跟我没有关系哦。随后王楚淡然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操场，你们说速通副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速通了吗？刚好38秒，这个数字喜欢吗？跟你们非常配哦。狂，太狂了！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头皮发麻。张远看着大屏幕上那个玩味笑着的少年，又看了看台下面如死灰的郑夏雨等人，忍不住咧嘴一笑，哼，这小子报复心是真重啊，把人家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还不够，还得再吐口唾沫，最后还要问一句爽了吗？够狠够绝，真他妈合老子的胃口。男人嘛，有仇不报非君子，要是被人欺负了还忍气吞声，那还修什么炼？视频放映结束，大屏幕缓缓变黑，张远收起脸上的笑意，转头看向身旁的李国成。李校长，现在真相大白了，事实证明王楚同学并没有利用任何 bug， 而是硬生生打出了38秒的奇迹。这不仅仅是淮海市最快的记录，放在整个大夏府那也是独一份的。我们镇妖军高度重视这份录像，准备将其作为经典教学案例，在全府范围内推广学习。说到这，张远顿了顿，语气稍微加重了一些。而你们学校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就给这样的天才扣上作弊的帽子，还要全校通报批评，这就是淮海一中的办学理念吗？这就是你这个校长的担当吗？字字珠玑，句句诛心，没有一句不是在打李国成的脸。李国成被训得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当然听得懂张远话里的意思，完了，彻底完了。李国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这个校长的位置怕是做到头了，但现在他没得选，老老实实道歉是他最后的体面。李国成颤颤巍巍地走到麦克风前，这一刻他仿佛苍老了10岁。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声音干涩沙哑，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关于昨日对王楚同学的通报批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学校在未核实清楚的情况下草率做出的决定。在此，我代表学校撤销对王楚同学的一切处分，并向王楚同学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说完，李国成转身对着王楚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成了90度，久久不敢抬起。台下一片哗然。
乖乖，李国成再怎么说也是玉虚境的强者，淮海一中的校长，竟然当众向一个学生道歉，这在淮海一中的历史上绝对是破天荒头一遭。然而面对校长的鞠躬道歉，王楚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那个正在鞠躬的人只是空气中的一粒尘埃。玉虚境又如何？校长又如何？既然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道歉如果有用，还要我的拳头干嘛？他没有理会李国成，目光如鹰隼般锐利，瞬间锁定了台下的某个角落，声音淡漠，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郑夏雨同学，什么事情这么急啊？这就要走了？今天这场检讨大会，难道不是你最期待的吗？唰，数千道目光瞬间顺着王楚的视线看了过去，只见人群边缘，郑夏雨正带着夏雨战队的几人蹑手蹑脚的准备开溜。此时被王楚一嗓子叫破，瞬间僵在了原地。郑夏雨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就像是被人当众扇了几百个耳光。王楚，你够了！他猛地转过身，面色涨红，恼羞成怒地吼道：我不过就是合理质疑你那离谱的38秒成绩而已，我有错吗？听到这话，王楚笑了：你那是质疑，你他妈那是纯造谣、纯污蔑好吗？平时当小仙女打拳打惯了，全世界的人都要围着你转是吧？郑夏雨大喊道：那能一样吗？此话一出，周围的学生们也开始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就是啊，这也太双标了吧！郑夏雨应该要道歉，昨天骂得那么起劲，现在输了就想跑，嘿，说的你好像昨天没在下面跟铁骂一样，我这不是被郑夏雨带偏了吗？听着周围的议论声，郑夏雨气得浑身发抖。她郑夏雨，堂堂剑圣之女，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她可是天之娇女，让她给一个废物道歉？道歉？你做梦去吧！我们走！她咬着牙，恶狠狠地瞪了王楚一眼，然后带着夏雨战队的几人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操场，背影狼狈不堪，好像一条狗啊！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王楚脸色淡然，他自然没指望不要连几人组会道歉，今天仅仅只是个开始罢了。闹剧结束，学生们意犹未尽地散去。张远把王楚和宁竹清叫到一旁。王楚啊，张远问道，关于李国成校长，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你愿意出具谅解书，他的帽子或许还能保住，毕竟也是个玉虚境，培养起来不容易。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按规矩办。张远虽然是在询问，但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试探，他想看看这个少年的心性到底如何，是的理不饶人，还是懂得权衡利弊。王楚闻言神色淡然，张司令，我只是个学生，不懂什么处理不处理的，我只知道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做错了事就该承担后果，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他的语气平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谅解不存在的，既然你当初为了讨好别人想踩死我，那就要做好被踩死的觉悟。张远听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行，我明白了。张远点了点头，随后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几分。对了，刚才视频里你用来回蓝的那瓶药剂，应该就是最近钱家商行推出的那款顺回药剂吧？王楚点了点头，是的。果然。张远眯起眼，若有所思道，你运气不错呀，竟然能抢到。钱家商行突然推出了那么一款效果逆天的药剂，镇妖君自然也收到了消息，就是不知道这东西产量怎么样，要是产量足够的话，完全能够直接特供镇妖君，如此一来，镇妖君还能进一步压低人员伤亡。王楚听闻，嘴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一抹弧度。钱莹莹现在所面临的压力绝对没有她所说的那么轻松，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能搭上镇妖君的大船，不是刚好吗？淮海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砰一声清脆的响声，花瓶碎片四溅，钱家商行的大厅内一片狼藉。什么破钱家商行，老子兄弟吃了你们家的药，口吐白沫，现在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不然老子拆了你们这破店。几个气息强横的宁园境职业者正气势汹汹地在大厅里洒脱，他们一边叫嚣着，一边随手打砸着不值钱的装饰品。周围的顾客早就吓得躲得远远的，一个个探头探脑，指指点点。2楼栏杆处，钱莹莹一袭红裙，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幕，她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透着一股让人心悸的冷冽，就像是在看几只跳梁小丑在表演拙劣的闹剧。小姐，站在她身后的灰袍老者低声问道，眼中闪过一丝杀意。这几个人明显是受人指使来闹事的，要不要我出手把他们扔出去？钱莹莹微微摇头，红唇轻启，不用，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现在动手只贿赂人口时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她顿了顿，淡淡道，让他们砸，反正都是些不值钱的摆上，不过记下他们的样貌和气息，等他们出了这个门，把他们丢进黄浦江喂鱼。老者低头明白，钱莹莹作为钱家商行在淮海市的话事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会被区区几个流氓给镇住？没一会儿，那几个闹事的便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店里的其他员工熟练的开始清扫。这几天来，淮海市各家钱家商行不少出现这种事情，啧，钱家商行真是好热闹啊。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唐装手持拐杖的老者慢悠悠地走进了大厅，看到来人，钱莹莹的瞳孔微微一缩。朱海山，朱家商行的2长老，实权人物。呵呵，钱小姐，
朱海山看着满地狼藉，假惺惺地摇了摇头，看来钱家最近的生意不太好做啊。钱莹莹走下楼梯，脸色淡然，老朱老费心了，不过几只苍蝇罢了，随手就能拍死。朱海山也不生气，只是用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钱小姐，明人不说暗话，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他的眼神中透着一股贪婪和威胁。交出货源，跟我们朱家合作，否则……他冷笑一声来，钱小姐，你虽然有些手段，但终究是个女流之辈，事业做得再大又如何？迟早还是要嫁人的，相夫教子才是你的归宿。万一到时候闹得不可开收拾，导致钱家老爷子生气，就不好了。这话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威胁了，不仅威胁钱莹莹本人，更是搬出了钱家内部的矛盾。钱莹莹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她知道朱海山说的是实话，王储提供的那些药剂和防具虽然是摇钱树，但也是烫手山芋。现在盯着这块肥肉的人太多了，外有朱家等几大商行虎视眈眈，内有钱家其他子嗣暗中拆台，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他跟其他兄弟姐妹是竞争关系，能落井下石的时候绝对不会手软。而钱家老爷子年事已高，不愿意在这种时候闹出太大的动静。如果这次顶不住压力，他估计连回帝都当名管事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想让他低头没门，就算是死，他也不要让那个男人失望。并且作为钱家商行话事人，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暗地里也一直在操作。他的想法是能将这些药剂和附魔防具与军方或者官方合作，但这种方法必须找到靠谱的人，否则只会被吃干抹净罢了。朱老，钱莹莹抬起头，眼神坚定，我们钱家的事还不劳烦你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人来多管闲事。至于合作，他冷冷一笑，想屁吃吧你。朱海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好，很好。他重重地哼了一声，眼中凶光毕露。他猛地转身，作势要走。朱海山踏出一步，沉声说道：2、3。钱莹莹，别怪老夫没提醒你，只要今天我出了这个门，明天淮海市就没有钱家商行的立足之地，到时候就算你跪下来求我也没用了。钱莹莹面色清冷。就在这时，萧一阵急促的破空声突然从门外传来，紧接着强大的气浪裹挟着恐怖的威压涌进了大厅，吹得大门哐哐作响。朱海山还没走出几步，就被这股气浪硬生生逼退了回来。他脸色大变，惊骇地看向门口，什么人？烟尘散去，3道人影出现在门口。下一秒，一道人影从刺眼的阳光中走出，声音清冷：你想怎么做？现在就可以说清楚了。我也想听听朱家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让钱家在淮海市没有立足之地。朱海山眯起双眸，看着眼前这名长相帅气的青年，从未见过的人，似乎并不是哪个世家子弟，估计又是钱莹莹某个追求者想要出风头吧。不自量力，他沉声道：你是谁？想为钱家出头，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话音刚落，门外又传来一道冷笑声：朱家老二，你倒是挺威风的呀。张远走了进来，肩扛金星，气势如虹。朱海山的瞳孔瞬间收缩成针芒状。张远，他怎么会来这种？看来还来者不善的样子。他有些惊愕，钱莹莹和镇妖军搭上线了。还有，张远似乎对眼前这名少年颇为敬重。他究竟是谁？朱海山整个人已经萎了，刚才那股嚣张跋扈的气焰瞬间像是被一盆冰水浇灭。他朱海山在淮海市确实是个人物，朱家也是底蕴深厚的大家族，但那也得看跟谁比啊？跟镇妖军比，不是哥们配合他们比吗？更不用说，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可是淮海军区的司令，通神境强者张远。朱海山只觉得头皮发麻，冷汗顺着脊背哗哗往下流。这下麻烦大了。朱海山心思急转直下，这女人什么时候镇妖军的大腿？有张远这尊大神坐镇，别说动钱家商行了，就是想在淮海市给钱莹莹使点绊子，都得掂量掂量后果。除非帝都的主家亲自下场，动用那边的关系网。等下，朱海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一样，瞳孔瞬间紧缩。难不成钱莹莹在淮海市的靠山本来就是镇妖军？不然怎么解释那突然出现的药剂和防具？钱莹莹在当白手套。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朱海山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张司令，误会，真是天大的误会啊！今天既然张司令在，我就先不打扰了，改天我一定备齐厚礼来跟钱小姐道歉。说完，他转身就想溜。就在这时，王储淡漠的声音响起：滚！朱海山脚步一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看了一眼旁边的张远，他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这就滚，这就滚！他加快脚步，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还没等他走出几步，一个清冷的女声再次响起：没听见吗？让你滚！宁竹眼神冰冷地看着他。朱海山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宁竹清一眼，不认识，哪里来的小丫头片子？刚想说点什么，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威压瞬间从张远身上爆发而出，扑通！朱海山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把瓷砖都磕裂了。他惊恐地抬头，却对上了张远那双不带丝毫感情的眼睛。朱海山吓得魂飞魄散，他哪里还敢废话，直接趴在地上，手脚并用，
像个球一样连滚带爬地滚出了钱家商行的大门。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啊！珠海山长红了脸，越滚越远。处理完碍事的苍蝇，王楚快步走到钱莹莹身边，关切地问道：“莹莹姐，没事吧？”钱莹莹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没事，那老东西不敢对我怎么样。”她深深地看了王楚一眼：“倒是你来得真及时。”王楚干咳一声，随后侧身向两人介绍道：“莹莹姐，这位是张远司令，你应该知道。张司令，这位就是钱家商行在淮海市的负责人钱莹莹。”钱莹莹恭敬地向张远行了一礼，让张司令见笑了。张远点了点头，算是回应。紧接着，钱莹莹的目光落在了站在王楚身后的宁竹清身上，她的眼神微微一凝，美，真的很美。哪怕同为女人，钱莹莹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女孩的气质简直绝了，清冷高贵，站在王楚身边，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一股莫名的酸意在心里泛起，但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这位是……哦，这是我同学宁竹清。王楚介绍道。宁竹清的身份他当然私底下可以跟钱莹莹说，但当着面没有宁竹清自己允许，还是不说的好。宁同学你好。钱莹莹跟宁竹清握了握手，嘴角勾起一抹令人察觉不到的弧度。原来昨晚那个打电话来打扰他们两个的同学就是他呀。宁竹清礼貌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嘀咕，这个女人看王楚的眼神怎么感觉怪怪的。几人来到楼上的贵宾厅，王楚直入主题：“张司令，大概的情况刚才路上我也跟你介绍了，不知道镇妖军有没有跟钱家合作的意向？”路上王楚就跟张远说清楚，钱莹莹想要找靠谱的盟友，当然王楚和钱莹莹怎么认识的，张远也不会去细问。张远点了点头道：“那是自然。这几天钱家出手的顺回药剂，以及那特殊的附魔防具，镇妖军中的玉虚境炼药师以及附魔师，想破脑袋都没研究出是怎么做到的。镇妖军早就有想和钱家接触的打算了。这种东西列为特殊的战略物资也不过分。明人不说暗话，钱家所出售的这些药剂和防具，可以特供给镇妖军使用。相反，镇妖军要加大与淮海钱家的合作，具体的说是与钱莹莹的合作。这也是王楚早就计划好的一步棋。通过 bug 制作的顺回药剂和附魔防具虽好，但也要有命赚那个钱。想要把生意做大做稳，必须找个够硬的靠山，而镇妖军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背靠大树好乘凉，有了镇妖军这块金字招牌，谁还敢轻易动钱家？另一方面，王楚也不想看到这些战略级的物资流落出去，甚至被敌人买去成为打向自己人的子弹，一举两得。张远闻言，眼中金光一闪，他确实心动了。那些药剂如果能大量装备给前线的战士，那镇妖军的战斗力绝对能提升一个档次，伤亡率也能大大降低。张远沉吟片刻后，除了断骨境的，是否还有更高阶的药剂？钱莹莹闻言自信一笑，当然。他轻轻拍了拍手，很快几个侍者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摆放着几瓶颜色各异的药剂，分别散发着浓郁的魔力波动。张司令请看。钱莹莹指着其中一瓶深蓝色的药剂说道：“这是宁元境专用的顺回药剂，能够使宁元境职业者瞬间回满魔力，无副作用。这瓶深紫色的，他的声音稍微顿了一下，能够使玉虚境职业者瞬间回满魔力，并且市价远低于同效果的药剂。”嘶！张远倒吸一口凉气，猛地站了起来。玉虚境也能顺回，这特么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到了玉虚境这个层次，想要一次性回满魔力，最少也要山海境品质的药剂。而山海境的药剂是那么容易拿到手的吗？就算有山海境的材料，也没有人会去考虑做顺回药剂。好，好，好！张远连说3个好字，满是老茧的双手微微颤抖。钱小姐，这生意我们镇妖军做了。说完，他试探性问道：“就是不知道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制作出效果如此恐怖的药剂？”钱莹莹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歉意：“张司令，请见谅，那位大人不想被打扰，他淡泊名利，只想安心钻研，不想沾染俗世的纷扰。最主要的是，那位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张远轻叹口气，神情有些惋惜。能研究出这种药剂和附魔手段，那位大人的水平不敢说超越所有大夏府已知的炼药师和附魔师，却也恐怕已经位于巅峰。这种级别的高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没能一睹尊荣，实乃人生一大憾事啊！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接着一个的人名，那几名炼药师和附魔师无疑不是通神境或者山海境的强者，只可惜似乎都对不上。这到底是从哪个石头里蹦出来的变态？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着钱莹莹。不过倒也没关系，这些药剂和防具本身就代表了那位大人的意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找镇妖军合作也是那位大人的意思吧？钱莹莹看着正在那里疯狂敌话脑补的张远，心里差点笑出声来。如果他知道他口中所谓的大人就是坐在一旁的王楚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不过他不可能猜得到的，在他们眼中，王楚不过就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职业者罢了。张司令，您猜的没错，那位大人说过，如今这个时代危险重重，最危险最值得敬佩的就是那些在虚空战场、万族战场上浴血奋战的镇妖军将士。如果这些药剂和附魔能够帮助到他们，哪怕只是减少一点伤亡，
也算是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张远肃然起敬，大意，这位前辈当真是有大胸怀、大气魄。很快，双方很快就敲定了合作细节。镇妖军将优先从钱家商行采购顺回药剂和附魔防具，第一批物资将率先在淮海军区试行，如果效果理想，后续将会在全大夏府范围内推广。这是一笔天大的订单，足以让钱莹莹手中的淮海市钱家商行在整个大夏商界一飞冲天，后续带动着他在钱家的地位水涨船高，也不过是顺手的事。看着手中的合同，钱莹莹虽然欣喜，但眉宇间也多了一丝忧虑。张司令，一旦推广到全大夏府，动静可就太大了，到时候盯着这块肥肉的可就不止淮海市这几家了，帝都那边的势力。剩下的话他没说，但意思很明显，怀璧其罪，光靠淮海军区未必能镇得住那些真正的庞然大物，更不用说镇妖军其他军区的人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想法。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宁竹清突然开口了，声音清冷，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底气。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帮忙的。钱莹莹愣了一下，帮忙？她一脸疑惑地看着宁竹清。宁小姐，您。王楚笑了笑，莹莹姐，你都叫她宁小姐了，难不成还没猜到她的身份吗？宁。钱莹莹瞳孔猛地一缩，宁竹清，宁家大夏府府主。她猛地站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小女眼拙，竟没认出是您，多有得罪，还请海涵。难怪张远对她如此客气，难怪她敢说能帮忙。大夏府府主的女儿，哪怕是在帝都也能横着走，只是姓宁的人不少，谁知道府主的女儿好好的地都不带，怎么会来淮海市上学啊？宁竹清伸手扶起钱莹莹，莹莹姐不必如此，叫我竹清就好。然后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故作随意地问道，对了，莹莹姐，不知道你和王楚是怎么认识的？看你们刚才的样子，好像很熟。钱莹莹低垂着眼眸，暗自偷笑。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宁竹清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他？原来刚才铺垫了半天，又是帮忙又是朋友的，竟然是为了问这个。他在心里暗暗感慨，这个小冤家魅力还真是大啊，竟然连大夏府府主的女儿都沦陷了。不过确实是大呀。钱莹莹抬起脸，露出一抹微笑。哦，是这样的，王楚弟弟经常来我们钱家商行替战队采购物资，这一来二去的也就熟络了，我都把他当亲弟弟看呢。原来如此。宁竹清点了点头，眼中的警惕稍微消散了一些。采购物资倒也合理，毕竟郑夏雨那几个女的是不可能亲自出来采购东西的。一切尘埃落定，钱莹莹和张远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王楚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上扬。钱莹莹手中的钱家算是彻底绑在镇妖军的战车上了，掌握着这一门路，自己完全拥有了足够的赚钱渠道，钱也拿了，女神也链接了，好感度也刷了，我三赢。就在这时，丁女神钱莹莹好感度正11%，钱莹莹沉沦值已达90%，正在获取天赋中。您已获得 S 级天赋洞悉之瞳。嗡，一股能量瞬间涌入王楚的双眼，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无比。洞悉之瞳 S 级天赋，效果大幅提升感知力、灵魂强度，可削弱大部分精神类攻击和幻术。开启洞悉之瞳后，可洞悉万物弱点，看破虚妄，甚至能直视目标的灵魂本源，对其造成精神威慑。介绍不是开没开你自己心里清楚哦。竟然是灵魂类天赋，王楚心中一动，这可是好东西啊。只是可惜钱家血脉最强的竟然只是一名 S 级天赋职业者，估计是技能点全点来赚钱了。不过这也完全够了，灵魂类天赋的稀有程度和实用性绝对不低，而且90%，距离100%好感度只差临门一脚了。只要达到100%，这个天赋还能再次进阶，进化成 SS 级，到时候会是什么效果？别说，王楚真有些期待了。淮海市夏雨战队基地，砰砰啪，一阵阵刺耳的打砸声在大厅内回荡，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狗在无能狂怒。艾琳、安吉拉、李雪琴和猪八蛋四人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郑夏雨确实需要发泄一下，今天他的脸算是丢到姥姥家了。实名举报，全网嘲讽，结果被人家当着全校几千人的面啪啪打脸。打脸就算了，偷溜的时候还被发现了。要是换做他们，估计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这辈子都不敢见人了。也就郑夏雨脸皮厚，还能在这儿砸东西出气。行了，夏雨。过了好一会儿，艾琳才开口劝道，你在这儿砸东西也没用啊，这些可都是我们花钱买的，砸坏了还得重新买，与其在这儿发现，不如想想怎么找回场子。郑夏雨猛地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头看向艾琳，怎么找？现在全校都在看我的笑话，连李国成校长都被撸了。艾琳淡淡一笑，凑上前说道，你忘了几天后的全市模考了吗？我听说王楚那家伙报了个人赛，到时候只要你们排在一起。郑夏雨闻言，眼眸瞬间亮了起来。对啊，还有个人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他一定能把今天受到的屈辱百倍千倍的还回去。可是猪八蛋皱了皱眉，有些担忧的说道，王楚连大地亚龙都能在10秒钟内秒杀，他的实力恐怕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弱啊。万一没有万一，李雪琴冷声打断了他，
他的眼神中透着一股睿智的光芒，仿佛看穿了一切。八蛋，你是不是被吓傻了？王储今天展现出来的全都是法师类的远程技能，这就意味着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近战薄弱。法师最怕什么？最怕被近身缠斗。而我们的夏雨队长，论速度，论爆发，整个淮海市同年龄段职业者，谁是他的对手？王储根本连释放技能的机会都没有。郑夏雨听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和狂傲。确实，王储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再强，被近身也是个废人。只要让我对上王储，他握紧了拳头，骨节咔咔作响，我会让王储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什么叫被小剑圣支配的恐惧。我现在就去了解一下赛程，最好能运作一下，把我跟王储排在一组，我要让他跪地求饶。接下来的几天，那段38秒速通大地亚龙巢穴的视频，如同病毒一般，在大夏府的网络上疯狂传播，无数人都在打听这个叫王储的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但奇怪的是，处于风暴中心的王储生活却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骚扰，就像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替他挡下了一切纷扰。9020内，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陈琳娜发丝凌乱，俏脸潮红，气息微喘地靠在王储怀里。小楚，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出了这几天憋在心里的问题：你是不是和雪晴已经完全闹掰了？王储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他的发丝，点了点头。是啊，怎么？你想为他说情？陈琳娜赶紧摇头，生怕王储误会。当然不是，雪晴这几年做的事情，我全都看在眼里。她变得如此自私自利，目中无人，也是我教育出了问题，是我太宠溺她了，才让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自然不会奢求你能原谅她。王储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既然这样，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和李雪晴同时掉进河里，你救谁？陈琳娜愣住了，这是什么送命题？倒反天罡啊！她没有犹豫，声音虽然轻，却异常坚定。救你！王储很满意，看来这段时间的 UFO 效果显著。就在他准备给予奖励的时候，陈琳娜突然又弱弱地补了一句：那个雪晴她是冰系天赋，掉进河里可以直接把水冻住，她不怕水。王储，好家伙，逻辑闭环了属于是。看来陈琳娜虽然被攻略了，还有女神链接的介入，但毕竟是母亲，母爱伟大，想要彻底扭转她的观念，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这才有意思嘛。见王储不说话，陈琳娜以为他生气了，赶紧岔开话题。对了，小楚，模拟考马上就要到了，你注册永劫无道的账号了吗？永劫无道，王储挑了挑眉，差点忘了，这是一款线上全球性的虚拟全息游戏，也不知道是哪个大佬创造出来的，号称拥有99%的拟真度，玩家在现实中的实力能完美映射到游戏中。大夏五考前的最后一次全是模拟考，不管是个人赛还是团队赛，全都是在这个游戏里进行的，避免出现伤亡。还没呢，王储摇了摇头，差点忘了，虚拟头盔都没买。陈琳娜坐直了身子，一脸认真的说道：那你先用我的，虽然永劫无道号称99%的拟真度，但一开始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行，王储点了点头，随后跟着陈琳娜来到书房，戴上了虚拟头盔。刚上线，游戏的提示音便响起了，请输入您的证件号，永劫无道的账号将永远与您进行绑定，请输入您的 ID。柯淼，注册成功。柯淼，欢迎来到永劫无道，这是一个充满永恒轮回与救赎的世界。少年啊，不断毁灭重生，在这永劫中挣扎，去寻找打破宿命的方法吧。烧到38.8，终于把这张码完了，正在核定您的境界。核定完成。当前境界断骨境5重，请设置痛觉同步率，建议新手设置为30%，最低。王储看着眼前的半透明光幕，毫不犹豫地将滑块拉到了最顶端，80%，最高。既然是为了模拟实战，那自然要越真实越好。一般来说，所有职业者开始都是这么设置的，但是等多被虐几把就老实调回30%了。设置完毕后，场景变换，王储出现在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厅，干什么的都有，吹拉弹唱搞抽象的，还有在那边跳科目2的。摇了摇头，王储点击进入练习房，他活动了一下手脚，又试着调动了一下体内的魔力。不愧是号称99%拟真度的黑科技，这感觉跟现实世界几乎没什么两样。虽然在之前的全息游戏全球五考里也有关于永劫无道的设定，但那大多是作为背景板或者过场动画存在的，毕竟谁会在全息游戏里再搞一个全息游戏，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简单的适应过后，王储打开了游戏菜单。永劫无道的玩法非常丰富，有虚空战场，随机匹配60名职业者进入模拟的虚空战场，与虚空生物进行战斗，是 PVE 玩法；也有刺激战场，是那种百人混战的大逃杀 PVP 模式，单排组排都有，喜欢带妹的人都玩这个；也有最硬核、最能体现个人实力的天梯刀房模式。在这里，天梯积分就是一切，积分越高，段位越高，就代表你的综合实力越强。虽然虚拟与现实终究有差距，但这依然是衡量一个职业者实战能力的重要标杆。先打几把排位试试水吧。王储直接点开了刀房匹配，当前段位金铜外，刀房积分1000，战绩0胜0负，正在为您匹配旗鼓相当的对手，几乎是秒排。匹配成功，旗鼓相当，
正在进入对战。唰，眼前一花，当视线再次清晰时，王楚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处破败的老城区广场上，四周是斑驳的墙壁和废弃的车辆，夕阳如血，将整个场景染成了一片暗红，很有末世废土的味道。在广场的另一侧，大概50米开外，站着一个手持长枪的男人。由于游戏默认设置，双方脸上都戴着遮掩面容的面具，看不清长相。王楚随手点开了对方的资料面板 ，ID 闪现千粉，境界断骨境4重，段位青铜2，积分1120，赛季数据 DAS56赛季3胜1负，跟我一样是个星号啊！看来也是这几天准备充分参加模考的学生。断骨境4重，倒也是个优等生了。王楚心里评价道。与此同时，对面的闪现千粉也在观察王楚，看着王楚那光秃秃的0胜0负战绩，以及没有任何过往赛季记录的白板号，他原本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了下来。是个纯萌新，虽然境界比我高1重，到了断骨5重，但境界差距不大。对方一上来大概率不适应刀房中的节奏，这把稳了。为了上分，他的打法比较疯狂，将疼痛感设置在30%，每次开局就是直接硬顶着对方的攻击，以命换命。用这种打法，除了第一把不适应外，已经连续赢了3把了。战斗开始，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闪现千粉没有丝毫犹豫，大喝一声，提枪就冲。然而就在他刚刚迈出第2步的时候，突然感觉视线被映得通红，紧接着一股灼热的气浪扑面来。卧槽！只见一个巨大的火球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这施法速度快得尼玛离谱啊！念头刚从脑海中闪过，轰！闪现千粉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直接化作白光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想法，这就是柯淼吗？王楚站在原地，缓缓收回右手，脸上波澜不惊。战斗胜利，用时2秒，结算完成。当前积分1060加60。回到结算界面，王楚思索片刻，果然，我不管有几个天赋，都被带到这个永劫无道里面来了。刚刚那一下，法神的加护带来的瞬发效果和伤害加成，简直不要太明显。还有女神链接的全属性增幅，也实打实地存在。继续。随后，王楚没有停歇，再次点击了匹配。战斗胜利。随着第9个对手倒下，王楚的积分一路飙升，来到了1490分，还差最后10分就能晋级白银段位了。短短15分钟，王楚连胜8场，这还是算上匹配的时间，每一把都是碾压，每一把都是秒杀，而且他用的手段五花八门，从一开始的法术到后面的枪、棍、长剑、拳刃、斩马刀等等，全部试了个遍。懂不懂什么叫做全武器精通的含金量啊？再来一把，白银就收工。随后，王楚再次点击匹配。当前段位金铜 V， 刀房积分1490，战绩9胜0负，正在为您匹配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一次匹配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由于1500分就是白银段位了。王楚这把匹配叫做晋级赛，而永劫无道这游戏最恶心的是，你要是3排的时候哐哐连胜，接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猪队友；要是单排哐哐连胜，那接下来遇到的可就是分段远超于你的对手了。足足过了2分钟，叮，匹配成功，颇有挑战，正在进入对战。王楚愣了一下。这还是第一次匹配到被形容为颇有挑战的对手，有点意思。终于来了个能打的了吗？王楚嘴角微扬，刷，场景加载完成。这一次是在一片竹林之中，风吹竹叶，沙沙作响。王楚看向对面，50米外，一个身穿骚包战斗服、手持长剑，还带个斗笠的身影静静伫立。不是哥们，还有皮肤呢？这么装逼的吗？点开资料一看 ，ID DF00，境界名媛境3重，已平衡至断骨境5重，段位白银 V， 积分1932，赛季战绩。黄金 V 勋章 S55 赛季168胜56负 S56 赛季31胜4负。好家伙！王楚轻笑一声，差距接近400分，这就叫做颇有挑战的对手吗？永劫无道的匹配机制真有你的！傅蛋蛋，吃饭了。永劫无道中传来了一条队友的私信，傅蛋蛋随手回了一句：好，这把打完就去。回完，他撇了撇嘴说道：吃饭？吃饭哪里有上分重要？此时不充分，更待何时？这2天可是炸鱼的黄金时期，就在刚刚这一下午。他已经连吃了好几把刚刚注册永劫无道的萌新的分，虽然境界差距过大时会压制到一模一样的境界，但战斗意识和技术可不是境界可以弥补的。上赛季太咸鱼了，最后定级只定在了黄金 V， 被老姐狠狠嘲笑了一个暑假。这次高低的冲个铂金回去，把家庭地位的面子找回来。傅蛋蛋喃喃自语，他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帝都大学大1级别的校队正选成员，名媛境3重的实力，绝对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过有些饿了，再来一把，赢了就吃饭。手指轻点。匹配成功，游刃有余。看着对面那个 ID 为柯淼的家伙，傅蛋蛋乐了。哟呵，9胜0负，有点东西啊，就是运气不太好。场景加载完毕，竹林、风声、肃杀。傅蛋蛋直接在公共频道扣字：同学，这几天都在备战模考吧？别紧张，哥哥也不欺负你。说着，他挽了个剑花。我平时不用长剑的，这就当让你一只手了。他主修的是匕首，但这并不妨学习其他武器，只是并没有那么精通罢了。然而，对面那个叫柯淼的家伙
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原本空空如也的手中多出了一对拳刃。拳刃？傅淡淡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玩味。真是不知好歹啊！本来就是劣势对线，还选拳刃这种贴身短兵器对抗长剑，你怕是连我的衣角都摸不到，就要被捅成筛子了。随着倒计时结束，战斗开始。砰！傅淡淡动了，脚下泥土翻飞，魔力顺着经脉疯狂涌动。S 级的风系天赋被瞬间激活，整个人仿佛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速度快得惊人。身法不错，魔力运转也很流畅，是个科班生啊！王楚站在原地，眼皮都没抬一下，可惜还是太嫩了。50米的距离，瞬息而至，给我躺下！傅淡淡大喝一声，手中长剑裹挟着凌厉的锋刃，直刺王楚咽喉。这一剑快准狠！然而就在剑尖即将触碰到王楚的瞬间，王楚动了，仅仅只是微微侧身，那看似壁中的一剑，竟然就这么贴着他的鼻尖刺了个空。什么？傅淡淡瞳孔猛地一缩，巧合！他反应极快，手腕一抖，长剑横扫，唰！王楚往后一侧，再次避开，又是差之毫厘。操，这么能躲！傅淡淡急了，紧接着一连串的攻势全被轻松躲避，让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愈发急躁。我就不信了！风雷剑气！傅淡淡也不打算再戏弄对手了，直接使出剑劲，长剑之上，青紫色的光芒暴涨，隐隐有风雷呼啸之盛。数道剑气封锁了王楚所有的退路，这是一记无法单纯靠走位躲避的范围杀招。然而他看到的却是对方面罩之下那双淡漠到了极点的眼睛。下一秒，王楚的身影毫无征兆的在原地消失了。人呢？傅淡淡拔剑四顾心茫然，随后左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痛楚。砰！傅淡淡闷哼一声，整个人被打得一个趔趄。在左侧，他看了过去，不对，空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后背再次遭到重击。砰！这一拳力道之大，几乎打断了他的脊梁骨。哼！傅淡淡吃痛，发出一声闷哼，紧接着下巴遭受重击，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传来，将他整个人强行挑飞到了半空之中。身体失重，傅淡淡努力调整视角，想要找到对手，但是无论他怎么转动视角，都看不见人，哪怕是一个衣角都看不见。砰砰！连绵不绝的打击感从身体各处传来，每一击都精准地命中他的想要逃脱的方位。他就这么被对手疯狂击飞在空中，无限颠勺。几息过后，傅淡淡视野陷入一片漆黑。你已死亡。帝都大学雷霆战队训练基地，几个穿着队服的学生一边扒饭一边聊天。傅淡淡怎么还没来？这小子不是说再赢一把就来吗？这都过去30分钟了。一名黄毛男生笑着调侃道：哈哈，赢最后一把是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姐上赛季打到了铂金 V， 给这小子刺激坏了，这2天跟疯了一样，说是这赛季也要上铂金。他想太多了，想上铂金怎么也得击败一名玉虚境职业者，哪有那么简单？众人闻言也是一阵哄笑。行了行了，谁去喊他一声？我去吧。一名身材高大的队员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起身朝宿舍区走去。来到傅淡淡的房门前，敲了半天没反应。这小子戴着头盔听不见是吧？队员无奈的摇摇头，直接推门而入。喂，淡淡，差不多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愣住了。房间里没开灯，只有模拟苍幽蓝色的指示灯在闪烁。傅淡淡已经摘下了虚拟头盔，但他并没有起身，而是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前方漆黑的屏幕，脸色苍白，冷汗顺着额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卧槽，淡淡你怎么了？队员吓了一跳，赶紧冲上去，伸手推了推他。被队友这么猛地一摇晃，傅淡淡那涣散的瞳孔才终于有了一丝焦距。他缓缓转过头，看着身边的队友，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干涩沙哑的声音：老张，你知道吗？我刚刚看到遮影布了，而且还是在一个只有几场战绩的新手号身上看到的。遮影布？张猛听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伸手探了探傅淡淡的额头，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没发烧啊？淡淡，你是不是被虐傻了？课上老师可是专门讲过，遮影布那是存在于理论中的极限身法，那是利用对手的视野盲区、攻击后摇以及光影变化进行的连续高频率位移，几乎没有人能够掌握，就算掌握了，想稳定使用出遮影布也十分困难。你现在跟我说，一个新手用遮影布把你给虐了？面对张猛的调侃，傅淡淡猛地站起身，脸红脖子粗的吼道：我特没瞎，是不是遮影布？老子没点数吗？不信是吧？我有录像，全是脚的录像。见傅淡淡急破防了，老张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来真的？废话，行，那就看看。老张走出房间，往楼下招呼了一声：兄弟们，别吃了，去会议室。5分钟后，雷霆战队会议室，一名队友没好气道：干啥事啊？那么急？我还没吃完呢。张猛呵呵笑道：淡淡说刚才遇到了个新手号，会使用遮影布。遮影布？你说的是那个遮影布？队友一脸质疑。张猛耸了耸肩：是的。几人面面相觑一眼，同时扑哧笑出了声。遮影布？傅淡淡，你是不是傻了？就是啊，你信他还是信我是李大帝？傅淡淡冷冷地按下了播放键。别逼逼了，看录像就是了。随后灯光熄灭，巨大的全息投影上
开始播放傅旦旦刚刚的那场对局，画面流转，双方对立而战，9胜0负，没有历史战绩，确实是个萌新没错，全任打长剑，不是吧旦旦？你不会这都说了吧？傅旦旦黑着脸没有说话，还逼逼呢，等下被打脸的就是你们。竹林风起，傅旦旦率先发难，长剑直刺，随后众人脸上的笑容开始一点点凝固，开始认真起来。第一剑空了，第二剑还是空了。傅旦旦的实力他们是了解的，虽然长剑不是他的惯用武器，但熟练度也不错，可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有碰到。旦旦认真了，风雷剑气都来了。咦，那人是怎么出现在那个位置呢？因为录像放映的是第3视角，众人能够很清晰地看见那名萌新以一种极为刁钻的角度突然出现在了傅旦旦的左下方，就是一拳，紧接着噩梦开始了，后背、下巴挑飞，然后就是无限的颠勺，直到傅旦旦化作白光消失。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刚刚还在谈笑风生的几个队友，此刻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神中满是惊骇。随后有人勉强说道，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呀，就是旦旦一直没有把平衡找回啊。傅旦旦瞥了他一眼，然后直接放映第1视角。而这一次通过傅旦旦的第1视角，众人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遮影布了，那种明明知道敌人在身边却怎么也看不见人的无力感。张猛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憋了半天只憋出了2个字，牛逼。除了这2个字，他实在找不到别的形容词。第1视角比第3视角更加绝望，更加恐怖，隔着屏幕都让人感到窒息。真的是遮影布，这特么是哪来的怪物？今年的大夏五考看来是有得看了。会议室的气氛变得无比凝重，一个青铜局的录像直接把这群天之骄子给干沉默了。这时队长突然想到了什么，看向傅旦旦，旦旦，你发给你姐姐看了没？傅旦旦一拍大腿，对啊，我怎么把佳姐给忘了？没有丝毫犹豫，傅旦旦拿起手机给备注为老姐的号码发去了语音通话，响了2声，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干嘛？有屁快放，忙着呢。傅旦旦缩了缩脖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姐，你干嘛呢？还能干吗？傅清寒没好气地说道，在研究镇妖君前几天发出来的那个38秒视频。傅旦旦哦了一声，就是那个38秒速通大地亚龙巢穴的视频吗？那个视频有啥好研究的？不就是发现了一条隐藏路径，然后磕了一瓶高阶顺回药剂，硬生生把 BOSS 给灌死的吗？白痴！电话那头，傅清寒直接骂了一句，里面细节多着呢。那流星火雨，每一粒火球都精准的击中同一个部位，分毫不差。还有，算了，跟你说了也是白说，没事我挂了，别烦我。傅旦旦被骂得一愣一愣的，眼看老姐要挂电话，他猛地回过神来，急忙喊道，别挂，姐，我有正事。说，那个，我刚才在永劫无道里遇到一个人，他会遮影布。电话那头，原本准备挂断的手指停住了，沉默半晌，傅清寒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怀疑，遮影布，傅旦旦，你要是敢拿这种事消遣我，回来我把你腿打断。傅旦旦急了，真的，录像我都有，发给我。电话挂断，傅旦旦不敢怠慢，连忙将视频发了过去。1分钟后，嗡，傅旦旦的手机疯狂震动，傅清寒打回来了。傅旦旦刚接通，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就传来了傅清寒急切的声音，傅旦旦，你加刚才那个人的好友了吗？快点问他是哪个学校的新生，立刻，马上，现在就问。傅旦旦听闻，哭丧着脸说道，我忘了加他好友了，忘了，这都能忘，要你何用？不把他加回来，我回去把你屎都打出来。接下来的几天，傅旦旦就像个入了魔的网瘾少年，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整个人都长在了永劫无道里。只要一睁眼，他就是盯着好友列表里那个灰色的头像看。 ID 柯淼离线上线啊，大哥，算我求你了，你倒是上线啊。然而那个名字始终是一片死寂的灰色，再也没有亮起来过。与此同时，帝都大学剑道学院一间古色古香的静室之内，檀香袅袅，剑意森然，傅清寒恭敬地垂手而立，在他面前的蒲团上，一位身穿素衣的美妇人正在盘腿冥想。帝都大学的客座教授，大夏府赫赫有名的剑圣穆斯，山海境强者，也是傅清寒的老师。良久，穆斯缓缓睁开双眸，清寒，你的心不太静，修行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傅清寒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道，老师，并非修行之事，只是弟子近日偶然得见一段战斗录像，想请老师过目。说着，他将傅旦旦传来的那段视频放了出来。老师，这是遮影布吧？弟子是想，如果遇到这种对手，会不会毫无招架之力？就穆斯微微颔首，语气平淡，确实是遮影布。此人对于光线折射、视野盲区以及身法节奏的掌控已入真境。听到老师如此高的评价，傅清寒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连身为剑圣的老师都认可了。然而下一秒，穆斯话锋一转，不过你也无需妄自菲薄，身法很重要，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技巧只是点缀。你的天赋极佳，握好你手中的剑，他会明白你的心意。傅清寒闻言连忙低头受教，弟子明白了。穆斯点了点头，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为师有一件要事需去处理，得离开帝都半个月，这半个月你就在学院好好打磨剑艺，
若有修行上的疑难，等我回来再一并解答。是，老师。傅清寒躬身行礼。至于什么注意安全的场面话，没必要。老师可是山海境的大能，剑圣出行该注意安全的是他的敌人才对。转眼间几天过去了，模考的日子终于到了。淮海一中校门口，王楚打了个哈欠，还好身体被棒，不然就陈琳娜这个如狼似虎、坐地能吸土的年纪，一般人还真撑不住。钱莹莹的好感度已经超过80%，该链接下一个女神了。宁竹清的攻略难度还有点大，如果没记错的话，剑圣穆斯的重要剧情节点马上就要到了。作为碧翅榜上的剑圣，也是时候该链接了。剑圣穆斯是 SS 级天赋剑神的加护，与他现在所拥有的法神的加护属于同一档次的天赋。但对于王楚来说，链接剑圣穆斯更重要的是达到100%后进阶的 SSS 级天赋。必吃！王楚低垂眉眼思索之际，就见4个身影拦住了去路。抬起头来一看，郑夏雨、艾琳、李雪琴、安吉拉，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这还是王楚退队后双方第一次私下接触。郑夏雨双手抱胸，脸上挂着一抹高高在上的冷笑。王楚，你还有脸来学校？王楚听闻，笑着说道：“你这当着几千人的面灰溜溜逃跑的垃圾都有脸来，我怎么不能来了？”你郑夏雨一句话就被整破防了。艾琳站了出来，冷哼一声：“王楚，你38秒速通大地亚龙巢穴很牛吗？哦，38秒通关不牛吗？你行你上啊！”你艾琳长红脸，指着王楚怒道：“如果没有我们夏雨战队这2年带着你刷本，分你资源，你能有今天？你这白眼狼不仅没有感谢我们夏雨战队的培养，反而处处针对我们夏雨战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这几天他走到哪里就被指指点点到哪里，与以前都是那些羡慕崇拜的眼神不同，现在一个个的满是嘲笑，把爱面子的艾琳给气坏了。王楚也是懒得搭理这几个神人了，挥了挥手：“好狗别挡道，滚开！”不仅狗没让道，一条狗又凑了上来。李雪琴指着王楚的鼻子骂道：“王楚，你就装吧，这几天没看到你，是不是躲起来偷偷特训了？是不是怕在个人赛上遇到夏雨队长被虐得太惨？我告诉你，没用的，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在个人赛上，你只会被夏雨队长狠狠踩在脚下。”他扬起下巴，一脸施舍的表情。现在我们来找你，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肯当众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夏雨队长或许还能给你留点情面，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特训！王楚看着李雪琴，神色有些怪异。特什么训啊？我在疯狂攻击你的出生点啊，妹妹。他看着李雪琴那张刻薄的脸，叹了口气。李雪琴啊，李雪琴，你有空在这儿跟我狂吠，不如多回家看看吧。回家看看。李雪琴一愣，随即想到了那天被关在门外听到的某些不可描述的声音，脸瞬间长得通红，羞愤交加的吼道：“王楚，跟我开黄腔，你不要脸！”王楚呵呵一笑，眼神中满是鄙夷：“我当然要脸，不要脸的是你们才对吧？偷了我的攻略还能倒打一耙，甚至说得如此理直气壮，这种厚颜无耻的事情，也就你们这些贱人做得出来了。王楚，你找死！”郑夏雨彻底爆发了，他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剑，剑尖直指王楚的咽喉，寒光闪烁，杀气腾腾。然而面对这致命的威胁，王楚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拨开了面前的剑刃，动作轻蔑到了极点。郑夏雨，省省力气吧，留着点力气，等到赛场上再用吧，不然到时候输得太快，你妈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说完，他看都没看几人一眼，双手插兜，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校门，留下3个气得浑身发抖的女人。至于安吉拉，双眸紧闭祷道呢，就差念阿弥陀佛了。欺人太甚！艾琳跺着脚，气得脸都歪了。郑夏雨死死盯着王楚的背影，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很好，王楚，你已经成功激怒了我，我会让你知道激怒一名天才的后果是多么恐怖。淮海一中操场，今天的宁竹清一身米白色的小香风套装，剪裁精致，将少女原本就高挑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裙摆下，长腿笔直修长，少了几分平日里的清冷疏离，多了几分富家千金的贵气与甜美。王楚，这里！看见王楚，宁竹清眼睛一亮，用力挥了挥手。王楚走近，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笑着说道：“宁校花，今天很漂亮呢。”宁竹清嘻嘻一笑，王同学的意思是我平时不漂亮了？都漂亮，都漂亮。简单的寒暄过后，王楚跟紫荆花战队的其他队员打了声招呼，愣了一下，怎么只有3个人？王楚问道。宁竹清淡淡道：“陈雷因为上次泄露攻略给段凡的事情，自己退队了。”王楚微微颔首，原来是这样。至于是不是自愿退队的，这不重要。一旁林桃一脸沮丧，就是现在这个节骨眼根本找不到队友了，愁死了。更不用说还是少了名主力替，影响不小。既然这样，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吧。王楚说道。话音落下，还未等宁竹清回应，还没等宁竹清说话，旁边的林桃已经高兴蹦起来了。楚神，你说的是真的？那可太好了，有你在，我们还怕个屁啊！对了，骗人是小狗，稳了，全都稳了。林桃高兴坏了。王楚笑着说道：“当然是真的，你们帮我把夏雨战队的记录几乎都刷掉了，替我出了口气，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嘿嘿嘿，那还不是因为楚神给的攻略太好用了。”林桃傻笑道：“
王楚心中盘算得很清楚，加入紫荆花战队一举两得。第一，宁竹清是预备的女神链接对象，潜在的好感度多少能刷点。第二，帮紫荆花战队拿下团队赛第一，就意味着夏雨战队将彻底失去勇者小队的资格，那是郑夏雨最引以为傲的头衔，也是在拿下勇者小队资格的时候把自己踢出的队伍。没有什么比亲手夺走敌人最真实的东西更能让他们痛苦的了，何乐而不为呢？几人聊了会天后，主席台上的扩音器响了，可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由于前任校长李国成刚被撸掉，这位副校长深知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行事那是相当低调，生怕步了后尘。他简单讲了几句场面话，不想多生事端，便直奔主题。同学们，安静一下，本次全市模拟考正式开始。考核分为2个部分，个人赛和团队赛。首先进行的是个人赛，本次比赛将在永劫无道的真实模式中全程进行，请各位同学关注大屏幕，查看自己的对战行程。嗡！操场正中央的巨型 LED 屏幕瞬间亮起，无数个名字如同瀑布般滚动而出，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然而，当第一行对战信息定格的那一瞬间，整个操场瞬间炸开了锅，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只见大屏幕的最顶端赫然写着第一场郑夏雨 vs 王楚，这几个字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引爆了全场。卧槽，第一场就是火星撞地球，冤家路窄呀，这也太巧了吧！完了，王楚这下真的完了，第一轮就遇到郑夏雨，这运气也是没谁了。虽然王楚刷本很厉害，但这是个人赛啊，法师打剑士本来就劣势，更何况对方还是有着小剑圣之称的郑夏雨，这怕是要直接一轮游了。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王楚，毕竟郑夏雨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剑圣的女儿啊，单挑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林桃张大了嘴巴，一脸的无语，不是吧，这么倒霉的吗？全校那么多人，结果第一轮就碰上郑夏雨了。相比之下，宁竹清倒是显得淡定多了，他看了一眼身旁神色自若的王楚，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是挺倒霉的。不过他说的倒霉指的可不是王楚。台下夏雨战队方向，猪八蛋看了眼正在偷笑的几女，人都麻了，他们是真好懂啊，明摆着将暗箱操作4个字写在脸上了。郑夏雨真能打得过王楚吗？他在私底下也和郑夏雨切磋过了，郑夏雨确实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可是当那个对手是王楚的时候，他又有些拿不准了。他看不透这个男人。在学校的安排下，报名参加个人赛的学生们统一前往淮海一中的训练馆。训练馆内是一间间独立的训练室，配备有各种训练器械和虚拟头盔。王楚走进房间，戴上头盔，进入永劫无道。欢迎回来，玩家柯淼。刚一上线，滴滴滴，私信提示音就疯狂的响了起来。F00，大神你终于上线了。F00，呜，大神你再不上，我都要被我姐给剁了。王楚回了个问号。F00，大神，你还记得我不 ？F00，前几天我们打过一场，我用的长剑。王楚想了想，谁啊？不记得了。F00，被你遮影不虐了的那个。哦，想起来了。F00，没事，大神贵人多忘事。F00，大神，先加个好友呗。如果有空的话，我姐姐想和你切磋一把，可以吗？看着对方那卑微的语气，王楚笑了笑，求个好友位而已，没必要吝啬。他直接点了同意。至于切磋，王楚回道：“我模考要开始了，先不说了。”回完，他便关掉了聊天框，进入比赛房间。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帝都大学雷霆战队宿舍，卧槽！一声惊呼，差点把房顶掀翻。傅蛋蛋看着王楚回过来的信息，整个人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头皮一阵发麻。模考还真是新人啊！虽然因为柯淼是新号的缘故，他早就猜测对方可能是个新人，但他心里多少还是存着一丝侥幸。万一呢？万一对方有什么手段能弄新号呢？毕竟一个新人会用遮影布也太离谱了吧。可现在对方亲口承认要参加模考，傅蛋蛋只觉得后背发凉，这还是人吗？王楚按照流程选择了真实模式，输入房间号，进入了比赛专用房。这里的 ID 是强制实名制的，直接显示为王楚。此时巨大的虚拟竞技场内，擂台旁的观赛席上已经坐了不少的观众，除了参赛选手，不少没比赛的学生也登录了账号，坐在观众席上亲临现场观战。就算没有进入游戏的，也通过场外的实时转播大屏密切关注着这场焦点之战。最主要还是有看点有爆点，他们两个有仇啊！现在谁不知道王楚被郑夏雨踢了，然后针对郑夏雨发起了一连串的反击。现在双方的正面较量来了，这噱头简直拉满。场外教师观战区，一群老师正围坐在一起，神色各异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对局。你们说这场比赛谁会赢？一个年轻老师有些好奇地问道。这还用问吗？旁边一个资深教师摇了摇头，语气笃定，肯定是郑夏雨啊。虽然王楚之前在副本里表现惊艳，但他毕竟是个法系职业，而且还是个辅助出身。郑夏雨是谁？那是山海境强者剑圣穆斯的女儿， S 级天赋剑圣之心的拥有者。人品不论，但实力这块确实没得黑。近战打远程又是单挑，在这么小的擂台上
法师根本拉不开距离。郑夏雨赢面占9成9，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本不是谁会赢。这时，一名老师悠悠道：“而是王楚能逼出郑夏雨几分实力，或者说他能在郑夏雨手下坚持几秒。”擂台之上，风起云涌，郑夏雨早早就站在了擂台一侧。他身穿一套银白色的流线型战斗服，右手持剑，剑尖斜指地面，发丝随风轻舞，衣袂飘飘，宛如一位高高在上的剑中仙子，傲气逼人。他看着对面缓缓现身的王楚，眼神冰冷而傲慢，像是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王楚，原本的你是完全没有机会走到我面前的，是我大发慈悲，让你有了直面我的荣幸。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现在你已经没有跪地求饶的机会了，在这里你会体验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你会被我狠狠地踩在脚下，你的脸会清晰地感受地面的纹理，你会深刻地明白我们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场比赛我会赢，而且会赢得非常漂亮。面对郑夏雨这番如同胜利宣言般的豪言壮语，王楚神色淡然，话说的那么满，就不怕等会儿被打脸？你脸皮再厚也经不起这么反复抽吧？还是说你有受虐倾向，一天不被抽就浑身难受？郑夏雨眯起双眸，冷哼一声，只会逞口舌之力。枪！他用拇指将剑身推出剑鞘1寸，寒光乍现。王楚，我知道你被我踢出队伍后一直在努力，就是想得到我的认可，让我后悔，想证明我也看走眼了。但我会让你知道，在绝对的天赋面前，你的那些想法有多么可笑，你的努力一文不值。就在这时，裁判的声音适时响起，双方准备，3、2、1，比赛开始。嗡！话音刚落，剑鸣声骤然响起，郑夏雨瞬间动了，他没有任何保留，直接爆发出了 S 级天赋剑圣之心的全部力量，整个人化作一道银色的闪电，瞬间跨越了几十米的距离，剑光如虹，直取王楚咽喉。剑一流星，快，极致的快，声势浩大，令人窒息。郑夏雨毫无保留使出了全力，这一剑他要让王楚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在他想象中，王楚被一击击垮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下一秒，枪！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响彻全场，只见一把由纯粹的金色光芒凝聚而成的元素长剑凭空出现在王楚手中，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击上挑，却精准无比的刻在了郑夏雨剑势最薄弱的一点上。这一击直接荡开了郑夏雨必杀的一剑，甚至震得他虎口发麻，差点握不住剑柄。什么？郑夏雨瞳孔猛缩，满脸不可置信。他挡住了，一个法师竟然用近战挡住了他的全力一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王楚动了，还有他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这就是你的剑！”砰！金色光剑顺势下劈，郑夏雨慌乱格挡，却被一股巨力震得连退数步，反手无力。王楚欺身而上，剑势如狂风骤雨，每一剑都直指郑夏雨的破绽，每一剑都逼得他狼狈不堪。砰！正手不精，王楚再次变招，一剑挑飞了郑夏雨试图反击的剑花，脚步松散，顺势一脚踹在他的膝盖弯处。郑夏雨身形一个踉跄，险些跪倒在地。此时的王楚哪里还像个柔弱的法师，他就像是一尊不可战胜的战神，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技巧，都对郑夏雨形成了全方位的碾压。郑夏雨被打懵了，彻底懵了。他引以为傲的剑术在王楚面前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一样可笑。他想要反击，想要怒吼，但王楚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每一击都打得他气血翻涌，连话都说不出来。砰！又是一记重击，狠狠砸在他的剑身上。郑夏雨只感觉手臂像是断了一样剧痛，反应迟钝。王楚神色淡然，就好似在他眼中的郑夏雨根本引起不了他的在意，没一个动作像样。滋啦！最后一剑，王楚直接将郑夏雨手中的长剑挑飞，连同手臂一起，扑通一声，郑夏雨双膝跪地，暴毙嚎叫。啊！真实模式下80%的疼痛感，直接让郑夏雨的惨叫声响彻整个擂台。随后，金色的剑芒稳稳地停在了他颤抖的咽喉前。郑夏雨脸色惨白如纸，冷汗顺着额头滑落，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王楚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就你还想和我同台较量，做你的美梦？什么？”看着郑夏雨就那么扑通跪在王楚面前，观赛席上还有场外观看直播的学生们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这一切。不是哥们，你挂开那么大的吗？我没看错吧？结束了，这就结束了。郑夏雨输了，好像连30秒都没撑到啊！卧槽，那可是郑夏雨啊，同阶无敌的小剑圣啊！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就眨了个眼，女神的手臂怎么就飞了？所有学生的世界观都在这一刻崩塌了。他们设想过无数种可能，或许郑夏雨会以雷霆之势瞬间秒杀王楚，或许王楚能尽可能拉开距离与郑夏雨缠斗，然后落败，又或许有极小的概率王楚能在单挑上打赢郑夏雨，但唯独没想过王楚会用这种方式结束战斗，简直是玩虐啊！教师观战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刚才还信誓旦旦分析王楚能坚持几秒的资深教师，此时脸都长成了猪肝色，这脸打的啪啪作响。郑夏雨强吗？很强，非常强。在同阶中，他的单挑实战能力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甚至
在场有那么几位宁远景老师，都在私下切磋中败给过他。剑圣穆斯亲传的剑法，以及那绝佳适配的 S 级天赋剑圣之心，造就了郑夏雨。可现在，老刘，你看清了吗？一名老师咽了口唾沫，声音干涩地问道：“这王楚用的是什么剑法？”被称为老刘的剑道老师眉头紧锁，他根本没用什么剑法，没用剑法。周围的老师都惊了。没错，老刘深吸一口气，至少我没看出来，他的一招一式都非常直白简单，就像是2点一线一般，直来直去，大道至简。他顿了顿，沉声说道：“郑夏雨用的是剑圣大人成名已久的万象星落剑，讲究的是极致的快、准、狠，如流星划破天际，无迹可寻。但王楚他挡住了每一次的星落，他每一次随手挥剑，都精准地预判了郑夏雨的剑路，打在了他最难受的节点上。这已经不是技巧的压制了，这是降维打击。对战台上，虽然只是永劫无道的虚拟对战，但模拟出来的血腥味依旧充斥在郑夏雨的鼻腔，直冲灵魂。他跪在地上，刚才断臂处传来剧烈的疼痛已经开始逐渐麻木。他输了，他竟然输了！真的假的呀？他有些难以接受现实，自己竟然输给了被自己踢出队伍的王楚，输给了那个自己眼中只能当混子的垃圾，而且还是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剑术领域被正面碾压。郑夏雨露出了一丝苦涩的表情，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巨大的耻辱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哟，怎么不说话了？王楚手持魔力凝聚而成的长剑，轻声笑道：“刚才话不是挺多的吗？什么真正的绝望，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就这。”王楚手中光剑微微下压，剑尖刺破了郑夏雨脖颈的皮肤。真不知道剑圣大人是怎么教孩子的，不仅人品烂得一塌糊涂，连这引以为傲的剑术也是练得稀烂，简直丢人现眼。听到剑圣2字，原本眼神涣散的郑夏雨身体猛地一颤，就像是被触碰到了逆鳞的野兽。那是他的母亲，也是他一生追逐的目标。依稀记得那是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妈妈，你看，我学会了。郑夏雨手里握着一把木剑，兴奋地喊着，想要得到哪怕一句夸奖。然而那个站在风雪中的高挑背影从未回过头，只是留下一道清冷至极的声音，随着寒风灌入他的耳朵：“太慢了，继续练，太慢了。”明明每一次挥剑都拼尽了全力，他再次握紧手中的长剑，那个背影是他心中无法逾越的高山。他拼了命的修炼，拼了命的变强，就是为了能让那个背影停下，回头看他一眼，超越母亲，成为更强大的剑圣。这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然而现在，眼前这个男人竟然将这一切贬得一文不值。闭嘴！郑夏雨低垂着头，声音沙哑：“我不允许你说他。”咚！心脏剧烈跳动，一股强大的气息瞬间从他体内爆发。S 级天赋剑圣之心，超频运转，唰！他的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快，比之前更快，甚至突破了他身体的极限。下一秒，他出现在了那把被击飞的长剑旁，用仅剩的左手猛地握住了剑柄。我还没输，这场战斗的胜者只会是我。郑夏雨将全身的力量都汇聚在这一剑之上，这是他的母亲剑圣穆斯教授给他的最强杀招，也是他最后的底牌。天光！夏雨战队中原本已经绝望的几人突然大叫起来，这是郑夏雨最强的剑技，璀璨的剑芒如同黎明破晓，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刺向王楚的心脏。这一剑惊艳了全场，甚至连场外的老师们都忍不住惊呼出声。然而面对这拼死一击，王楚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只是冷冷地看着那道刺目的剑光，手中由魔力凝聚而成的长剑缓缓抬起，既没有躲避，也没有格挡，而是直接迎着剑锋而上。花里胡哨，咔嚓一声脆响，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紧接着，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那道看似无坚不摧的天光寸寸崩裂，连同郑夏雨手中的那把剑也被王楚一剑轰然击碎。滋啦！长剑化为漫天的碎片，如同烟花般炸开。郑夏雨的身体僵在原地，左手保持着挥剑的姿势，手里的长剑却只剩下剑柄。他呆滞地看着王楚，大脑几乎是空白一片，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了。王楚随手散去手中的光剑，拍了拍手，他俯视着瘫软在地的郑夏雨，眼神淡漠，杀人诛心。夏雨队长！郑夏雨的瞳孔骤然收缩，恕我直言，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剑，都是垃圾。王楚还是太年轻气盛了。黄副校长看着屏幕上郑夏雨那失魂落魄的样子，轻轻叹了口气。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赢就赢了，何必还要如此羞辱？这番话要是传到穆斯大人的耳朵里，那后果，哪怕是他现在的天赋再好，恐怕也承受不起啊。说实话，黄副校长心里对王楚其实还是很有好感的。要不是这小子把李国成给搞下台，他哪有机会坐上现在这个位置？在他身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轻轻点了点头，是有点过了。老者顿了顿，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不过嘛，年轻人有点傲气是正常的，不气盛，那还叫年轻人吗？这小子能如此干净利索地击败穆斯大人的女儿，确实有狂傲的资本。我想穆斯大人也会惜才的。作为帝都大学的招生老师，他觉得今天自己这趟来的太值了。
原本只是来观测一下穆斯大人女儿郑夏雨的情况，却没想到还有如此意外之喜。黄校长，老者转头看向副校长，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麻烦您将这位王楚同学的详细资料送阅给我一份。随着郑夏雨的惨败，母考第一场焦点战就这么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王楚赢了，赢得那叫一个简单粗暴，毫无悬念。接下来的几场比赛更像是走过场，连郑夏雨都被当猪宰了，其他人在王楚面前更是毫无还手之力，一路平推，甚至到了后来，有几个倒霉蛋一看匹配到的是王楚，二话不说直接点了投降。打个屁呀！郑夏雨都被打自闭了，我上去找虐吗？溜了，保命要紧。王楚直接以全胜的战绩结束了第一天的赛程。训练室内，王楚摘下虚拟头盔，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爽。一想到刚才郑夏雨跪在地上那一脸绝望和崩溃的神情，他就感觉从头爽到脚。不过好像忘了点什么事，正准备起身离开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王楚，你在哪间训练室？林娜阿姨来学校了。王楚有些惊讶，没有多想，直接回拨了电话。喂，林娜阿姨，小楚。电话那头，陈琳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呼吸急促，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颤抖。你在哪间训练室？快告诉我，我在302。王楚报了房间号。好，等我，马上到。电话挂断，不到1分钟，嘟，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响起，越来越近。咔嗒，门锁转动，训练室的门被推开，一道丰腴成熟的身影快步走了进来，然后反手把门锁死。林娜阿姨，你怎么？王楚刚想开口询问，却发现陈琳娜的状态非常奇怪，她脸色潮红，眼神有些失焦，中透着一股灼热。原本端庄优雅的发髻此刻有些凌乱，几缕发丝垂在耳边。小楚，陈琳娜几步走到王楚面前，贪欲之花马上就要盛开了。王楚一愣，随即露出了怪异的神色。好家伙，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生了呢。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不过俺可是热心市民，既然都找上门来了，哪有不帮忙的道理？这里是训练室，训练室怎么了？又不是不能用，开交。另一边，夏雨战队基地，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郑夏雨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角落里，双腿抱膝，脑袋深深地埋在臂弯里。其他几人也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今天这一战确实是碾压局没错，只不过被碾压的对象搞反了，该死！终于，艾琳忍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咬牙切齿地骂道：“那个王楚实在是太可恨了，他以前肯定是在隐藏实力，故意装出一副废物的样子来恶心我们。他要是早展现出这种实力，我们会踢他吗？我们会针对他吗？这种人真是够贱的，心机太深了。”他越说越气，仿佛所有的错都是王楚的一样。突然，他转头指着一旁的猪八蛋：“还有你，猪八蛋，当初要不是你，我们会把王楚踢了吗？都是你害的。”猪八蛋正喝着水呢，听到这话，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他瞪大了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的不可思议：“我不是吧，大姐，你脑子有坑吧？这锅也能甩到我头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锅，猪八蛋也是忍无可忍了，他冷笑一声，直接开喷。这时候又怪起我来了，当初是谁天天嫌弃王楚是个累赘，然后要把他踢了换人的？是我吗？不想想自己的原因，反倒怪起我来了，真是笑死人了。他站起身，眼神轻蔑地扫视着在场的几女。我也算是看透了，你们这几个人就是一群名不副实的草包，空有虚名，实际上屁本事没有，连一个大地亚龙巢穴都要灭那么多天，还不如人家王楚带几个拖油平刷的快，跟你们在一个队，真是晦气。你！艾琳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猪八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可是女生，你竟然敢顶嘴！整个基地乱成了一锅粥。就在他们撕逼吵架的时候，角落里一直沉默不语的李雪晴，眼神却闪烁不定。她看着吵得不可开交的众人，又想起了今天擂台上王楚那惊艳全场的表现，还有那如同战神一般的身姿，她轻轻咬了咬红唇，心思活络了起来。王楚竟然变得那么厉害了，连郑夏雨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的他前途不可限量啊！李雪晴心中暗暗盘算，夏雨战队眼看着就要散了，这群人也没什么大出息，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耽误自己。而王楚，我可是他最爱的青梅竹马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这份情谊是别人比不了的。想到这里，李雪晴趁着众人不注意，悄悄地溜出了基地，朝着学校训练馆的方向走去。10分钟后，根据分配表，李雪晴来到了王楚所在的302训练室门口。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楚楚可怜一些。正准备抬手敲门，突然她的动作僵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古怪。等下，里面好像传来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是他妈。时间有些晚了，在3楼其他训练室的学生早已离开，整个3层空荡荡的，除了走廊尽头那盏有些忽明忽暗的感应灯，就只剩下一片死寂。李雪晴站在302训练室的门口，整个人呆在原地，僵硬冰冷，她的手还悬在半空中，原本想要敲门的动作却怎么也落不下去了。门的隔音效果不错，但站在门口，一阵阵令人面红耳赤却又无比熟悉的声音还是清晰地钻进她的耳朵里。
小楚，吼吼！那声音婉转，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欢愉，就像是熟透的水果被人肆意采摘时发出的汁水，嘶一声。李雪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哪怕她再怎么不想承认，哪怕她再怎么欺骗自己，但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像了，跟她听了10几年的声音简直一模一样。而且那个叫着小楚时的亲密语气，更是让她如坠冰窟。不可能！李雪琴低垂着眉眼，手指死死地扣着门框，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这应该只是巧合吧？里面的人不可能是他，对吧？他在心里疯狂的自我安慰，试图用这种自我暗示来掩盖那个让他恐惧到颤抖的猜测。可是越是想否认，大脑就越是不受控制的开始回放之前的画面。原本傻了吧唧的他，一下子就好像变聪明了起来。那天回家，陈琳娜说身体不舒服，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出来。可是她却在客厅的沙发上发现了王楚散落的衣服，说是要帮王楚洗衣服来着。还有那天在王楚家门口，贝哥在门外听到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颠勺声，从门缝里传出来的那压抑的闷哼声，此时回忆起来，又与陈琳娜的声音开始重合起来了。种种迹象，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同一个令人绝望的真相：王楚和陈琳娜，他们不，绝对不可能！李雪琴猛地抬起头，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疯狂摇头。这一猜想未免也太疯狂了，太荒谬了。虽然陈琳娜是个寡妇，而王楚也已经成年了，但是王楚可是陈琳娜看着长大的呀，他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而且还是在学校的训练室里。就在这时，训练室里随着一声高亢入云的长啸声响起，训练室里激烈的训练动静终于逐渐平息了下来。他们要出来了！李雪琴瞳孔瞬间紧缩，慌了，彻底慌了。左右观察了一圈，李雪琴赶紧跑到旁边走廊的拐角处，缩在阴影里，心脏砰砰砰的狂跳，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在内心疯狂祈祷，求求了，千万不要是他，千万不要是我猜的那个人，哪怕是别的任何女人都可以，只要不是陈琳娜，不要啊！这每一分每一秒，李雪琴都过得十分煎熬。咔嗒，门锁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李雪琴的呼吸瞬间屏住，死死盯着那扇缓缓打开的门。王楚双手插兜走出训练室，那身衣服有些褶皱，头发略显凌乱。紧接着，他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一般，嘴角突然勾起一抹有趣的笑意。他站在门口，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回头看向门内。紧接着，一道丰腴的身影探头探脑的从他身后钻了出来，就像是做贼一样，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小楚，不会被其他同学看见吧？陈琳娜有些羞涩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我观察过了，人都走光了，反正同学室都没有了。王楚笑着说道。确实是没有同学了，可是你女儿在啊。借着走廊的灯光，李雪琴看清了那张脸。轰！这一刻，李雪琴的天塌了。那是张她十分熟悉，甚至与她十分相像的脸庞，白皙、精致、完美，带着几分红晕，脸上挂着有些尴尬的神色。竟然真的是陈琳娜，真的是她？怎么会？怎么可能？李雪琴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瞬间崩塌了，愤怒、羞耻、绝望，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背叛感，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化作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直冲天灵盖。她再也忍不住了。王楚，陈琳娜！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打破了走廊的沉默。李雪琴从阴影中冲了出来，双眼赤红，指着两人：你们两个在里面做什么？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陈琳娜一跳，浑身一颤，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下意识的想要躲到王楚身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满是慌乱。雪晴，你怎么会在这里？完了，被发现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相比之下，王楚倒是显得淡定多了。他看着气急败坏冲过来的李雪琴，不仅没有丝毫慌乱，甚至还伸手揽住了陈琳娜想要躲闪的腰肢，将她重新拉回怀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哟，这不是雪晴吗？真巧啊！李雪琴根本没去管王楚那贱兮兮的声音，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被王楚搂在怀里的女人。陈琳娜，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胸口剧烈起伏，眼里的红血丝都要爆开了。陈琳娜被女儿这吃人的眼神吓得浑身一哆嗦，脸色惨白，眼神躲闪，根本不敢和李雪晴对视。雪晴，你听我解释，这都是误会！李雪晴尖叫一声，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骗我？解释什么解释？她指着陈琳娜的脖子，手指都在发抖。那里原本白皙修长的天鹅颈上，此刻布满了一块块红色的印记。你脖子上这些是什么？是被蚊子咬的吗？还是你自己掐的？那么多个草莓，你当我瞎呀？陈琳娜下意识地捂住脖子，脸颊瞬间长得通红，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李雪晴却不依不饶，步步紧逼。还有，你以为我刚来吗？我已经站在门口很久了。李雪晴咬着牙，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在里面叫什么？叫的有多欢，多不要脸，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此话一出，陈琳娜整个人都懵了，大脑嗡嗡作响。雪晴，她竟然全听到了。陈琳娜，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平时装的那么清高，结果呢？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太让我恶心了，我对你太失望了。李雪晴的每一句话都狠狠地扎在陈琳娜的心上。陈琳娜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身体摇摇欲坠。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反驳。就在陈琳娜快要崩溃倒地的时候，一只温暖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紧接着那个高大的身影往前一步，直接挡在了他的身前，替他挡住了女儿那咄咄逼人的视线。王楚脸上依然挂着那一抹玩世不恭，甚至带着几分戏谑的笑容。他看着几近疯狂的李雪琴，淡淡的开口道：“李雪琴，你怎么和你妈妈说话的？这就是你对待长辈的态度？”李雪琴那疯狂起伏的胸口瞬间一滞，她难以置信的看着王楚。长辈，这个刚刚做了什么事心里没一点数的混蛋，竟然好意思跟自己提长辈。王楚，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李雪琴刚要发作，王楚却根本不给她开口的机会，直接打断了她。我没资格，那你就有资格了。李雪琴，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活得像个巨婴一样自私？王楚双手抱胸，眼神中充满了鄙夷和审视。你口口声声说你妈让你失望，让你恶心，那你自己呢？这么多年来，你扪心自问，你尽过一天做女儿的责任吗？你一共回了几趟家？1个月还是2个月？每次回家，除了伸手要钱、要装备、要资源，你哪怕给过琳娜阿姨一个好脸色吗？你关心过她身体好不好吗？你问过她工作累不累吗？没有，你只在乎你自己。王楚的声音越来越大，你知不知道琳娜阿姨一个人生活有多不容易？她又要赚钱供你上学，又要给你买装备、买药剂，还要忍受你的冷眼不理解和坏脾气。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守着那个空荡荡的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她有多孤独吗？你知道她有多辛苦吗？你不知道，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你就是个自私自利、只知道索取的吸血鬼。王楚越说越起劲，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开始抨击李雪琴。你就是这么报答你妈妈的？白眼狼都没你这么白。我只不过是心疼琳娜阿姨，我看她太孤单了，太需要人陪了，所以我替代你，陪伴在她身边，给她一点心理上的慰藉，哪怕是一点点温暖，这有错吗？相反，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怎么还反过来咬我一口呢？你至于在这里发疯吗？简直是不识好歹，帮我尽孝，心理慰藉，替代我陪伴，还要我感谢你，倒反天罡啊！李雪琴听得目瞪口呆，气得浑身颤抖。不是，这种不要脸的话，她是怎么说得出口的？简直是无耻！她的愤怒值瞬间爆表。王楚，你这个混蛋畜生，你想报复我，尽管冲着我来啊！你对我妈动手算什么男人？面对歇斯底里的李雪琴，王楚只是啧啧了2声，然后他突然凑近李雪琴的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不得不说 ，MM 可真润啊！”轰！李雪琴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了，炸了！啊呀呀呀！气死我了！王楚，我要杀了你！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张牙舞爪的就要扑上来拼命。然而下一秒，啪！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声在空荡的走廊里骤然响起。李雪琴被打得一个踉跄，她捂着火辣辣的脸颊，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那个正在颤抖的女人。打她的竟然是陈琳娜！陈琳娜咬紧牙关，双手都在剧烈颤抖，眼中满是痛苦和决绝。雪琴，你怎么和你王叔叔说话的？快跟你王叔叔道歉！王叔叔！李雪琴捂着自己迅速肿起来的半边脸，整个人都傻了，呆滞茫然。这还是她长这么大，陈琳娜第一次打她，哪怕以前她再怎么任性，再怎么胡闹，妈妈从来没舍得动过她一根手指头，可今天为的竟然是王楚，而且还称呼他为王叔叔。陈琳娜，你疯了，你不要脸！啪！还没等他骂完，陈琳娜反手又是一巴掌，狠狠扇在了李雪琴的另半边脸上，这一次用力更重，眼泪顺着陈琳娜的脸颊无声的流淌下来。雪琴，你不要再闹了，够了！李雪琴捂着2边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怨毒。陈琳娜，你竟然为了他打我，还打了我2次！好，很好。他后退2步，像是看仇人一样看着陈琳娜。从今天开始，我们断绝母女关系，我没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妈，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吼完这句话，李雪琴猛地转身，哭着跑向了楼梯口，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陈琳娜看着女儿决绝的背影，身体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呜！她再也忍不住了，扑进王楚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王楚轻轻拍着陈琳娜颤抖的后背，心里却没有多少波澜。断绝关系，挺好的，省得以后碍手碍脚。正准备开口安慰几句好阿姨别哭了，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玩家王楚获得隔壁王叔叔隐藏成就。第一次写这种那么狗血的玩意，我脏了！呜呜呜！叮，恭喜玩家王楚获得隔壁王叔叔隐藏成就。女神链接效果提升，当前可同时链接人数2人，同时链接人数提升了。王楚的嘴角的笑容差点压不住了，这个提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之前受限于好感度达到80%前无法链接下一名女神的限制，自己迟迟对选择链接宁竹清踌躇不定，而是将目光先放在了臂翅膀上的剑圣慕斯。现在好了，双线操作，快乐加倍，明天就可以先把宁竹清给链接上，观察一下到底有多少的好感度了，简直完美。小楚思索之际，耳朵里传来陈琳娜带着几分迷茫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他抬起头，那双眼眸中写满了不安和愧疚。毕竟刚刚才跟女儿大吵一架，甚至还要断绝关系，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开始怀疑人生，陷入了深深的 emo 之中。王楚低头看着他，这种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让他胡思乱想。都上贼船了，不一条路走到底怎么行呢？他温柔地伸出手，将陈琳娜额前凌乱的发丝别到耳后。琳娜阿姨，看着我的眼睛。王楚眼神坚定而深情，称得上淮海市第一深情。你没有错，错的是李雪晴，是她太自私太任性，根本不懂得体谅你的辛苦。王楚的声音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魔力，循循善诱。而且你的贪欲之花是上天赐予你的礼物，她生来就是渴望被浇灌被滋润的。以前她被忽略了，凋零干渴，现在我来了，我浇灌。你要记住，这不仅是对你，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说着，王楚身上气息迸发，断骨境7重，经过刚才贪欲之花绽放的巨大能量反哺，轻松让他连跳2个小境界。你看，因为有你，我变得更强了，你也变得更强了。琳娜阿姨，你对我来说无可替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就像是一剂强心针，狠狠地扎进了陈琳娜那颗惶恐不安的心里，瞬间驱散了所有的阴霾。原本苍白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润起来，甚至比刚才还要娇艳。小楚，他眼神迷离，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来。王楚见状，嘴角一咧，懂了，火候到了。他二话不说，直接一个公主抱，将陈琳娜那丰腴的身子横腰抱起。呀！陈琳娜发出一声娇羞的低呼，顺势搂住了他的脖子。李雪晴这种逆女没了就没了，下一个更听话。王楚再次推门，302训练室的灯光再次打开，咔嗒反锁。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二弟无法解决的，如果有，那就让二弟再辛苦一次，开交开交。另一边，当李雪晴回到夏雨战队基地的时候，刚才那场激烈的撕逼大战已经结束，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尴尬和冷战的气息。雪晴，正无聊玩手机的安吉拉眼睛一亮，赶紧凑了上去。你刚刚去哪了呀？我们刚才还在说，你是不是跑去给王楚道歉了呢？你说怎么可能吗？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李雪晴那惨不忍睹的样子吓了一跳。我的天，雪晴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怎么哭成这样？听到动静，旁边的艾琳也赶紧围了过来，一脸关切。是啊，雪晴，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一副……他顿了顿，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马背草了咽了回去。这话太不吉利了，还是别说了。面对队友的关心，李雪晴低着头，死死地咬着嘴唇，脑海里全是刚才那一幕幕不堪入目的画面，耻辱、愤怒、不甘，种种情绪在心中翻涌，最终化作了一股名为复仇的火焰。他猛地抬起头，双眸中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大家，接下来的团队赛，我们一定要赢，必须赢！艾琳愣了一下，随即无奈地摊了摊手，算了吧。他瞥了一眼还蜷缩在沙发上装死的郑夏雨，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你看看夏雨现在这个样子，都被打自闭了，还比什么赛啊？洗洗睡吧。下一秒，李雪晴二话不说，大步流星地走到沙发前，伸出左手，一把薅住郑夏雨后脑勺的头发，像是拖死狗一样把他硬生生拽了起来。你干嘛呀？哎呦！郑夏雨吃痛，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把他的惨叫声扇回了肚子里。这一巴掌把郑夏雨扇懵了，把旁边的艾琳、安吉拉、猪八蛋都扇懵了。卧槽，这么猛的吗？废物！李雪晴指着郑夏雨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还要在这里颓废到什么时候？给我醒醒！”郑夏雨眼神涣散，捂着脸喃喃自语：“打不过的，我已经拼尽全力了，还是无法战胜他。”啪啪啪啪！还没等他说完，李雪晴又是左右开弓，接连几个大逼兜子狠狠抽了上去。嘶！周围几人倒吸一口凉气，精彩，太精彩了！给我振作起来！李雪晴歇斯底里的吼道：“你不过是在一次战斗中输给王楚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是连我妈都……”话说到一半，他猛地惊醒，赶紧闭嘴，差点说漏嘴了。阿姨怎么了？安吉拉一脸好奇地问道。没事。李雪晴眼神躲闪，咬牙切齿地说道：“王楚变成王叔叔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被他们知道。这种丢人现眼的事，要是传出去，他这辈子都别想抬起头来做人了。”艾琳见状，也赶紧出来打圆场。那个夏雨队长，雪晴说的对，我们团队赛还是有机会的。他开始给大家画大饼。你看啊，个人赛输了就输了，那毕竟是单挑，但团队赛不一样，我们可是拥有5名 S 级职业者的豪华阵容，虽然配合还差点了点，但其实已经开始步入正轨了。再看看那个紫金花战队，艾琳掰了掰手指，开始算道：“也就王楚和宁竹清比较能打，剩下那2个是什么？阿猫阿狗，纯混子，我都不记得叫啥名字。只要我们战术得当，优势在我们，毕竟我们在大地亚龙巢穴也拿第一了，这次我们也一定能赢。”说完，原本死气沉沉的夏雨战队似乎又稍微恢复了一点点生气。郑夏雨的眼眸中开始有了神色。是啊，团队赛还有机会，只要继续保持第1名，勇者小队就还是我们。一旁的猪八蛋看着重振旗鼓的吉女，心里也稍微好受了一些。看来这几个人还是有点救的，或许真的能赢。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艾琳娜尖酸刻薄的声音突然传来，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喂，猪八蛋，这次你要是再拖我们后腿，害我们输了比赛，小心我扒了你的皮！猪八蛋，哥，狗改不了吃屎。算了，马上都要5考了，自己选的队伍，含着泪也得打完啊。山城绵延起伏的山脉被浓雾笼罩，暗流涌动。一间古朴的茶室内，穆斯端坐在主位上，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机，屏幕上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剑圣大人，夏雨小姐在模考的第1场个人赛战败了。下方还有一段视频，败了。穆斯的眉梢微微挑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惊讶，他也没有点开视频，只是轻轻放下手机，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郑夏雨的实力和心性他十分了解，实力有，但不足以他如此自傲。输了也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老者匆忙走了进来，额头上还挂着细密的汗珠。看见穆斯，他躬身拱手，语气恭敬：剑圣大人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刚才有突发情况需要处理，耽搁了一会儿。穆斯淡淡说道：李执行官，直接说正事吧。李山坐到旁边的红木椅上，神色凝重：剑圣大人，最近2个月，山城接连失踪了上百名职业者，我们派出了大量人手去调查，并没有任何结果，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李山顿了顿，放在腿上的双拳紧握。后来就连搜查队的人都开始失踪了，包括3名欲虚境的强者。穆斯闻言，双眸微微眯起，报告上只写了1名欲虚境失踪。李山苦笑道：剩下2人失踪是今天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才处理了那么久，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处理能力。穆斯抿了口茶，目光穿透窗外的浓雾，望向远处的深山。放心吧，我来了。山城深处，阴冷潮湿，空气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浓郁血腥味。血色祭坛之中，紫黑色的雾气不断蠕动，发出滋滋的声响。几名身穿黑底红云长袍的身影正围在祭坛旁忙碌着。祭司大人，一名黑袍人走到其中一人身旁，垂着脑袋低声说道：剑圣穆斯到山城了。知道了。被称为祭司的老者淡淡说道：这个时间点，山海境里只有穆斯有空，大夏府会派他来，也是在计划之中的事情。况且这场盛宴还需要他这名主角参加呢。他嘴角勾起一抹不明意味的笑容，随即冷声下令道：就差最后10人了，绝对不能出差错。在山城的兄弟们先停手，到隔壁淮海市去找，动作隐蔽一点。他猛地张开双臂，面色狂热地说道：只要八岐大蛇大人能够顺利降临，到时候区区一个山海境的剑圣，不过是送上门来的极品血肉罢了。2天时间转瞬即逝，模考个人赛已经结束，接下来轮到的是团队赛。果然，最后个人赛的第1名就是王楚。那肯定的，他轻松秒杀郑夏雨的时候，就已经代表他是淮海市第1了好吗？王楚到底是什么天赋啊？ B 级链接那么猛的吗？那我是不是 C 级也有机会逆袭啊？你省省吧，我猜王楚肯定是双天赋，要么就是天赋进化了。小说看过没有？跟小说一样，还天赋进化，你怎么不说他是重生者呢？不过说真的，我听说隔壁阳城也出了各类似的怪胎，本来也是个不受待见的 B 级天赋，结果也是在母考上一鸣惊人，一路碾压拿了第1。这年头废柴逆袭剧本这么流行吗？我都叫你少看点小说了，满脑子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窝腰烟牌。紫荆花战对处，王楚，你在看什么？宁竹清发现王楚一直盯着他看，小声问道：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王楚咧嘴笑道：你讨厌。宁竹清红着脸转过头去，不知为何，今天他觉得王楚给他的感觉变得不太一样，似乎有一股魔力一直在吸引着他，让他忍不住想要偷看。王楚嘴角噙着一抹笑意，就在刚刚，他开启女神链接，链接了宁竹清。丁，目前链接女神数3，全属性增幅效果提升 50%， 共计提升 250%。女神宁竹清好感度 70%， 都还不用像陈琳娜和钱莹莹那样草服呢，好感度竟然就已经高达 70% 了。宁校花呀，宁校花，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宁校花。淮海市郊区蓝笋山脉，延绵不断的山峦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横亘在天地之间。蓝笋山脉是镇妖军的日常驻训基地，同时也承担着淮海市历届模考与武考的重任。此时山脚下早已戒备森严，随着一辆辆大巴车缓缓停稳，淮海一中的考生们鱼贯而下，嘈杂的讨论声打破了蓝笋山的沉寂。我们在6区。宁竹清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特制手环，轻声说道：整个蓝笋山考核区域被划分的泾渭分明，外围区域、重点区域以及最为凶险的中心区域。这种简单粗暴的命名方式，直接明了地告诉了所有人难度的递增。手环都已经绑定好了。宁竹清晃了晃手腕，上面显示着一个醒目的数字0。模考团队赛的规则跟往年一样，击杀异兽获得积分。外围区域大多是启灵境和断骨境1、2重的低阶异兽，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威胁，分又低又浪费魔力。重点区域开始就要小心了。他的语气稍微严肃了一些，那里出没的都是断骨境高重的异兽，甚至可能会遇到成群结队的异兽群，危险系数直线上升。而且从重点区域开始，地图上会刷新 BOSS 标记，地图上
星星点点的分布着一些红色的光点，这些红点代表着异兽 BOSS， 击杀一只，积分抵得上几十只普通异兽。至于中心区域，地图的最中央，那里赫然印着一个令人心悸的黑色骷髅头标记，明烛青神色淡然。中心区域会有宁园境的异兽出没，而那个骷髅头代表着一只宁园境的异兽领主 BOSS。团队赛的计分方式很简单粗暴，团队所有成员的个人积分相加就是最终的总成绩，避免了一些辅助混不到分的情况。像一些实力强大的队伍，则会选择分散打野、分头刷钱来最大化获取积分。宁竹清冷静地分析道：“我的建议是，进入考核区后，直接全速推进，直插重点区域。”他纤细的手指点在了地图上的一个红点位置，这只 BOSS 顺手拿下，然后是这只，再接着是这只。说完，他抬起头，美眸看向王楚，似乎在征询他的意见。王楚耸了耸肩，一脸无所谓：“没问题，你是队长，你来安排就可以了。”说实话，对于这种郭家家般的母考，王楚并不是很放在心上，他的思绪早已飘到了隔壁的山城。按照时间线推算，剑圣穆斯应该已经抵达山城了吧？王楚在心中推测道。在全球五考的剧情中，那群疯子般的虚空胶团策划了一场大戏，把山城搞得一团乱。同时，女主之一的郑夏雨的母亲，那位屹立于大夏府巅峰的山海境强者剑圣穆斯，也将会陨落于此。王楚眼中闪过一丝精芒，想要拿下臂翅膀上的剑圣穆斯，机会有且只有这一次。毕竟不赶紧攻略的话，剑圣穆斯都凉透了。但问题在于，时间实在是太赶了。王楚现在才断古境7重，要面对的是那群虚空胶团的疯子，敢算计山海境强者的势力，底蕴绝对恐怖。以他现在区断古境7重的小身板，想要插手这种级别的战斗，无异于送死。不过富贵险中求，该干还是得干的。这层干可有太多层的含义了。等今天模考结束，就立刻动身前往山城。剑圣穆斯，我吃定了，谁赞成谁反对，反对也没用。时间马上要到了。宁竹清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王楚回过神来，看向前方，只见所有考生都已经蓄势待发，像是一群即将出笼的猛兽。9点整，所有人手腕上的手环同时震动，发出一道机械的提示音：考核开始。提示落下的瞬间，6区的几百名考生如野狗般嗷嗷嗷的就冲了出去，争先恐后，生怕慢了一步。时间就是金钱，也是分数。考核区域内的资源是有限的，狼多肉少，自己每多杀一只，别人就少杀一只。在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中，哪怕是1分的差距都可能决定命运。我们也走。宁竹清低喝一声，身形率先冲出，紫荆花战队等人紧随其后。对于分数，众人还是很重视的，只要拿下模考的第1名，就能从夏雨战队手上抢到勇者小队的名额。对于几人来说，只要称为勇者，就能直接保送了。刚一进入外围区域，吼！几只体型硕大的野猪异兽便咆哮着冲了出来。宁竹清脚步都没停一下，紧握着长枪，蹲下身子俯冲而出。蓝紫色的雷霆呼啸而过，几只体型硕大的异兽被瞬间秒杀。对于紫荆花战队的人来说，这些外围区域的异兽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脆弱不堪。一路平推，手环上的积分数字也开始上涨。仅过了不到20分钟不到，他们就势如破竹地冲进了重点区域，并且来到了第一个标记的红点处。吼！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声响起，震得周围树叶簌簌落下。只见前方的空地上盘踞着一只足有1层楼高的巨型猛虎，断骨境9重，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宁园境。林桃咽了口唾沫，这压迫感太强了。他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王楚，问道：“楚神，有没有什么攻略啊？”然而王楚只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攻略？他指了指那头大猫，语气充满了疑惑：“打这种路边的一条，还需要攻略吗？”林桃大哥，你认真的吗？这可是断骨境9重的 BOSS 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王楚已经抬起了右手，轰！在他身后，一颗又一颗的流星火雨呼啸而出，瞬间将那只不可一世的虎王淹没，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看着那还在冒烟的尸体，宁竹清见状，瞳孔瞬间紧缩。才过去没几天，没想到王楚又变得更强了。黑甲虎王可比大地亚龙等阶还高，还强上几分。可王楚秒杀起来，比之前对阵大地亚龙的时候还要轻松。另一边，林桃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这一刻，他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哪怕是呼吸着同一片空气，人与人之间的悲欢也是并不相通的。打扰了，是我不配，我说了多少遍了？艾琳一脸不耐烦地指着地图上的红点，打这些路上随处可见的小 boss， 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的目标是第1名，要我说，直接全速前进，去中心区域干那头宁园境的 boss， 只要拿下了他，积分绝对遥遥领先。郑夏雨皱着眉头，不同意这个激进的方案。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顺路解决一下赚点分不影响什么。再说了，万一宁园境的 boss 我们打不过，或者被别人抢了怎么办？到时候再回头过来打这些小 boss， 那时候恐怕早都被别人清光了，我们连保底分都没有。李雪琴在一旁眉头紧皱，又开始了。郑夏雨和艾琳2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争个没完。那不是说好了由夏雨队长全权指挥吗？他开口道：“艾琳，
听指挥就是了，别争了。我也不想争啊。艾琳翻了个白眼，主要是这些路上的 BOSS 完全没有必要打呀。我们的状态和补给是有限的，如果都被路上这些阿猫阿狗消耗了，到时候哪还有力气去打中心区域的 BOSS？ 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好像也有点道理哦。猪八蛋在一旁人都看妈了，真的妈了。前2天这群人还信誓旦旦的在那画大饼，说什么优势在我碾压紫金花，结果呢？优势在你妈比的在啊！这才刚刚开始母考，连个 BOSS 的面都没见着，光是站在这里吵架就已经吵了10分钟了，就这效率，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那个猪八蛋清了清嗓子，试图插句嘴，我说2句，你闭嘴！郑夏雨和艾琳异口同声的吼道，眼神凶狠的像是要吃人。猪八蛋，行，你们牛逼，你们清高，我闭嘴还不行吗？我他妈的加入你们夏雨战队，算老子倒了8辈子血霉。郑夏雨深吸一口气，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的耐心已经被耗尽了。艾琳，我是队长，你是队长，要是不听我的指挥，你现在就可以滚，没人求着你留在这个队里。艾琳被对的脸色一僵，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没敢真的翻脸，只能愤愤地哼了一声，不再说话。队伍终于再次开动，很快战斗打响。艾琳，雪琴要保留魔力，还是老样子，前面靠你来输出。郑夏雨一边被 BOSS 撵着到处跑，一边大喊道。艾琳连射好几箭后，摸了摸剑带，脸色一变，别剑了。猪八蛋，剑给我！猪八蛋心中一喜，幸亏老子早有准备，不然这锅肯定又要扣到我头上。他赶紧从空间里掏出一捆附魔箭矢，递了过去。艾琳接过箭矢，弯弓搭箭，瞄准，松弦，咻，箭矢离弦而出。然而那杆箭就像是30岁的中年男子一样，到了顺风要失鞋的年纪，飞出去还没几十米远，就这么软绵绵地有气无力的耷拉了下来，插在了距离 BOSS 还有好几十米远的地上。郑夏雨自己也看懵了，不是，咋回事啊？赶紧又抽出一支附魔箭矢，搭弓射，咻！这一次箭矢多飞了好几米，然后一头栽在地上。郑夏雨心态崩了，艾琳，你特么蛋鸡毛呢？这都射不中，赶紧输出啊！我要扛不住了。艾琳也是一脸懵逼，我不知道啊，我一直都是这么射的啊，难道是箭有问题？他不信邪，赶紧继续抽出一支箭，再次射出。这一次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咻！箭矢飞出去了，飞得很远，比刚才多飞了大概2米，依旧是软绵绵的插在了地上，连 BOSS 的毛都没碰到。郑夏雨彻底爆发了，艾琳，不就是没有采纳你的意见吗？你至于在这里给我当演员吗？在这个节骨眼上耍脾气，你要死啊！艾琳也是委屈的想哭，我没有演，我真的用力了呀，是这件有问题，肯定是猪八蛋买的劣质产品。猪八蛋，不是，又是我，这黑锅是自动定位到老子头上来的是吧？他直接拉出一条纸质账单，大姐，你看清楚了，这是老子专门买的断骨镜附魔箭矢，1000一支呢。难听的话猪八蛋没说出来，你自己不行怪装备，拉不出屎怪茅坑没引力，快点清 BOSS 啊！我他妈都要被对穿了。背后依稀传来郑夏雨被撵得到处嗷嗷叫的声音，有的队伍在努力刷分，有的队伍还在那边吵架。蓝笋山脉深处，空间开始微微扭曲，一个个漆黑如墨的漩涡毫无征兆的在虚空中浮现。随后，一名接着一名身穿黑色长袍，浑身散发着阴冷气息的人影从漩涡中走了出来。为首的男子沉声道：“能不被发现的话，尽量不要被发现，多抓点祭品，要活的，境界越高的越好。大人说八岐大蛇大人喜欢有嚼劲的。”紫金花战队刚又解决完一只 BOSS， 王楚突然感知到什么，眯起双眸警戒。宁竹清同样也反应迅速，立马靠在王楚身边，手中长枪雷霆闪烁。下一秒，一道空间裂隙突然打开，2个黑袍人从中走出，发出了慵懒的声音。看清来人的穿着后，王楚瞳孔瞬间收缩。等等，为什么虚空交团的人会出现在这里？按照游戏剧情，他们此时应该正在山城搞事才对啊！2名宁元镜，队形收缩。宁竹清沉声道，手握着长枪，摆出迎战的姿态。林桃和高腾没有迟疑，立马收缩到王楚和宁竹清身后。结，运气不错呀！一名黑袍人打量了一下几人，眼中露出满意的神色，一下子就遇上了一支质量这么高的队伍。另一名黑袍人舔了舔嘴唇，冷笑道：“别废话了，动手，抓活的！”话音未落，2股强大的气息瞬间锁定了几人。林桃吓得小脸煞白，腿都软了。面对这种级别的敌人，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在这时，王楚转过头看向身边的宁竹清，2人对视一眼。宁竹清似乎明白了什么，脸颊微红，然后点了点头。下一秒，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注视下，王楚突然凑上去，狠狠地在宁竹清的红唇上亲了一口。林桃就站在2人身后，那双大眼睛扑腾扑腾的，一脸震惊地盯着2人看。不是，你们俩干啥啊？这他妈在打架呢，你们怎么亲上了呀？2个黑袍人都看傻了。噗嗤，其中一个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对小情侣有点意思啊，是不是以为马上要死了，憋不住了？另一名黑袍人也跟着嘿嘿怪笑，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有意。不对，他的笑容突然僵在了脸上，瞳孔猛地一缩。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眼前那个手持长枪的少女身上的气息竟然在疯狂暴涨。轰！
恐怖的雷霆之力瞬间炸裂，小心，有问题！他厉声大喝，想要提醒同伴，然而晚了，滋啦！隐隐的轰鸣声在耳边炸响，雷霆还没等那名还在嘲笑的黑袍人反应过来，一杆闪烁着蓝紫色雷光的长枪已经如同雷龙咆哮，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噗！快，极致的快！黑袍人瞪大了眼睛，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恐怖的血洞，满脸的不可置信。宁竹青面无表情，手腕一抖，猛地拔出长枪，噗！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他微微侧身，躲过了溅出的鲜血，而那枪尖之上还挂着一颗正在微微跳动的心脏。扑通，尸体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死不瞑目。宁竹青甩了甩枪尖上的血迹，神色淡然，眼眸中满是冰冷的杀意。看来你们这些人也一样，被杀了也会死呢。剩下的那名黑袍人彻底怒了，混账！他的同伴竟然被一个断骨境的小丫头秒杀了，奇耻大辱！他浑身气息暴涨，正要动手，突然一道冷漠的声音已经如同鬼魅般从他身后响起：“不好意思，借过一下。”黑袍人浑身一僵，头皮发麻。什么时候？刚刚他的注意力全在宁竹青身上，那个跟宁竹青接吻的男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他身后，危险，极度的危险！他下意识地想要转身，想要躲避，想要反击，可是动啊，死腿，赶紧给我动啊！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完全失去了控制，紧接着视线开始天旋地转，他看到了自己的下半身还站在原地，而他正在缓缓滑落。砰！啊，原来我已经死了吗？这两个变态！噗嗤，鲜血喷涌，两个宁元境强者瞬间团灭。宁竹青深深地看了一眼王楚，随着接触越深，他愈发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神秘莫测。按理说，一般的学生遇到这种生死危机早就吓尿了，可王楚呢，不仅冷静的可怕，出手更是狠辣果决，就像前些日子在圣境里毫不犹豫的击杀宫城美一样，杀伐果断。这一次也是如此，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秒杀。如果真让这两个宁元境强者有了防备，哪怕他和王楚有女神链接的属性加成，恐怕也要经历一番恶战。先下手为强，这份胆识和算计简直不像是个高中生。相比之下，身后的林桃已经趴在地上开始哗啦啦的吐了，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杀人，那浓郁的血腥位置冲天灵盖，满地的鲜血和内脏更是冲击着他的视觉神经，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胆汁都要吐出来了。高腾也没好到哪里去，脸色惨白如纸，捂着嘴不停的干呕，但他还算有点理智，颤抖着手一直在摆弄手环，试图求救。十几秒后，高腾抬起头，声音带着一丝绝望：“队长，这附近的信号好像出问题了，完全没有信号，联系不上学校，也联系不上镇妖军。”王楚点了点头，神色淡然，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正常，对方敢在我们模考的时候动手，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屏蔽信号只是基本操作，不可能让我们那么快就联系上外援的。但是这同样是异常情况，现在镇妖军大概率已经发现问题了。宁竹青面无表情地蹲下身子，在两具尸体上摸索了一阵，片刻后，他皱着眉头站了起来，身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他指了指黑袍领口处的一个诡异图案，这个螺旋状的符号或许有点线索。王楚看了一眼，他当然知道这是虚空教团的符号吗？但是他现在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就不正常了。他点了点头，沉声道：“刚才这两个人交流的时候说过要抓活的，现在肯定还有其他黑袍人在对学生们动手。”随即王楚对着宁竹青正色道：“竹青，你们先回去，想办法冲出信号屏蔽区，向老师和镇妖军报告这里的情况。我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宁竹青立马说道：“我跟你去，对方最差的都是宁元境，说不定还有玉虚境，甚至通神境的强者。不必了。”王楚摇了摇头，语气坚定：“他不是在逞强，而是有了新的计划。而且你说话好使，而且如果你在里面出了事或者走丢了，事情只会闹得更大更麻烦。”可是宁竹青还想说什么，听我的。王楚直视着他的眼睛，声音不容置疑。看着王楚那双坚定的眼眸，宁竹青咬了咬嘴唇，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好，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说完，他立马转头下令：“高腾、林桃，把这两具尸体带上，这两具尸体是重要的证据，必须带回去识别身份，说不定能顺藤摸瓜找出幕后黑手。”林桃虽然还是觉得恶心想吐，但也知道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他白着一张小脸，强忍着不适，和高腾一人扛起一具尸体。“畜生，你保重啊，我们先走了。”宁竹青深深地看了王楚一眼，在转身的那一瞬间，王楚听到了一句细若文瑞却异常清晰的声音：“我等你回来。”叮，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女神宁竹青好感度正5%，当前好感度75%。”王楚嘴角微扬，看着几人远去的背影，他眼中的温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寒刺骨的杀意。“长官，有问题！”蓝笋山镇妖军指挥中心，一名负责信息监控的信息员突然摘下耳机，有些脸色难看。李猛眉头一皱，说：“
我们和中心区域以及往外辐射1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巡逻员全部失联了。呼叫没有任何回应，失联了。李猛转头看向一旁的技术员，技术组怎么回事？技术组的头满头大汗，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起。长官，信号确实被切断了，而且是被定向屏蔽的，这绝对不是自然现象，我们正在全力抢修，但需要时间。李猛眯起双眸，经验老道的他瞬间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有人搞事。他当机立断，声音洪亮如钟，启动紧急程序，危险程度3级，所有在考核区的巡逻员立刻停止常规巡逻，全部往中心区域集结，外围由备勤小队接手，通知几名中尉立刻前往中心区域侦查。是。没过多久，几道身影瞬间冲天而起，化作流光向着深山疾驰而去。御虚镜可以御空飞行，速度比地面部队快了不止1倍。很快，第一波情报传了回来，报告长官，有外围巡逻员发来紧急信号，中心区域疑似出现了不明传送阵。李猛的心沉到了谷底，拿起一旁的座机，按下了一个按键，电话接通，那头传来了一个冷淡的声音：什么事？李猛站得笔直，语速极快，报告张首长，蓝笋山考核区出现信号异常，中心区域发现不明传送阵，怀疑有外部势力入侵，目前已经启动3级紧急程序，正在组织救援，暂时未收到。蓝笋山还没等李猛汇报完，电话那头张远原本波澜不惊的声音突然拔高了8度：李猛，立刻马上亲自带队进入蓝笋山，务必确保一名叫做宁竹清的考生的安全，还有一名叫王楚的考生。咯噔，李猛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这位通神境的首长平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今天怎么这么失态？等下，宁竹清，您什么？李猛心里有1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不是那位的千金，他怎么会在淮海市这种小地方参加模考啊？是，保证完成任务。挂断电话，李猛直接冲出了指挥室，调整紧急程序等级1级，全军出击，给老子把蓝笋山翻个底朝天。另一边，蓝笋山深处，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在树梢间穿梭，前方隐约传来一阵压抑的哭泣声。王楚身形一顿，悄无声息地落在一棵大树后面，透过茂密的枝叶，一支由5名学生组成的小队正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被驱赶着前进，在他们前后各有1名身穿黑袍的神秘人负责押送，也是2名宁元镜。王楚眯起眼睛，心中快速盘算着双方的战力对比。以我现在断骨境7重的境界，再加上女神链接提供的250%全属性加成和法神的加护，够了，秒杀他们并不难。没有任何犹豫，王楚眼中杀意一闪，身形暴起，黑影闪过，人头落地。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名黑袍人眉头一皱，周围的温度怎么好像降低了不少？他猛地转过头，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道璀璨夺目的冰蓝色光芒。萧，扑哧，一根由极致寒气凝聚而成的冰棱飞驰而来，瞬间洞穿了他的脑袋。极低的温度下，伤口被冰霜所覆盖，电光火石之间，2名宁元境强者瞬杀，整个过程甚至不到3秒钟。5名学生全都傻了，呆若木鸡地看着倒在地上的2具尸体。得救了！一名女生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刚才那种死亡的恐惧差点让他崩溃。那名像是队长的男生也是一脸震撼，他看着站在队伍末端的王楚，下意识地以为是镇妖军的救援到了。多谢长官救命之恩。您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卡住了。这是淮海一中的校服，你是学生？他咽了口水，感觉自己的3观都要碎了。尼玛，那可是2名宁元境的强者呀！刚刚他们5人试图反抗，结果直接被教育了一顿，老实了。另一名女生突然尖叫起来，两眼放光，是王楚！天呐，真人比视频还帅！王楚！众人听到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段38秒的视频。王楚没有理会几人的惊讶，他淡淡的指了指外围的方向，快点走吧，这里不安全，往外围跑，那边应该有接应。说罢，王楚朝着蓝笋山深处走去。那名男生回过神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王楚的背影喊道：那你呢？你不跟我们一起走？他突然意识到什么，王楚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把他们救了？等下，你该不会是专门跑进来救人的吧？你还要往里面去？王楚，你疯了？你就是个学生而已啊！学校和镇妖军马上就会来支援的，会有真正的强者来的。你一个人的力量？王楚微微侧过头，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背着光，5人看不清他的表情。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对吗？他轻笑一声。可我刚刚不是救了你们吗？那男生一滞，哑口无言。是啊，如果不是王楚，他们现在已经……或许你说的对，但我没想那么多。王楚的声音平静，我想做的只是在增援来之前能救一个是一个罢了。说完，他不再停留，身形一晃，再次没入了深邃的密林之中。一路上，王楚又遇上了3队虚空教团的黑袍神秘人，一共救下了15名惊魂未定的学生。蓝笋山还是太大了点，不知道虚空教团的大部队在哪里呢？他想找到虚空教团，虚空教团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里，应该是与剑圣穆斯有关。看来他已经开始在行动了。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前方不远处传来，
王楚脚步一顿，脸色瞬间凝重起来。人数不少，发现大部队了。初分 5.4， 到心破碎了，求点5星好评救救。7.5分了，够了兄弟们，再多我开始慌了。此时20多名身穿淮海市各种校服的学生正瑟瑟发抖地挤在一起，绝望、恐惧写满了每一张稚嫩的脸庞。我还年轻，不想死在这里。一名女生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将她抽翻在地。他妈的，跟你们说了，给老子闭嘴！一名黑袍人吼道。他黑色长袍上的螺旋状符文比别人还要多2个旋，是个头。谁再敢发出一点声音，老子现在就杀了他！这一嗓子直接把所有人都吓懵了，连哭声都被硬生生憋了回去，只剩下惊恐的喘息声。黑袍头领烦躁地看了一眼时间，又看了看身后那稀稀拉拉的队伍。妈的，怎么回事？怎么就这点人？还有5队人呢？去哪里了？一名黑袍人战战兢兢地汇报道。头，联系不上他们，我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操！黑袍头领脸色阴沉，啐了一口唾沫。一群废物，抓几个学生都能翻车，再等5分钟，要是那几个废物还没回来，我们就直接撤。好在祭司说过，就差最后10人，现在手里还有20多名学生，怎么也都够了。没过2分钟，又有一队黑袍人压着5个灰头土脸的身影走了过来。怎么那么慢？头，这几个点子稍微有点扎手，不过还是拿下了。被围在中间的学生们抬头一看，瞬间所有人的心凉了半截。卧槽，是夏雨战队！完了，连郑夏雨都被抓了。夏雨战队可是勇者小队啊，每个人都是 S 级天赋，连他们都被抓了。不过也正常，敌人都是宁元境的，夏雨战队几人再强也没有用啊。众人偷偷观察着郑夏雨几人，他们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勇者小队的威风？郑夏雨披头散发，战斗服破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带血的伤痕。他低垂着头，左手抓住右手臂，右手无力地垂在身侧，显然是刚经历了一场惨败。旁边的艾琳更是惨不忍睹，脸上全是泥巴和眼泪，浑身发抖，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别杀我，别杀我。李雪琴和安吉拉缩在一起，哭得梨花带雨。唯一一个表情稍微硬气点的，竟然是那个刚加入队伍的猪八蛋。他鼻青脸肿，嘴角还挂着血丝，眼神里多少还带着点不服气。就在刚才，他们还在商量着怎么拿第一，结果转头就被2名宁元境的黑袍人起脸输出。5人负隅顽抗，但所谓的 S 级天赋在境界压制和悬殊的战斗经验面前败下阵来。此刻郑夏雨被扔进人堆里，看着周围那一双双写着你也来了的眼神，他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比伤口还疼。哟，这几个女学生长得不错呀，备献祭前先给哥们尝尝。嘿嘿嘿，我看可以。滚，别打祭品的主意。头领给了说话的几人一人一巴掌，看了眼时间后淡淡道，算了，先走吧，以免夜长梦多。就在这时，一点细碎的声音在树林间响起，虽然声音很小，但却被神经紧绷的黑袍头领敏锐地捕捉到了。谁？头领猛地转头，暴喝一声，滚出来！迸发出来的魔力气浪朝着树林间奔涌而去。下一秒，嗖，一道残影瞬间撕裂了空气。没有废话，没有开场白，那道身影快得离谱，瞬间就冲到了最靠近他的2名黑袍人面前。扑哧扑哧，2声剑锋划破血肉的声音响起，鲜血如同喷泉般喷涌而出。紧接着，2具尸体直挺挺地倒下，而那道手持元素利刃的黑影还没有停歇。其他黑袍人反应过来，瞬间围攻而上。太好了，增援来了，得救了！学生们刚刚准备欢呼，却发现过了好几秒钟，还是只有眼前这一男生，其他人呢？就他一个。那是人群中，李雪琴猛地瞪大了眼睛，像是见了鬼一样。王楚，是他！郑夏雨也抬起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不是他怎么敢出来的？还瞬间杀了2名宁元境的强者。要知道，刚刚他们夏雨战队5人都不是2名宁元境的对手，而王楚就他一个人，这么多黑袍人，他一个断骨境出来送死吗？哦，就是名学生。黑袍人头领看清来人，神色愤怒，竟然被人摸到了眼皮子底下，还杀了他2个人，直接杀了，不要活的！场面开始混乱起来。好机会！人群中有几个胆子大的男生见状，觉得有机可乘，跟他们拼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搏一把。几个人怒吼着想要冲出去，结果还没跑2步，就被周围的黑袍人一人一巴掌掀翻。学生们对于这些宁元境来说还是太弱了，但是还有更多学生燃起了生还的希望，一个个都起身开始逃跑。猪八蛋看了一眼正被围攻的王楚，这家伙真是个疯子。虽然现在确实是唯一的逃生机会，但是王楚尚有战斗的勇气，他又岂能逃跑？他转身冲着身后的郑夏雨几人大喊，趁现在一起出手，说不定能杀出去。话音刚落，就见郑夏雨、艾琳、李雪琴还有安吉拉4个人竟然非常有默契的转身就跑，连滚带爬的逃窜，根本没看他一眼。不是，你们别跑啊，我们30多人只要坚持一会，镇妖军就来了。猪八蛋叫道。然而郑夏雨几人没有丝毫犹豫，消失在树林中。草！猪八蛋怒骂一声。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似乎有人在以极快的速度靠近。该死，怎么来的这么快？
黑袍人头领脸色大变，所有人撤退，能带多少带多少。他拿着一块不规则石块，漆黑的光芒亮起，顷刻间，数个虚空漩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走！黑袍人们不再恋战，他们眼疾手快，每个人都随手抓起身边最近的学生，像是提小鸡仔一样，纵身一跃，跳进了传送门。救命啊！我不要去！猪八蛋也没能逃脱，直接被一名宁元境巅峰的黑袍人一把掐住脖子。早已跑远的郑夏雨四人，他们躲在树后，瑟瑟发抖地看着这一幕，眼中只有庆幸，没有一丝愧疚。太好了，他们走了。可是猪八蛋被抓了，管他呢，是他傻，自己不跑的。猪八蛋半截身子在传送门内，还在疯狂扑腾，双手在空中乱挥，天空上的几道影子已经逐渐清晰，援军已经要到了。可是自己，下一秒，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他在传送门外的手。王储！猪八蛋看清眼前之人，喉咙干涩。传送门的吸力确实强劲，但这刚好。本来王储还在想怎么演这场戏才不会太假呢。随后他猛地一用力，口中怒吼道：“给老子出来！”下一秒，猪八蛋被硬生生拽出了传送门，身子飞起，狠狠地甩向了身后的草地。然而当他回过头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僵住了。刚才王储是背着身拽他的，这导致最后他自己被传送门恐怖的吸力给困住了。紧接着，王储的身影被传送门彻底吞没。嗡！传送门关闭，就好像没出现过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只留下空荡荡的草地和一群目瞪口呆的人。砰砰砰！几道身影从天而降，重重地砸在草地上，烟尘四起。李猛环顾四周，地上有几具黑袍人的尸体，还有十几名惊魂未定的学生，一片狼藉。妈的，来晚了一步！李猛他大步上前，声音洪亮如钟：“我是蓝隼山镇妖军军区分团长李猛，现在这里由我接管。”所有人立刻集合。听到镇妖军三个字，那些原本瑟瑟发抖的学生像是终于找到了主心骨，一个个瘫软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只有猪八蛋，他还趴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那块空荡荡的草地，眼神空洞，仿佛丢了魂。谁脑子还清醒的？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李猛沉声道。猪八蛋浑身一颤，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他猛地爬了起来，眼眶通红，声音嘶哑：“报告长官。”随后他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给了李猛，包括王储突然杀了出来，学生们四散而逃。听到王储两个字，李猛心里咯噔一下。刚才来的路上，他碰到了宁竹清，那位身份尊贵的大小姐，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证王储的安全。你说王储人呢？在哪里？猪八蛋声音都在发抖。就在刚才，王储为了救我们，一个人冲出来与黑袍人战斗，这地上的几个尸体都是他杀的。然后听到了你们来的动静，那些黑袍人不知道怎么打开的传送门要逃跑，紧接着我被抓住了。王储为了救我，说到这，猪八蛋双眼通红，他把我拽出来了，自己却被吸进去了。李猛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听起来这王储确实是名猛将，但是这不天塌了吗？让我怎么给您大小姐交代啊？与此同时，传送门的另一侧，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感过后，啪嗒，众人姿态各异地落在地上。还没等他们看清周围的环境，十几名黑袍人瞬间围了上来，学生们一个个抱头蹲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王储倒是很配合，他举起双手，一脸无辜地耸了耸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问题，虚空教团的行动比游戏剧情中提前了。不过还好，自己刚好遇上虚空教团的行动，还搭了个便车，不然等自己跑来山城，剑圣穆斯估计都凉透了。天然溶洞内阴冷潮湿，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那名玉虚境的黑袍头领走了过来，他看着王储，眼神阴鸷，像要吃人。就是这小子刚才差点坏了他的好事，直接弄死算了，反正祭品已经差不多够了。然而还没等他动手，耳边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所有人立刻带祭品前往主祭坛，仪式马上开始，不得延误。听到这命令，他抬起的手降在半空，他瞪了王储一眼，冷哼一声：“算了，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分钟了，带走。”一群黑袍人压着学生们，沿着蜿蜒的通道向深处走去。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出现在眼前，中央耸立着一座由血色祭坛，上面刻满了扭曲诡异的符文。祭坛周围堆放着各种珍稀的魔法材料，龙血草、亚龙骸骨、死人冰棺，各种材料每一件都十分稀有，可见这次虚空教团为了这次仪式下了多大的血本。果然是献祭仪式。王储眼中闪过一丝金芒，这一幕和全球五考中的游戏剧情完全吻合。虚空教团正是通过献祭了100名职业者的生命，强行撕裂空间壁垒，召唤出了那头来自虚空的山海境巨兽八岐大蛇。最终前来调查的剑圣穆斯与八岐大蛇同归于尽，一代传奇就此陨落。不过王储嘴角微扬，既然我来了，这剧本就得改了。剑圣穆斯，这可是我臂翅膀上的菜啊，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死了呢？此时祭坛周围已经站满了黑袍人，足有30-40个，他们围成一圈，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进行某种古老的祷告。站在祭坛最中央的是一个戴着金边面具的高瘦身影，赶紧过来，
就差最后这几个了。他高举手中的法杖，声音沙哑却愈发狂热。马上，八岐大蛇大人就要降临世间，让众人看到神的余晖。他手舞足蹈好一阵子后，猛地转头看向学生们，把祭品一个一个带上来。所有被抓来的学生都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那名黑袍头领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定格在了一脸淡定的王楚身上，面具下的嘴角微微勾起，抬起手直直地指向王楚。嘿嘿，你小子刚才不是很狂吗？喜欢出头是吧？那你来当第一个。第一个呀，第一个好啊！在众人的注视下，王楚被推搡着走上了祭坛中央，看着周围数10道的黑袍身影，都是人才啊！学生们不忍地转过头去，一个个脸色被吓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他们知道，等王楚死后，马上就轮到他们了。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啊？旁边的黑袍人们开始念念有词。中央的祭司高举着权杖，正准备开口，就听到一阵声音从眼前这名低垂着头颅的学生口中传出，游荡于虚空夹缝中的河川之主，门扉已开，契约已成。您虔诚的信徒王楚，献上祭坛上的40名黑袍教徒，以其血肉为饮，以其灵魂为偿。降临吧，八岐大蛇大人！黑袍祭司拿招法杖，手在颤抖。你在做什么啊？你怎么说的都是我的词啊？雅美了，这他妈的，我被牛了！黑袍祭司在短暂的懵逼之后，面具下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冷笑。年轻人，你真以为这祭司那么好当的？随便说2句词就可以了？可笑至极！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王楚，语气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你知道召唤八岐大蛇大人需要多么庞大的精神力引导吗？你知道这段古老的祭祀词里每一个音节的停顿和转折都有严格的规定吗？光是你刚才那几句，最少就有7处语法错误。而且祭司摇了摇头，一脸的不屑。每一次献祭都需要念诵整整3分钟的引导词，就连我也只能做到一个人的献祭。你张口就要献祭我们40个人，你是来搞笑的吗？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笑容就彻底僵在了脸上，像是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嘎！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至极的气息正在降临，就像是来自深渊的凝视。你黑袍祭司话说不出来，只能支支吾吾发出音节。对此，王楚淡淡笑道：你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但我念的是你们经过研究后的全新版本。轰！下一秒，整个祭坛开始剧烈颤抖，猩红色的符文光芒开始闪烁，充斥在祭坛上所有黑袍人的视野中。这怎么可能？祭司的瞳孔缩成针尖大小，浑身颤抖如筛糠。心理委员，我不得进。淮海市蓝隼山镇妖君会议室，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李猛耷拉着脑袋，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站在会议桌前。对面坐着面色铁青的张远。张司令，对不起。李猛声音低沉，满是自责。我们的支援还是晚了一步，导致王楚同学还有10几名学生被那些黑袍人带走了。这是我的失职。砰！张远猛地一拍桌子。失职？这是一句失职就能解决的吗？那是10几条人命，那是我们淮海市未来的希望。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李猛，事后自己写一份检讨，放在我办公桌上。至于具体怎么处置你，就看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了。要是人救不回来，你也别干了。是。李猛挺直腰板，大声应道。训完话，张远转过头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宁竹清，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小姐，虽然情况紧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刚刚打听了一下，最近隔壁山城出现了大量职业者失踪的情况，山城已经向府里请求支援。剑圣穆斯大人已于昨天抵达山城，亲自展开调查。张远顿了顿，继续说道：原本那些黑袍人的动作还是比较隐蔽谨慎的，但我们推测，或许是因为剑圣大人的到来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他们才会狗急跳墙，把手伸向了我们正在进行模考的淮海市。所以穆斯大人一定是掌握了什么线索，才会让他们如此急切。我相信以剑圣大人的实力，一定能把王楚和其他学生平安救出来的。说到这，张远眉头微皱，喃喃自语，只是不知道对方抓走那么多职业者究竟想做什么。反正不管做什么，那么多职业者失踪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凶多吉少啊。宁竹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咬着手指，心中一遍遍地祈祷。王楚，你这个骗子，你答应过我要回来的。就在这时，会议室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叫我们来做什么？王楚被抓走关我们什么事啊？就是啊，是他自己爱出风头，非要跑出去当英雄的，死了活该。门被推开，几名镇妖军士兵带着夏雨战队的5人走了进来。郑夏雨和艾琳的脸上更是写满了不耐烦。看到这一幕，宁竹清眼中的焦急瞬间化作了冰冷的怒火，他猛地站起身，直接快步上去，啪一耳光，直接把郑夏雨扇懵逼了。你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妈可是剑圣。宁竹清也不装了，冷笑一声，你妈是剑圣，我爹还是府主呢。不是，你爹是府主。瞬间郑夏雨等人就闭嘴了。你爹是府主，你早点说啊。宁竹清双拳紧握，目光扫过郑夏雨等人，你们竟然还有脸说这种话？作为职业者，竟然在大家奋起反抗的时候选择逃跑，你们配勇者小队的称号吗？郑夏雨被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还是硬着头皮反驳道：那不一样，
对方可是玉虚境，我们上去也是送死。再说了，谁求他救了？够了！张远冷喝一声，他目光扫过这群所谓的天才，眼中满是失望。临阵脱逃，抛弃队友，毫无担当，简直是给剑圣大人丢脸，给淮海市丢脸。他大手一挥，我宣布，即刻起剥夺夏雨战队勇者小队的称号。什么？一旁的艾琳急了，就算你是淮海市的司令，也无权这么做。老娘的保送，老娘的资源，你说不给就不给了啊！郑夏雨也是怒声道：“你要是敢取消我们勇者小队的称号，我就去小某书上写小作文骂你。”众人跟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他，你脑子没事吧？猪八蛋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怒视着郑夏雨和艾琳。郑夏雨、艾琳，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一个除了输出一无是处的剑圣，一个失去箭矢射都射不准的弓箭手，还有一个放2发烟花就没蓝的法师，我受够了你们这几个垃圾！从今日起，我退出夏雨战队。还有，你要是敢在小某书上乱说一句话，我会站出来将你临阵脱逃的事情说出来，我看舆论到底会站在谁那边。猪八蛋，你这个叛徒！张远、李猛和宁竹清3人就看着猪八蛋一人怒挑郑夏雨和艾琳，精彩，真是精彩！在一阵撕逼声中，没有人发现李雪琴的脑子似乎已经有点问题了，她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眼神有些发直，似乎沉浸在某种奇怪的幻想中。王楚，他刚才会冲出来，一定是因为我吧？毕竟我是他的青梅竹马，是他从小喜欢到大的人，哪怕我那么对他，哪怕我踢了他，在生死关头，他还是忍不住要来救我。他果然还是爱我的。想到这，李雪琴的嘴角竟然勾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至于他为什么要接近我妈，哼，肯定是为了故意气我，因为无法得到我，所以只能找他来慰藉自己孤寂的心灵。如果这次他能活着回来向我表白的话，我要不要勉为其难的接受呢？可是他和陈琳娜之间的那些破事，如果他给我跪下，我倒是可以原谅他。就在这时，张远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神色顿时一变。宁竹清赶紧问道：“张叔，怎么了？”张远深吸一口气，沉声道：“山城那边传来紧急军情，就在刚刚，八岐大蛇降临了。”轰！整个山城郊区的地面骤然崩塌，尘土冲天而起，高达数百米，一股令人灵魂冻结的恐怖威压从地底深处喷薄而出，嘶嘶嘶，空气中充满了鲜活血肉的香气，周围的尖叫声和哭喊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听，真是美味的声音啊！尘土中，八岐大蛇陶醉道。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枪！一声清越激昂的剑鸣，瞬间穿透了嘈杂的战场，璀璨到极致的银色剑光，毫无征兆地从天边瞬息而至，直接劈散了尘土。快，太快了，快到连八岐大蛇都没有反应过来。扑哧，那道剑光精准无比地斩在了正中央的蛇头之上，那颗巨大的蛇头竟然被这一剑生生斩断，紫黑色的血液如同瀑布般喷涌而出。嗷！八岐大蛇发出一声凄厉的痛呼，庞大的身躯剧烈扭动。谁？他愤怒地咆哮，剩下的7颗头颅同时看向天边，只见那个方向，一道白色倩影正凌空而立。他身穿一袭素净的修身武道服，身姿高挑丰腴，一头如瀑的秀发随风乱舞，手中握着一把古朴长剑，剑尖斜指地面。一人一剑，好强的气息。八岐大蛇发出低沉的声音：“你就是人类中的最强者吗？”孽畜！慕斯红唇轻启，声音清冷如冰，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大夏府境内也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死人狠话不多，话音刚落，他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经来到了八岐大蛇的头顶，手中长剑暴长出100米长的恐怖剑芒，带着开天辟地之势狠狠斩下。不过这一次八岐大蛇有了防备，蛇头从不同方向发起攻击，直接打断了慕斯的攻势。随后结，八岐大蛇发出小声，刚刚那颗被斩断的脖颈处突然一阵肉芽蠕动，噗，一颗崭新的头颅重新长了出来。愚蠢的人类！八岐大蛇的头颅同时发出嘲弄的笑声。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本大爷了吧？慕斯眼神未变，依旧冷漠。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颗头。剑七万象，地面上，王楚已经组织那些学生，还有一些还活着的职业者逃跑，自己则躲在废墟之中，近距离地观察着山海境之间的战斗。乖乖，这山海境之间的战斗可比游戏里看的要恐怖多了，至少这特效不用花钱，太猛了。慕斯不愧为剑圣之名，跟他那废物女儿完全不一样。他身影在空中化作无数道残影，剑气纵横交错，直接压着这头八岐大蛇打。或许有八岐大蛇刚刚降临的原因，但也能够证明剑圣慕斯的强大。不过王楚啧啧两声，作为玩家，他太清楚这头老蛇的底牌了。慕斯确实是击败了八岐大蛇没错，但八岐大蛇也不是吃素的，临死前还给剑圣喷了口舌毒，而那蛇毒，懂的都懂。剑圣慕斯不甘受辱，最后选择了自杀，而这蛇毒也是王楚能不能吃到臂翅膀上剑圣的关键。此时天空中的战斗似乎已经要接近尾声，慕斯身上伤痕累累，但却越战越勇。最后一击，经过战斗，他已经发现了八岐大蛇的能量核心之处，随即眼中寒芒一闪，嗡，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整个人与剑合二为一，
化作一道无法直视的银色流星。这一剑快到了极致，也是他的最后一击。噗嗤，银色流星直接洞穿了八岐大蛇的心脏。八岐大蛇发出一声哀嚎，成功了。穆斯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紫色的雾气竟然化作利剑从八岐大蛇的心脏处喷涌而出，近在咫尺。神经有些松懈的剑圣穆斯压根没有注意到。小心！一声焦急的怒吼突然在下方响起，紧接着一道身穿校服的身影从下方的废墟中拼尽全力，义无反顾地冲天而起。他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没有任何防御的手段，他只是用最笨拙的方式直接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硬生生地挡在了穆斯的身前。噗！一声闷响，那道原本会命中穆斯的毒雾利剑直接刺入了王储的身体里。游戏剑圣穆斯会不堪受辱，宁可选择自杀，那我就不可能会去赌剑圣穆斯会同意自己帮忙解毒。王储的身影开始从空中落下，他的瞳孔中倒映着剑圣穆斯的身影。既然如此，来吧，剑圣大人，由你来帮我解毒。王储敢玩这一手苦肉计，最大的底气就是因为他有后手，通过 bug 卡出来的解除异常状态的万能药剂，此刻正安安稳稳地揣在他的兜里。万一穆斯这扔下一句对不起，你是好人之类的话，然后把他扔在路边自生自灭，那他也不至于真的玩脱了。不仅如此，王储还有底牌可以增加成功的概率。丁，是否选择将穆斯作为链接对象？是。丁，已将穆斯作为女神链接目标，目前穆斯好感度为10%，当穆斯好感度达到80%时，将成功链接。呼，狂风呼啸，王储的身体在空中做自由落体，衣服被吹得猎猎作响。刹那间，穆斯那带着淡淡体香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身旁，他伸出双手，稳稳将他接在怀里。身后是那头被洞穿心脏、庞大身躯正在寸寸崩塌瓦解的八岐大蛇。漫天的虚空紫光与穆斯身上圣洁的银色剑芒交织在一起，唯美而又震撼。唯一的缺点是穆斯以公主抱的形式抱着王储，有点到反天罡了。穆斯低头，这时候他才有机会好好观察这名帮他挡下一记攻击的男生。淮海一中的校服。下一秒，他的瞳孔微微一缩，是他，那个在电梯里偶遇的男生，还夸他好看，叫他姐姐的。最主要的是他帅得让人一眼就无法忘记，竟然是他救了我。那么巧，穆斯的心莫名的颤动了一下。很快，他的身体轻盈落地。穆斯看着怀里脸色痛苦的王储，轻声问道：“你没事吧？”王储艰难地睁开眼睛，眼神迷离，带着一丝水汽。他努力挤出一个虚弱到极点的笑容，声音沙哑：“姐，你看我这像没事的样子吗？”穆斯语塞，确实，这问题问得有点蠢。此时的王储整张脸已经红得像熟透的大虾，滚烫的体温透过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呼吸急促，气息紊乱，眼神涣散，显然已经神志不清了，都快打过去了。可是即使这样，他竟然还笑得出来跟我开玩笑。穆斯刚想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骤然想起刚刚收到的情报，淮海市模考被袭击，10几名学生被抓走。原来如此，他也是被抓来的受害者之一。可即便如此，他竟然能在那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了自己。这孩子太傻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愧疚感和感动瞬间填满了穆斯的心房。他咬了咬嘴唇，声音坚定：“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可是说得轻巧，怎么救？穆斯急得额头上都冒汗了。他是剑修啊，只会杀人，不会救人啊。对于医术，他简直就是一窍不通。怎么办？怎么办？看着怀里越来越痛苦的王储，穆斯心乱如麻。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丁有容。那个女人虽然平时不正经，但好歹也是药王宗的传人，对各种疑难杂症最在行。他连忙掏出手机，拨通号码。喂，那头传来了一个慵懒的女声：“剑圣大人，今天有何指示啊？”穆斯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干涩：“有容，我需要帮助。”电话那头的丁有容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声音瞬间拔高了8度。你说什么？你需要帮助？作为穆斯为数不多的好友，他太了解这个女人的性格了，孤傲、倔强，能让他主动开口求助，那事情绝对大条了。丁有容立马收起了嬉皮笑脸，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穆斯看了一眼怀里的王储，语速极快：“我在山城出任务，这里出现了虚空生物八岐大蛇。”八岐大蛇！丁有容惊呼出声，那可是记载中的山海境虚空生物。你受伤了？我没事。穆斯抿了抿嘴唇，他已经被我杀了，但是在最后关头，他喷出了一股毒物。你中毒了？不是我，有人帮我挡下了。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这样啊，那现在伤者是什么症状？穆斯如实描述道，全身通红，像火烧一样发烫，神志不清，嘴里一直念叨着好热。听完描述，丁有容沉吟了片刻，语气有些怪异。八岐大蛇虽然是虚空生物，但本质上还是蛇，蛇性本阴。这毒既然不是腐蚀性的毒素，那就是另一种了。催情毒素，如果不尽快解除，他很快就会欲火焚身，毒气攻心而死。毒气攻心而死，穆斯有些慌了。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带他去找个地方解决一下就可以了？说这话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脸都在发烧。你想什么呢，大姐？
丁有容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可是山海境八岐大蛇的本源之毒，怎么可能随便找个女人做那点事就能解的？那到底要怎么办？慕斯看着怀里气息越来越微弱的王楚，心急如焚，双手下意识地搂紧了几分。他的脑海中开始想象，刚才如果不是王楚替他挡了这一记攻击，此时此刻变成这副模样的就是他自己了，那还不如死了。电话那头的丁有容犹豫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道：如果想彻底解毒的话，目前只有2种方法。第一种，找到生长在极寒之地的千年天南星，我来制作通神境品质的药解，能解，但至少也得5株。慕斯的心凉了半截，先不说千年天南星这东西极为珍贵，还得要5株，等找到的时候，怀里的男生都凉透了。第二种呢？他急切地问道。第二种吗？丁有容的声音变得有些古怪，那就是找一位实力至少是山海境的女性职业者，给她，你也懂的，就是那个，然后趁着阴阳交汇的那一刻，利用山海境强者的庞大魔力，帮他净化毒素。这种方法能够迅速压制毒素，经过多次净化后即可完全解毒。山海境的女性职业者也没几个呀，更不用说还要做那档事情了。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人各有命。丁有容还在那边喋喋不休地分析着，而这边的慕斯却沉默了，死一般的寂静。山海境女性，他低头看着怀里的王楚，他知道丁有容将选择权交给了他自己。好，我知道了。良久，慕斯深吸一口气，声音平静的有些可怕。等等，电话那头的丁有容有些震惊，你该不会真要？你别冲动啊！嘟嘟嘟，还没等他说完，慕斯已经果断地挂掉了电话，将手机扔到一旁。他怕自己再听下去会动摇，会后悔，会改变主意。看着这个与自己女儿年纪相仿，却为了救自己而命悬一线的男生，慕斯那双握剑30年从未抖过的手，此时此刻竟然在剧烈的颤抖，甚至连脖子、耳根都红透了。他咬着红唇，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俯下身子，在王楚耳旁说道，声音轻柔的仿佛能滴出水来：你别怪我，我都是为了救你。慕斯找了一处相对平稳的山林草地，随手布下剑气结界，隔绝了一切窥探。王楚闭着眼睛，身体滚烫，但他的意识其实比谁都清醒。不是，干啥呢？等了半天，他只感觉到一双些冰凉的手，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王楚偷偷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只见慕斯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眼神迷茫，带着几分不知所措。等下，他该不会不知道怎么弄吧？王楚有些奇怪，这不应该啊，他怎么说也是有女儿的人了。虽然心里充满了疑惑，但体内的毒素确实开始上头了，燥热感一波接着一波袭来，不然再这么磨叽下去了，王楚只能闭着眼，假装痛苦的哼哼了2声，然后真是服了，又要辅助又要 C。 慕斯像是触电了一般，然而王楚却整个人都懵了。不是，慕斯还是头一回，这怎么可能？那正下雨，但不管如何，现在可不是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了。下一秒，慕斯眉头紧锁，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哪怕是山海境职业者的体质，在这一刻也十分脆弱。很快，好感度正10%，好感度正15%。慕斯大人，王楚一脸幽怨，忍不住开口提醒道：您还不帮我解毒吗？好感度都加了2回了呀喂！慕斯猛地回过神来，脸色瞬间通红。哦，对不起，我忘了。终于，好感度正20%。王楚刚才中招后体内所存在的蛇毒，瞬间被山海境强者的庞大魔力镇压。不得不说，山海境是真的猛啊！呼，王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因为毒素长红的脸色迅速褪去，恢复了正常的颜色。战斗结束，结界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慕斯慌乱地收拾着东西，根本不敢回头看他一眼。那个，对不起。他的声音充满了自责和羞愧。我这都是为了救你，才不得这么做的。希望你理解。她是个30多岁的老女人，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哪怕是为了救人，依然让她感到无地自容。她会不会觉得我是故意吃嫩草的？王楚嘴角微扬，这个时候就该展现旮旯给木高手真正的技术了。亚撒西人射模式开！慕斯大人真是个温柔的人呢。王楚的声音像清风一般轻拂而过。你知道，当我传送到祭坛的那一刻，心中有多么绝望吗？站在祭坛上的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是活不下去的。而你就是我的奇迹，姐姐，我可太想吃软饭了，姐姐。慕斯听闻，肩膀一颤，我是你的奇迹，这还是有人第一次这么形容他呢。不知为何，慕斯的心开始雀跃起来。他转过头，目光似水，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王楚笑着说道：慕斯大人。王楚，我叫王楚，你别叫我慕斯大人了，你就叫我慕斯吧。慕斯面色柔和，小楚，你体内的蛇毒怎么样了？王楚感受片刻后说道：像刚才那样的解毒方式，大概还需要20-30次，应该就能清理干净吧。当然不用20-30次了，王楚等下直接就嗑药解毒了，还要20-30次。慕斯听闻，倒吸一口凉气，但他嘴上还是说道：我一定会帮你把毒解干净的。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响起，慕斯从衣服堆里翻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的名字时，心里没来由的升起一股心虚感。他深吸一口气，
接通了电话。妈，电话那头传来郑夏雨焦急的声音：“我听说你和山海境的八岐大蛇战斗了，你现在还好吗？没受伤吧？”慕斯平淡道：“我没事，放心吧。”那就好。电话那头郑夏雨松了口气，随即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委屈：“妈，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出头啊！”什么？慕斯感觉到一具滚烫的身躯贴了上来。慕斯姐，王楚凑在他的耳边，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耳垂上。蛇毒好像又开始发作了。从慕斯的背后看，皮肤光滑，白皙紧致，完美的曲线上还有2处好看至极腰窝，适合当把手。等，慕斯呼吸有些急促，左手捂着嘴，小声说道：“对不起，慕斯姐，我感觉蛇毒又发作了，我好难受啊，慕斯姐。”王楚从背后贴在慕斯身上，凑在慕斯的耳旁，说话时散发出来的温热气息吐在他的耳朵上，让慕斯一个机灵。电话那头正在巴巴个不停说自己遭受不公平待遇，被取消了勇者小队资格，要慕斯帮忙的郑夏雨，这时候发现慕斯怎么不说话了，有些疑惑道：“妈妈，你还在听吗？”“我在听呢。”慕斯满脑子都被占据了，突然被点到名字，稍微清醒过来回应道，只是他的鼻音有些重，还时不时发出“哦酷”的声音。这下郑夏雨哪怕再傻也听出了异样。“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隐瞒我？”郑夏雨沉声道。慕斯听闻，心中一沉，头皮瞬间发麻，双重的刺激让他不由得一紧。慕斯和王楚两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缓了好几秒后，慕斯有些勉强的开口道：“我怎么可能有事情隐瞒你？你想多了。”夏雨，他有些紧张。郑夏雨没理由会知道他在帮王楚治疗这件事啊。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后，传来了郑夏雨的声音：“妈，你是不是受重伤了？怕我担心，所以才不告诉我。山海境的8岐大蛇一定很强，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可是我竟然一开始没有关心你。你虽然战胜了8岐大蛇，保护了山城，但代价一定也不低吧？”郑夏雨松了口气：“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情啊，那我就不担心了。”他悬着的心落地了，轻声道：“夏雨，你放心，一点点伤而已，没关系。你这说话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没事情啊。喂，怎么没关系了？妈，你的话都说不连贯了，是不是很疼？”郑夏雨跟李雪琴比起来还算有心，至少这时候还知道关心一下慕斯。不过他的下一句话又让慕斯刚落地的心又差点跳了出来。原本的通话突然弹出了一个视频窗口，等待慕斯同意。“妈，你快打开视频让我看看，我很担心你。”“开视频看看？看啥呀？看我被猛攻吗？”慕斯也知道现在不是继续说话的时候了，再说下去怕是真的要露馅了，那自己还怎么跟夏雨交代啊？他赶紧说道：“先这样，我有点事情先挂了，晚点再联系你。”说罢，不等郑夏雨搭话，他赶紧挂断了电话。而没有了通话的束缚，刚才压抑了半天的他终于可以放开声音了。好感度正5%，女神慕斯好感度55%。第2次解读结束后，慕斯一脸幽怨地看着王楚：“王楚，刚刚我正在接电话呢，你怎么可以这样？”王楚低垂着眼眸，不敢直视慕斯，神情有些失落：“对不起，慕斯大人，我真不是故意的，只是蛇毒突然发作，我忍不住。”“注意了，敲黑板，这里有个小细节。”王楚说的是慕斯大人，而不是刚刚的慕斯姐，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又拉开了。慕斯听出了其中的意味，心中一凛。对啊，王楚他境界还低，中的可是山海境8岐大蛇的蛇毒，发作起来，哪怕是山海境的自己都无法把控，何况是他呢？再说了，如果不是为了解毒，他肯定也不想和我这种年纪可以当他妈的人做这种事情。而且明明他是为了自己中的这个毒，可现在自己却开始埋怨起他来了。我还是人吗？我真该死啊！慕斯赶紧上前将王楚拥入怀中，轻轻拍着王楚的后背，就像是在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不要多想，我一定会把你的毒给治好的。在慕斯怀里，王楚感受着柔软，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谢谢你，慕斯姐，还好有你。这件圣慕斯平时的生活一看就是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其他的一概不在意。现在到了30多岁的年纪，女性的母爱光辉自然泛滥，只要用对方法，绿茶一点，简直不要太好忽悠。同时，对于王楚来说，今天还有个意外收获，发现了慕斯和郑夏雨之间的秘密。郑夏雨竟然不是他的女儿，那郑夏雨到底是什么来头？游戏剧情里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八卦之心熊熊燃烧，看来只能等继续链接下去再问慕斯了。稍作休息后，两人整理好衣物，慕斯撤去了结界，他的美眸看着王楚，一闪一闪道：“我要回一趟山城，简单汇报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呢？”不知为何，他突然有点不舍得和王楚分开。跟王楚待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里，他总感觉比以往还要开心。王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慕斯姐，在解读完之前，我好像只能先跟着你了。”对哦，即将分离的情绪突然被冲散，慕斯又开心来。或许是觉得自己表现得过于明显，他故意咳了2声掩饰了一下。可是我还要回去参加马上到来的武考呢，这可怎么办？王楚故作纠结道：“要参加武考，就代表着他必须待在淮海市，而慕斯可是从帝都专程跑来山城帮忙的。”对此，
慕斯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我是帝都大学的客座教授，拥有保送的名额，不用5考了，你直接进帝都大学就是了。帝都大学保送名额，真不愧是山海境的大腿子啊，这软饭就是香。然而王楚只是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不用了，慕斯姐。他看向远方，眼神清澈而坚定。我的队友还在等我，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并肩作战。我会自己考上帝都大学的。对他来说，进帝都大学跟喝水一样简单，何必浪费一个人情？慕斯闻言，那一双清冷的眸子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欣赏之色。真是个好孩子啊！好，既然你坚持，那我也不勉强。慕斯点了点头，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不过他顿了顿，脸上飞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眼神有些闪烁，不敢直视王楚。既然你要留在淮海市参加5考，那我也暂时先不回帝都了，先在淮海市待一阵子，尽可能帮你压制体内的蛇毒。说到压制2字时，他的声音明显小了下去。多治疗几次，你发作的频率应该也会降低。等到你考进帝都，我们再接着继续。那个治疗这2个字听起来多么正经，但一想到那个画面，慕斯感觉自己的耳根都在发烫。那就麻烦慕斯姐了。王楚同样故作羞涩地低下了头，装纯装嫩，我是职业的。当慕斯带着王楚回到山城执行官府邸时，门口已经有几人在等待。王楚刚落地，一道倩影就直接扑进了王楚怀里。你怎么那么傻呀？宁竹清死抱着王楚的腰，眼泪哗哗往下掉。明明没有你的事情的，你偏偏要去救人，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王楚伸手轻轻拍了拍宁竹清的后背，柔声安慰道：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看着这一幕，一旁的慕斯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这是宁府主的女儿宁竹清，她怎么会和王楚如此亲密？看着2人抱在一起的身影，看着王楚温柔地哄着另一个女孩，不知为何，慕斯的心里突然泛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酸酸的。片刻后，宁竹清终于止住了哭声，从王楚怀里退出来，红着眼睛对着慕斯说道：感谢剑圣大人出手相救。慕斯被这一声感谢唤回了神，他瞬间恢复了往日那副清冷高贵的姿态。顺手的是，其他学生没事吧？没事，都好着呢。张远大步走上前，对着慕斯行礼：我是淮海市镇妖军司令张远，再次感谢剑圣大人出手相救。托您的福，除了有几名学生被碎石砸伤外，都没有受严重的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本来听说10几名学生被抓走，甚至还有8岐大蛇这种恐怖存在降临，他们都已经做好给学生收尸的准备了，结果奇迹发生了。说罢，张远转头看向王楚，疑问道：王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了其他学生，他们都说当时太害怕了，根本没看清，只知道那些黑袍人突然就被吞噬了，然后8岐大蛇就冒出来了。王楚自然不可能说我把他们全献祭了，他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地说道：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可能念错词了吧。张远叹了口气，也没想过王楚会知道理由，更没想过这件事跟王楚有关。他拍了拍王楚的肩膀，感慨道：你为了救其他学生，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或许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救人。一旁的慕斯好奇道：他还不知道这茬。剑圣大人，您有所不知。张远连忙解释道：本来要被抓走的是另一名学生，结果王楚硬是在最后关头把他从传送门里拽了出来，自己却被吸进去了。我们都被惊呆了。听完这番话，慕斯看向王楚的眼神愈发柔和了。王楚真是个温柔善良又充满正义感的好孩子呢，自己帮他治疗果然没错。接着又闲聊了几句后，王楚跟着张远等人踏上回淮海市的路程，慕斯则是留下来处理些琐碎的后事。晚上，慕斯刚来到淮海市下榻的酒店，手机就响了。喂，电话那头传来丁有容那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的声音：快跟我说说，你是不是把自己交代了？慕斯脸一红，但语气依旧清冷：为了救人，我没有其他选择啊。丁有容倒吸一口凉气：我就随口开个玩笑，你来真的呀？你可是堂堂山海境的剑圣慕斯大人啊，竟然为了一名无关紧要的人把自己给……无关紧要。听到这个词，慕斯心中突然燃起一股无名火，他皱起眉头，语气严肃地打断道：他才不是无关紧要的人，他救了我，我救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丁有容似乎被慕斯的语气给吓到了：姐，我错了，还不行吗？不过他嘿嘿一笑：容我八卦一下哈，那种事情，舒服吗？慕斯的脑海中瞬间浮现起那一直哦哭的画面，脸瞬间红透了。他嘴硬道：我不知道，我就为了救人，没想那么多，挂了。哎，等等啊，我还没了解够呢。就在这时，叮咚，手机屏幕上方弹出了一条消息：王楚，慕斯姐不好意思，蛇毒好像又……看到这行字，慕斯的心猛地一颤，二话不说，直接挂断了丁有容的电话。丁有容，喂，你礼貌吗？慕斯飞快地在屏幕上敲下一行字：你坚持一下，我马上到。下一秒，一道白色的身影如同流星般冲出酒店，划破夜空。慕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身为山海境强者，那恐怖的飞行速度，有朝一日竟然是拿来赶着去做这档子事的。怎么好像变成送外卖的了？翌日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洒在凌乱的大床上。王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足以让全天下男人疯狂的绝美睡颜。慕斯正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蜷缩在他的怀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呼吸均匀绵长。那张平日里清冷高傲的脸庞，此刻却带着几分慵懒和满足的红晕。被子之下露出了那如同羊脂白玉般细腻的香肩，以及那令人血脉喷张的完美曲线。这谁顶得住啊？王楚的手有自己的思想，开始不老实了。慕斯嘤鸣一声，猛地睁开眼睛，嗖，他直接一个弹射起步，瞬间跳到了床边。他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抓起地上的衣服挡在胸前。睁开眼就有一名男人在身边，还是第一次，把他都整懵了。大脑逐渐清醒后，他才想起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楚，你的蛇毒没有发作，不需要治疗。言外之意很明显，咱们可是纯洁的医患关系，除了治病，其他时间别动手动脚的。王楚心里要笑喷了，是谁昨晚在那边又求饶又好哥哥的？姐妹，你还跟我装上了？我懂。王楚立马配合道，对不起慕斯姐，主要是你实在太好看了，我一时没忍住。慕斯听闻，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行了，他背过身去，飞快地穿好衣服。最近我都会在淮海市待着，如果你蛇毒又发作了，再联系我。说完，没等王楚回话，唰，他拉开窗户，直接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清晨的微风中。冷静下来的慕斯发觉自己的脸烫得能煎鸡蛋，疯了，我真是疯了！堂堂山海境强者，大夏府第一剑圣，竟然跟偷人似的，进出全靠钻窗户，我到底在做什么呀？看着慕斯那狼狈的背影，王楚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闷烧型的剑圣吗？有意思。刚洗漱完毕，手机响了，起床了吗？感觉怎么样？电话那头传来宁竹清关切的声音，软软糯糯的，很好听。王楚笑着回应，没什么大碍，让你担心了。毕竟你是我的队员嘛，我关心你很正常呀。宁竹清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像是在为昨天抱着王楚嗷嗷哭做解释。很正常。王楚看了一眼那已经高达70%的好感度，劳亲啊，别人还要草服，你这看似正经的宁大校花好感度自己在那边蹭蹭往上涨。王楚甚至怀疑宁大校花在家里都会想着他做点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电话那头宁竹清继续说道，镇妖军那边为了补偿这次被抓走的学生，研究了一个补偿方案，一共16名学生都可以直接保送山河大学。王楚挑了挑眉，小仙女的保研单自己都能蹭上了。不过宁竹清话锋一转，这补偿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用，毕竟你可是模考个人赛的第1名，只有帝都大学那种顶级学府才配得上你。王楚听出了他话里的潜台词，笑着说道，放心吧，我一定会去帝都大学的。因为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温柔起来，我也还想和宁竹清同志继续当同学呢。宁竹清好感度正3%。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随后传来宁竹清略带娇羞的声音，就只是当同学吗？哦，对。王楚一本正经地补充道，还想跟宁竹清同志继续当队友，就只是队友吗？王楚继续装傻，不然呢？哼哼。宁竹清轻哼一声，虽然没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明显心情大好。还有件事，夏雨战队内讧了。昨天猪八蛋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夏雨战队几人都骂了一遍，然后直接退队了。王楚感慨一声，没想到还有正常人啊，太不容易了。然后因为昨天临阵脱逃的事情，夏雨战队已经被取消了勇者小队的资格。今天郑夏雨和艾琳见谁咬谁，跟疯狗一样。你要小心一点郑夏雨，毕竟他妈妈可是昨天救了你的那名慕斯大人。我对慕斯大人不太熟悉，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强行为郑夏雨出头。如果他找你，你要跟我说，找我麻烦。确实，昨晚还纠缠了我一晚呢，实在是太恐怖了。王楚笑了笑道，好的，我会注意的。嘱咐了一番后，宁竹清又想起什么，还有，听说李雪琴一大早就跑到你们班上问你来学校没有，一直在找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宁竹清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房间回归平静，王楚才长舒一口气。昨天一天发生的事情，别看他是爽了又爽，神经其实一直紧绷着。对手可是虚空教团，还有山海境的八岐大蛇，走错一步那就是万劫不复。现在这段在游戏主线开始前隐藏在文本中的剧情已经成为了过去。八岐大蛇出现了，虚空教团开始搞事，剑圣木丝活了下来，还成功链接上了，离达到80%的好感度，获得剑圣的加护不远了。虽然和计划有一点出入，但结果跟计划一致，进展十分顺利。接下来，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谁啊？王楚走过去问道。小楚，是我。门外传来了陈琳娜的声音。打开门，今天的她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紧身针织衫，下身是一条包臀裙，将那丰腴成熟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头发高高盘起，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成熟人妻的韵味。此刻她戴着手套，手里正端着一个还在冒热气的大锅，脸上带着温婉贤惠的笑容。小楚，听说你昨天在模考的时候遇到了危险，我很担心你，但我也没什么能做的，就只能熬点汤给你送过来补补身体。谢谢琳娜阿姨，你有心了。
王楚笑着侧身将陈琳娜迎了进来，只是当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那锅汤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琳娜阿姨，你这汤里加的什么啊？陈琳娜听闻，耳根子瞬间一红。我加了宁远镜黑虎虎鞭，还有三色鹿的鹿鞭，还有百年红山枸杞，还有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搜的，说是对男人大补呢。你多喝喝。王楚看向正低垂着眉眼一脸羞涩眼神拉丝的陈琳娜，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你管这叫补身体？你想让我补什么？我心里没点数吗？不是，这黄油里的人物脑回路真没几个正常啊。喂，好喝吗？陈琳娜双手托着下巴，眼神拉丝。厨房里还在蒸一些顶级的乳山生蚝，听说那东西对男孩子特别好。王楚嘴角疯狂抽搐，哈哈哈哈！琳娜阿姨有心了，真的有心了。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门外传来了李雪琴的声音：“王楚，你在家吗？”听到李雪琴的声音，陈琳娜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自从上次一句“你怎么和你王叔叔说话的”，她与李雪琴算是彻底撕破脸了。但是再怎么说，李雪琴也是她。小楚，她求助地看向王楚，然而一只温暖的大手稳稳地按住了她颤抖的手背。王楚神色淡然，没事，这是迟早要解决的事情，就趁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吧。打开房门后，李雪琴一脸娇羞地站在门口。今天的她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穿着校服，双腿裹着白丝，脸上是那种初恋妆的妆容。有备而来，王楚，谢谢你昨天在蓝笋山救了我，我就知道你的心里一直都有我，你还爱着我。他凑了上来，双手抓着王楚的胳膊，神色激动。王楚，我原谅你了，我们重新和好，重新在一起吧。说着，他扯了下校服的领口，露出了里面的黑色蕾边。你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哦。王楚冷着脸没有说话，只是侧过身子，让李雪琴看见了坐在餐桌旁的陈琳娜。李雪琴的呼吸瞬间一滞，陈琳娜，她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道，紧接着直接冲进了房间里。陈琳娜，为什么又是你？你就这么不要脸，一定要勾引我的男人吗？或许是要在王楚面前保持形象，李雪琴放缓了语气，看着脸色煞白的陈琳娜，冷笑道：陈琳娜，我就实话告诉你，王楚之所以会和你发生关系，那是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味道，你的外貌也和我有几分神似，他只是把你当成了我的代餐，当成了我的平替，你懂不懂？现在我和王楚在一起了，你可以滚出我们的家了。这番话一出，空气瞬间凝固了。陈琳娜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她为什么会那么普信啊？你在胡说什么？我可是你怎么能让我滚出去？李雪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陈琳娜，你现在知道你是我马了？那你勾引王楚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是我马？你看看你现在穿的这是什么？李雪琴上下打量着陈琳娜那凸显身材的紧身衣、包臀裙，一把年纪了，还穿成这样在小男生面前发烧，你还要不要脸啊？啪！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声在房间里骤然炸响。陈琳娜猛地站起身，胸口剧烈起伏，眼眶通红，死死地瞪着李雪琴。这一巴掌可是宁元镜的全力，直接把李雪琴扇懵了。第二次，你竟然因为王楚第二次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普信女。陈琳娜浑身发抖，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怎么会把你教育成这样？当初一脚把王楚踢开，现在看见王楚好起来了，又想回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就是这么教你的。李雪琴气急败坏，怒极反笑，到底谁不要脸了？她转过身，一把抱住王楚的胳膊，将自己年轻的身体贴了上去，挑衅地看着陈琳娜，我才18岁，我年轻漂亮身材好，而你呢，马上40了，人老珠黄，你也不去照照镜子，你拿什么跟我比？说罢，李雪琴抬头看着王楚说道，小楚，只要你现在把他赶走，我可以当做你们两个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重新开始。就在李雪琴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嘴角已经勾起胜利微笑的时候，王楚笑出了声，他一把将李雪琴推开，然后在李雪琴错愕的目光中，慢悠悠地走到了陈琳娜身边，伸出大手一把拦住了陈琳娜那丰腴柔软的腰肢。别叫我小楚，你要叫我王叔叔。王叔叔。再次听到王叔叔这3个字，李雪琴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碎了。她不像上一次那样开始发疯，而是整个人都陷入了懵逼状态，什么时候被王楚推出家门的都没感觉了。这一刻，她的世界观好像崩塌了。片刻后，房间里逐渐传出了一阵阵令人耳红心跳的声音，李雪琴身体逐渐失去站着的力气，她失魂落魄地瘫坐在910室的门边，一听就是一上午。卡文了，整到现在，各位元旦快乐，祝大家新的一年和女神猛猛链接哦。魔术师死了，灰雾之中响起一声轻叹，一张巨大的圆桌悬浮在半空，圆桌周围是6把样式精致的椅子，只是6个座位，今天却空了一个。5名黑袍人潜在灰雾之中，看不清面容，只能感受到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大夏府山城的动静闹得不小，八岐大蛇已经成功召唤，也就是说，仪式应该是正常开启的。但是沙哑的声音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困惑：为什么只有八岐大蛇降临了？按照原计划，虚空裂缝打开后，应该会有大量的虚空生物涌出才对。另一道声音也适时响起：蹊跷的事情不止这点，魔术师为什么死了？还一点情报都没有传回来。
他的实力虽然是我们之中最弱的，但也有通神境6、7重的实力。这还没算，光遇虚境的副手就有近10个，宁元境的更是有数十人。结果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活下来，这其中恐怕有大问题。众人陷入了沉默。为了这次行动，虚空交团出的资源可不少。八岐大蛇虽然成功从虚空召唤而来，但与想象中的场景却不一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坐在主位上的身影缓缓开口：“看来剑圣穆斯比想象中的还要强，能在这短短几分钟内既斩杀了魔术师，又击杀八岐大蛇，这份实力，哪怕是在山海境中也是顶尖的存在。”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魔术师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成功让八岐大蛇大人重回现实，那条通道一直都存在。众人的呼吸开始急促，灰雾之下的面容似乎带着一丝狂热。主位之人转头看向左侧末尾的一个身影，淡淡道：“月亮，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被称为月亮的黑袍人发出一声冷笑，语气轻蔑：“计划一切顺利。精灵族的那些家伙都是一群高傲自私又愚蠢的傻子。”主位上的人点了点头：“世界树对我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随后他看向右侧末尾一直沉默的身影：“审判，接下来魔术师在大夏府遗留的所有资源全部由你接手，还有查清楚昨天在祭坛到底发生了什么。”灰雾之中，审判点了点头，沉声道：“是，愚者大人。不得不说，陈琳娜那锅大补汤确实没有白熬，效果杠杠的。这一战昏天黑地，日月无光，要是再配上一曲凤求凰，那真叫一个惬意。贪欲之花上一次才刚刚绽放没多久，想必接下来用不了多久又要盛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陈琳娜沉沉睡去，只是眼角还挂着一丝未干的泪痕，也不知道是因为跟女儿彻底决裂，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帮陈琳娜盖好被子，王楚起身拿上了虚拟头盔。今天您竹青提到他模考个人赛第1名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之前总感觉忘记的什么事情，究竟是何事了？欢迎回来，玩家柯淼。画面都还没加载完呢，滴滴滴滴滴，密集的私信提示音已经疯狂的在他耳边炸响，直接把聊天框都给刷爆了。王楚点开一看 ，F00 大佬你在吗？ F00 大佬你理我呀！ F00 大佬你是不是把我拉黑了？呜呜呜！ F00 过去的几天里，这家伙每天都要给他发好几条的消息。见王楚上线，对方直接又来一个弹窗。F00，卧槽，大佬你终于上线了 ！Ors， 王楚扯了扯嘴角，不是哥们，你在永劫无道里有房啊？住里面了。前几天他上线参加模考个人赛的时候，好像让他等等来着，结果打完个人赛，自己就忘记这茬事了。今天刚想起来，没想到这家伙每天都在蹲他啊。柯淼，可，那个不好意思啊，柯淼最近比较忙，给忘记了。F00，没关系，大佬不用那么客气。F00，毕竟最近是模考季，再加上马上要5考了，你肯定很忙。F00，完全能理解。王楚还在想当时他究竟找自己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方的消息又跟连珠炮似的轰了过来。F00，不过大佬，马上要5考了，永劫无道这游戏你真的可以多上啊。F00，你可能刚玩没多久不清楚，经常玩绝对对打磨战斗技巧有帮助。F00，你要是有兴趣，还可以去试试那个单人3排模式，简直就是为了受虐狂。哦不，是为了强者准备的。F00 被3个大汉围殴的压力，那酸爽简直了。F00，还有，这游戏最近搞了个跟黑猫警长的联动活动， F00 仅需6块大夏币就可以买一套黑猫警长皮肤，贼抽象。F00，王楚看着这一条接一条的消息，脑瓜子嗡嗡的。不是，这家伙话怎么那么多的啊？柯淼，你先等等，你上次找我是什么事来着？ F00，哦对，差点忘了正事了。F00，是这样的，上次咱俩切磋完，我就把录像拿给我姐看了。F00，结果我姐看完之后对你非常感兴趣，想约你切磋。F00，不知道大佬你有没有空啊？发完这段话， F00 似乎怕王楚拒绝，又赶紧发了一连串的跪拜表情包。F00，大佬求求你了，一定要同意啊。F00，你要是不同意，我肯定会被我姐给揍死的。切磋，王楚摸了摸下巴，这 F00 年纪应该不大，顶多也就是个大1大2的学生，那他姐姐估计也不会大到哪里去，自己可是贴吧大佬，跑去跟一个小女生切磋，这不是欺负人吗？等了好几秒都没等到王楚的答复，傅蛋蛋急了。F00，大佬，我姐长得可漂亮了。F00，腰又细，腿又长，臀还翘。F00，而且雷还大。王楚沉默了0.01秒。柯淼叫他上线，我这个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单纯的热心肠，比较喜欢指导晚辈，绝对不是因为那什么腰什么腿什么雷的，绝对不是。一片萧瑟的竹林之中，巨大的青石擂台悬浮于云海之上，竹叶随风飘落，带着几分肃杀之气。傅蛋蛋穿着一身黑猫警长的皮肤坐在观赛席上，由于是加密房间的缘故，此时观赛席上只有他一人。看着站在擂台上的2人，傅蛋蛋啧啧一声，没想到老姐对大佬那么感兴趣。刚刚他给傅清寒打语音的时候，傅清寒正在静坐，这是在感悟剑意。一般这种时候，傅清寒是最烦被别人打扰的。
以前傅蛋蛋就有一次打扰了傅清寒静坐，被狠狠痛揍了一顿。只是没想到这次傅清寒竟然二话没说，直接登陆了永劫无道。不过虽然大佬很强，但肯定不会是老姐的对手，毕竟老姐可是慕斯大人的亲传弟子。咦，等下！正准备吃瓜的傅蛋蛋突然双眸一凝，震惊地看着游戏面板上的数据。数据显示，柯淼的境界竟然是断骨境7重。不对啊，前几天跟他战斗的时候，柯淼明明是断骨境5重啊，怎么几天过去直接就7重了？坐火箭呢？擂台上 ，ID 为云清寒秀的傅清寒正静静伫立。王楚看着前方的少女，挑了挑眉。傅蛋蛋这小子没有骗人，一身紧身的战斗皮甲将他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盈盈一握的丰腰，修长笔直的大长腿，还有胸前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的惊人弧度。唯一的遗憾就是他脸上戴着黑色的面罩，看不清具体的容貌。不过那双露出来的清冷如寒星的眼眸挺好看。我看过你跟傅蛋蛋的战斗视频，你的遮影步很强。傅清寒声音清冷，我给我师傅也看过你那段战斗视频，师傅对你的评价非常之高。王楚淡淡一笑，谢谢。枪长剑出鞘，寒光凛冽。傅清寒剑尖斜指地面，姿态优雅而凌厉。这场切磋，我会把属性压制在与你同等的水平，并且不动用任何天赋能力，只比拼技巧。希望这场战斗你能对得起我师傅的评价。王楚没有说话，只是换出一把长剑，随手挽了个剑花。看到王楚手中的长剑，傅清寒眉头微皱，眼中逐渐冰冷。长剑，你精通的明明是拳刃以及遮影步，但是现在你竟然使用长剑，你是在看不起我吗？王楚笑了笑，你误会了，其实我的剑法也挺不错的。傅清寒眯起双眸，冷哼一声，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倒计时结束的瞬间，傅清寒动了，他脚下的青石板猛地一震，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射出，那硕大伴随着剧烈的动作开始晃动。嘶！见状，王楚倒吸一口凉气，龟龟，紧身战斗服也束缚不了你的雷吗？前途未免也过于耀眼了。下一秒，伴随着长剑的嗡鸣声，傅清寒手中的剑身震颤，瞬间幻化出3朵剑花，分别从3个方向锁死了王楚的动作。此时，王楚距离傅清寒不过3个身位，面对这封锁全身的一剑，他没有退路，但也没必要后腿。王楚手腕一翻，手中长剑自下而上，极其刁钻地挑了上去。当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响起，傅清寒的剑势被瞬间荡开。有点东西。傅清寒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柯淼能在几秒钟之内迅速找到破局的关键，足以证明他那句我的剑法也不错，并不是夸大其词，但也仅此而已了。刚刚那剑只是试探，小心了。傅清寒神色淡然，原本被弹开的长剑竟然顺势借力，化作一道更加凶猛的圆弧斩击，剑势如虹，带着一股横扫千军的霸气。卧槽，这变招也太快了吧！傅蛋蛋双眸瞪大，不愧是老姐，刚才那一招还是起手式，瞬间就切换成了万象星落剑法里的回风扫叶，大佬危险了。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王楚脸上却丝毫没有一点慌乱，他看着横扫而来的剑锋，眼神平静如水。回风扫叶，万象星落剑，原来这少女口中的师傅竟然是暮色，那就有意思了。王楚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既然如此，那就不得不认真了，让你师公好好指导指导你的剑法。就在剑锋即将临身的瞬间，王楚脚下微微错步，身体向后仰去，唰，冰冷的剑锋贴着他的鼻尖扫过，带起几缕发丝，毫厘之间避开了。傅清寒眼神一怔，眼前这名少年的反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且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回风扫叶的判断太准确了，如果角度再差一点，刚才那一剑已经直接将他击杀。有意思。傅清寒眯起双眸，现在他是真的要动真格了。他停下继续追击王楚的脚步，双手握剑，剑尖朝上。风在这一刻被搅动，一股无形的剑气开始在他的身旁环绕。小心了！傅清寒双眸寒光乍现，剑七万象星落剑中的最强杀招，也是他经过2年半的练习，好不容易掌握的最强剑解。卧槽，这一招难道是万象？傅蛋蛋在观赛席上倒吸一口凉气，老姐她什么时候竟然学会了这招？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帮老姐这个忙了。柯淼虽然强，但他只是个新生啊。傅蛋蛋担心柯淼会直接被这一剑打得道心破碎。下一秒，傅清寒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剑鸣，整个人与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无法直视的银色流星，朝着王楚发起冲锋。结束了。傅清寒看着近在咫尺的王楚，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为了学会这一剑，这几年来的日子，他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是下一刻，傅清寒和傅蛋蛋的呼吸同时一致。就在那银色流星即将贯穿王楚的刹那，王楚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也没有花里胡哨的特效。叮一声轻响，在这漫天剑影的呼啸声中，微不足道，但却直接终结了银色流星的滑落。傅清寒只觉得手中的长剑骤然停滞，再也无法寸进。怎么可能？他瞳孔剧烈收缩，自己的剑七万象竟然会被瞬间截停。不对，他感受到了一股来自于灵魂的颤栗。原来
不是王储的剑拦截住了他的剑妻万象，而是他的剑在畏惧。他瞬间领悟过来，这是剑意，一种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霸道剑意。在这股剑意面前，他的剑像是濒临溃堤的大坝，被海啸瞬间冲垮。还没完，伴随着漫天荧光的粉碎，王储的剑来了！不好！傅清寒虽然被剑意所震慑，但身体的战斗本能还在。眼看王储的剑锋紧随而至，他猛地一咬牙，再也管不了刚刚自己放话时说的不会动用天赋冰心诀。咔咔咔，无数坚冰凭空凝结，霎时间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湛蓝色冰茧。这个冰茧是他的保命技能，几乎可以达到同级别的绝对防御。王储的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天赋不错，是个天才，难怪能成为慕斯的徒弟。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猛猛痛击天才了。他手中的长剑没有任何停顿，唰，剑芒闪过，咔擦，蛛网般的裂痕在冰茧上蔓延。紧接着冰茧炸裂，漫天冰屑飞舞。傅清寒才刚进冰茧呢，就一脸懵逼的出来了。我不是放技能了吗？观赛席上的傅淡淡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不是，一剑就把老姐的大招给破了，这特么是断骨镜。擂台上意识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的傅清寒一脸狼狈。剑意，你竟然领悟了剑意？王储笑着说道。怎么，很难吗？傅清寒听闻气得大雷都差点炸了。他是剑圣亲传，是天之骄子，从小到大他都是同龄人中几乎无敌的存在。就他这种天才，至今都还没有领悟属于自己的剑意，到你口中竟然是很难吗？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他的双眸燃起了疯狂的战意。你很强！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擂台的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傅清寒长发飞舞，先前的黑发在这一刻变成了霜雪白发。但是对不起，我食言了，这是我的天赋 S 级的冰霜千里，这场比试我必须要赢。说罢，一股极致的寒意以他为中心骤然爆发，领域展开，冰寒飞影。在这片领域内，任何人的速度、反应力、魔力运转都会受到极大的压制，而他将获得全方位的属性暴涨。剑妻万象，同样的剑技在他天赋的加持下，比刚才还恐怖了数倍。哪怕他被限制在断骨境7重，这一剑也绝对能轻易撼动宁元境高中的职业者。只是在他的想象中，应该露出慌张神色的柯淼，表情依然没有丝毫变化，眼神波澜不惊。他说道：“有点东西，但不多。”下一秒，砰！王储左脚往前踏出一步，身躯微屈前倾，长剑被收至右腰处，随后口中轻吐，拔剑术，碎星，嗡！一道极致凝聚，快到超越思维极限的黑色剑芒冲天而起，就像是一名剑客望着即将坠落的流星迎难而上，试图以极为微小的身躯撼动星辰。在游戏全球无考剧情中后期中，这是一名不朽境强者为了保护蓝星，击碎从星球外坠落的陨石专门诞生的剑术，刚好专可以星辰为翼的万象星落剑。扑哧，刹那间，傅清寒的领域瓦解，漫天的冰雪瞬间消散。而在那漫天飞舞的冰晶之中，那道黑色的剑芒于是不减，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层层防御。然后战斗结束，一切尘埃落定。傅清寒呆呆地站在原地，双眸失神。输了，又输了，而且是在底牌进出毫无保留的情况下被一剑秒杀。刚才那一剑究竟是什么？你！傅清寒猛地抬头，死死盯着王储。你的师傅究竟是谁？这种能够克制万象星落剑的剑法到底是从哪学的？他一直以来的骄傲被这一剑彻底粉碎。王储收起长剑，负手而立，神色淡然。没有人配当我的老师，与其纠结剑法本身，不如多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万象星落剑很强，哪怕被克制，也绝对拥有与之一战的能力。但是你只学了万象星落剑的形，却未悟透其中的意。剑之所指，是心之所向。你的万象星落剑不是万象星落剑。说完，王储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今天心情很好，多聊了几句，走了，再见。傅清寒急了，下意识往前一步的伸手想要去抓王储的衣袖。你先别走，我还有。王储的身影彻底消失，只留下空荡荡的擂台。观战席上，傅淡淡感觉自己的膝盖有点软。不是吧，连开了大的老姐都被秒了，这到底是哪里出现的变态新人？要不是永劫无道不允许开小号，我都要怀疑是不是真有大佬能开小号来虐菜了。他咽了口唾沫，战战兢兢地从观战席上下来，跑到傅清寒身边，看着老姐那失落的神色，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姐，你还好吗？”此时的傅清寒正低垂着脑袋，握剑的右手还在剧烈颤抖。他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王储消失的地方，眼神复杂到了极点。对方到底是谁？不过如果是新生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在学校见面。良久，他才缓缓抬起头，原本清冷的眸子里燃烧着一团火焰。我的剑还要更强。淡淡啊，在。傅淡淡立马立正站好。柯淼，下一次上线你记得叫他加一下我的好友，我想老师也会对他的剑非常有兴趣。慕斯作为帝都大学乃至于全大夏府最强的剑，到时候柯淼想要人指导的话，一定会选择自己的老师，说不定老师会将他也收为亲传弟子，那我就是柯淼的师姐了。傅清寒哼哼两声，
小屁孩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到时候还不是得叫我师姐？柯淼，我非常期待我们见面揭露身份的那一天，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想到这，他刚刚被虐的心情也好了不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身影随之消失在擂台上。哈，不是，我都蹲了那么多天了，现在还要我继续蹲啊？傅蛋蛋在风中凌乱。老姐，你做个人吧，这几天我女朋友都对我有意见了呀喂，这破地方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连个像样的浴缸都没有，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泡牛奶浴了。安吉拉看着堆满客厅的杂物，还有无人打扫的脏乱，抱怨道。几天过去了，夏雨战队的日子实在是太不好过了，被取消了勇者小队的资格，一并收走了的作为勇者小队的待遇。刚刚搬进专属勇者小队的豪华庄园别墅没多久，这就又搬出来了，回到了以前学校给各个战队提供的3室1厅的套房，说差肯定也不差，基础的配套设施还是非常齐全的。但毕竟只有3个房间，他们4人还得挤挤，再加上由奢入俭难，之前甚至有仆人专门打扫卫生，已经习惯了豪华庄园别墅的安吉拉第一个爆发了，住不下去就自己搬出去住。郑夏雨烦躁地说道。安吉拉不服气了，那你倒是留下来住啊，这几天你不都是跑回家住的？这几天郑夏雨都是回家住的。慕斯作为大夏府剑圣，几乎在各个城市都有落脚的地方，以防出差所需。队长，我申请由队伍经费出钱，我们再去租一套别墅住。没有好的居住环境，怎么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五考？队伍经费，你想屁吃吧？郑夏雨直接反驳，队伍账上已经1分钱都没有了好吗？怎么可能？当时成为勇者小队的时候发了那么多资金，然后这几天又是猪八蛋提供的防具和药剂，应该没太多花钱的地方啊。资金不都被我们4人平分了吗？我的钱都已经花完了，不然你出钱啊？我也花完了。郑夏雨和安吉拉同时看向在一旁沉默不语的艾琳。艾琳说道，别看我也花完了，你们还是好好想想中午吃点什么吧。吃饭的钱都没了吗？没有朝福楼的饭菜我难以下咽啊。一向在队伍里没什么声音的安吉拉心态终于是崩了，他猛地站起来，眼中满是怨恨地看着郑夏雨。都怪你，郑夏雨，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本来我们都已经是勇者小队了，你偏要把王楚踢了，还找了那么一个不靠谱的猪八蛋过来，现在好了，连猪八蛋都跑路了，五考就没几天了，剩下我们4个，让我们找谁来救场？还有，我早就想说了，你平时不是牛逼的鼻子翘上天了吗？个人赛怎么被王楚血虐了，害得我跟着你一起成为了全校的笑话。这一连串的话，特别是个人赛被王楚血虐的事，让郑夏雨也怒了。你给老娘闭嘴！安吉拉，你跟我装什么白莲花泥？当初我可是征求了你们的意见的，你也同意了的，怎么现在看人家在势头上，准备跑过去舔人家了？你也不看看你这个被天使族逐出族群的废物天使有什么用？人家会要你？安吉拉脸色涨红，我当时那是受到了你的威胁，迫不得已才……行了，一旁沉默的艾琳也是绷不住了，吵架有用吗？本来一个李雪琴这几天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天天窝在房间里不出来就算了，现在马上五考了，难不成要解散队伍？解散队伍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到了这一步，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地寻找机会，重新在五考上取得好成绩。我还想去帝都大学呢。队长，不是听你说见盛大人最近在淮海市吗？你找他帮一下忙啊，谁敢不卖他一个面子？实在不行，让学校给我们换个别墅住啊。此话一出，安吉拉也是消停下来，气头上差点忘了郑夏雨的母亲可是剑圣慕斯，跟他翻脸可没有什么好处。郑夏雨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疯狂起伏的胸口。好，我去试试。说罢，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他1秒钟都不想多待的地方。妈，我回来了。回到家的郑夏雨有气无力地喊道。他看见了门口慕斯的鞋，知道他此时在家。咔嗒，浴室的门打开，一阵带着淡淡花香的热气涌了出来。紧接着，穿着一身真丝睡衣的慕斯一边擦着湿漉漉的长发，一边走了出来。妈，你怎么大白天的洗澡啊？慕斯没想到郑夏雨那么早回来，有些尴尬地说道。我刚修炼完，出了一身汗。哦，是这样啊。郑夏雨点点头，随后他突然愣住，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母亲。刚洗完澡的慕斯面若桃花，肤如凝脂，原本白皙的皮肤此刻透着一种健康的红润，仿佛在发光一样，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滋润感，跟以前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妈，我怎么感觉你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有吗？有啊，还有妈，我总感觉你最近温柔了许多，还爱笑了很多呢。妈，你该不会谈恋爱了吧？妈，你该不会谈恋爱了吧？慕斯脸上那原本带着几分慵懒和惬意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你胡说什么呢？慕斯的手尴尬地扣在了一起，他没想到郑夏雨竟然会这么说，突然就有种偷吃被发现的感觉，双腿不自觉地开始摩擦，眼神开始飘忽不定。你妈我都多大年纪了，马上奔4的人了，还谈什么恋爱？他转过身，耳根已经红得发烫。哦，郑夏雨眯起双眸，老妈不对劲。作为剑圣的妈妈，平时总是冷着一张脸，什么时候露出过这种羞涩的表情？被我说对了。他背着手凑了过去，脸上露出了好奇的表情，八卦道：哎呦妈，你别害羞嘛，我都成年了，都懂。
从我记事起，就只有你一个人照顾我。虽然我不知道我那个便宜老爹长什么样，去了哪里，但我知道你一个人也不容易。说到这，郑夏雨轻叹口气，在外面，你是大夏府众人敬仰高高在上的山海境剑圣，可在家里，在我的心里，你就只是我的妈妈，一个普通的女人。你的生活不应该只有剑，你值得被人疼，被人爱。他伸出手拍了拍慕斯的肩膀，笑着道：老妈，你就放心吧，如果你真的有了喜欢的人，女儿绝对支持你。举双手双脚赞成。看着慕斯愈发通红的脸以及那手足无措的慌张表情，郑夏雨眉眼弯弯，嘿嘿一声，妈，你就别装了，我听说女人很久没做那种事情，突然又开始的话，会像是花朵被滋润了一样，越来越好看。再加上你最近种种异样的表现，还突然住在了淮海，我敢肯定你肯定是谈恋爱了，请叫我名侦探夏雨。在郑夏雨的连环追问下，慕斯的脸已经通红的了，他装作没听见的朝阳台跑去，郑夏雨就跟在后面追，时不时挤眉弄眼的，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能入得了堂堂剑圣法眼的男人一定非常优秀吧，该不会是哪个日月镜的大佬吧？不对啊，大夏府日月镜就那一两个人，应该不太可能。年轻的山海境大佬也行啊，未来可期。要是境界比你还低，那就不太行了。有的是钱的话，那还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要对你好。郑夏雨在那边叭叭，慕斯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日月镜、山海境，有的是钱。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王楚那张年轻帅气的脸庞，他一个条件都达不上，可自己的心却扑通扑通直跳。恋爱吗？说实话，经过这几天与王楚的深入治疗，他对王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不只是多长多米且，还包括了其他各个方面。当初王楚会救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慕斯，只要是有人遇到了危险，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救他。王楚就是那么一名正直且善良的 boy， 优秀的让人心疼。一开始他是怀着愧疚和感激的心情去帮助王楚治疗解毒的。对于这种事情，他以前没有接触过，哪怕他是山海境，也会害怕，会忐忑，会害羞。但即便如此，面对着笨拙的他，王楚每次在解毒的时候，明明承受着剧痛的蛇毒，十分难受，却依旧会在意着他的感受，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在很多治疗结束后的休息时间里，他窝在王楚的怀里，感受着属于18岁有力的心跳声，听王楚讲述一些生活中的趣事。他开始发现自己这几十年来枯燥的修炼生涯被人闯入了，开始撼动他坚如磐石的剑道之心。渐渐的，在王楚面前，他开始出现了那么一刻又一刻的心动，那种感觉使他沉沦。可是慕斯低垂下了眉眼，眼睫毛微微颤动，不着声色地叹了口气。现实是残酷的，那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王楚可是跟郑夏雨是属于同年龄段的人啊，自己的年纪都已经当他妈了，这种差距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怎么会受到祝福？像王楚这种少年，只有像宁竹清那种同样优秀的人才般配吧。而自己和王楚的关系，连一个趁虚而入的老女人都算不上，大抵也就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帮忙治疗的医患关系罢了。想到这，慕斯的心情不由得有些低落，原本的好心情瞬间消散了大半。下一秒，他猛地摇了摇头，试图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脑海。我想那么多做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帮他解毒，才不得不。这只是治疗，对，就是治疗。只要再来个10多次，等毒彻底解了，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到时候桥归桥，路归路，我们之间再无瓜葛。慕斯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行了，别瞎猜了，没有的事。他顿了顿，补充道：如果真有那天，我会将他介绍给你认识的。郑夏雨虽然不是他亲生女儿，但也是他的家人，认识也是应该的。随后，慕斯推开郑夏雨的手，岔开了话题。倒是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用和队友训练了，午考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还有闲心在这八卦我的事？提到这个，郑夏雨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满脸的不爽和委屈。妈，别提了，我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也跟你说过了，但是你当时在忙，可能没放在心上。前阵子我们战队因为那场被黑袍人袭击的倒霉事，被学校取消了勇者小队的资格，不仅别墅被收回了，连资源也没了，现在只能挤在那个破烂的套房里，谁都睡不好。我那几个队友天天就知道抱怨，烦都烦死了。他抬起头，一脸期待地看着慕斯。妈，你能不能帮个忙？你去跟那个淮海市的镇妖军司令张远说一声，让他们把勇者小队的资格还给我们呗。反正对你来说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我已经跟我队友打包票了，你可不要让我丢脸啊。慕斯微微一愣，前几天他努力回忆了一下，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那天郑夏雨给他打电话，一直在那边巴拉巴拉说个不停，可那时的他为了不让电话那头的女儿听到某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紧张得很，哪还有心思去听郑夏雨在说些什么，匆匆忙忙的就挂断电话了。你们，慕斯秀眉微蹙，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取消勇者小队的资格？那天将击杀8岐大蛇的情报上报之后，他便匆忙离开了，没有留下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去给王楚治疗，不过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细节，
也知道镇妖军不可能平白无故就取消一个战队的勇者小队资格，除非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郑夏雨一脸的不以为然，他摆了摆手，语气轻松：“嗨，根本没啥事，就是那些人小题大做。那天我们在模考的时候，不是遇到了一群神秘的黑袍人袭击吗？我们战队也遇到了，当时我们可是奋起反抗了，可惜对方是2名宁远境高中的职业者，我们几人哪里是对手，最终惜败。”说到这，他甚至还露出了一副虽败犹荣的表情。然后呢？然后就被抓了呗。郑夏雨摊了摊手，那些黑袍人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带走。再后来，我们队伍几人找到了机会，趁乱逃跑了。结果就因为这个，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镇妖军给取消了勇者小队的资格。妈，你说冤不冤？趁乱逃跑，慕斯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突然想起了那天张远跟他说的话，王楚正是因为在最后关头，硬生生将另一名学生从传送门里拽了出来，自己才会被吸进去，传送到山城的。我听说，慕斯眯起双眸，当时是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不仅救了不少人，还硬是拖到了镇妖军的支援。那个时候，你们队伍几人都在做什么？做什么？郑夏雨被母亲这犀利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开始支支吾吾起来，眼神飘忽不定。那场面那么乱，我哪里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这下慕斯懂了，他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一股无法抑制的失望和愤怒从心底涌了上来。所以说，你们被取消资格，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趁乱逃跑，而是临阵脱逃，抛弃队友。我说的没错吧？郑夏雨被当场拆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有些恼羞成怒。他梗着脖子反驳道：“妈，怎么能说我们临阵脱逃呢？对方可是有20-30名宁远境，甚至还有玉虚境的职业者存在。我们这些学生反抗能有什么用啊？上去也是送死。再说了，我们夏雨战队几人全都是 S 级天赋，是未来大夏府的栋梁之才，在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我下令大家优先保全自己都安全，不是很正常吗？至于那些天赋只有 B 级 C 级的废物，他撇了撇嘴，一脸的理所当然，死就死了呗，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没什么家。”啪！话音未落，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扇在了郑夏雨的脸上，直接在郑夏雨白皙的脸颊上打出了一个鲜红的指印。郑夏雨被打懵了，妈，你打我，打的就是你！慕斯气的胸口剧烈起伏。郑夏雨，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什么叫反抗有什么用？什么叫那些废物死就死了有什么关系？慕斯满是失望和痛心的神色。我没想到你今天竟然能说得出这种话。我很早就和你说过，你的天赋剑圣之心虽然只是个 S 级，但它的潜力无穷，甚至不输于 SS 级。可你为什么一直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力量？就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一颗真正的剑圣之心，逃跑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你对得起你手中的剑吗？这番话直接把郑夏雨近日来仅剩的尊严给彻底粉碎。他破防了，够了！他歇斯底里的吼道：“又是这一套！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让我修炼，修炼，修炼！除了这个，你还管过我什么？别的家长都会给孩子铺路，给孩子最好的资源，你呢？你明明是大夏府的剑圣，明明只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你却要眼睁睁看着我受欺负吗？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格而已，谁敢不给你面子？那么简单的忙你都不帮，你根本就不爱我，你的眼里只有你的剑，我讨厌你，你跟你的破剑过一辈子去吧！”吼完这句话，郑夏雨转身冲向大门，砰！大门被重重摔上，客厅里重新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慕斯呆呆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随后叹了口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他懂剑，却不懂女儿的心。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机的震动声打破了沉默。慕斯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屏幕，立马接起了电话，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调整好呼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一些。喂，小楚，你的蛇毒又发作了吗？你在哪？我马上过去。电话那头传来王楚那带着几分调侃和笑意的声音。慕斯姐，难道蛇毒没有发作就不能找你了吗？当然不是了。慕斯赶紧否认道，甚至忘了自己刚才还在心里坚定地划清界限，说这只是纯洁的医患关系。那我就放心了。王楚笑了笑，语气变得有些期待。慕斯姐，如果下午没什么事情的话，我能否有幸邀请你一同出去游玩呢？一同出去游玩？慕斯拿着手机，整个人都呆住了。难道这是约会邀请？正午的暖阳穿过稀疏的树叶，洒落在街道上。一高一矮，两道身影并排站立，一道身子挺拔，一道前凸后翘。慕斯戴着白色口罩，还有黑色的鸭舌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以他大夏府剑圣的身份，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但如果不加以遮挡，肯定有人能认出来。简单的白色短 T 勾勒出惊心动魄的上围曲线，露出一截如玉藕般白皙的手臂。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运动短裤，修长紧致，肌肉线条完美到犯规的长腿，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这身材简直是犯罪！慕斯姐，还差几步路的时候，王楚兴奋地打着招呼，小跑到慕斯面前。小楚，慕斯故作镇静地点了点头，把帽檐压低了几分，心里却有点小慌乱。毕竟这几天他们俩见面，基本都是在治疗，像这样穿戴整齐见面的时候不太多呢。今天找我出来，有什么急事吗？我们早上不是才刚刚……
治疗过吗？蛇毒发作应该没那么快吧？今天王楚突然把他叫出来，害他想了一整路，就是不知道王楚究竟想要做点什么。下一秒，王楚露出了灿烂的像夏日阳光般的笑容，说道：“我想你了。”这4个字一出，慕斯整个人直接炸了，脑瓜子嗡嗡的。鸭舌帽和口罩下原本白皙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通红，红晕沿着耳根一路蔓延到修长的脖颈，甚至连锁骨都泛起了粉色。这一击之球太猛了，把这位久经沙场的剑圣大人直接打懵了。他这辈子什么时候听过这种话？然而还没等他清醒过来，一只厚实温暖的大手已经拉住了他的手。慕斯的手因为常年握剑，指腹和虎口都有着厚厚的老茧，有些粗糙，但王楚却一点都不在意，十指紧扣，握得严丝合缝，那掌心的温度顺着指尖传递过来，直达心底。身为大夏釜山海境的剑圣，面对恐怖虚空生物八岐大蛇都面不改色的慕斯，此刻手心竟然开始冒汗了。走吧，慕斯姐，天天修炼杀怪的，很少出来逛街吧？今天休息一天，把时间借给我，我们一起走走。慕斯晕乎乎的被他牵着走，根本不知道怎么反抗，或者说内心深处他根本不想反抗。一路上，两人就像是一对正处于热恋期的小情侣，走走停停，分享同一份路边的小吃和同一杯奶茶，甚至还被王楚拉着拍了好几张贴脸的照片。慕斯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跳得那么快，那么乱，哪怕是那天第一次帮王楚治疗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过。慕斯姐，这里面逛逛。不知不觉，两人已经逛到了淮海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慕斯抬头一看，是钱家商行。小楚，慕斯有些疑惑，如果是药剂的话，你可以不用买。有人给了我一批市面上买不到的特效药剂，以你断骨境的境界，只要1瓶就能瞬间回满魔力。特殊的顺回药剂，这不是我卖给镇妖君的吗？兜兜转转又回我这来了。王楚笑着摇了摇头，无考的东西我早就准备好了。那我们来这。还没等慕斯问完，王楚已经拉着他径直走向了其中一个区域。慕斯看了眼标签，女装区。慕斯姐，王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那天蛇毒发作的时候，我没控制住，把你衣服给撕坏了，所以今天我想赔你一件。王楚指的是刚刚中毒的那天。蛇毒发作，王楚也顾不了那么多，想到那天的场面，慕斯红着脸说道：“没事，一件衣服而已。”不行。王楚低头看着慕斯，四目相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慕斯姐，难道你一定要我说，我想你穿各种好看的衣服给我看，这才可以吗？穿各种好看的衣服给你看。”慕斯的呼吸瞬间一滞，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各种画面。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穿给你看了？他娇羞地轻哼一声，眼神躲闪，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乖乖的任由王楚牵着走了进去。谁也没想到，威名远扬的大夏釜山海境剑圣慕斯大人已经被吊成了翘嘴，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欢迎光临钱家商行。刚进女装区，一道靓丽的身影就迎了上来。钱莹莹今天穿了一身墨绿色的旗袍，叉口开得极高，走起路来那修长白皙的大腿若隐若现。她看了一眼王楚，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娇嗔和幽怨。两位贵客，我是淮海市钱家商行的主管钱莹莹，请问需要些什么呢？王楚笑了笑，指了指身旁的慕斯，麻烦帮他挑几件漂亮衣服。钱莹莹看向一旁被王楚拉着手，跟个小媳妇一样的慕斯，有些羡慕，但还是有着专业的职业素养。按照王楚一开始的计划说道：“您女朋友的气质和身材真好呢，穿什么都好看。”女朋友。听到这句话，慕斯立马神经一绷，他低垂着眉眼，偷偷看了眼身旁的王楚，他竟然没有反驳吗？他这是默认了。很快，钱莹莹踩着高跟鞋，身姿摇曳的在一堆华丽的服饰中挑选了一件白色带着金色云纹的旗袍。您看这件旗袍怎么样？很搭配您女朋友的气质哦。王楚看向慕斯问道：“怎么样？这件你喜欢慕斯姐吗？”一连串的连招下来，慕斯这种母胎 solo 哪里还有抵抗之力？眼波似水的看着王楚，轻轻点头：“你喜欢的话，我就去试。去吧，你穿着一定很好看。”看着慕斯走进了试衣间，拉上了帘子，钱莹莹这才凑近王楚身边嘟了嘟嘴，正准备开口。嘘！王楚捏了捏她的柳腰，指了指手机。钱莹莹立马秒懂，拿起手机打字。剑圣慕斯可是山海境的强者，两人要是在外面聊天，任何话都会入他的耳朵。按照主人的意思，特地选了小一码的旗袍呢，还不夸夸我？黑色红心真棒。就是主人你带着另一个女人来你其他女人的面前秀恩爱，这真的好吗？我都感觉我是无能的前任了。傻瓜，你以为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你猜猜他是谁？他是谁？他叫慕斯，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慕斯，等等，你该不会指的是那个山海境的剑圣慕斯大人 Sigma？ 不是吧，主人，你连这种人物都能泡到手吗？我的天哪！就在两人嬉笑打闹的时候，试衣间里突然传来了慕斯有些焦急又带着几分难以启齿的羞涩声音：“小楚，那个后面的拉链好像卡住了，你能进来帮我一下吗？”慕斯姐，我进来了哦。王楚伸出手，轻轻撩开试衣间门帘的一角，哗啦，帘布重新合拢，入眼处是一幅足以让任何男人血脉喷张的画面。慕斯背对着他站在落地镜前，为了方便试穿，他将那一头如瀑的长发随意盘起，
几缕碎发垂落在耳边，将宛如天鹅般的景象毫无保留地展露在空气中。往下是大片细腻如羊脂白玉般的背脊，在昏黄暧昧的顶灯照射下，泛着迷人的光泽。视线再往下就卡住了，因为尺码特意选小了1号的缘故。拉链此时正死地卡在腰窝上方3寸的位置。从侧面看去，因为拉链未合，衣服紧紧地勒在身上，前面那原本就傲人的曲线，此刻更是被挤压得呼之欲出，差点就要把旗袍给撑爆了。慕斯双手护着胸前，有些不好意思道：“小楚，这衣服好像太小了，根本拉不上。别急，慕斯姐，我来帮你。”王楚缓缓走上前，站在慕斯身后，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后颈上。他伸出双手，指尖轻颤，缓缓划过白皙的肌肤，冰凉的指尖与滚烫的肌肤接触的刹那，滋！慕斯浑身猛地一震，王楚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慕斯姐，对不起。”王楚凑到他耳边，声音低沉：“你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慕斯的理智防线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看着镜子里面若桃花的自己，被身后那个比自己小了10几岁的男孩紧紧拥在怀里。就在两人的呼吸逐渐交缠，气氛暧昧到了极点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钱主管，我找你找了半天了，你怎么在这？”这声音是夏雨。慕斯的眼神瞬间清澈，他怎么会在这里？就在帘子外面。慕斯的身体瞬间僵住，连呼吸都停滞了。虽然他看不见，但这试衣间的帘子非常薄，轻轻一吹就太没有安全感了。要是他这样子被夏雨看到，岂不是……王楚嘴角微扬，眼底闪过一丝笑意：“郑夏雨啊，郑夏雨，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完美助攻。”随后，王楚不但没有松开手，反而更紧地搂住了慕斯的腰，凑在他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慕斯大人，您怎么了？”慕斯死咬着嘴唇，用祈求的眼神看着镜子里的王楚：“别说话，求你了，别说话。”然而门外的对话还在继续：“夏雨小姐您好。”钱莹莹的声音响起：“您今天需要点什么东西？”“那个钱主管，我最近手头不太充裕，你也知道，马上就要5考了，我得买点高阶装备和药剂准备一下。那个，给我赊个账呗。”试衣间里，慕斯急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这个时候，他哪还有心思去想为什么郑夏雨会穷到来赊账？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进来，千万别发现。然而，身后的王楚似乎有些异动，温柔的大手顺着开叉处缓缓向上。慕斯吓得脸色煞白，他赶紧用手死死按住王楚的手，转过身，双手抵着王楚的胸口：“别！”夏雨在外面。王楚停下手，故作惊慌地说道：“您是说郑夏雨同学在外面？”慕斯轻咬嘴唇，急得狂点头。门外的交谈似乎陷入了僵局。“夏雨小姐，我们钱家商行也是小本生意，概不赊账的。”郑夏雨听闻，冷哼一声：“钱主管，我妈可是剑圣慕斯，我是剑圣唯一的宝贝女儿，难不成我还会因为这点钱赖账不成？”钱莹莹依旧不紧不慢：“那夏雨小姐，您可以直接找剑圣大人帮忙呗。”听到这话，郑夏雨气得牙痒痒，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他当然知道找老妈有用啊，但早上才刚跟老妈大吵一架，这个时候低头回去要钱，早知道先要到钱再吵架了。郑夏雨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阴沉起来：“钱主管，要是因为没有装备导致我5考失利了，到时候我妈怪罪下来，你们钱家商行担待得起吗？不好意思了，夏雨小姐。”钱莹莹语气依然恭敬地道歉：“好好好。”郑夏雨气急反笑：“本小姐记住你了，你给本小姐等着。”说完，一阵气急败坏的脚步声迅速远去，直到那个声音彻底消失。试衣间里，慕斯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了一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呼，他靠在王楚身上，胸口剧烈起伏。还好进来的早，要是晚几分钟被夏雨撞个正着，那场面不堪设想。小楚，慕斯抬起头，眼神有些涣散：“我们赶紧走吧，我怕他又回来。”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下一秒，一只大手却霸道地扣住了他的后脑勺，紧接着直接堵住了他所有的话语。王楚凑在他耳边轻声道：“慕斯姐，来都来了。”良久，慕斯低着头，脸上带着尚未褪去的红润，挥手撤掉自己布下的结界。刚刚那件白色旗袍已经被扔在了一边，上面带着几块颜色不一的斑块污渍。小楚，怎么了，慕斯姐？王楚搂着慕斯的柳腰，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说道。慕斯眼眸闪烁，轻声道：“我是为了给你治疗，才会与你产生这种超越关系的行为。可是刚刚你的蛇毒并没有发作，我们却依旧……”他顿了顿，有些难以启齿。小楚，如果不是除了治疗，我们不应该发生这种关系的，我们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下不为例。看着在那边像是说给自己听、给自己安慰的慕斯，王楚搂着慕斯，轻声说道：“对不起，慕斯姐，一时间没有忍住，我都听你的。”呵呵，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剑圣呢。刚才明明哭得可大声了，事后进入贤者模式了是吧？好，我决定了，以后就赐予你封号为酷剑圣了。见王楚没有反驳，反而是接受了他的提议。慕斯看着落地镜里英俊帅气、温柔体贴的王楚，眼神复杂，他感觉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明明是自己说的，不能再犯错，除了治疗以外，他们不应该发生这种关系。可是为什么你答应的那么干脆啊？难不成
你就没有对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其他的想法吗？你就不能争取一下吗？想到这，慕斯突然感觉有点委屈。我可是山海境的剑圣，为了救你，连自己都搭出去了。还是初次，就因为这样，我已经背定有容。那家伙追着问了八卦了好几天了。你说要治疗，我不管在哪里，在做什么，都会立马就到。现在，难道我说不要犯错就不要犯错吗？你这是打算拍拍屁股就走人吗？你就不能稍微反抗一下吗？万一你说了，我就同意了呢？慕斯越想越委屈，眼眶都开始泛红了，埋着头开始收拾整理凌乱的衣服。王储用余光观察着慕斯，心中嘿嘿一笑。论实力，你是山海境的职业者；论年纪，你是我的2倍。但是论嘎啦给木，你还是纯纯的萌新。跟爷玩拉扯，洗干净翘好等着就可以了。确认身上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试衣间。试衣间外，敬业的钱莹莹仍然站在外面的柜台边等待。看到两人出来，她的眼神在慕斯那明显红润的有些过分的脸蛋上扫了一圈，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没想到剑圣慕斯大人看起来那么一名高冷的仙子，结果私底下竟然这么会玩。刚才郑夏雨在这里说话的声音他肯定听到了，结果竟然还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在里面跟王储待了那么久，不愧是主人。王储的调教本领他可是亲自感受过的。2位客人在试衣间里待得有些久了呢，衣服怎么样？可还喜欢吗？慕斯听闻，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赶紧把头埋得更低了，压着鸭舌帽提了提口罩。钱莹莹可是认识自己女儿郑夏雨的，要是被钱莹莹认出来，知道明明有了女儿，堂堂的剑圣大人竟然和一名年轻人在试衣间里待了那么久，自己可以直接从910跳下去肘击大地了。可王储知道慕斯脸皮薄，调侃成这样也够了，清了清嗓子，扯开话题道：钱主管，帮我把这件旗袍包起来，然后再拿一件大一码的。王储还是很有素质的，这种沾染了自己神圣气息的衣物可没办法进行2次销售了。还有，王储指着旁边的展示柜，这几个展示柜所有尺码合适的衣服全部打包啊！慕斯瞳孔地震，正想说话就被王储打断了。没事的，慕斯姐。王储一脸正色，我有钱。慕斯，不是，你买归买，你倒是看看你指的是什么区域的衣服？那些都是企鹅内衣啊，那么多企鹅内衣要穿到啥时候才能穿个遍啊？小楚，你这……王储转过身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露出腼腆的笑容。慕斯姐，这些衣服就麻烦你都穿给我看了。都？慕斯看着那些衣服，有的甚至只有几根绳子，反正怎么省布料怎么来，这玩意咋穿啊？是人穿的玩意吗？都要穿给他看。他的心跳再次漏了一拍，最终还是抵挡不住那灼热的目光。那好吧。一旁的钱莹莹羡慕坏了，这几天王储都在忙，没让他过去。原来主人喜欢这种调调吗？那自己下一次穿在里面过去，他应该会很开心吧。从钱家商行离开后，王储和慕斯找了个漂亮的地方吃了顿漂亮饭，补充了一下刚刚消耗的体力。夜幕降临，两人并肩走在海滨栈道上，吹着开始有些冰凉的晚风。慕斯没有说话，任由海风吹乱他耳边的碎发。他的手被王储牵着，掌心传来温热的触感，但他的心却有些乱。这几天的经历直接将他几10年的过去搅成一团乱麻，特别是刚刚试衣间里的一幕幕，那是第一次超出了治疗的范畴，哪怕到现在回想起来，依旧让他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可是激情褪去后，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不安和迷茫。他抬起头，看着身旁这个侧脸英俊的大男孩，终于他还是忍不住了。小楚。慕斯停下脚步，声音在海风中显得有些飘忽。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我们两人之间。他咬了咬嘴唇，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问出了那个一直盘旋在心头的问题：到底算什么关系？是报恩，是一时的错误，还是喜欢？他迫切的想要一个答案，哪怕是骗他也好。然而面对着灼灼的目光，王储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只是看着远处的灯塔，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顾左右而言他：慕斯姐，今晚夜色真美啊。沉默。慕斯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就像是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心凉了半截。王储没有回答，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他的回答，不是吗？慕斯，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呢？说了多少遍了，你的年纪都可以当人家妈了。或许对他来说，自己真的只是治疗的作用吧。可是明明只是治疗的作用，为什么你刚才还要那么做见我？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和委屈涌上鼻尖。慕斯低下头，不想让王储看到自己眼中的失落和马上要掉出来的小珍珠。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将手从王储那宽厚的手掌中挣脱出来。我有点累了，我想回去了。然而就在他的手即将抽离的瞬间，那只大手再次发力，十指紧握。王储的这点力气对于身为山海境的他来说，跟浮游撼树没什么区别。可是你放开我。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的哭腔，低垂着眉眼，根本不敢抬头去看王储的眼睛。慕斯姐，你再等等。王储的声音在海风中显得格外坚定。放手啊。慕斯更委屈了，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他发现自己的真没用啊，原来不愿意放手的是自己。就在这时，萧
一声尖锐的呼啸声突然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紧接着，轰！一朵绚烂至极的烟花在两人头顶的夜幕中骤然炸裂，五彩斑斓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海边。慕斯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抬起头，烟花照亮了慕斯那张挂着泪痕的绝美脸庞。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轰轰轰！无数朵烟花接二连三的升空，在黑夜中绽放出一场盛大的流星雨。而王储就在这漫天花火的映衬下，一把将他拉进怀里，紧紧抱住，低下头凑在他的耳边，声音温柔的不像话：“慕斯姐，生日快乐！”慕斯看着满天绽放的烟火，整个人都懵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怎么知道的？他自己都忘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活在剑的世界里，生日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日历上一个普通的数字罢了。甚至连他女儿郑夏雨都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王储轻轻刮了刮他的鼻子，眼神宠溺：“有一次你的身份证从裤兜里掉出来，我刚好看到就记下来了，我就知道你肯定忘记了。”慕斯呆呆地看着王储，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开始掉小珍珠了。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和患得患失都在这漫天烟火和一句生日快乐中烟消云散。小储，慕斯哽咽着想要说些什么，但王储并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低下头，额头抵着慕斯的额头，四目相对，呼吸交缠，他的眼神温柔：“慕斯姐，我喜欢你。”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慕斯的瞳孔波光闪烁，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两人在栈道上拥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震耳欲聋。就在这时，王储的脑海中响起了一连串提示音：叮，女神慕斯好感度正11%，慕斯好感度值已达90%，正在获取天赋中，你已获得 SS 级天赋剑圣的加护。成了！王储心中狂喜，终于把这位高冷的剑圣大人拿下了。虽然还没有到达100%，但只要超过80%，证明离100%已经不远了。只是还未来得及查看剑圣的加护所带来的效果，耳边便传来慕斯有些急促，带着几分难耐的哼唧声：“小储，他已经要忍不住了。”下一秒，王储只觉得脚下一空，卧槽！慕斯竟然直接把他横抱而起，直接一个公主抱，不是有那么急的吗？轰！慕斯脚下剑气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白色的流星，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朝着家的方向狂飙而去。王储，看来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卧室里一片狼藉，慕斯脸上带着满脸的幸福，蜷缩在王储的怀里。这一刻的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和高冷，只是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小储终于鼓足了勇气，慕斯突然抬起头，眼神有些闪烁，试探性地问道：“那个，我能带你去见夏雨吗？我想把你正式介绍给他。”他知道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是他已经沉沦在王储的世界里了。见郑同学，王储故作纠结地皱起了眉头，一脸为难地说道：“慕斯姐，郑同学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生气啊？”“不会的。”慕斯急忙解释道：“夏雨他和我说过，如果我谈恋爱了，他100%支持我，100%支持你。”噗！王储差点憋不住笑，还好我是专业的，没有当场笑出声来。要是真让郑夏雨知道是我，他该不高兴了。话是这么说，王储叹了口气，抚摸着慕斯的长发，语重心长地说道：“但现在毕竟是关键时期，马上就要5考了，如果这时候让他分心，万一影响了他的考试成绩。”听到这话，慕斯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感动的神色：“是啊，小储想得太周到了，这种时候确实不适合将他介绍给夏雨，还是你想的周全。”慕斯在王储脸上亲了一口，柔声道：“那就听你的，等5考结束之后吧，我再带你回家，正式把你介绍给他。”“好。”王储的手拂过慕斯柔顺的发丝，轻声道：“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好好吃顿饭。”一家3口，慕斯露出了幸福的神色，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开心呢，太期待了，求点发电啊，义父们，好饿呀！安吉拉瘫在沙发上，两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连背后的翅膀都蔫了，耷拉在沙发扶手上。他转过头，有气无力地看了一眼正在玩手机的艾琳。艾琳，都一整天没吃饭了，你就不饿吗？艾琳头都没抬，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着，语气淡定的一批：“为什么要饿？我随便一挥手，一堆男生排着队请我吃饭。”安吉拉瞬间坐了起来，眼睛瞪大：“你叫那些男生请你吃饭了？”“对啊。”艾琳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本小姐肯赏脸跟他们吃饭，是他们的荣幸，他们还得跟我说谢谢呢，懂不？”“你！”安吉拉大受震撼，“还能这样？那你也不给我带点回来？我都饿得肚子快瘪了。说好的姐妹情深呢？背着自己吃独食，要不要脸？”艾琳嗤笑一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拜托，我什么身份？高贵的精灵，吃剩下的东西怎么可能打包回来？多跌份啊！”安吉拉快气笑了：“还什么身份？裤兜里掏不出1毛钱的落魄精灵吗？”说实话，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为了吃饭发愁的一天。一开始王储在的时候，还会琢磨着给他们做东西吃，后来有一天开始，王储突然不做了，但也会用经费点外卖，大家一起吃。再后来，王储被踢出队伍，换猪八蛋来，就更不用说了。郑夏雨直接指挥猪八蛋天天带他们去朝福楼吃，毕竟朱家大少嘛，
有钱，朝福楼直接成了他们的食堂，顿顿吃好喝好。直到前几天，特么的 ATM 长腿跑了。至于他这几年的钱，全都变成了各种水晶饰品和潮玩盲盒。那些潮玩盲盒贵得要死，早就已经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欠了马叔叔一大笔钱呢。其实，艾琳放下手机说道：“你可以跟着夏雨回家蹭饭啊。”算了吧。安吉拉缩了缩脖子，穆斯大人不是在家吗？那可是山海境的大佬啊，自己可不敢靠近。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郑夏雨一脸春风得意地走了进来，豪气干云的大手一挥：“姐妹们，我回来了，走，本队长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还有东西收拾收拾，我们搬家，住大别野。”艾琳和安吉拉对视一眼，都懵了。队长，你发财了！哼哼。郑夏雨得意地扬起下巴：“我妈给了我一大笔钱，说是让我接下来好好备战五考，别为了这种琐事分心。”听闻，安吉拉眼眸中闪过一丝羡慕，还有隐隐的悲伤。有妈妈在真好啊。李雪琴人呢？叫她一起出门吃大餐了。至于郑夏雨为什么会发财，1小时前，夏雨，你昨天不是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吗？郑夏雨吃着早餐呢，秀眉微蹙，抬起头来看着慕斯问道：“妈，你真谈恋爱了？”看到郑夏雨的表情，慕斯一下子就紧张了，攥紧了手。怎么不行吗？你昨天不是还说支持我的吗？郑夏雨摇了摇头：“那倒没有，我昨天说的都是我的内心话，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只是……”他拖着下巴，一脸好奇：“我真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入得了妈妈你的眼，那个男人一定很优秀吧？”优秀！慕斯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王楚那张年轻帅气的脸庞，还有昨晚烟花下的深情告白的画面，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甜蜜的笑容。他很好，特别好。看到母亲这副怀春少女般的模样，郑夏雨惊的下巴都要掉了。天哪，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母亲露出这种表情，看来他是真的坠入爱河了。慕斯露出有些羞涩的表情，扭扭捏捏地说道：“夏雨，我打算等到五考后就把他带回来介绍给你认识。”郑夏雨一脸好奇：“妈，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呗。”算了，他这几天有点忙，就五考后吧。慕斯赶紧摇头。郑夏雨有些失望，本来还打算让对方报点金币的，身为长辈，第一次见面不得给点红包啥的。昨天回家后，慕斯想了想，虽然期待将王楚介绍给郑夏雨后，一家3口过上其乐融融的生活，但是王楚毕竟是郑夏雨的同龄人，郑夏雨一开始大概率是会有抵触情绪的，毕竟谁也没想到他妈妈会领一个同龄人回来吧，所以多少还是得给他一点消化的时间，以及足够的铺垫才行。想到这，慕斯轻声道：“夏雨，你最近是不是没钱用啊？”郑夏雨没好意思说自己兜里都没几个子了，毕竟自己怎么也是堂堂的夏雨战队队长。还好啦，不过确实不太宽裕。来，我先转你点钱。慕斯拿起手机，直接给郑夏雨赚了一大笔钱过去。他还记得昨天郑夏雨在钱家商行要求赊账一事，估计确实是没钱买装备和药剂了。钱对他这种山海境的剑圣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就是一大串数字。只是以前他不愿意养成郑夏雨大手大脚的习惯，所以从来都是严格限制零花钱的。自己平时是不是对夏雨太过苛刻了？卧槽，100万大夏币，这么多！郑夏雨点开手机后震惊了，一大串的零，都快数不过来了。慕斯红着脸说道：“这是你王叔叔说要给你的，当然，王楚肯定是没出这笔钱的。嘿嘿，我就知道妈，你不会那么大方。”郑夏雨美滋滋的收下了转账，看来这便宜后爹还挺有钱的嘛，一出手就是100万。妈，你记得帮我谢谢王。王叔叔。慕斯点了点头。对啊，他姓王，怎么了？哦，没事。郑夏雨不知道为何会想起王楚，但随即笑了笑，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敏感了。王姓可是大姓，姓王的王叔叔多了去了，更何况王楚那个穷鬼估计连几个子都拿不出来，还是我的王叔叔香，一出手就是100万。芜湖起飞喽！郑夏雨开心地说道：“帮我谢谢王叔叔。”昏暗的房间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混合着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光亮。李雪琴就像是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蜷缩在角落里，头发凌乱，双眼无神，脸色白得像鬼一样。这几天她过得浑浑噩噩，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那天在王楚家里发生的事情。王叔叔这3个字真的让她破大防了。更令人可耻的是，瘫坐在门口，听到房间里那不堪入耳的交流声和吟唱声的时候，她竟然呜！想到这，李雪琴抱着膝盖，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王楚会和陈琳娜那个老女人在一起？明明是我先来的，明明王楚以前最喜欢的人是我，陈琳娜那个贱人不仅害死了我的爸爸，现在连我的人也要抢走吗？凭什么？贱人都是贱人！李雪琴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鲜血流出。原本清纯可人的脸蛋，此刻却扭曲在一块，开始黑化。一种瘆人的想法开始在心中滋生：既然我得不到，那别人也休想得到。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嘿嘿，那就在五考的时候杀了他好了，只要他死了，他就永远属于我了，对不对？咚咚咚，
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打破了房间里的死寂。雪晴在吗？开门啊！雪晴，吃饭去了。郑夏雨的声音在门外大呼小叫，敲了半天没反应。郑夏雨的耐心耗尽了，直接推门而入。卧槽！刚一进门，一股令人窒息的味道扑面而来。郑夏雨、艾琳和安吉拉三人差点被熏个跟头。紧接着，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他们看到了蜷缩在角落里、形容枯槁的李雪晴。身后的艾琳和安吉拉起倒吸一口凉气，这还是李雪晴吗？跟个女鬼一样啊！雪晴，安吉拉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你怎么了？艾琳皱了皱眉，你没事吧？李雪晴缓缓抬起头，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3名队友。她当然不会把自己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有什么用？换来的不会是安慰，只会是背后的嘲笑和编排。没事。她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沙哑，就是最近几次失利，心态有点崩了。嗨，我以为什么事呢？郑夏雨也没多想，放心吧，只要我们4人还在，一定能在5考上拿个好成绩，到时候一起去帝都大学，等到了帝都，那就是我的地盘了，我罩着你们。说罢，他一把拉起李雪晴，先去洗漱，今天本队长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审判穿着一身黑色风衣，漫无目的地走在人群中。魔术师那个废物，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留下一大个烂摊子让老子来擦屁股。去你妈的！他在大夏府转了好几天，几乎把魔术师留下的资源都盘查了一遍，结果发现，因为当初为了召唤8岐大蛇，魔术师把手头上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山城，结果被人一锅端了，核心几乎全灭，名媛境都没几个了，剩下一些刚刚发展的没有什么屁用的断骨境外围人员。就这样，让自己怎么在大夏府发展啊？不过他也不是没有收获。前2天，他为了调查召唤仪式，抓住了一个当时在祭坛里的幸存学生。经过审判后，那名学生说出了一些有点意思的事情。当时王楚是第一个被叫上祭坛的，我就只看到他在祭坛上跟黑袍人说了几句话之后，地面就开始震动了，然后所有黑袍人凭空开始消散，没多久就全都消失不见了。审判眯起双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凭空消失瓦解，这不就是被献祭了吗？明明是去献祭别人的，结果自己却变成了祭品。这种展开让审判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是魔术师那个蠢货念错了咒语，打死我都不信，那么唯一的变数就在那个叫王楚的小子身上了。就在这时，他的脚步突然一顿，鼻子微微抽动了一下。这股味道，他顺着感应看去，只见不远处几名少女正有说有笑的走过，2名人类，1名精灵，1名天使。这奇怪的组合，再加上高颜值，引得路人频频侧目。然而审判的目光却死死地锁定了走在最后面那个留着一头蓝色长发一直低着头的女生。好浓郁的怨念啊！嫉妒、仇恨、疯狂，还有 S 级天赋。审判舔了舔嘴唇，眼底闪过一丝红光，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温床啊！另一边，王楚刚刚做完浇灌贪欲之花的任务，再浇灌2次，贪欲之花应该就能盛开了。王楚扶了下腰子，专攻出生点就是这个问题。都说30如狼，40如虎，更别说一个有着贪欲之花这种天赋，一个是山海境的剑修，只强不弱。什么时候能给我个圣神的加护就好了。王楚叹了口气，还好年轻，再加上有女神链接的增幅，不然怎么遭得住啊？这时电话突然响了，王楚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宁竹清的声音：王楚，猪八蛋想约你见一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空？钱家商行。猪八蛋抬头看着那烫金色的4个大字，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不是哥们，整个淮海市谁不知道钱家和朱家不对付，而我可是朱家的人，竟然把赴约地点定在钱家商行，玩我呢？您好。正站在钱家商行门口吐槽的猪八蛋，就听到一道甜得发腻的声音传来。闻声望去，一名身材高挑、穿着红色高叉旗袍的迎宾妹妹一摇一摇地走了过来，微微鞠躬，那领口的一抹雪白晃得猪八蛋眼睛都直了。请问是朱嫂吗？猪八蛋回过神来，咽了口唾沫。是我，王少已经等候多时了，请跟我来。迎宾妹妹做了个请的手势，转身带路，走起路来，旗袍开叉处白皙的大腿若隐若现。猪八蛋跟在后面，已经在很努力的想要往其他地方看了，但没办法呀，真的没办法，实在是太白了呀。那浑圆饱满，就像是有莫名的吸引力一般，占据了他大半个视野。钱家商行好啊，钱家商行的多来啊。朱家商行走的还是老路子，相比起来，这白花花的肉家里的那些老古董，感觉可以退休了呀。没过多久，猪八蛋跟随着引领来到贵宾室，王少就在里面，您请。迎宾妹妹说完，一阵香风从猪八蛋身旁飘过，推开厚重的红木大门，猪八蛋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里面的几个人：王楚、宁竹清，还有那个最近在淮海市商界风头正盛的钱家商行主管钱莹莹。宁竹清仍然是一身清纯学妹的打扮，乖巧地坐在王楚身边，钱莹莹则是穿着一身墨绿色的丝绒旗袍，正优雅地坐在沙发上。朱嫂来了，
看到猪八蛋进来，钱莹莹嘴角勾起一抹职业化的微笑，指了指对面的空位，坐吧。猪八蛋点了点头，他的视线没有被钱莹莹所吸引，而是看着那名坐在主位上的少年，眼神中满是震惊和疑惑。主位，王储竟然坐在主位上。虽然一般对于商行来说，客人的地位都是崇高的，但钱莹莹如今可不简单。再加上这间贵宾室的规格，绝对已经是钱家商行最高档的贵宾室了，竟然能让他以如此之高规格接待，这王储的身份绝对不简单。对啊，猪八蛋一个机灵，虽然只转学过来没多久，对王储不太熟悉，但王储所展现出来的天赋和能力，绝非一般学生能够培养出像王储这种天之骄子的，一定是背景底蕴十分雄厚的家族。当然也有意外，像郑夏雨那种母亲是山海境剑圣，自己却是个废物的，也不是没有。这就从侧面更证明了，这王储能将夏雨战队的那几个废物带到勇者小队，这含金量爆表了好吗？自己可是对那全女战队深有体会。猪八蛋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震惊，朝着王储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王储同学，多谢你的救命之恩。王储摆了摆手，面露微笑道：不用谢，我们都是同学，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你找我什么事情？坐下说吧。猪八蛋坐下后，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那个王储同学，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今天来找你，除了感谢你之外，其实还有个不情之请。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宁竹清，说道：我现在已经退出了夏雨战队，虽然退队爽是爽了，但我现在没队伍了。我在想，正好紫荆花战队不是还空着位置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我加入？说完这番话，猪八蛋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心里有些忐忑。说实话，他当初为了能蹭个勇者小队的称号，不惜放低姿态加入了夏雨战队。结果呢？那4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奇葩。他投入了那么多沉没成本，又是包装备，又是包药剂的，结果人家根本没把他当人看。在他们临阵脱逃、抛弃队友的那一刻，他是真的心寒了。只是退队容易，找下家难啊！马上就要5考了，要是没有队伍，他一个人怎么玩？而紫荆花战队绝对是他最佳的选择。当然，人家看不看得上他就另说了。听完猪八蛋的请求，王储没有立刻回答，缓缓是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这件事宁竹清已经和他说过了，他全听王储的安排。沉默片刻后，王储淡淡道：队友多一个少一个，对我或者竹清来说都无所谓，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加入队伍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猪八蛋愣了一下，随即拍着胸脯保证道：王储同学你放心，只要让我加入，队伍里所有的装备、药剂、后勤补给我全包了，而且我自身也是 S 级天赋的法师，战斗能力也不错。他一脸真诚地看着王储，然而王储却摇了摇头，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透着一丝戏谑和深意，上下打量着猪八蛋。猪八蛋被这眼神看得菊花一紧，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卧槽，王储这家伙对待郑夏雨那几个大美女都那么狠，一点都不留情面，他该不会……可一旁的钱莹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猪少，钱莹莹放下茶杯，声音清冷地打断了猪八蛋的胡思乱想。你可能有所不知，王少最不缺的就是钱了。他看着坐在主位上的王储，语气中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崇拜。我来告诉你吧，王少现在是我们淮海市钱家商行的大股东。猪八蛋倒吸一口凉气，果然自己对王储的猜想是正确的，他绝对有非常恐怖的背景。日月境强者中有姓王的吗？还是其他隐世强者？王储双手抱胸，神色依旧淡然。当时在救猪八蛋的时候只是顺手，他离自己最近，自己又刚好要通过传送门过去山城。不过后来听说猪八蛋直接很有血性的怒骂郑夏雨几人一波，然后退队。王储觉得猪八蛋这人或许可以用，在全球5考游戏中，钱莹莹多少还有出现在剧情中，而猪八蛋则是完全找不到这个人。八蛋，你在朱家的处境应该挺一般的吧？听到这话，猪八蛋的脸色瞬间暗淡了下来，沉默了。是的，在别人眼中，他是淮海市里高高在上的朱家大少，但在朱家里面，碍于出生于旁系血脉，他并不受重视，也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罢了。所以他才非常的想要证明自己，考上帝都大学。你刚才也听莹莹姐说了，我是钱家的股东，我对你们朱家很有兴趣。王储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猪八蛋听闻，脸色骤变。王储，如果你是想让我出卖朱家的话，恕我。不，王储摆了摆手，打断了猪八蛋的话。不用你出卖朱家，朱家就在这里，他在别人手中是朱家，在你手中不也是朱家吗？猪八蛋的呼吸在某一瞬间停滞了1秒，呼吸愈发沉重，瞳孔开始震动。王少，你是意思是说？王储翘着2郎腿，笑着看着他说道：朱家家主的位置别人坐的了，你当然也能坐。王储这番话直接把猪八蛋吓得腿都软了。我朱家家主，你在开什么玩笑啊？他猪八蛋也就是希望能得到家族的一点点重视，多分一点资源，分配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结果呢，到了王储嘴里，怎么就变成了朱家家主了？真当天王老子来了。那个猪八蛋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王少，朱家能在大夏府生存那么多年，底蕴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深。要是朱家是你一句
换人做就换人的，那也太没用了吧。王楚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而淡淡一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猪八蛋，你知道最近淮海事前家商行和镇妖军联合的消息了吗？猪八蛋一愣，随即眉头微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旁边正似笑非笑的钱莹莹。这当然知道，这个消息在朱家内部早就传开了，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毕竟朱家在镇妖军内部也是有些人脉的。最近镇妖军高层都在疯传，说钱家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批附魔防具和顺回药剂，听说目前已经装备到了宁元境。别看只是宁元境及以下的职业者装备了，那可是能完全抵御来自同等阶怪物伤害的防具。这种神器级别的保命道具，人手一件，这得有多恐怖啊！听说连大夏府镇妖军总部都被惊动了，正派专人过来了解情况，想跟钱莹莹商谈深度合作。王少，你提这个的意思是？猪八蛋突然有一种猜测，但不敢相信。王楚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如果我说那批给镇妖军的附魔防具和药剂都是我提供的呢？话音刚落，猪八蛋头皮瞬间发麻。那些东西真是来自于王楚？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完全超越了这个时代的产物。朱家跟疯了一样在寻找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咕嘟，猪八蛋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突然开始后悔今天来找王楚了，因为王楚既然告诉了他这种秘密，那就说明王楚压根就没打算让他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下一秒，膝盖撞击地面的声音响起，猪八蛋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额头重重地磕在昂贵的地毯上，说话的声音颤抖而坚定。王少，以后我猪八蛋这条命就是您的了，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我就是你最忠实的狗。我他妈要起飞了，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王楚，不是哥们，啥玩意啊？你怎么就主动要当狗了？一旁的钱莹莹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少年，你这路走宽了呀。而宁竹清则是双手托腮，眼波似水地看着王楚。王楚同学越来越让人着迷了呢。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钱主管，郑夏雨小姐来了，说要找您。来到大厅的时候，郑夏雨正趾高气扬地巡视着各个展柜。这个，还有这个，我全都要。昨天赊账未成，今天直接报复的郑夏雨立马就来找场子了。艾琳等人也跟在后面疯狂购物，反正有冤大头出钱，还不赶紧买？姐妹们随便挑，今天全场由郑大小姐买单。郑夏雨膨胀道，要是100万大夏币花超了，再找王叔叔要就是了。毕竟他要想追求慕斯，就必须得得到他的认可。他相信花多少钱那名王叔叔都会给的。夏雨小姐您好。钱莹莹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迎了上去。郑夏雨轻笑一声，钱主管，你们店里的服务不行啊，我都到了半天你才来。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了一阵惊呼声。王楚，你怎么在这里？看到王楚，李雪琴跟 PTSD 犯了似的，瞳孔开始地震。王楚笑眯眯地看着他，李侄女真是健忘呢，都忘记要叫我什么了。王叔叔。李雪琴大脑开始颤抖，不要啊，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全都是王叔叔3个字在回荡啊？随后他突然身子一挺，直接倒下。雪晴，一旁的艾琳都懵了，赶紧接住李雪琴的身子。雪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王什么？你大声点。艾琳凑近听。王叔叔。什么王叔叔？李雪晴，她晕过去了。安吉拉赶紧开始治疗，现场乱成了一锅粥。怎么一见面话都没说2句就有人倒下了呢？这里不让睡觉啊喂！一旁郑夏雨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这李雪晴真是没用啊，早知道不带她出来了，纯给老娘丢脸来的。解决完李雪晴，王楚笑眯眯地看向郑夏雨。夏雨队长，今天怎么不用赊账了？发财了？赊账？他怎么知道？郑夏雨气得脸色涨红，立马转头看向钱莹莹。钱主管，你怎么把这种事都乱说出去了？钱莹莹脸上露出了怪异的笑容，耸了耸肩道，郑小姐，我可没告诉王少，兴许是他亲耳听见的呢。郑夏雨怒拍桌子，钱莹莹，你忽悠谁呢？昨天就我们2个人在，王楚他怎么可能听得见？钱莹莹憋着笑，憋得很难受，最后还是没忍住，转过头去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钱莹莹，你在笑什么？郑夏雨怒声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几秒钟后，钱莹莹转过来头，青葱如玉的手指微微挡住红唇，轻声道，夏雨小姐，您看错了，我没有笑，你明明就笑了。夏雨小姐，我们是专业的，无论是遇到了多好笑的事情都不会笑的。说完，钱莹莹又赶紧转过头去，就是那肩膀一耸一耸的，伴随着的笑声。一想到郑夏雨在外面，王楚和他妈在里面，然后郑夏雨现在还一脸懵逼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很想笑，实在是憋不住啊。郑夏雨，你妈没了呀？林竹清用手肘碰了碰王楚，一脸疑惑道，钱小姐她怎么了？王楚耸了耸肩，估计是觉得郑夏雨家都被偷了还一无所知，有点可怜吧。家被偷了一无所知？林竹清歪了歪脑袋，萌萌的眼睛里是大大的疑惑，听不懂。算了，对了，你刚刚说的让李雪晴叫你王叔叔是什么意思？王楚早就想好了说辞，咧嘴一笑，你也知道我和李雪晴是青梅竹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可是她对我的态度你也知道，
最后李雪琴的妈妈林娜阿姨专门跑来给我赔礼道歉，然后还让李雪琴以后要把我当作叔叔来对待，要对我尊敬一点，所以我就变成了李雪琴的王叔叔了。明竹清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看来李雪琴的妈妈还挺明事理的呢，竟然没有无脑站在李雪琴那一边。王楚面带微笑，意味深长，他倒是想无脑站在李雪琴的那一边啊，只可惜现在林娜阿姨的脑子最多就只能在下边了。是的，林娜阿姨这个人特别好，有容乃大，再加上我是她从小看到大的，知根知底，在某些方面的认知上，说是管鲍之交都不为过。郑夏雨见钱盈盈在那边笑个不停，脸都气红了。不是，你他妈到底在笑什么呀？到底有什么好笑的？见钱盈盈不说，他又没有办法直接撬开钱盈盈的嘴巴，只能转头找王楚的茬。王楚，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王楚一脸懵逼，这是什么问题？小仙女的脑回路这么新奇的吗？这里是钱家商行，又不是你家，我在这里很奇怪吗？更别说我爱去哪里去哪里，去你家都可以。郑夏雨冷哼一声，面露傲色，你倒是想得美，还想去我家？你要知道，钱家商行又岂是你这种穷酸之人能够来的？你现在是想来买我考用的防具和药剂吧？虽然你的战力超乎我的想象，确实挺强，但是很可惜的是，你没有背景。在这个世界，不仅要有天赋，更要有背景。当然，你要是现在跟我道歉，好好求求我，我说不定能发善心，买点药剂和装备送你。对于王楚的家庭情况，他们队伍的里的几人都很清楚，父母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说是孤儿也不过分，只有那固定打进卡里的足够生活的钱。宁竹清听闻，哪怕脾气再好也都开始生气了。老娘预定的男人想要什么没什么，还用求你？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到底你是公主我是公主？正想发火，已经有一道人影走了出来。王楚最忠诚的狗狗猪八蛋申请出战，这可是他现忠诚的最好时机。郑夏雨，我们又见面了。猪八蛋从人群末端走出，因沉着脸说道，自从离开夏雨战队，跳出夏雨战队来看待郑夏雨等人的时候，他才愈加发现郑夏雨他们四人是有多么离谱，简直没一个是人，双标都是症状最轻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老是迷之自信，总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这个世界都是围着他们转的，到底是什么毛病？猪八蛋，你怎么在这？郑夏雨有些惊讶，然后立即反应过来，他的眼睛在几人面前扫过，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啊，猪八蛋，我说你为什么要退出我们夏雨战队？原来你是看到紫金花战队空着位置，故意找我们茬的是吧？亏我当初还特地把王楚踢了，拉你进队，结果你转头加入紫金花战队，你还要不要脸？猪八蛋摇了摇头，面色淡然。郑夏雨，我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想退队了，当时的你连大地亚龙巢穴副本的小怪都打不过的事情，你不会忘记了吧？谁打不过小怪了？难道不是吗？当初谁躺着从副本出来的？要不是当时我觉得或许只是磨合的问题，所以一直待在队伍里没有走，结果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后，我才发现你们四人就是一群废物，彻头彻尾的废物。多说无益，我今天话放这里了，你今天要买什么东西，我全部双倍拿下，你一个东西都别想带走，嘿嘿。反正钱家商行是王楚的，花的钱不就等于给王楚上供吗？郑夏雨听闻，脸都黑了。好啊，好你个猪八蛋，刚刚加入紫金花战队就迫不及待献忠诚了是吧？当初在队伍里的时候怎么不见你那么大气呢？夏雨，我们东西挑好了。这时艾琳和安吉拉满脸春风得跑了回来，他们手中的购物篮里已经放了一堆东西。至于已经晕死过去的李雪晴，被扔在一边的沙发上了。结账。郑夏雨大手一挥，老娘倒是要看看你这朱家大少到底有几斤几两。钱盈盈一脸微笑的上前轻点了一下后说道，夏雨小姐，这里一共91万大夏币，朱少愿意用182万大夏币买下这些东西，要是您能出得起更高的价格的话，朱少应该就能让给你了。182万。郑夏雨跳了起来，什么东西要那么贵？不是艾琳你们一点都不给我留的吗？91万不是艾琳和安吉拉的上限，而是郑夏雨钱包的上限，他们刚才到处嗨皮，一路上已经花了9万了。你等等，我打个电话。郑夏雨知道眼下还是面子更重要，立马拿起手机打起电话。喂，妈，再给我转100万呗。不行。为什么？好，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打电话给王叔叔，找王叔叔要。此话一出，王楚都有点懵了。不是，你有王叔叔电话吗？你就打电话给王叔叔，王叔叔本人怎么不知道呢？紧接着郑夏雨说道，妈，你赶紧把王叔叔的电话给我，我自己跟他说，如果连100万大夏币都不舍得为我出，怎么配和你在一起？我以后会受委屈的。这一刻，就见众人的耳朵猛地竖起来了。啥？王叔叔怎么配和你在一起？惊天大瓜啊！从来没有人见过剑圣穆斯的配偶，只知道10多年前穆斯突然就抱着一名女婴儿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以至于许多人都在猜测，要么穆斯大人的配偶已经战死，要么就是穆斯大人因为意外怀下的这个孩子。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人在追求穆斯，甚至几年前还有日月境的大佬公开示爱，却依旧被穆斯无情地拒绝了。而现在郑夏雨口中的王叔叔究竟是谁？只有钱盈盈一脸感慨地看着王楚的侧脸。
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真他妈爽啊！谁能想到啊，他们正在疯狂脑补猜测的王叔叔就站在这里。不仅如此，昨天他还跟那名高高在上的穆斯大人在离我们不远的试衣间里进行战斗。实话说，眼看着穆斯大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堕入人间，满面春风，眼带桃花，不要太刺激啊！另一边，郑夏雨的脸色越来越不好，语气也越来越差，最后对着电话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句：“你要是不给钱，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和那个王叔叔的事。”然后狠狠地挂断了电话。这个结局完全在王楚的意料之中。穆斯虽然想尽快拉近女儿和王楚之间的关系，但也是有原则的，他绝对不能松开郑夏雨这个任性的口子，否则郑夏雨尝到甜头后会天天将这件事情挂在嘴上来威胁穆斯。至于他和王楚的事情，郑夏雨是离不开他的，改天两人关系缓和了也就那样了。钱莹莹见状笑盈盈地问道：“怎么样，夏雨小姐，这些东西您还要吗？”郑夏雨黑着脸翻看了一下艾琳和安吉拉挑选的东西，越看脸越黑。他拿起一个像是眼镜一般的东西问艾琳道：“这东西30万大夏币，什么东西要那么贵？”钱莹莹笑着介绍道：“夏雨小姐，这是玉虚境强者进行附魔的辅助瞄准镜，可以大幅提高远程类攻击的命中率呢。配套还送500支凝元镜附魔剑矢，绝对是弓箭手的最佳搭档。”郑夏雨听得想吐血，他看向艾琳无语道：“艾琳，你可是精灵，天生的射手，你还需要买辅助瞄准镜？”艾琳一脸淡然：“队长，科技改变生活吗？再说了，我买的好歹是5考用得上的，你看看安吉拉买的什么？”郑夏雨翻开安吉拉的东西，人妈了，各种各样5颜6色的宝石。不是安吉拉，马上5考了，你买这些东西做什么？安吉拉一脸无辜，眨巴着大眼睛说道：“都是为了我们小队啊，队长，你看看这颗宝石。”他拿起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滴状宝石，说道：“这颗宝石叫做幸运女神之泪，带着它参加5考，肯定能提升我们整体的运势。运气难道不重要吗？”郑夏雨他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问道：“这破玩意多少钱？”“一点都不贵。”安吉拉伸出5根手指，“只要50万大夏币。”“50万？破音！”郑夏雨直接一个破音：“你疯了？50万就买这破玩意？”安吉拉撇了撇嘴：“队长，是你自己说全场你买单的，现在要买单了你又不乐意，你要是没钱你就早说，我们都是那么多年的队友了，又不会笑话你。”“不会笑话我，妹妹，看看你现在是什么个表情好吗？跟那个悠悠悠悠的表情包都差不多了喂，你特么的！”郑夏雨牙都要咬碎了，气得浑身发抖。谁会不要脸的挑一颗50万的装饰品啊？再算上其他的，整整61万，都是这些废物，你5考能用得上吗？王楚在一旁看的都忍不住想鼓掌了，精彩，真是精彩啊！以前队伍有自己管理，4女其乐融融，基本没有内部矛盾，现在没了他，这种撕逼的场面才够劲爆，够好看啊！不过这场闹剧也差不多该结束了。王楚拿起手机悄悄给钱莹莹发了条短信，钱莹莹看完后迈开长腿走了上去。“夏雨小姐。”郑夏雨没好气道：“干嘛？”钱莹莹开始背起台词：“是这样的，我这边收到王先生的通知，他说您是他重要的女儿和家人，所以您剩下的货款全部由他来支付，这些东西是您的了。”“王先生？”郑夏雨一愣，随即眼睛猛地亮了起来：“这不就是王叔叔吗？一定是妈妈给王叔叔打了电话，然后王叔叔看不惯妈妈的做法，直接一通电话打来了钱家商行。钱主管，我还可以加钱300万大夏币，这些东西我要了。”猪八蛋皱了皱眉开口道。钱莹莹看着他道：“朱少，王先生说了，不管您出多少钱，他都会比你多1万，这批货只有夏雨小姐可以带走。”此话一出，郑夏雨的眼睛更亮了。王叔叔也太棒了吧！王叔叔赛高！王叔叔放心吧，我一定支持你和我妈妈在一起的事。如果妈妈到时候后悔了，我直接给她下药，然后扔你床上去。猪八蛋还想要开价，王楚拦住了他，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嘲弄：“八蛋，不用了，这些东西就让给他们吧。毕竟只有让郑夏雨等人把这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种毫无用处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才是最致命的。”“让！”郑夏雨听闻，一脸的讥讽和得意：“王楚，你真够不要脸的呀！明明就没那个钱，还在这装什么大度？你刚才也听到了吧？这是我王叔叔给我出的钱。”他扬起下巴，高傲的如同白天鹅一般：“我那王叔叔可是连我妈妈都能征服的男人，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男人。倒是你！”他上下打量了王楚一眼，随即不屑一笑，那一口的大白牙都看得清清楚楚。同样姓王，有人生来就是云端皓月，而有的人拼尽全力，也不过是发出卑微的萤火，勉强被人看见。嘲讽完王楚，郑夏雨秀发一甩，傲然道：“钱主管，结账，东西给我装好一点，要是磕了碰了，我可不给钱。”“好的，夏雨小姐。”钱莹莹脸上挂着笑容说道，她心里是真的开心。这颗50万的幸运女神之泪属于什么效果都没有的装饰品，是店里资历最老的老员工之一了，从开店之初到现在可算是卖出去了，还卖了100万大夏币的天价。要不说夏雨战队的4女哥哥是人才呢。见郑夏雨支付了91万大夏币后，王楚这才拍了拍钱莹莹的肩膀道：“莹莹姐，那我们就先走了。”郑夏雨心情愉悦，
嘻嘻笑道：“别急着走啊，留下来看看这价值100万的宝石啊！就你这种穷人，从来都没见过吧？爽，太爽了！”郑夏雨感觉自己大脑的褶皱在这一刻全都舒展开来了。几天前被王楚在模考上血虐的阴影一扫而去，终于在王楚面前狠狠地扳回了一城。这一切都是我那从未谋面、敬爱的王叔叔给的。王叔叔，爱你哟！紧接着下一秒，正在指挥着下属打包货物的钱盈盈转过身，媚眼如丝得朝王楚娇声道：“好的，老板，您慢走。”老板听到这话的郑夏雨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我听错了，等等，他指着王楚，手指都在颤抖。你刚才叫他什么？钱盈盈撩了撩耳边的发丝，露出一个风情万种的笑容，语气轻描淡写道：“老板呀。”郑夏雨、艾琳、安吉拉三人瞬间懵逼，脑子一片空白。不是，老板，你管王楚叫老板？哦，几位难道还不知道吗？钱盈盈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用一种足以让郑夏雨记住一辈子的语气，缓缓说道：“王少，可是我们淮海世钱家商行的最大股东，是我们老板呢。”啊，王楚是淮海世钱家商行的最大股东？你在逗我对不对？郑夏雨一个机灵，嘴皮子都开始哆嗦了。我和王楚当了那么久的队友，从来都没听说过他是什么钱家商行的最大股东。我知道了，你是在报复我，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众人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夏雨三人，真是可怜啊，还不愿意接受现实呢，感觉他们三人都快碎了呢。郑夏雨，是不是真的？你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不是吗？他走到郑夏雨面前，忍不住笑出了声。不得不说，原本总共只需要91万的东西，你竟然眼都不眨一下，直接花了182万拿下。郑队长真是大气啊！噗嗤，宁竹清实在是忍不住接笑喷了。虾仁诛心呀，花了那么多钱，还以为装了个逼，结果没想到把钱送人家口袋里了。如果换其他人，现在估计已经在房梁上荡秋千了。怎么离开钱家商行的？郑夏雨、艾琳和安吉拉三人已经不太记得了，拿着价值182万大夏币的东西，却一阵索然无味，气氛压抑的可怕。李雪琴揉着刚睡醒的眼睛，打了个哈欠。你们怎么了？这一个个的表情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吗？也被草了？不太可能啊！安吉拉心情低落地说道。雪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王楚提供的药剂和防具效果那么好了，原来他是钱家商行的大股东。什么？李雪晴瞬间瞪大了眼睛。李雪晴都懵了，这都啥跟啥啊？安吉拉说的字自己都听得懂，但组合起来就有点天方夜谭了。你在开玩笑吧？我跟王楚从小一起长大，他什么背景我会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他的战斗力那么离谱啊？李雪晴好像也对，就像自己也是刚知道自己妈被偷了一样，再次陷入了沉默。只是这一次，有的人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了。艾琳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起。实话说，王楚长得又帅，战斗力又强，最重要的是竟然这么有钱。如此看来，倒也勉强能配得上我这个高贵的精灵。或许我可以放下身段，给他个机会。而旁边的安吉拉也是一样的想法。实话说，王楚长得又帅，战斗力又强，最重要的是竟然这么有钱。如此看来，倒也勉强能配得上我这个高贵的天使。再加上我之前基本也没怎么说他坏话，是不是可以试着和王楚发展发展？你们在想什么呢？就在这时，郑夏雨突然冷冷的开口：“啊，没想什么。”X2，艾琳和安吉拉吓了一跳，有种偷人被抓到的背德感，赶紧打着哈哈掩饰过去。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们又开始习惯性的开始说王楚的坏话。说起来，这个王楚真是太恶心了。艾琳一脸愤愤不平，明明这么有钱，以前在队伍里的时候竟然从来不说，装什么穷逼啊？就是。安吉拉也跟着附和，搞得好像我们知道他有钱就会图他的钱一样。我们是那种人吗？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虚伪了。哪怕他当时稍微透露一点，给我们每人买几套装备，我们也不至于对他那种态度啊。说到底就是自私，就是没把我们当队友。这种心机深沉的男人简直就是下头男。几个人越说越起劲，骂了一路，嘴都骂干了，但心里那种嫉妒却怎么也挥之不去。真该死啊！王楚怎么可能会那么有钱？这不科学啊呀！好他妈羡慕啊！就在几人骂骂咧咧之时，艾琳的手机突然响了。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她原本骂骂咧咧的表情瞬间僵住，小心翼翼地接通了电话，轻声说道：“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慵懒且娇媚的声音：“艾琳，过几天我会亲自到大夏府一趟，感谢大家关心，没什么事情，活蹦乱跳的哈。”听到“亲自”2个字，艾琳的手抖了一下，声音带着一丝明显的慌乱：“妈，家里的事情那么多，你又那么忙，怎么突然要来大夏府？”电话那头希尔维亚的声音依旧平淡如水：“你好像不太希望我去的样子。”“哪有？”艾琳勉强一笑：“我已经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也想你。”希尔维亚轻笑一声：“这次去大夏府是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当然顺便观摩一下你的武考，看看你在人类世界这几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电话挂断后，艾琳拿着手机，整个人僵在原地。“艾琳。”郑夏雨凑过来，一脸好奇地问道：“怎么了？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你妈要来大夏府看你武考？”艾琳回过神来，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啊，哇！郑夏雨和安吉拉并没有察觉到艾琳的异样，反而瞬间兴奋起来。真的假的？我记得你妈是现任的精灵族代理族长，精灵女王希尔维亚吧？论背景，郑夏雨的母亲山海境的剑圣穆斯已经是逼格非常高的存在了，但实际上艾琳才是众人之中最恐怖的那一个。她的母亲可是精灵族的现任代理族长，是跟大夏府府主平起平坐的日月境巅峰强者，更是未来的精灵女王。当然，众人平时称呼她为精灵女王也已经称呼惯了。哇，日月境巅峰的强者呀！安吉拉感慨一声，我看过网上的照片，希尔维亚女王气质超好，超级漂亮的，简直就是真正的女神。那我们作为你的队友，岂不是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希尔维亚女王？几人叽叽喳喳，兴奋不已。只有易灵站在原地，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心里早已是一片死灰。作为代理族长，精灵女王的希尔维亚怎么可能会是心慈手软之辈？哪怕对待她自己的女儿艾琳也是一样，强硬严厉。原本自己一直想要拿下勇者小队资格，就是为了跟母亲交差的，结果现在勇者小队的资格也丢了。到时候让希尔维亚看到自己在大夏府混了这么多年，结果混成了这副鸟样，连个像样的成绩都拿不出来，那简直跟当场拉屎有什么区别？完了，全他妈完了！艾琳在心里哀嚎。就在这时，一道有些怯生生带着几分紧张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众人的思绪。请问夏雨战队的4人齐刷刷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长相平平无奇的女生，正低着头，她双手绞着衣角，不敢看他们的眼睛，有些扭捏道：那个，请问几位是夏雨战队的女神们吗？你们还需要队友吗？另一边，从钱家商行离开后，王楚和宁竹清并没有回学校，反正五考马上开始，学校那边也没什么事了。王楚，宁竹清走在王楚身边，轻声分享着刚得到的消息。我听说精灵族的代理族长希尔维亚女王这次五考期间会正式访问大夏府，她有些感慨，不知道是不是专门为了艾琳来的。毕竟精灵族很少离开领。王楚眯起双眸，没有说话。为了艾琳，并不是，艾琳不配。希尔维纳之所以会离开领地来到大夏府，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精灵族的那棵神树生命之树出事了。话又说回来了，生命之树不管在什么版本都是命途多舛的，不管在哪个位面、哪个小说、哪个动漫里，总得整点幺蛾子出来。时间过得挺快，看来全球五考这款游戏的第1章主线剧情《精灵之怒》马上就要上线了呢。王楚看着远处的天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在心中暗自感慨一声：大夏府马上就要不太平了呀。当然，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传新版本，王楚也早就做好了准备，毕竟自己可是熟知游戏剧情的存在。同时，精灵女王希尔维亚也是在自己必吃榜上排行前列的女神，与剑圣穆斯一样，都是拥有着 SS 级天赋的强者。达到100%好感度后，能够晋升为 SSS 级天赋，不吃不行啊。完全不是因为她是艾琳的母亲。希尔维亚女王既然来了，王楚突然转头问道：那你父亲他会来淮海吗？宁竹清摇了摇头。希尔维亚女王在淮海市的行程主要由淮海执政官和穆斯大人接待，等这边的行程结束，他才会前往帝都正式会见我父亲。王楚点了点头。既然话题讲到了大夏府府主，宁竹清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颊微红，手指有些紧张的缠绕着发梢，声音变得有些扭捏。那个王楚，等到五考结束，我们去了帝都之后，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见见我父亲？王楚这话说的跟立 flag 一样。王楚笑了笑，眼神促狭的看着他。当然可以，只是不知道您大校花是希望我以什么身份去见府主大人呢？是同学，是队友，还是别的什么？宁竹清的脸瞬间红透了。你爱是什么身份就什么身份。说罢，他直接转身落荒而逃。看着少女羞涩离去的背影，王楚摸了摸下巴。宁竹清的好感度这几天一直在涨，已经到了79%的瓶颈期，就差临门一脚就能突破80%。大夏府府主的 SS 级天赋马上也能到手了。至于突破的契机，思索之际，王楚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手机一看，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自己的小号上正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头像是个熟悉的自拍。王叔叔，我是夏雨，请问我可以加一下您的好友吗？郑夏雨把行李往沙发上一扔，长舒了一口气，看着这宽敞明亮的客厅，心情瞬间美丽起来。还好自己房租先交了几天，在五考前还有个地方住。坐在沙发上，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通了钱莹莹的电话。喂，钱主管吗？我是夏雨啊，那个能不能麻烦你把王叔叔的联系方式推给我一下？毕竟人家帮了我这么大忙，我总得亲自道谢一下不是吗？电话那头，钱莹莹的声音带着几分古怪的笑意。这一切怎么都在主人的预料之中呢？当然可以，稍等，我这就推给您。很快，一个名片发了过来， ID 处是一片空白，头像则是2个人的背影。郑夏雨一眼就认出了右边那道有着曼妙身材的背影是自己的妈妈慕斯，而左边这道身影，这是王叔叔，身高挺高，也很匀称，跟妈妈看起来很搭，就是怎么感觉这背影有些眼熟，是我见过的人。郑夏雨深吸一口气，
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点击了添加好友。哼，妈妈不给我联系方式又怎样？本小姐自己找，只要抱紧了这条大腿，以后还不吃香的喝辣的。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一点风吹草动，她都会神经兮兮地点开手机看一眼。她抱着手机一等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等到好友申请通过。就在她的耐心就快消耗殆尽的时候，好友申请通过了。咳。郑夏雨清了清嗓子，换上一副乖巧清纯且做作的语气，一连试了好几条语音。王叔叔您好呀，我是夏雨，真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慷慨解囊，要是没有您，我今天肯定要被那个讨厌的王楚给气死了。您真是我的大救星呢。另一边，王楚躺在床上，听着手机里传来的那甜的发腻的夹子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噗，他实在是没忍住，笑出了声。他打字回复道：举手之劳而已，能帮上你的忙，王叔叔也很开心。看到回复，郑夏雨更兴奋了。王叔叔，其实吧，我妈妈她这个人性格比较冷淡，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也不太会表达感情，平时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冷淡吗？王楚挑了挑眉，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些天来各种治疗的画面。哪里冷淡了？明明就很润很烧好吗？简直就是反差的神。郑夏雨还在继续发语音，所以啊，王叔叔，您要是觉得我妈妈太冷了，或者受了什么委屈，一定要随时和我说哦，我绝对是站在您这边的，我会帮您一起攻略我妈妈的。嘻嘻。王楚强忍着笑意回复道：夏雨真是个好孩子呢，有你在中间帮忙，叔叔就放心了。叔叔很期待跟你正式成为家人的那一天。郑夏雨发了个害羞的表情包，用做作的语气继续说道：等我们正式成为家人的那一天，我是不是就应该改口叫您爸爸了呀？噗，王楚没绷住，这郑夏雨真是个人才啊，懂事，太懂事了。夏雨，王叔叔很期待你叫我爸爸的那一天。希望到了那一天，郑夏雨能兑现承诺，好吧？之后的几天，王楚除了接受剑圣大人的治疗外，剩下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陈琳娜身上。毕竟贪欲之花的浇灌任务可是重中之重。随着又浇灌的完成，贪欲之花的反哺再次生效，断骨境7重、8重、9重，9重巅峰。王楚长舒一口气，距离宁园境只差临门一脚。有着贪欲之花在，自己的修炼速度可太快了，花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从启灵境一路突破到了断骨境9重巅峰。贪欲之花的效果实在是太恐怖了。与此同时，王楚注意到了陈琳娜身上的气息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妖艳诡异的贪欲之花纹路，此刻竟然泛起了一层妖冶的紫金色光芒，花瓣绽放。这是贪欲之花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刻的陈琳娜浑身散发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媚态，哪怕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想要把人吸进去一样。小楚，她缠在王楚身上，仿佛要把王楚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吐气如兰。我发现我真的离不开你了，哪怕浇灌已经结束了。琳娜阿姨，王楚拍了拍她光洁的后背，安慰道：放心吧，我也不会离开你的。陈琳娜在她胸口蹭了蹭，突然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期盼和狂热。小楚，你说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多一点？王楚，话题怎么突然跳跃到这了？我觉得男孩好。陈琳娜自顾自地说道，眼神有些恍惚，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李雪琴伤透了心。男孩像爸爸，肯定非常优秀，不过要是你喜欢女儿，我也愿意给你生，要不我们多生几个吧。他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里，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至于那个李雪琴，估计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号练废了。没关系，直接3号重练，只要是跟小楚生的，练多少个号他都愿意。王楚，他嘴角抽搐了一下，怎么一个个的都想让我当爹呢？不过这好像都是我自找的。转眼间，大夏服务考的日子到了。淮海市空中港口，一艘巨大无比、雕刻着繁复纹路的翡翠飞艇缓缓破开云层，稳稳地停靠在泊位上。泊位的通道两侧早已站满了前来迎接西尔维亚精灵女王的人员。最前方，慕斯一身素白长裙，神色清冷，宛如一朵盛开在雪山之巅的雪莲。在他身后，淮海市执政官、镇妖军司令张远以及一众大佬，此刻都神情肃穆，甚至带着几分紧张。那可是精灵族的代理族长，未来的精灵女王，跟大夏府府主处于同一水平的日月境强者。随后，万众瞩目之下，一只修长圆润、白得有些晃眼的美腿从飞艇中迈了出来。紧接着，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中，金色的长发如同流淌的阳光，随风轻荡。精致的面容之上，翡翠般的眼眸深邃迷人，仿佛蕴含着整片精灵之森的生机。身上一袭淡绿色的纱裙，紧紧包裹着那犯规的完美身材。高贵、圣洁、西尔维亚。看到来人，慕斯脸上出了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他主动迎了上去。好久不见。两人虽然一个是人类，一个是精灵，但早年间曾在几个副本里出生入死，算是真正过命的交情。好久不见，慕斯。西尔维亚也露出一抹微笑，张开双臂，两人轻轻拥抱了一下，顿时4团惊人的柔软挤压在一起，震惊不小。分开后，西尔维亚上下打量着慕斯，眼神中闪过一丝讶异。啧，慕斯，这才几年没见，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他的目光在慕斯那白里透红、水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的肌肤上停留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道：皮肤更好了，眼神也没那么冷了，跟人接触起来距离感也没那么远了，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属于女人的味道。有吗？慕斯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眼神有些闪躲，耳根开始发烫。当然有。同为女人，希尔维亚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猫腻。她凑到慕斯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调侃道：看来你这棵万年铁树终于被人浇灌开花了，最近是有好事将近了吧？到时候办喜酒可一定要记得请我。很显然他是知道郑夏雨内情的人。浇灌，慕斯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脸更红了。他羞涩地点了点头，一定。与此同时，淮海一中校门口此时早已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无数考生和家长把整条街都堵得水泄不通。就在距离校门口还有一段距离的僻静角落，一辆不起眼的剁椒鱼头缓缓停下。陈琳娜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大红色的高开插旗袍，寓意旗开得胜。那火红的颜色衬得她那原本就丰腴妖娆的身材更加诱人。小楚，她拉着副驾驶上王楚的手，眼神里满是关切和紧张。今天就是5考了，你可千万不要紧张，你要加油呀！王楚忍不住笑了，伸手捏了捏她那滑腻的脸蛋。琳娜阿姨，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紧张吗？再说了，她凑近了几分，坏笑道：我的战斗力有多强，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陈琳娜俏脸一红，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这种时候了还没个正经。不过不得不说，王楚的战斗力是真的强，强到离谱。试过都说好，一想到这点裤裆子的事情，他只觉得身子一阵发软，情不自禁地靠了过去。小楚，狭小的车厢内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感受着陈琳娜身上那股熟透了的水蜜桃气息，王楚心中也是一动，顺势搂住她的腰，低头迎了上去。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一幕却被远处一道身影看了个正着。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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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猛地停下脚步，倒吸一口凉气，瞳孔疯狂地震。得益于精灵族天生的视力优势，隔着数十米远，还有车窗上那淡淡的防窥膜，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车里那一男一女拥抱在一起的动作，艾琳看了个正着。那不是李雪琴的妈妈吗？她怎么会和王楚撕？艾琳只觉得头皮发麻，三观都要碎了。队友的妈妈竟然和跟她女儿差同年龄的男人发生了这种事，不行不行不行，这瓜太大了，我一个人吃不完，必须得分享。艾琳感觉自己的分享欲在这一刻彻底爆炸。见王楚已经要下车了，她赶紧躲进人群中，一路狂跑，风风火火地冲进了学校。很快，她远远的就看到了郑夏雨的身影。夏雨队长，她跑到了郑夏雨面前，脸都激动红了。今天大瓜呀，你绝对猜不到我刚才看见了什么。然而话音刚落，2道身影便从一旁的树荫下走出来。艾琳，什么大瓜？安吉拉一脸好奇地凑过来，看见什么了？卧槽，李雪琴怎么在这？艾琳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哈，她尴尬地挠了挠头，眼神飘忽。雪晴，安吉拉，你们也在啊？没什么，我刚才看错了。妈耶，这让我怎么说啊？难道直接跟李雪晴说你妈没了？今天可是5考的大日子啊，这么刺激人家，是不是不太好？见艾琳一脸便秘的表情，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李雪晴眉头微皱，淡淡的说道：艾琳，是遇到什么事了吗？没有。艾琳赶紧摆手，那你就消停点。李雪晴有些不悦的教训道：今天就要5考了，这么一惊一乍的成何体统？要保持冷静，心态很重要，懂吗？就是。旁边的郑夏雨也跟着附和：今天是我们的翻身之战，至关重要，别整天想那些有的没的。听到这话，艾琳瞬间炸了。嘿，好你个李雪晴，我好心想给你留点面子，不想让你当众社死，结果你倒好，蹬鼻子上脸，开始教训起我来了。你妈都被人偷家了，你知道吗？艾琳深吸一口气，既然你不想体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雪晴，她突然收起了笑容，一脸严肃地看着李雪晴。其实我刚才要说的事情跟你有关，跟我有关。什么事？李雪晴愣了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了，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不对，该不会是……你等下，不要啊！没能来得及打断艾琳。艾琳压低的声音已经让在场的3人听得清清楚楚。雪晴，我刚才在校门口亲眼看到你妈妈和王楚在车里亲到一起去了，你妈没了。话音落下，现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你妈没了。李雪晴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毫无血色，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和脸颊往下疯狂流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完了，全他妈完了！艾琳究竟是怎么发现的？不仅如此，这件事情还被捅了出来，以后郑夏雨他们要怎么看我？肯定会在背后偷笑，笑陈琳娜和王楚搞一块去了，曾经的队友变成了我的后爹。不，这种事情不要啊！看着李雪晴那副随时要晕过去的模样，郑夏雨皱了皱眉。虽然这个瓜确实劲爆，直接引爆了他的八卦之魂，但作为队长，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的。他轻咳2声，故作严肃地说道：艾琳，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啊，毕竟关乎到琳娜阿姨的名誉，你再讲具体一点，清楚一点，
说不定只是个误会呢。前面都是废话，主要的是要把事情再讲具体一点、清楚一点。说那2句话谁够听啊？这种惊天大瓜必须得吃个明白，我绝对不会看错的，不可能是误会。艾琳一脸认真，我的视力你们还不清楚吗？琳娜阿姨的那辆剁椒鱼头你们还有印象吧？刚才我就是在离学校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的。至于王楚，他咬牙切齿，那张脸就算是烧成灰我也不会认错。你是不知道他们2个在车上有多疯狂。一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个画面，艾琳的脸就不自觉倒吸一口凉气，太刺激了。旁边安吉拉瞪大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都不敢说话，生怕再刺激到已经处在崩溃边缘的李雪琴。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身体颤抖的李雪琴终于绷不住了。我知道，其实我全都知道。她哇的一声开始嗷嗷痛哭，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羞耻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这2个不要脸的贱人早就搞到一块去了。不仅如此，她抽噎着，满脸泪痕。陈琳娜那个贱人，她竟然还逼着我叫王楚、王叔叔。什么？王叔叔？郑夏雨、艾琳、安吉拉3人互相对视一眼，瞳孔地震。卧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劲爆，但没想到那么劲爆啊！3人眼中的八卦之火简直要燎原了，这也太会玩了吧！那李雪琴算什么？算 play 的一环，太可惜了。当初这种场面，我们竟然不在现场，太不够意思了。不叫我们，见李雪琴哭得梨花带雨，整个人都快碎了。安吉拉终究还是心软，她蹲下身子，轻轻拍着李雪琴颤抖的后背，柔声安慰道：“别哭了，雪晴，为那种人不值得。”就是。郑夏雨也撇了撇嘴，一脸嫌弃的说道：“真没想到，琳娜阿姨平时看起来那么端庄，那么正经，私底下竟然这么……说到这，不得不说，还是自己老妈好，哪怕是谈恋爱了，也会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征求自己的意见，不像李雪琴的妈妈，看着那么正经，结果还有另一副面孔，直接跟王楚搞一块去了。还有王叔叔，虽然都叫王叔叔，但是自己的王叔叔可比李雪琴的王叔叔要好上太多了。”3人围着李雪琴，你一言我一语的安慰着，虽然嘴上说着同情，但心里其实都快笑疯了。没办法啊，哪怕再心疼李雪琴，遇到这种事情也绷不住。不要叫挑战吗？那我输了呀。雪晴，艾琳突然提议道，要不我们把这事捅出去吧，让大家都看看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不要！李雪晴猛地抬起头，脸上满是惊恐。不要，千万不要！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了，那他以后还怎么见人？还要不要活了？直接肘击大地算了。安吉拉点了点头，分析道，而且这种事我们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要是捅出去，别人说不定还以为我们在造谣呢。郑夏雨眼神一凛，沉声道，雪晴，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倒下，今天就是我们复仇的最佳时机。他握紧了拳头，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有了陈小兰的加入，我们现在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这次五考，我们一定能把王楚踩在脚下，到时候还叫什么王叔叔，让他叫你妈妈。轰！一辆接着一辆大巴车驶入了五考考场。透过大巴车的车窗望去，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卧槽！不是听说这是刚刚打下来的圣境，怎么就长这样了？这建设速度是开了挂吧？王楚看着眼前这一幕，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一圈高达数十米的合金围墙，内部有各式各样完善的基础设施，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座设施完善的圣境式基地。这才距离自己和宁竹清攻略圣境过去多久？估计才大半个月吧，就能弄成这样了。坐在旁边的宁竹轻撩了撩耳边的发丝，笑着说道：“这很正常，毕竟我们大夏府可是有着基建狂魔的称号呢。”由于上次魔考遭遇了黑袍神秘人的袭击，淮海市吸取教训，直接选择了这个刚刚被攻略的圣境作为五考考场。恰好这个圣境是宁元境以下的职业者才可以进入的，完美适配考试要求，也不用担心有高于宁元境的职业者强行进入，威胁到学生们。很快，车辆在巨大的广场中央稳稳停下，车门打开，考生如同潮水般涌出，开始在广场上整队集合。五考在即，学生们都有些紧张，开始聊天缓解压力。听说这次有很多大佬都在关注我们淮海市的五考啊，压力好大。就是啊，一名学生脸都黑了。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五考，竟然能引来精灵女王希尔维亚和剑圣穆斯大人的关注，两大顶流女神齐聚淮海，这可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出现的盛况啊！你们不是废话吗？人家女儿就在这里，来看女儿五考不是很正常吗？你说的对，但是这一次估计两位大人要失望个。王楚这座大山在前面，夏雨战队怕是拿不到什么好成绩了。此时，考场正中央，一座高达100米的锥形观光高塔之上，巨大的落地窗前，几道身影正负手而立，俯瞰着下方如同蚂蚁般密密麻麻的考生，仿佛云端之上的神明在注视着凡人的试炼。穆斯站在最前方，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快速扫过，很快，他的视线定格在了那个身姿挺拔、神色淡然的少年身上，眼神瞬间柔和了几分，嘴角也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小楚，今天一定要加油啊！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心神，
转过头看向几个身位外的淮海一中黄副校长。黄校长，穆斯的声音清冷，听不出喜怒。穆斯大人，您请说。黄副校长赶紧躬身应道。按理来说，以他的级别是没资格出现在这里的，但谁让他是淮海一中的校长呢？郑夏雨和艾琳的母亲都在这，说不定会问点啥。于是他来了。穆斯淡淡问道：我之前听说夏雨在之前的母考个人赛上被一名叫做王楚的学生给击败了，是有这么回事吧？话音刚落，一旁的希尔维亚也来了兴趣，翡翠般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好奇。哦，以夏雨 S 级的天赋，在这小小的淮海市，竟然还有同龄人能在单挑中赢过他，有点意思。黄副校长听闻，大脑 KFC 都在疯狂运转，都快冒烟了。见盛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要知道，郑夏雨可是他女儿被人打了，当妈的在这个时候提起来，还能有什么好事？难不成是来兴师问罪的？完了，王楚那小子这次怕是要遭殃了。黄副校长擦了擦汗，只能硬着头皮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是的，穆斯大人，确有此事。当时夏雨小姐和王楚同学在个人赛第一场就碰上了，两人打的那是难解难分，精彩绝伦。最后夏雨小姐惜败一招。黄副校长尽量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实情呢，哪有什么惜败，直接就是一把暴打，血虐中的血虐。穆斯轻轻点了点头，心里却是一阵感慨。当初下属跟他汇报的时候，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输就输了，挫夏雨的锐气也好。但后来了解了一下，才发现竟然是王楚，一个 B 级天赋的孩子能走到模考个人赛第1名的位置，这孩子背地里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汗水吧。穆斯的心里就忍不住泛起一阵心疼。不过这件事只是个影子，他今天最想确认的是另一件事。穆斯装作不经意的接着问道：那个黄校长，不知道这王楚同学在学校里和我们家夏雨的关系怎么样？这个问题一出，黄副校长直接汗流浃背了，衣服瞬间湿透。完了，全他妈完了！穆斯大人真的是冲着王楚来的，这特么的送命题，关系怎么样？学校里谁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那已经不是差了，那是水火不容，是你死我活。郑夏雨那个小仙女不仅把王楚踢出队伍，还在论坛上造谣污蔑，发动学生网暴王楚。而王楚也不是什么善茬，反手就狠狠打脸，在个人赛上一套正手不精，反手无力，直接把郑夏雨给打自闭了。这种关系，你让我怎么说？实话实说，报告见盛大人，您女儿和王楚2个人可能只能活一个，那不是找死吗？穆斯大人一听女儿受了这么大委屈，那还不得当场拔剑把王楚给劈了？毕竟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这是小说铁律。不说实话的话，要是到时候被见盛大人发现了，算了。黄副校长咬了咬牙，小心翼翼地组织措辞。关于郑夏雨同学和王楚同学的关系吗？这个怎么形容呢？亦敌亦友。穆斯一愣，眼神紧张，展开说说。黄副校长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穆斯大人，你想啊，天才总是孤独的，他们2人作为学校里最顶尖的天才，自然是惺惺相惜。虽然表面上互相竞争，互不相让，但实际上这是在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啊。他们是在对方的鞭策下共同成长，这种关系匪浅，羁绊那是相当的深厚啊。说完这一通，黄副校长长舒一口气，这辈子你有没有为谁拼过命？王楚，你帮我坐上代理校长位置的人情，我还给你了。原来是这样。穆斯听完，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长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他就说嘛。夏雨虽然任性了点，但本质不坏，而小楚更是温柔体贴。不过穆斯心中又涌起一丝甜蜜和感动。小楚这孩子也真是的，明明和夏雨关系这么深厚，却从来没跟我提过，肯定是为了不让我担心吧，怕我知道了他们的关系会顾虑太多。小楚真是温柔呢。想到这，思维发散的穆斯嘴角勾起一抹甜甜的带着几分羞涩的笑容。这一幕正好被旁边一直暗中观察的希尔维亚尽收眼底。哦，希尔维亚眯起双眸，若有所思。有意思，看来穆斯对这个叫王楚的学生很是上心啊。他瞬间联想到了穆斯的喜事，难不成穆斯看上的那个男人其实是这个学生的父亲？怪不得他这么关心王楚和夏雨的关系。毕竟如果要重组家庭的话，2名孩子能不能相处融洽可是个大问题啊。看来穆斯这个后妈当得很称职吗？想到这里，希尔维亚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顺着穆斯的目光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望去，只是一眼，他就在数千人中精准地锁定了那个独特的身影。人群中央是一个长相俊朗帅气，气质如渊庭月至的少年，哪怕身处喧嚣，脸上依旧挂着一抹淡淡的仿佛掌控一切的从容微笑，与周围那些紧张不安的考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尔维亚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名男生就是王楚吧？皮囊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个银样蜡枪头了。站在人群中，王楚看见了郑夏雨几人。竹青，那名学生是什么来历？你查到了吗？几天前，王楚听说有新人加入了夏雨战队，一下子就开始警觉了。作为穿越者，他太清楚这个世界的尿性了。郑夏雨这4个人
虽然实力拉胯，脑子也不好使，但他们身上可是带着主角光环的，哪怕是坨屎也能引来苍蝇。而这名新冒出来的从未见过的黑框眼镜少女就引起了王储的注意。宁竹清点了点头，开口道：有，我派人去查了，她叫陈小兰，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几个月前搬来淮海市的，履历清白，天赋是 A 级的，不动如山，在队伍里的定位是防御型战士，倒是弥补了夏雨战队中没有防御型战士的缺点。王储闻了一声，履历清白吗？当然，他也没指望真能查出点什么，但对方的出现已经给自己敲响了警钟，这一次的五考估计又不会太平了。至于会面临的危险，超出剧情之外，就不是自己能够提前预知的了。不过不管如何，有山海境的剑圣穆斯以及日月境的希尔维亚精灵女王在场，想必须空教团哪怕要搞事，也不敢大张旗鼓。下一秒，高台上监考官的声音洪亮如钟，传进众人的耳朵里。肃静，现在宣布，本次大夏府淮海市五考正式开始。轰！随着话音落下，广场中央那个原本封闭的巨大渗进入口突然光芒大盛，蓝色的空间漩涡缓缓旋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本次五考的题目，执政官大手一挥，指向那个漩涡。神之塔。执政官继续宣布规则，规则很简单，所有考生以小队为单位进入神之塔进行攻略，前30层为淘汰赛，只有在规定时间内通关前30层的队伍才有资格进入最顶层第31层。那里有一只作为附加题的 BOSS 在等着你们。刷，光影变换，当视线再次恢复清晰时，夏雨战队的5人已经出现在了一片昏暗的地下迷宫中。这里是神之塔第1层。呼，刚一落地，郑夏雨并没有急着去杀怪，而是猛地转身，死死地盯着队伍最后面的那个黑框眼镜女生，眼神狂热，甚至带着一丝迫不及待的贪婪。小兰，快，赶紧把你的药剂拿出来！旁边的艾琳、安吉拉和李雪琴也是一脸渴望地看着陈小兰，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前几天，陈小兰在申请入队的时候，拿出了一批药剂给他们试用，试了一次之后，他们就彻底上瘾了。这药剂竟然能直接提供短时间80%的属性加成，那种力量瞬间暴涨的快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好的，队长。陈小兰唯唯诺诺地点了点头，从背包里掏出了4瓶墨绿色的药剂。郑夏雨一把抢过药剂，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拔开瓶塞一饮而尽。轰！药剂入喉的瞬间，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瞬间在他体内炸开。啊！郑夏雨忍不住仰天长啸，爽，太爽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速度、魔力在这一刻疯狂飙升。王储，相比起来，你那20%的链接加成简直就是废物中的废物。这一次五考，胜利者一定会是我们夏雨战队。他脸上露出了狂妄的笑容，只是沉浸在力量快感中的他没有注意到，一缕缕极其细微、几乎肉眼不可见的黑色雾气正从他们的毛孔中缓缓溢洒而出。神之塔第20层。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最后一头守关的岩石巨象在宁竹清轻描淡写下被轻松击败，轰然碎裂，化作漫天碎石。搞定！宁竹清枪杆一挥，神色淡然，而身后的猪八蛋则是一脸感慨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眼神复杂。这未免也太轻松了吧！刚刚那只岩石巨象可是实力不弱于当初大地亚龙的存在，然而在宁竹清的手上根本无抗衡之力，更不用说猪八蛋看了旁边的王储一眼，他还没有出手，要是他出手的话，岩石巨象更是活不了几秒。相比起来，郑夏雨只会一顿乱冲，然后就大喊救救救救救！艾琳则是在以前的剑使用完后实射七空，命中率低的感人，美其名曰的适应一下手感。李雪琴就更不用说了，扔2个技能就到一边蹲着回蓝去了。而安吉拉是这几人中最正常的一个了，毕竟作为天使，他的奶量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夏本跟生离死别似的，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郑夏雨等人会有什么高招，简直就是坐牢。结果现在呢，跟在王储和宁竹清身后，就像是郊游一样，一路平推，毫无压力。妈的，猪八蛋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之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这他妈才叫队友啊！那4个天天吹嘘自己牛逼哄哄的女人，简直比人鸡还菜，不对，是连人鸡都不如。突然，旁边的林桃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尖叫起来：卧槽，你们快看，夏雨战队怎么已经到23层了？什么？众人有些惊讶，连忙查看起了排行榜。本来以为稳坐第1宝座的紫金花战队，此刻竟然屈居第2，而排在第1名的，赫然是那个被他们视为笑话的夏雨战队，甚至已经甩开了他们整整3层。这怎么可能？猪八蛋瞪大了眼睛，像是见了鬼一样。就他们那几个彩笔，能爬这么快？这不科学啊！要知道，神之塔的每一层难度都是递增的，以他们对夏雨战队的了解，这绝不可能。王储看着排行榜上的名字，眉头微微皱起，眼神变得深邃而冰冷。那个陈小兰果然有问题，刚才他一路上都在思考着其中的异常。后来他联想到全球五考中的某个设定，一个熟悉的名词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虚空教团研制的虚空药剂，能够利用虚空之力侵蚀职业者，让职业者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强全属性，
增幅的效果堪称逆天，但副作用也是极其恐怖的。一开始可能还没什么感觉，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使用者会对这种力量产生极度的依赖和成瘾性，而虚空之力也会趁虚而入，逐渐侵蚀本体，最终将使用者变成只知道杀戮和欲望的怪物。在游戏里，这道具也很有名，被广大黄油玩家们亲切地称呼为邪神药剂，是用来给女主们触发各种特殊 CG 走向恶堕结局的特殊道具。呵，王储冷笑一声，这几个傻逼为了赢，连这种东西都敢碰，真是嫌命长了。不管如何，只要是涉及到虚空交团的事情都不能马虎。天知道那些疯子会把副本搞成什么样子，必须加快脚步追上他们才行了。与此同时，观战高塔之上，大屏幕上正实时转播着各个战队的画面。夏雨战队那如同狂风扫落叶般的通关速度，震惊了全场。卧槽，这也太强了吧！周围的一众大人物纷纷赞叹不已，更是对着穆斯和西尔维亚大拍马屁。不愧是见盛大人和女王陛下的千金啊，这天赋，这战斗力，看来这次五考的状元非夏雨战队莫属了。恭喜剑圣大人，恭喜女王大人。然而面对众人的恭维，穆斯和西尔维亚的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反而越来越凝重。穆斯死地盯着屏幕中的郑夏雨，眉头紧锁。作为母亲，她太了解自己这个女儿有几斤几两了。天赋确实不错，但绝对没有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么具有统治力，一直以来都无法发挥出她剑圣之心真正的能力。短短几天时间实力暴涨，这根本不可能。而一旁的西尔维亚更是早已眯起了双眸，身为日月境巅峰的大佬，又是对生命能量最敏感的精灵族，他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那个叫陈小兰的女生，西尔维亚的目光锁定在那个站在最前方抗怪的女生，看起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拉怪的水平也很不错，十分正常的样子。但是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那药剂里有股让人很讨厌的味道，有问题。神之塔第31层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赤红沙漠，热浪滚滚，双脚踩在地面上，隔着靴子都能感受到那滚烫的温度。远处，一只体型庞大如小山，浑身覆盖着漆黑甲壳的巨蝎，正静静地潜伏在沙丘之下。宁元境6重的巨蝎领主，此次淮海市五考的附加题 BOSS。没过多久，夏雨战队5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离 BOSS 不远处的地方。郑夏雨看着那只巨蝎，双眼通红，透着一股不正常的亢奋。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是第1名，那样我就能把王储踩在脚下了。一想到王储痛哭流涕的画面，他就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心中一阵舒爽。小兰，他猛地转头，声音嘶哑道：“快把药剂都给我！”陈小兰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递过了一瓶颜色更加深邃的药剂。郑夏雨没有任何犹豫，仰头就要往嘴里灌。就在这时，萧一道刺耳的破空声骤然响起，一支冰箭如同流星般划破长空，精准无比的射中了郑夏雨手中的药剂。啪！顷刻间，玻璃瓶炸裂，黑色的药液洒落在滚烫的沙地上，发出了滋滋滋的声响。是谁？郑夏雨青筋暴起，都要炸了。猛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的一座沙丘之上，一道修长的身影正迎风而立，在他身边还跟着4个人。王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眼神冰冷，像是在看一群无可救药的蠢货。郑夏雨，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郑夏雨等人的耳朵里。不懂事也该有个限度吧。王储看着那张熟悉且令人痛恨万分的脸庞，郑夏雨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了。你这是要做什么？看着我们要拿第1了，就来搞破坏是吧？王储并没有理会他的歇斯底里，而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郑夏雨，你还没发现吗？你以为你喝的那些药剂是什么好东西吗？仔细感受感受体内的魔力吧，臭傻逼！王储旁边的李雪琴忍不住了，直接站出来怒斥道：“你少在这危言耸听，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阻止我们夺冠，做梦去吧！”王储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小孩坐隔壁桌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你哪壶不提提哪壶？王叔叔3个字立马在脑海中浮现。李雪琴大脑一阵晕眩，那种绝望感顿时涌了上来。不要啊，我不要叫你王叔叔啊！随后，王储将目光转向了队伍最后面的安吉拉，双眸微合。安吉拉，别人感觉迟钝也就算了，你身为天使族，难道也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被王储点到名，安吉拉的脑瓜子嗡嗡的，豆大的汗珠瞬间从他的额头滚落。刚才他一直沉浸在那股力量暴涨的快感中，大脑一片混沌，但现在经过王储这么一提醒，他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确实，几天前刚接触陈小兰提供的药剂时，他确实本能的感到厌恶排斥，但随着药效过去，那种感觉也随之消失了。他还以为只是单纯不喜欢那个味道而已，毕竟后面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可是现在，随着喝下的药剂越来越多，那种黏腻、令人作呕的感觉愈发清晰。安吉拉脸色惨白，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虚空药剂。王储看着一旁的陈小兰，冷冷地吐出4个字：喝下它。虽然能让你们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属性增幅，但随着使用将会被虚空之力彻底侵蚀。够了！郑夏雨一声怒吼，打断了王储的话。王储，我看你就是纯粹的嫉妒，嫉妒我们找到了变强的方法，嫉妒我们要拿第1了。
什么虚空药剂，什么怪物，编故事也编像样点。艾琳也跳出来大骂。此刻她的双眸已经通红，满脑子都是想拿下第1名给母亲交差的事情。赶紧滚开！按照规则，现在是我们挑战 BOSS 的时间，先来后到，懂不懂？看着这群无药可救的蠢货，王储眯起双眸，不再多说半句废话。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自己找死那就成全他们。不过他们身边的那个陈小兰可不能再放任了。就在这时，一直低垂着头颅的陈小兰缓缓抬起了头，她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嘴角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没想到你竟然知道虚空药剂，看来当初在山城破坏我们浩氏的人就是你了。话音落下，他彻底不装了，一股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黑色虚空之力从他体内喷涌而出，如同绝地的洪水，瞬间将周围的郑夏雨4人全部吞噬，甚至连远处那只巨大的 BOSS 巨蟹领主都被这股黑气直接包裹。啊！郑夏雨4人痛苦地倒在地上，身体剧烈抽搐。侵蚀开始了。场外观战高塔之上，穆斯和西尔维亚几乎同时站了起来，脸色巨变。这股力量，穆斯瞳孔猛缩，跟当初在山城出现的八岐大蛇身上的气息如出一辙。张司令，他猛地转头，声音冰冷，立刻终止无考。是。张远面色凝重，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拿出对讲机下达指令。然而短短几秒钟后，对讲机那头传来惊慌失措的声音：报告司令，我们与慎境核心失去了联系。话音刚落，滋啦！面前巨大的监控屏幕突然闪烁了几下，然后彻底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乱麻。该死！张远狠狠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木桌瞬间化为粉末。穆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下麻烦了，慎境限制宁园境以上的职业者无法进入这一规则，结果成为了限制他们支援的最大阻碍。怎么办？还有其他方法吗？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西尔维亚淡淡道：“我去吧。”他的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你，穆斯双眸顿时紧缩。对啊，日月境强者，神魂凝练，可离体外放，遨游虚空。如果是神魂的话，应该就可以进入慎境了。但是面对这一选择，穆斯还是有些担忧。即便神魂进入，也会受到规则压制，你的实力会被强行压制在宁园境之下，而且神魂一旦受损，本体也会遭受重创，这太危险了。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面对虚空那种诡异的力量，只能拥有断骨境境界的神魂也不敢说100%安全。希尔维亚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无所谓，区区杂碎，断骨境足矣。随着虚空之力彻底爆发，在众人面前，陈小兰那原本瘦弱的身躯开始剧烈膨胀、扭曲，皮肉下就像是被吹满了气一样，皮肤撕裂，黑色的触手从血肉中钻出，纠缠在一起。转眼间，那个唯唯诺诺的眼镜妹已经彻底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高近3米、浑身流淌着黑色粘液的怪物。王储眯起双眸，看着眼前熟悉的怪物——虚空暴食者。这是全球5考中处于低端的虚空生物之一，不是很强，但有着极为烦人的杀戮属性，跟疯狗一样。而在他身旁，郑夏雨4人虽然还保持着人形，但全身已经被一层诡异的黑烟所笼罩，双眸猩红如血，空洞无神，行尸走肉般站在那里。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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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桃下的腿都软了，声音都在颤抖。出神，我们是不是该跑了呀？王储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道：“那你还废什么话？还不快跑，等着看 BOSS 的变身动画吗？”说罢，他一把拉起宁竹清的手，转身就跑，动作行云流水，丝毫没有拖泥带水。刚才陈小兰一变的瞬间，王储就已经开启了洞悉之瞳，收集了不少的信息。在那恐怖的虚空之力侵蚀下，郑夏雨、艾琳、李雪晴、安吉拉4人灵魂已经彻底陷入沉睡。现在的他们暂时已经是被虚空意志接管的傀儡，而陈小兰灵魂早已完全湮灭。作为虚空交团的棋子，这就是他的宿命。这一会时间是拉开双方距离逃跑的最佳机会了。林桃他也想跑，可是腿在疯狂颤抖，使不出一点力来。死腿，快动啊！这时旁边的猪八蛋虽然也在抖，但还是咬了咬牙，一把将林桃扛在肩上，撒丫子狂奔。至于队伍里还剩下的一个名字都不记得的叫做高腾的路人甲，就更没人管他了。喂，等等我啊！广袤无垠的赤红沙漠上，几道身影正在玩命狂奔。嗷！身后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这时王储一边跑一边沉声说道：“玉虚境的气息，那只巨蟹领主已经突破到玉虚境了。”什么？宁竹清脸色一变，没想到在慎境的境界压制下，巨蟹领主竟然能突破至玉虚境，这种级别的怪物根本不是现在的他们能抗衡的。不仅如此，王储感受着身后那几股紧追不舍的气息，语气更加凝重。陈小兰变成的怪物气息也已经破了宁园境，至于郑夏雨他们，虽然还没突破，但也已经无限接近宁园境巅峰了。如果没有慎境的境界压制，都不想究竟会出现多少的怪物。麻烦了，真的麻烦大了。宁竹清有些担忧的回头看了一眼，猪八蛋扛着林桃跑得气喘吁吁，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王储，我们
是不是应该等等他们？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被追上的。王楚摇了摇头，眼神冷静的可怕。不用等。可是还没等宁竹清说完，王楚突然松开了拉着他的手，双手直接捧住他那张精致绝美的脸蛋，然后低头。不，宁竹清的瞳孔猛地放大。你，林桃他们还在后面看着呢。叮，女神链接已生效，获得全属性300%增幅效果。宁竹清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比之前链接时感受过的还要恐怖的力量瞬间从体内喷涌而出，300%的全属性增幅。他心中大惊，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进入圣境的时候，王楚提供的还是200%的增幅，这才多久竟然又提升了？王楚的天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他多想，王楚已经松开了他，看着他的眼睛，神色认真。他们的目标是我，所以我们必须分开跑。不行！宁竹清想都没想，直接拒绝。我不走，要走一起走。王楚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放心吧，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他指了指身后的沙漠。巨蟹领主最让人头疼的不是他本体，而是他召唤出来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弟。此时，无数只拳头大小的毒蝎正从沙地里钻出来，如同潮水般涌向众人。虽然大家伙的目标是我，但这些小东西可是无差别攻击的。这种时候，还需要你去保护一下林桃那几个拖油瓶，没有后顾之忧，我才能放手一战。宁竹清咬着嘴唇，眼神复杂的看着王楚，语气有些颤抖。这已经是你第2次选择一个人面对危险，让我先走了。下一次，请不要再抛下我了，我也可以帮到你的。王楚笑了笑，下次一定。就在这时，身后的林桃终于追了上来，他趴在猪八蛋背上，气得哇哇乱叫。竹青，你们刚才在干嘛？你们是不是亲一块去了？他牙都要咬碎了，老娘都要被吓尿了。结果你们俩倒好，这种时候还有心情在这亲亲，就不能稍微照顾一下单身狗的感受吗？啊！王楚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怎么，刚才没看清？那我再演示一遍。说罢，他猛地转身，再次俯身，再次吻上了宁竹清的唇。宁竹清还没反应过来，就再次沦陷了。唇瓣间柔软的触感让他心中一荡，这一吻与之前的每一次都不一样。如果说之前是为了触发链接 buff 才接的吻，那么这一次是纯粹的情感。不过这一吻也仅仅只是一瞬间便已经分离。王楚看着满脸通红的宁竹清，轻声道：走了，我们外面见。呼，狂风呼啸，赤红色的沙尘漫天飞舞，王楚的身影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沙漠中急速穿梭。与宁竹清他们分开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全速逃跑了。开玩笑，身后那帮玩意儿是什么配置？一头玉虚境的巨蟹领主，还带着数不清的小弟主场作战；一头宁元境的虚空暴食者，不强，但是疯狗。至于夏雨战队的4小指，如果他们是自己操作的话，王楚转头就开打了。但现在是虚空在人机代打，怎么也比他们自己操作强。女神链接状态下，全属性提升300%。王楚感受着体内的力量，冷静分析，但要靠站撸的话还不够。这会跑，那不叫怂，那叫拉扯，懂吧？玩过游戏的都知道，正面刚不过，那就放风筝，走位，只要把战线拉得足够长，就能把这群怪物的阵型打乱。到时候回手掏，并且这个事情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外面那群大佬不可能还在看戏。穆斯只有山海境进不来，但那个日月境的精灵女王还在呢。就在这时，身后的大地在剧烈震颤。王楚不用回头也知道，是玉虚境的巨蟹领主，毕竟是沙漠主场，再加上玉虚境的速度，追上来是迟早的事情。砰砰砰，那几根粗壮如石柱般的角枝疯狂地砸向地面，每一击落下都在沙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沙石飞溅，王楚进入了巨型领主的攻击范围。吼！他发出一声咆哮，高举右爪，直直地朝着王楚的后心刺来。哼！王楚冷哼一声，身体做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扭转，唰，右爪从距离不到1米的位置穿过。王楚眼中寒芒一闪，抬手就是一发早已准备好的瞬发魔法。轰！一颗巨大的火球狠狠地砸在巨蟹领主的眼睛上，火焰炸裂，烧焦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嘶！巨蟹领主身子一晃，哼都没哼一声，反而更狂暴了。对于皮糙肉厚的玉虚境怪物来说，这种程度的攻击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更别说他现在已经被虚空之力彻底狂化，根本感觉不到痛楚。咔咔咔，紧接着伴随着密集的摩擦声，无数只拳头大小的毒蝎从4面8方的沙地里钻了出来，如同黑色的潮水，瞬间将王楚包围。真是烦人！王楚手中长剑出鞘，剑光如水银泻地，刷刷刷，剑气纵横，硬生生地在毒蝎群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身形迅速遁出。玉虚境的巨蟹领主竟然在短时间内拿王楚一点办法都没有，只不过因此一耽搁，剩下的敌人追上来了。王楚，我要杀了你！郑夏雨跑在最前面，全身黑气缭绕，双眼赤红，嘴里还在不断念叨着那句充满了怨念的台词。而在他身后，李雪琴披头散发，也在狂奔。王楚，我不要叫你王叔叔！王楚，他嘴角抽搐了一下，这特么都什么跟什么啊？
想杀我也就算了，不想叫我王叔叔是什么鬼？你的执念到底是有多深啊？王储刚想吐槽，嗡，天空突然一阵动荡，一股恐怖到令人灵魂颤栗的力量骤然降临，没有实体的压迫感，却像是直接作用于灵魂深处。王储猛地抬头，只见半空中一道璀璨的金光撕裂了甚近的天空，紧接着金光散去，一道身材比例完美的身影走了出来，是神魂状态下的希尔维亚，全身半透明，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晕。虽然只是魂体，但他的一切都与本体一模一样，甚至比本体还要诱人。那是一种属于魂体的独特气质。半透明的纱裙下，轮廓若隐若现，修长圆润的大腿加上微微扬起头不可一世的表情，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神圣感。咕咚，哪怕是王储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第一次见希尔维亚，可比游戏里的例会还要好看得多了，这才是真正的精灵女王，才有那个味儿。哪怕只是远远看着，都让人感觉体内的至尊骨在蠢蠢欲动。就在希尔维亚在王储的脑海中已经非常惨的时候，他的神魂缓缓降落，悬浮在他面前，那双翡翠般的眸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闪过一丝赞赏。不错，面对这种绝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这是他的真心话。看来慕斯有个好儿子了。随后他微微扬起下巴，语气中带着与生俱来的傲慢与自信。吾乃精灵女王希尔维亚，现在既然我来了，你就安全了。话音落下，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轻轻抬起那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对着远处咆哮冲来的虚空怪物们。虚空一暗，轰，一股无形的精神风暴在顷刻间席卷全场。哪怕魂体状态下的他，境界被压制到了断骨境，但作为日月镜的大佬，又岂是这群垃圾能够比拟的？滋啦！那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玉虚境巨蟹领主，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狠狠拍中，庞大的身躯瞬间被压趴在地上，甲壳碎裂，发出了肉体挤压的滋滋声。至于那头虚空暴食者，更是直接被那股精神力直接震散，瞬间秒杀。至于郑夏雨四人，也在这股精神力下直接晕厥过去。结束了。做完这一切，希尔维亚长舒了一口气，神魂稍微暗淡了几分，只是断骨境的魂体能调动的能量有限，刚才那一下着实消耗不小。然而下一秒，啊呀呀呀呀！一声充满怨恨的尖叫声骤然响起，希尔维亚猛地转过头去，只见原本已经被击晕的李雪琴竟然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她双目通红，大声怒吼道：我不要叫你王叔叔！轰！恐怖的寒气瞬间席卷全场，连空气都被冻结了。场外一名男子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轻声说道：怨念的种子开始发芽了呢。轰轰轰！一股比之前还要狂暴数倍，令人心悸的黑色气息从李雪琴那单薄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直冲云霄。顷刻间，边疆沙漠上空的赤色云层都染成了一片漆黑。希尔维亚眉头紧锁，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好强大的怨念，这股负面情绪简直快要化为实质了。还有，到底谁是王叔叔，竟然能让你如此痛恨？站在希尔维亚魂体后方，王储嘴角抽搐，人都看妈了。不就是草泥马吗？至于吗？再怎么说，陈琳娜也是单身啊，有人追求，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然后我管你叫李雪琴，你管我叫王叔叔，咱们各论各的，这不行吗？这不合理吗？退一万步说，有我这么英俊潇洒、年少多金的王叔叔，委屈你了吗？怨气至于这么大吗？大到竟然直接堕落成了冰之魔女，简直离谱！冰之魔女在全球无考游戏中，这并不是特指某一只 BOSS， 而是对某一类特定 BOSS 群体的统称。虚空教团的那群疯子会专门寻找那些心理阴暗、负面情绪爆棚的小仙女职业者，在他们体内埋下种子，经过无穷无尽的负面情绪滋养下，种子会开始生根发芽。如果没有人提前介入净化，虚空之力就会逐渐侵蚀原主的灵魂，最终在某个情绪崩溃的节点堕落成魔女。至于说为什么虚空教团只会找上那些小仙女，绝不是因为搞什么对立，仅仅这是因为这他妈是黄油啊！变成魔女难道不正常吗？不变魔女难道变魔男吗？给谁看啊？咔咔咔！伴随着清脆的冻结声，李雪琴的身体缓缓漂浮而起，原本乌黑的长发已经染成了一片雪一般的惨白色，随风狂舞，双眸变成了毫无生机，如同深渊的黑瞳。随着她轻轻呼气，方圆100米内的赤红沙漠转瞬间便被一层厚厚的冰霜所覆盖，热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极寒。糟了！感受到这股力量，希尔维亚的脸色终于变了。这股力量竟然能够给我的神魂带来危险。日月镜强者初凝神魂，身为日月镜巅峰的他，神魂已经磨练得非常强大了。但是此刻的他毕竟受到了肾境规则的压制，仅只有断骨境，极为脆弱。此刻在眼前这名少女的面前，竟然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万一在这里被重创，哪怕本体不死，也会元气大伤，多年来所凝练的神魂也将被击溃，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必须奋手一搏了。王储！希尔维亚头也不回地低喝道：离远点！说罢，他大手一挥，身后出现数个金色的光圈，紧接着无数的金色箭矢从光圈中激射而出，化作漫天的箭雨倾泻而下。然而
冰之魔女李雪琴那双空洞的眸子冷冷地看着这漫天剑雨，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只是缓缓抬起手，咔嚓，一面巨大的冰盾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前，砰砰砰，剑雨落在冰盾上，发出滋啦的响声，却无法更进一步。什么？西尔维亚瞳孔猛缩，仅仅是一次交手，他就能评估出对方的实力，最少也是玉虚境的存在，而且还不是像巨蟹领主那种抠脚玉虚。下一秒，冰之魔女李雪琴已经发起了反击，呼，一股带着黑色死气的寒流瞬间席卷而来，所过之处，空间都被冻出了裂纹。双方的战斗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形成一边倒的局势。到后面，魂体状态下的西尔维亚已经被追着到处跑了，每一击落下，西尔维亚的神魂都会变得透明几分，气息也在肉眼可见的衰弱。该死，要不是被规则压制，本王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西尔维亚心中憋屈无比，真是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对方原本仅仅只是个断骨境的学生，现在竟然能追着他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最主要的是，对方是自己女儿艾琳的队友，如果可以的话，西尔维亚也不想痛下杀手，那会显得自己这名日月境的大佬非常无能。不过如果再这下去的话，不下杀手看来是不行了。远处，王储站在沙丘后面，神色冷静的观战。这种级别的战斗，还是在一旁划划水，坐收渔翁之利比较合适。看着西尔维亚那越来越暗淡的魂体，王储眯起了双眸。废物精灵的母亲，感觉也是个狒狒啊！堂堂日月境竟然被撵着跑，说出去怕不是笑死个人。当然，王储也能理解，刚才为了秒杀玉虚境的巨蟹领主和虚空暴食者，这位女王陛下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力量，结果现在又碰上李雪琴这么个冰之魔女，冰属性元素刚好可以克制神魂，看来终究还是得我出手了。王储啧啧两声，这是危机，同样也是机会。西尔维亚女王可不是那么早就能接触到的 NPC， 现在能出现在这里，趁早加点好感度，对接下去在精灵之怒版本的计划也能有更多的帮助。必须链接了，狠狠链接。王储眼神一凝，意念微动，瞬间锁定了远处那道金色的神魂。叮，检测到可链接女神。女神西尔维亚，数据986291，年龄326岁，天赋精灵女神的加护 SS 级，境界日月境9重，女神评分98分，326岁。精灵的寿命比人类长得多，换算下来也就是人类32岁左右的样子。叮，是否选择将西尔维亚作为链接对象？是。叮，已将西尔维亚作为女神链接目标。目前西尔维亚好感度为0%，当西尔维亚好感度达到80%时，将成功链接。目前链接人数2%。战场中央，此时的西尔维亚已经是强弩之末，面对李雪琴那铺天盖地的冰霜轰炸，他只能苦苦支撑。如果他的神魂在这里翻车了，那估计暂时就没有人能够拯救在圣境中的学生们了，他们全都会死在这里。就在这时，西尔维亚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紧接着一股力量毫无征兆的从他神魂深处涌出，轰！原本暗淡的金光瞬间暴涨，甚至比刚降临时还要璀璨夺目。这……西尔维亚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全部属性好像至少增加了350%，这股力量究竟是哪里来的？还没等他想明白，对面李雪琴的攻击再次袭来，一根巨大的冰矛带着毁灭的气息刺来。哼！这一次，西尔维亚不再闪避，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力量，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而狂傲的笑容。好好好，今天本王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日月境的底蕴，叫我女王大人！轰轰轰！战斗的声音不绝于耳，巨大的生命之树虚影在西尔维亚的身后显现，朝着冰之魔女李雪琴不断发起进攻。只是尽管有着女神链接带来的350%全属性加成，但西尔维亚毕竟只是魂体降临，再加之原本受伤，仅剩的力量所剩无几，等等因素之下，这一战却也打得艰难无比。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最后一声响彻云霄的轰鸣声，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呼，风沙散去，露出沙漠中央那个方圆数百米的巨大深坑。坑底，之前不可一世的冰之魔女李雪琴，此刻已经变回了原本的少女模样，只是浑身是血，气息微弱，躺在坑洞之中，彻底昏死了过去。而在她不远处，西尔维亚的神魂依旧站立着，只是那魂体此刻已经变得暗淡无光，甚至有些透明。半透明的身躯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黑色冻伤痕迹。她低垂着头颅，金色的长发垂落而下，遮住了面容，一动不动，就像是一尊随时会消散的雕塑。结束了吗？远处，王储从沙丘后面探出头来，眉头微微皱起，看来是结束了，但没想到竟然是惨胜。游戏中难度并不算特别高的魔女，在真正的世界中似乎不太普通。说到底，还是负面情绪的力量太过于 bug 了。就是不知道西尔维亚现在怎么样了。此时此刻，他的魂体一动不动，太平静了。西尔维亚大人，王储试探性的喊了一声，同时脚下慢慢靠近。您还好吗？紧接着，王储脚步猛地一顿，这一瞬间，那个一直低垂着头颅，仿佛已经力竭的西尔维亚猛地抬起了头。轰！王储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双原本充满着生机的翡翠眸子，此刻竟然被一层淡淡的黑色所占据。这……王储瞳孔猛缩，不是吧，大姐，连你也被虚空侵蚀了？在刚才与冰之魔女的惨烈战斗中，希尔维亚虽然赢了，但神魂也被那带着虚空的攻击所影响，最后两人两败俱伤，希尔维亚力竭陷入昏迷。也就在他昏迷之际，虚空趁虚而入，对魂体进行了侵蚀。此刻希尔维亚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神情，但王储能感受到他体内所迸发出来的暴虐情绪。卧槽，还有恶斗剧情呢！王储暗骂一声，我说那艾琳怎么那么废物呢？原来是随妈呀！堂堂日月镜大佬，打个冰之魔女都打成这副鸟样，真是有够丢脸的。下一秒，希尔维亚的魂体朝着王储发起了冲锋，王储没有逃跑，眼神淡然，挺身而上，手握由火元素所凝聚而成的长剑，如同旭日一般滑落。希尔维亚大人，看来只能由我把你揍醒了。当然，那350%的全属性加成，王储已经在第一时间便已经收回。虐一虐，只剩个血皮的断骨境神魂，还不是手拿把掐？砰砰砰！战斗的轰鸣声再次打破平静。对于虚空这种玩意，最令人头疼的是，他们会像疯狗一样不要命地发起攻击。如果是普通的虚空生物，砍了就算了，但像希尔维亚的魂体被侵蚀，王储一刀把他砍了也不太好。当然，作为贴吧攻略大佬的王储，很快便想到了解决的方法。洞悉之瞳，王储眼中金光一闪，视线在希尔维亚的魂体上扫过，仅仅是一瞬间，王储便找到了破局的关键。在希尔维亚的小腹，也就是丹田深处，有着一小撮如同火苗一般摇摇欲坠的虚空之力，正是导致希尔维亚魂体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下一秒，王储直接一个正义的铁拳狠狠击中了希尔维亚的小腹，紧接着趁着他动作一僵的瞬间，王储直接撞进他的怀里，双手如铁钳般扣住他的肩膀，将他死死地按在身后的沙漠之上。放开我！希尔维亚魂体断续续吐出几个字，在疯狂挣扎，那双紫黑色的眸子里满是暴虐。看着眼前这张即便狰狞却依然美得惊心动魄的脸庞，王储哪里会给他逃跑的机会？嘿嘿，正是链接的好机。呸，不对，我是为了救希尔维亚精灵女王，必须得完成进化，才能保下她的魂体。而想要进化，那在丹田深处的虚空之力，只有一个办法。王储深吸一口气，眼神愈发坚定。得罪了女王大人，我这就来助你进化。王储刚刚所想的方法就是魂体的交融，简单的说就是云轨交。撕拉，他大手一挥，直接撕碎了希尔维亚身上那层由精神力凝聚的薄纱。虽然是魂体，但那种触感竟然不比实体要差。你在做干什么？感受到异常，希尔维亚眼中的紫黑色波动了一下，似乎有一丝清明闪过，带着惊恐和羞愤。女王大人，我这是在救你啊，你不会怪我吧？王储不再废话，迎难而上。获得洞悉之瞳后，王储对于精神力、灵魂的掌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益于此，王储能通过链接所搭建的桥梁，精神力顺藤摸瓜，直击希尔维纳丹田深处，从而净化虚空之力。咦，这时王储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希尔维纳的魂体因为消耗巨大的缘故是半透明状的，然后也正因为透明，进化的进度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嘿嘿，受死吧，虚空之力！啧，也就只有日月镜大佬能够给我提供这种机会了。王储感慨一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传新体验。半透明状态下的希尔维亚魂体，就像是史莱姆娘一样，魂体十分柔软冰凉且不说，最主要的是能够清楚地看见进度条的涨幅，这就很有意思了呀。配上动次打次的节奏，就像音量条一样，非常有感觉。再次经过灵魂的交融洗涤后，藏匿在希尔维亚魂体丹田深处的虚空之力已经所剩无几了。紧接着，希尔维亚魂体的目光也逐渐变得澄清起来。你在做什么？清醒后，王储那英俊潇洒的脸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此时，汗珠顺着王储的脸颊两侧流淌而下，滴落在了他魂体的饱满之上，然后顺着山峰滑落，滴到沙漠之上，发出滋滋的声音，被瞬间蒸发。太好了，希尔维亚大人，你终于醒了！王储停下来了动作，脸上表露出一脸焦急的神色。对待希尔维亚，王储并没有采取对待慕斯一样的策略。作为嘎啦给木高手，对付性格不同、地位不同的女主角是要采取不同的方法的。比如慕斯，她一生都贡献在了剑道之上，可以说，别看年龄已经30多了，实际心理年龄还跟个少女一样。再加之王储通过帮慕斯挡下攻击，刷了大量的好感度，然后凭借着治疗的名头，才能肆无忌惮的猛击。希尔维亚可不一样了，他是精灵族的代理族长，还是日月境巅峰的大佬，城府比起慕斯那简直是降维打击。要是王储想通过草夫他的模式来攻略他，迎来的只有日月境大佬的一巴掌，能给你留个全尸都算不错的了。正在希尔维亚准备开口的时候，王储一脸焦急地继续说道，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希尔维亚大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刚才你和那名怪物打了半天。希尔维亚的话到了嘴边，突然一愣，刚刚的记忆开始浮现，好像是这样没错。刚才他的魂体本来就已经被那虚空之力侵蚀的学生揍得半死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属性突然属性翻了好几倍，局势开始逆转，他与那怪物战至最后力竭昏迷。对啊，
我不是昏迷了吗？西尔维亚心中一凛，难道王储他趁着我昏迷的时候对我做出这种事情？他的胸口开始起伏，怒意直飙升。好啊，好你个浓眉大眼的王储，心思竟然如此龌龊！正准备要一巴掌把王储拍死，王储赶紧开口：西尔维亚大人，等下。他拿起放在一旁一直对着他们的手机说道：刚才你也被那股奇怪的力量所影响了，我真没有趁着你昏迷的时候对你做出奇怪的事情，不信你看。说罢，王储直接打开手机的录像。深坑中，西尔维亚的魂体低头站立，随着镜头不断靠近后，他猛地抬起头来，双眸漆黑。西尔维亚深呼吸一口气，他刚才竟然被那股力量影响了。还有沃特吗？还被拍小视频了。画面在放映，第一视角中，王储与他战斗，不过很明显，他因为力竭昏迷，所剩的力量也不多，哪怕被虚空之力侵蚀，也没有爆发出太强的实力，3两下就被压在沙漠上了。紧接着后面就是进度条的事情了。西尔维亚大人，是这样的，我对精神力方面的技能和能力多少有点涉猎，我能察觉到你丹田深处隐藏的那股奇怪力量。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帮助你的方法，就是通过灵魂的交融，逐渐洗涤你丹田深处的奇怪力量。就像是被毒蛇咬了，然后将那些毒一口一口。王储解释道：我知道了，你别说了。西尔维亚扶额赶紧打断了王储。视频里的他都已经放弃挣扎，不要太配合那奇怪声音所组成的 BGM， 让他开始羞愤。你先把这个视频关了，然后删了它。王储点了点头，立马把视频给删除了。至于现在躺在回收站里的原视频，如果西尔维亚不提，他就不删了，后续还可以看呢。嘻嘻，了解了前因后果，西尔维亚才突然意识到进度条还在呢，立马撑起身子往后一靠。不，进度条归零。西尔维亚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面前的王储。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眼前的王储可是穆斯未来的儿子，自己怎么就跟他发生了这种事情？虽然只是魂体，也只是灵魂上的交融，但是魂体也是他自己，不可割舍，代表的就是他本人。把王储杀了，可是再怎么说，他确实是救了自己。要是魂体就这么在这圣境中堕落迷失，外头的自己即便可以舍弃这部分神魂，也会导致实力大损，失去再次进阶的机会。罢了，就当做黄粱一梦吧。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说出去，要是被我听见任何一丁点的谣言，我就……王储露出了憨厚老实的笑容，挠了挠头。我知道的，西尔维亚大人，您放心，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西尔维亚再次叹了口气，眼神复杂的想要起身，突然意识到什么，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刚才还没注意，这回竟然发现自己丹田深处还残留着最后一丝虚空之力。虽然这虚空之力只剩下一点点，掀不起什么浪花，但是一直留在丹田里，迟早也是个隐患，必须得清理干净才行。可是如果要清理的话，那不是就要……刚才昏迷状态的他还可以自欺欺人，当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他已经清醒了，再进行清理的话，不就是……西尔维亚大人，我能给李雪琴喂点药剂吗？他应该还没死吧？几步之外，已经传来了王储的声音：“你过来一下。”西尔维亚轻咬嘴唇，赶紧喊住王储。如果还要继续清理虚空之力的话，那肯定的在其他人醒来之前就结束掉。怎么了，西尔维亚大人？王储眨着大眼睛，一脸无辜的走了过来。西尔维亚张了张口，欲言又止片刻，还是下定决心。他小声说道：“你再帮我清理一次虚空之力啊！”王储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可是没可是了，你赶紧的，要快！西尔维亚直接躺了下来，脸别到了一旁去，嘴唇被他死死咬住。王储没有说话，只是俯下了身子，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快？怎么可能快？你以为为什么会剩下那一点虚空之力没有处理？因为那是我特意留下来的呀。女王大人，女神西尔维亚，好感度30%，终于结束了。西尔维亚瘫在沙漠上，喘着气说道，身下一小片沙漠已经变成了褐色。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魂体状态下也会这样，或许是西尔维亚女王精通水系魔法吧。不用过多纠结。对不起，西尔维亚大人，我也想快点的，但是刚才清理的次数确实多了点。西尔维亚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起身，新的魂体依附生成，覆盖在他的身上，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有些不适应现在的魂体。刚才最后那点虚空之力在比较隐秘的地方换了半天的位置，才终于清除干净。罢了，就这样吧，反正也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就当做被蚊子咬了吧。你记得一定不能说出去。放心吧，西尔维亚大人，我的嘴可严了。王储说道。西尔维亚缓缓走到了艾琳的身边，蹲了下来，捋了捋艾琳的发丝，将她脸上的沙土给撇干净。刚才艾琳就离他不到30-40米的距离，他竟然和王储做出了那种事情，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艾琳这一次来观战，到底是好是坏呢？好就好在他来了，所以圣境里的学生们没事了。要是他不在，这些学生都会被虚空之力侵蚀，然后迷失。这些学生里还包括他的女儿。坏事呢？坏事就是他的魂体不干净了。西尔维亚大人，他们体内那股异常的力量怎么办？王储走过来问道。西尔维亚神经立马紧绷，条件反射的说道：“
绝对不可能。王储啊，他们体内的虚空之力就不劳你操心了，等他们出去了，自然有办法解决。西尔维亚露出护崽子一样的表情说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你还以为我要通过同样的方式给他们清理虚空之力吗？那你确实是想的有点多了，这种小仙女我确实是吃不下啊。王储歪了歪头，装作一脸懵逼的哦了两声，随即转移话题问道，对了，西尔维亚大人，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股奇怪的力量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夏雨同学、艾琳同学他们会变成这样？还有李雪琴同学她？看着还在昏迷的几人，西尔维亚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神色。刚才在场外观战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艾琳他们喝下了那名叫做陈小兰的队友提供的药剂，有异常。说到这，西尔维亚有些后悔，早知道就早点让魂体进来打断无考了，也不会发生后面那么一系列的事情。而易灵他们则是被一种叫做虚空之力的力量所侵蚀了。虚空之力，西尔维亚解释道，虚空之力就是已经被逐出世界的虚空战场中存在的力量，那股力量是邪恶的，是恐怖的，已经离开这个世界非常久了。但是现在有一股势力试图让虚空战场重新降临，前阵子在大夏山城出现的八岐大蛇就是从虚空战场而来的。原来如此，那股势力叫做什么名字？王主打探道。不知道现在高层是不是已经对虚空教团开始有了认知，经过各方主流势力的认定，那些下水道里的臭虫被称为虚空教团，已经在很多个地方开始活跃了。只是没想到这次竟然盯上了淮海市的五考。说起正事，西尔维亚刚才的尴尬也淡了几分。将夏雨战队的4人都搬在一起后，西尔维亚打了个响指，4小指就这么飘了起来，跟随在他身边。王储。这时一旁的小山丘上传来了宁竹清的声音，他身后跟着林桃等人一路奔袭，来到了王储身边。看见王储上上下下完好无损，一点事情都没有，宁竹清松了口气。一切都结束了吗？王储笑着点了点头，结束了，都是西尔维亚女王大人救了我们。宁竹清这才发现在一旁魂体状态下的西尔维亚。西尔维亚女王大人，他赶紧恭敬地行了个礼。哦，你是宁府主的千金？西尔维亚看着宁竹清挑了挑眉问道。10多年前见过你一次，当时你还小，没想到现在都长那么大了。是我，没想到女王大人还记得我。宁竹清恭敬道。西尔维亚，你的脸蛋没有怎么变化，依旧是那么漂亮。谢谢女王大人。西尔维亚的眼睛从宁竹清和王储的身上扫过，这2人好像有点事情。王储这家伙不简单啊，竟然连宁府主的女儿都能拿下。这么一说，我刚才岂不是和宁竹清共用一个？不对。西尔维亚赶紧将这奇奇怪怪的想法甩出脑海。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西尔维亚。什么？在一旁的林桃举起手指着宁竹清，疯狂颤抖。你，竹清，你是宁府主的女儿？不是，我天天跟在你后面竹清来竹清去的，到后面我放屁抠鼻屎都没有躲着你了，把你当做什么都能讲什么都无所谓的好闺蜜，结果你说你是府主的女儿，天塌了呀！宁竹清无奈的笑了笑，是啊，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接触，现在我不装了，摊牌了。看着一脸懵逼的林桃，宁竹清一把搂住她的腰，安心啦，桃，不管我是谁，我们都是最好的闺蜜啊，这是她的真心话。林桃和她确实关系非常要好，算是她在淮海市唯一要好的女性朋友了。林桃勉强的笑了笑，话虽如此，宁竹清或许会不在意，但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西尔维亚看着开始放松下来的学生们，思绪开始发散。现在一想，小小的淮海不仅有着大夏府府主的千金，还有大夏府山海境界圣穆斯的女儿，再加上自己这名堂堂日月进京灵族代理族长的女儿。听艾琳说过，另外2名队友，除了那名叫李雪琴的背景一般外，还有1名被逐出天使族的天使。这阵容搭配以及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般。至于当初为什么自己会选择让艾琳来淮海市上学，一方面是想要与人类进一步接触，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生命之树的梦境。到东方去，到大夏淮海去，那里有未来。未来吗？西尔维亚自言自语地念着这3个字。如今艾琳马上就要离开淮海，要么回京灵族，要么继续待在大夏府。那梦境中的未来又在哪里？不知为何，他突然将目光放在了一旁的王储上，看着王储那棱角分明、英俊万分的侧脸，一时间进入了神。怎么了，西尔维亚女王大人？王储嘴角勾起和煦的笑容，看着西尔维亚那张刚刚还在翻白眼的脸，淡淡道：“我脸上有花吗？”西尔维亚猛地惊醒，自己这是怎么了？竟然会看着王储失了神。他赶紧转移话题道：“那个，我们先出去吧，外面的人已经等很久了。”因为夏雨战队和紫荆花战队超快的通关30层神之塔的速度，直到西尔维亚将夏雨战队镇压后，才有学生陆陆续续到达第31层，并且一到达31层就被已经等候多时的宁竹清等人劝退。于是整个五考也顺利的没有发生其他意外事件，达成了只有夏雨战队受伤的事件。当王储等人踏出慎境传送门时，门外已经有许多人在等候。王储，穆斯是第一个冲上来的，速度非常快，唰的一下就已经出现在了王储面前。他上上下下扫视了眼王储，一脸焦急道：“王储，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说罢，他还伸出手扒拉了几下王储，前前后后都观察了一遍。
这一下都把周围的人整懵了，特别是神魂已经回归本体的西尔维亚。不是姐妹，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关心的是王储啊？你要不要看看在一旁躺在地上跟条臭狗的郑夏雨？你不在意他的死活吗？虽然王储是你未来的儿子，那也不能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了吧？王储察觉到旁人异样的目光，轻咳2声：“穆斯大人，我没事，倒是夏雨同学可能受了重伤。”此话一出，穆斯这才发觉自己好像关心过头了，脸色一红，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了郑夏雨身旁。西尔维亚走了过来，看着躺在地面上的几女，沉声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包括夏雨和艾琳几人都被已经虚空之力侵蚀。我在解决掉那名叫做陈小兰的学生以及副本中的巨蟹领主后，也只能先出手将他们击晕。又是虚空之力吗？”穆斯面色凝重地观察着几女，呼吸还算正常，就是眉宇之间的那一抹黑色，代表着几人还未解决虚空之力的影响。只是没想到，距离上一次山城遇袭才过去没多久，这又出事了。虚空教团，你们究竟想做什么？西尔维亚长舒一口气，指了指地面上的几人，继续说道：“夏雨，还有艾琳，以及这名天使族的学生，他们都还好，受影响不大。体内的虚空之力，只要进一步治疗就可以康复。至于这名学生，好像是叫李雪晴，刚才不知为何体内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虚空之力，战斗力成数倍上涨。哪怕是我，哪怕是我，也耗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将其拿下。”说到这，西尔维亚脑海再次浮现起了王储的面容，还有那不断涨幅的进度条，以及因为半透明的缘故，能够看见在魂体内漂浮的白色物质。不是，为什么又想到他了呀？神魂被干，关我西尔维亚什么事？王储，快滚出我的脑海啊！穆斯倒没有发现西尔维亚这回的内心世界那么精彩，而是思考起了西尔维亚刚才说的话。他能感受到李雪晴体内紊乱的魔力回路，以及那奄奄一息的气息。相比起郑夏雨3人，李雪晴的状态非常不好，随时都可能会打过去。我已经上报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了，现在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几人治疗。西尔维亚轻轻摇头，他们受的影响不多，治疗倒不是什么问题。我叫人送来一些生命之泉，只要泡上几天，再加上圣光牧师的净化，应该很快就可以净化完残存在他们体内的虚空之力。倒是这名叫做李雪晴的学生，我觉得你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下，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变成那种怪物。报告，进来。一名穿着镇妖军军装的中年男子走进办公室，看向前方那名伏案在桌的男子，低着头沉声道：“府主大人，说明天一神色淡然，刚刚接到多个国家的联络，他们都在向我们咨询淮海市武考的详细情况，他们迫切想要知道关于那种能让人类恶斗的虚空力量，以及被侵蚀者的后续治疗进展。”明天一笔锋一顿，随即拿起一旁摆放了一会的报告。这件事的影响确实太大了。近日来，虚空教团在世界各地愈发活跃，但他们的手段也顶多就是召唤出虚空生物出来搞破坏，引起一些骚乱，只要镇压及时，还在可控范围内。可这一次性质完全变了，他们竟然掌握了直接操控虚空之力侵蚀职业者的方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悬在所有人头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谁也不知道这种力量会不会像瘟疫一样蔓延，下一个被侵蚀的会不会是身边的战友、亲人，甚至是自己。这种未知的恐惧才是最致命的。明天一翻开报告，根据西尔维亚的描述，那名叫做李雪晴的学生在异变前爆发出了强烈的负面情绪波动。经过检查，李雪晴体内残存的虚空之力已无法被彻底净化，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魔力纹路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不再像是一名纯粹的职业者，这种不可逆的变异形态暂定代号名为魔女。相比于外界的风起云涌，王储这几天的小日子却是过得相当充实且忙碌。首先是琳娜阿姨，李雪晴虽然还没死，但变成了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还被抓去切片了。天知道后面是什么结局。琳娜阿姨陷入了悲伤之中，毕竟不管李雪晴对待她再怎么不好，甚至还说出断绝母女关系这种话来，她终究还是陈琳娜亲生的崽。所以为了安慰琳娜阿姨受伤的心灵，王储这几天操碎了神，费了王储好一番功夫去浇灌贪欲之花，让贪欲之花猛猛开花，这才将陈琳娜那痛苦悲伤的情绪掩盖了过去。事实证明这招很管用，现在的陈琳娜精神状态已经好了很多。至于其他人，西尔维亚女王因为要给女儿艾琳还在淮海市治疗的缘故，原定前往帝都的国事访问被迫推迟，暂时在淮海市住了下来。还有安吉拉那个被逐出天使族的废物，无人关心。郑夏雨那就不同了，关心他的人还是不少的。除了亲妈穆斯每天嘘寒问暖之外，还有一位他日思夜想的王叔叔。叮咚，病床上，郑夏雨百无聊赖地躺着，听到手机提示音，立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看到发信人是王叔叔，他的脸上瞬间绽放出菊花般的笑容。王叔叔最近怎么样了？夏雨身体好些了吗？治疗进度如何？王叔叔转账8888.00元。卧槽！郑夏雨眼睛都直了，随手就是8888，这王叔叔也太豪横了吧，简直就是行走的 ATM 啊！他没有任何犹豫，点击收款，但凡慢一秒
都是对这8888的不尊重。郑夏雨，谢谢王叔叔，王叔叔你也太好了吧，爱你哟，王叔叔，么么哒点倔屁句。郑夏雨，我身体好多了，医生说再观察2天就能出院了。另一边，王楚看着秒收转账的郑夏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接着打字道：王叔叔，那就好。对了，你的5考成绩怎么办？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没拿到名次，很遗憾吧？郑夏雨回复的飞快。郑夏雨，嗨，没事的。郑夏雨，虽然没拿到状元，有点可惜，但是郑夏雨，本小姐被保送了。王楚，保送？这特么都能保送？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王叔叔直接保送帝都大学。郑夏雨，其实也是刚刚接到的消息了。郑夏雨，主要是我那个队友李雪晴，这次伤得太重了，人都废了。郑夏雨，上面为了安抚我们几个队友，再加上我们确实也是 S 级天赋，郑夏雨，所以把我们全队都保送进帝都大学了。郑夏雨，嘻嘻嘻嘻，吸你妈了个头啊！等下必须好好的惩罚一下你亲爱的慕斯妈妈来泄愤了。只是没想到，合着李雪晴最后变成了保研丹。不过仔细一想，也正常，一个是山海境界圣大人的女儿，一个是西尔维亚女王大人的女儿，这种背景，再加上郑夏雨和艾琳在这次5考中都遇到了突发事件，先不论是他们自作自受，喝下那些药剂一点防范都没有，还搞出那么大的事情来，那大夏府官方就没有责任吗？没有起到应该有的监管作用吗？对于小仙女来说，别管我有没有问题，你们要先思考自己的问题，懂不懂啊？只能说都是人情世故。就在这时，郑夏雨又发来了一条消息，带着几分试探。郑夏雨，那个王叔叔，郑夏雨之前听我妈说，等5考结束后，她就要带您回家吃饭。郑夏雨，顺便把我们正式介绍认识一下。郑夏雨，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看着屏幕上的文字，王楚的笑容都快止不住了，狂拍大腿。这一天终于要到来了吗？没想到夏雨同学你竟然那么期待啊！那王叔叔肯定就不能让你失望了。随后，王楚缓缓打字道：王叔叔，当然是真的。王叔叔，为了这天，我和你母亲可是策划许久的了。王叔叔，到时候王叔叔给你一个惊喜。王叔叔，你喜欢吃什么菜？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一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无能了，本来要给初音大佬家更的，出了趟门没能码出来，给跪了。